玉白寒到家时正是中午，他一夜未归，归来时还穿了件陆换的 T 恤衫。大门一开，就看冯叔正殷切的候在玄关外。白寒少爷回来了，午饭已经备好了。玉白寒被他慈爱祥和的目光看得有一瞬失声。他在冯叔的注视下走进餐厅一看，入目果然又是满桌的清淡温补。他看向冯叔，冯叔心疼，饿坏了吧？玉白寒轻叹一声坐下，小叔追到哪儿了？冯叔老脸微臊，冷战破冰，干柴烈火。呵呵，他就知道。一顿温补餐吃完，玉白寒回屋学习。临近晚饭的时候，他给陆焕发了条消息，问人回不回来吃饭。不了，晚点回来。刘儿收到，萝卜墩。玉白寒回完消息就收了手机。晚上他又独自训了顿温补餐，吃完饭后回到自己卧室。10点半的时候，冯叔上来送牛奶，白寒少爷还不睡。玉白寒把牛奶喝了，等会儿睡。他把陆焕大晚上的召唤回来，自己要是扭头先睡了，岂不是让人回来听个鼾？冯叔动容，好爱学习。不，他是在蹲陆焕。玉白寒羞愧的把老管家送出了门。等到接近12点的时候，外面走廊终于传来细微的动静。他的补录雷达一动，起身推门而出。咔嗒，门一开，正对上几米之外的陆焕。陆焕一手按在门把上，听见动静转头而来。两人目光相对，陆焕手指一收，视线在玉白寒身上落了2秒，还没睡。玉白寒，萝卜蹲，在线蹲个晚归的陆指挥。他说着走过去，工作都忙完了吗？差不多。陆焕推开门，玉白寒就跟着他一道走进主卧。陆焕走到床边，松开领口，手在腰带上搭了一下，又转头看向玉白寒，我要洗澡了。玉白寒反应了1秒，随即了然的走上前。好了，他懂。他已经不是当年只会木了的无下阿寒。他刚伸手扒住陆焕的腰带，就被对方啪的攥住了手。那只大掌牢牢按住他，他抬头，只见陆焕眸光深沉。陆焕问：你在干什么？玉白寒听懂暗示，不是为你宽衣的意思。陆焕深吸一口气，轻轻点他，是让你回避的意思。玉白寒不好意思的埋头，指尖局促的抠了抠光滑的腰带边缘，是我会错意了。话虽这么说，他的手却还牢牢扒在腰带上没动。陆焕就将他手指一根根拎开，夸赞道：你乃是萝卜蹲，你是萝卜扎根呀，好幽默。玉白寒羞涩的缩回手。陆焕拿起换洗的衣服，看了眼时间，提醒道：你是不是该回去睡觉了？玉白寒发出谴责：我萝卜蹲到现在，陆指挥就没有一点表示吗？陆焕注视了他片刻，忽而轻笑了一声：我们白寒想要什么表示？玉白寒抿抿唇，期待的看着他。这种事不该自己想吗？两人相视几秒，陆焕垂在身侧的手动了一下，接着抬起来按在玉白寒后颈，拇指的指腹在纤白的颈侧摩挲了2下，跟撸猫似的。微微粗糙的指腹擦过颈侧的细肉。玉白寒有一瞬从尾椎窜起一片酥麻，他睫毛颤了颤，舒服的看向陆焕，这是什么？陆焕手掌不轻不重的捏着他脖子，给我们白萝卜松土。给白萝卜松了5分钟的土，直到把整颗萝卜松得酥酥软软，陆焕这才拎着占坑的萝卜出了卧室，把人往门外一放。去吧，回你的轿子里冬眠。玉白寒站在门口夸赞，陆指挥的农业知识还挺丰富。陆焕牵牵唇角，不然怎么在萝卜？哦，也是。玉白寒就心满意足的回了房间，晚安。第二天，陆焕依旧很早就去上班。玉白寒待在家里看书，休息时抽空搜了搜有关陆氏集团的资讯，竟然有好几个财经号都在大肆渲染陆氏破产的消息，还呼吁众股民及时清仓。妖言惑众，里面多半混了私家的手笔。玉白寒动动手指，挨个点了投诉，
休想散播不实信息。他投诉完，继续岁月静好的看书学习。大概是那天陆焕答应了要回家，这几天他都没在公司留宿。虽然时早时晚，但基本会回家栽萝卜。外界关于陆氏的传言愈演愈烈，不过司言婷和司威都还没来找过他。玉白寒估摸着应该是还没到最终阶段。就这么过了5-6天，玉白寒照例在家萝卜蹲，等陆焕回来给他松完土再上床睡觉。但今天陆焕回来的格外晚，一直到凌晨1点多，陆宅门口才亮起了车灯。他朝窗外望了一眼，然后推门出了房间。刚走到楼梯口，就碰到了陆焕。陆焕神色比往几日还要疲惫，他抬眼看到玉白寒时，脚步一顿，接着几步走过来，抬手捏了捏玉白寒脖颈，力道轻飘飘的，只捏了2下便收回手，还没睡。玉白寒嗯了一声，跟着他走回屋，揣摩着他的神色，我们陆指挥今天好像特别累。陆焕垂眼推开卧室门，唇角轻微的牵了下，没给我们白萝卜松好土是吗？玉白寒伸出援手捏上他肩头，没关系，到了萝卜反哺的时候。手心下的肩膀有些僵硬，他捏了2下，手就被拎开。陆焕转过身，回去睡吧。他面色看起来相当累，是倒头就能睡着的程度。玉白寒便收回手，晚安，马卡陆焕。第2天是工作日，玉白寒昨夜蹲得太晚，今天就睡到了9点。他出门准备吃早饭，路过陆焕的卧室时，看见房门还紧闭着。平时陆焕只要出门上班，都会把卧室门打开。玉白寒停了一下，随即推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光线一片昏暗。床上鼓鼓的，陆焕竟然还没起来。玉白寒心头莫名一紧，几步走进去，凑到陆焕床边。陆焕双眼正紧闭着，眉心微蹙，呼吸间带着一股灼热的气息。玉白寒，他赶紧伸手摸了摸陆焕的额头，手心下方温度热得惊人。他心头咯噔一下，噗噗拍打，陆焕，你发烧了。陆焕睫毛一抖，随即睁开了眼，眼底浓稠如墨，混着热浪扑面而来。玉白寒松了口气，还行，还能叫醒。他起身道，你先躺着，我去给你叫中医务人员。最后5个字已经说得相当丝滑。陆焕细密的睫毛似乎又抖了一下。钟秉期赶到陆宅时已经是20分钟后，冯叔跟着他一起进了主卧，满脸自责，我以为先生早出门了，我该上来看看的。玉白寒坐在陆焕床边，拿了根吸管给人兑热水。陆焕被他牢牢按在了被子里，嘴里嘬着根吸管，和站在床边的钟秉期对视了一眼，虚弱的脸上透出了轻微的抗议。他及时开口，我先帮陆先生看看。玉白寒就拿着杯子让到一边，陆焕掀开被子撑起来，低垂的脸上一片潮红，抿起的薄唇沾了水，更显得嫣红如血。钟秉期神色严肃的坐过去，看着是高烧了，有没有哪里不适？陆焕淡淡开口，没事。玉白寒目光直直对向他，不要在看病的时候讲客套话。钟秉期是请来做客的吗？他看了玉白寒一眼，接着呼出口热息，微沉的嗓音在屋内响起。问诊终于进入正轨，玉白寒在旁边陪了会儿，揣在身上的手机忽然一震。他低头看了眼 Pro 大师语音通话，这段时间陆氏气氛紧张，他大多数时间又把微信切回了旧账号，以便及时知道私家在做什么妖。之前一直静悄悄，这会儿陆焕一生病就冒出来了，仿若和病毒如影随形。玉白寒看了眼陆焕，拿起手机走出卧室带上门。他走出机米接通电话，大哥。电话对面司言婷的声音听上去一如往常，陆氏的消息听说了吗？玉白寒，谣言满天乱飞，他又不是龙虾。司言婷，陆焕最近有什么动作？玉白寒如实回答，他很忙。状态呢？他还没编排好措辞，背后主卧的门便又打开了。钟秉期和冯叔走出来带上了门，两人的对话从门口传过来。一方面，
陆先生是积劳成疾，另一方面他精神压力太大，这次是由心病引起的高烧。哎，那要多久才能好？我先开点药。声音清晰的传入话筒，玉白寒干脆沉默了。电话里静了几秒，随即传来司言庭一声轻快愉悦的哼笑，真是惊喜。他说完顿了顿，又道，继续盯着陆焕，有什么状况记得向我汇报。玉白寒，好，等陆焕逆风翻盘，肯定第一个给你发捷报。电话很快挂断，那头钟炳七也正好和冯叔交代完。看玉白寒走回来，冯叔问，白寒少爷在讲电话。玉白寒言简意赅，送瘟神。冯叔若有所思，哦，玄学祛病也挺好。钟炳七回去开药了，周姨在楼下做了点粥，端上来之后，玉白寒在旁边目光灼灼的监督着陆焕吃下。他目光太过强烈，陆焕吃到一半，对上他的视线，动作一顿。玉白寒察觉不好咽，陆焕余光瞥见一旁水杯里的吸管，警觉的加速咽下，不会。一碗粥很快吃完，玉白寒接过空碗，开门时正好碰到上来收碗的冯叔。冯叔接过碗，白寒少爷也回去休息会儿。玉白寒应了一声，出门前又转头看了眼靠在床头的陆焕，拉了半边窗帘的屋里透入尺宽的亮光，昏暗的光线笼在陆焕面上，后者面容沉静，眼睑下落了一片阴影。玉白寒蓦地想起陆焕坐10个小时飞机回来的那晚，对方裹挟着一身风尘站在门口，于静默无声中看来的眼神，他心口有什么涌动了一下。冯叔已经端着碗走下楼，玉白寒又转身回屋关上了门。屋里陆焕正要躺下，怎么了？玉白寒娴熟的把被子掀开，往里一钻，顺便伸手把陆焕也拉回了被子里，眸光亮亮的往他那边靠了靠，陪你困觉。陆焕被他拉着，垂眼道，今天是白寒医生。玉白寒纠正，是白寒护工。陆焕嘴角似乎牵了一下，接着伸手要将他拎开，下去。玉白寒，做什么？陆焕低声，会传染。玉白寒拍开他的手，灭然一笑，说这些没用，今天我就要用强的。他说完往陆焕怀里一钻，将人牢牢抱住。落在头顶的呼吸很热，陆焕推了他2下没推开，仰头闭了闭眼，喉结一动，模糊的嗓音落下，司白寒在呢。亲玉白寒靠在他怀里，监督道，别说话，睡觉。他说完，抬眼对上陆焕看来的目光，漆黑的眸底似漾着微光，一看就知道还没睡意。玉白寒无奈的伸手往他眼皮上一抹，手动合眼，快睡吧。被手掌遮盖的眼鼻下方，嫣红的唇动了动，长眠。玉白寒转而捏住他的嘴皮子，童言无忌，烧糊涂了吧，在胡说什么呢？陆焕终于安静了，闭着眼也没再把人拎开。昏暗的房间里，玉白寒被陆焕搂着，感受到对方身上一片滚热。过了几分钟，陆焕的意识大概沉了下去，身体稍稍放松，垂下的头靠在了玉白寒的肩窝。玉白寒搭在他背后的手拍了拍，难受。顿了顿，低沉的嗓音又道，还好。第一反应往往不会作假。玉白寒了然的拍着陆焕的背，看他脆弱的陆指挥还在故作倔强，真是让他狠狠怜爱。不知拍了多久，陆焕灼热的呼吸洒了他满肩窝。房间里没有开空调，两人身上还盖着被子，玉白寒浑身上下也热，被闷出一层汗来。他动了动身子，稍微撤开了点上身，腿往前一支，颈侧蓦地落下一声闷哼。他微微睁大眼，他们陆指挥发着烧还这么精神，而且似乎更烫了。玉白寒脸上顿时热烘烘的，他念着陆焕还是个病人，大发慈悲的准备撤开，刚一动，环在他腰上的胳膊便一个收紧，又将他拉了回来。玉白寒的心脏在周围热浪的笼罩下砰砰直跳，他轻轻叫了声陆焕。陆焕没醒，
像是下意识般搂紧了他，把脸埋进了他的肩窝。滚热的，挨了挨！玉白寒惊得一颤，抓住了陆焕的衣袖。睡衣太薄，感觉格外清晰。他盯着陆焕近在咫尺的侧颜看了半晌，陆指挥还是个病人，不能让人这么不舒服。玉白寒顿时小脸转黄，心跳砰砰的抬腿动了动。光滑的布料堆叠出几道褶皱，叠起，推平。落在肩窝里的热息蓦然重了几分，按在他腰后的手逐渐收紧，几下过后，呼的一顿，手掌爪松开，一把掐住了他的胳膊。玉白寒动作一停，看过去，陆焕已经醒了过来，抬起头，四目相对，那幽深的眼底燎了火，嫣红的唇干的起了壳。玉白寒在这道视线的注视下，顿觉自己像是被叼到了狼窝门口，一下不动了。但他脸还是红红的，窝在陆焕的肘弯里问：难受吗？司白寒，陆焕一手撑起来，一缕额发搭在他凌厉的眉骨前。他另一只手将人钳住，第一眼看过去，别闹！胡说，他明明这么敬业。玉白寒仰在枕头里，眸光被热气蒸得水润。今天是全方位服务的白寒护工，闷出的汗水打湿了衣背，被窝里一阵滚热的潮气。光线昏暗的卧房里，陆焕撑在他上方，两人正一上一下的对视着。房门忽然被咚咚两声敲响。玉白寒和陆焕转过头，门一开，冯叔端着药出现在门口。眼前的场景猝不及防闯入眼底，冯叔端着药碗身躯一震，接着哎呀，门又飞快的一关，老管家消失在了门后。房间里默然半晌，玉白寒呼出口热气，转头看向上方的陆焕，伸手在人胸口拍拍，故作淡定：你是不是该吃药了？陆焕顿了顿，也撑起身来，他就跪坐在玉白寒上方，身前正对着人。玉白寒一个低眼，好直观，好厉害。腿突然被狠狠握了一下，像是警告。他视线上移，正对上陆焕眼底的凶光，收好你的眼神。只是对方那张冷峻的脸上带了病气，面色潮红，又好像没那么凶。玉白寒乖巧的抿住唇，哦。陆焕便起身走向浴室，准备去洗个澡。他一手推开浴室门，进门前一秒，玉白寒温馨提示：记得洗热水澡。门口的背影一顿，我知道。陈丽的嗓音像是被灼烧过。浴室门哐的一关，隔绝了背后传来的视线。玉白寒在床上埋了会儿，也掀开被子起身回屋。那他也浅冲个澡。他洗完澡出来时，陆焕已经不在卧室里。玉白寒走下楼，看人正坐在客厅里喝药。老管家站在一旁，眼底充满了悔恨与局促，像是那一推门拍掉了几十亿的大生意。玉白寒羞涩的估量，可能确实是几十亿。茶几旁，陆焕看上去已神色如常，只是听见人下楼的动静，从晚檐后抬眼投来了一瞥，目光锐利而幽深。玉白寒和他对上视线，脑海里又闪过刚才的画面。不能想了，陆指挥还是病患。他稍微收敛了心神走过去，茶几上堆了一堆药，他坐到陆焕旁边一一翻看，这么多，你好点了吗？旁边传来一声冯叔在一旁说道，发了汗就会轻松点。玉白寒若有所思的看过去，陆焕雷达一动，飞速对来，目光深深的望进他眼底。司白寒。玉白寒迅速关上深夜频道，轻轻狡辩，我只是在想多给你盖几床被子。陆焕冷笑，黄焖指挥官。玉白寒埋头抠了抠药，好贴切的两个字。冯叔不露痕迹的往后滑开一步，指挥官又是哪来的角色？陆焕的高烧到第二天还没退下。第二天，冯叔找来了医疗团队，将陆焕转去了楼上的私人病房打点滴。玉白寒这2天也没看书了，就待在上面陪他们脆弱的陆指挥。点滴吊好后，医务人员都退了出去，
房间里只剩下玉白寒和陆焕。玉白寒扒了扒陆焕没打点滴的那只手，对方手背青筋鼓起，指节分明，修长而好看。我们陆指挥是不是瘦了？陆焕任他在自己手上捏来捏去，没感觉。说完又道：“把平板给我一下。”玉白寒眯眼，做什么？陆焕不说话。玉白寒了然，哼，又要盯着公司了吧？但陆焕现在这样，不看肯定更不安心。他就一言转头去拿了平板。陆焕接过来，一言不发的低头看着。玉白寒朝他看过去，对方神色淡淡，下颚却绷得很紧，眼底聚精会神，有股执念沉得很深，就像是卯足了劲儿要孤注一掷，仿佛错过了这次就有什么再不可逆转。玉白寒在脑海里回顾剧情，陆焕生日后的1个月，好像就是思嘉第一次背刺他的时间，也是陆氏集团走向下坡路的开端。那卯足劲儿也挺好的，免得回到原书里设定的剧情。正想着，面前的平板便关上了。陆焕闭了闭眼，仰头靠在床头，是天意吗？声音似喃喃自语。玉白寒看向他，什么？陆焕没再说话，只淡淡的扯起唇角。在这好不容易要打破剧情的关键时刻，他却高烧不退，一场大病，仿佛是上天在告诉他，他摆脱不了宿命。玉白寒看向他凉薄自嘲的嘴角，52点也有 emo 了。片刻，无人出声。陆焕扬起的喉结动了一下，潮红的脖颈上滚动的喉结很是性感。玉白寒顿了顿，没忍住伸出根手指按住他的3维弹球，没错，都是天意。陆焕倏地睁眼，朝他定定看来。玉白寒摸着他的喉结，语重心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把你这样那样。他说完期待的感叹，你要发达了，陆焕。玉白寒收回手安抚道，放心，我们陆指挥会有好报，毕竟人美心善，气大，大器早成。呵呵。陆焕投来洞悉的眼神。玉白寒小脸黄扑扑的和人对视，眼底写满了纯洁与坦然。对视良久，他眼睛一酸，没忍住眨了一下。他遗憾道，输了。陆焕青筋一跳，谁在和你比？玉白寒伸手把他平板摁开，算了，我们不玩这个。刚刚给你下了个保卫萝卜，来玩。什么时候下的？在你被医务人员们围起来的那档口。陆焕垂眼看着屏幕上红黄的萝卜，默然片刻，忽然笑了一下，伸手点了个 start。 好在天意没把陆焕这样晾太久。输了2天夜，陆焕终于退了烧，精神也好了大半。玉白寒隔天下楼吃早餐时，看见陆焕神色如常的样子，开口飘出一声愉悦的嗓音，发来贺电嗓音带着淡淡的沙哑。话音一落，对面的陆焕和冯叔同时看向他。陆焕，你嗓子怎么哑了？玉白寒发音，啊呀。3人同时一静。陆焕深吸一口气，抬手抵住额头。冯叔惊道，白寒少爷，你也生病了吗？20分钟后，钟炳七又被召唤到了家里。他看向床里床外角色对调的2人，忍不住感慨，三顾茅庐。玉白寒秉持着中文人的严谨，轻轻纠正，不是这么用的。钟炳七，我知道，只是太感慨了，一时没有想出别的词来。玉白寒思索，3打白骨精。陆焕开口，快给他看看。好的。钟炳七深以为然，坐到床边开始问诊。玉白寒早上起来时还没有太大的感觉，但病灶就像是一种信号，这会儿他开始喉咙痛、嗓子哑，鼻子也塞住了。钟炳七给他看了会儿道，你底子本来就差，冷热交替最容易感冒，闷汗之后受凉了吧。坐在旁边的陆焕忽而抬眼，你那天回去冲凉了？玉白寒一默，没冲凉。他在陆焕洞悉的目光下心虚的补充，去冰而已。众所周知，去冰就是常温的意思。陆焕，呵呵。
他病还没好完，冷笑时嗡声嗡气的。玉白寒的视线顿时给他对回去，呵呵，也不知道是谁非要贴上来，在他腿上挨来挨去的，不然他回去洗凉，去冰澡做什么？他也嗡声嗡气，呵呵。两个人对着嗡声嗡气了几声。陆焕定定的看了他2秒，随即率先收回了眼神，转头拿了杯水递过去，少发点声音，嘴都干了。玉白寒接过水，姑且休战。陆指挥观察的还挺仔细，他就既往不咎了。钟秉期给他开完药之后便离开。玉白寒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吃了午饭后，他下午又开始低烧，睡觉时闷了一头汗。房间里拉着窗帘，他睡得迷迷糊糊，隐约听见有人进屋，在他汗涔涔的额头上摸了一下，又转身去了浴室。一阵轻微的响动后，一张湿润的毛巾落在他脸上，给他擦了擦脸。玉白寒顿时舒服了很多。他睁眼，只见高大的身影在跟前晃动。陆指挥怎么来了？一根吸管给他对进了嘴里，保卫萝卜。玉白寒任他给自己擦过脸，又喝了几口热水，然后偏开头贴心的赶人出去。差不多了，你也身娇体弱的，快回去躺着。身娇体弱，面前落下一声冷笑，盖在他脸颊上的毛巾顿了顿，转而附在他鼻子上。玉白寒感觉他鼻头好像隔着毛巾被捏了一下，然后听陆焕高冷的开口：我已经好了。行吧，配合你的骄傲倔强。白萝卜不再出声，被搓了个舒舒服服。他乌黑的眼微微眯起，还侧脸往毛巾上蹭了蹭，脸很快被拨回去，湿润的毛巾一下撤开，身上的被子一拉，睡吧。陆焕说完，转身出了门。房门拉开，走廊里的光透了进来。玉白寒扭头看向陆焕立在门口的背影，平直宽阔的肩头载着光，莫名让人安心。咔嗒，房门轻声关上。他往被子里一埋，带着满脸热气闭上眼。保卫萝卜的指挥官好帅，他好喜欢。玉白寒躺了一下午，醒来已是傍晚。外界微微暗沉的天光透过窗帘的空隙落进来。他肚子有点饿，就掀开被子撑起身。大概是闷头睡了太久，又发着低烧，他水灵灵的大脑在此刻昏昏沉沉。玉白寒开门叫了一声：陆焕。走廊里没人应声。他路过陆焕卧室时往里看了一眼，里面没人，应该是在楼下。他便扶着扶手走下楼梯。走到一半时，正看见陆焕坐在客厅里看电脑。后者面色沉冷，聚精会神，看上去的确是恢复了。病一去，就连压在他眉心的阴谋都散了大半。玉白寒看了一眼，忽然低声一咳。客厅里，陆焕敏锐的抬眼，接着抬手把电脑放在一边，起身走过来：怎么下来了？玉白寒饿了。冯叔正好在餐厅门口，便转头往厨房里走：小周，给白寒少爷熬点粥喝。玉白寒探头，想吃有肉的。他边说边下楼梯，走到还剩4级台阶时，脚下忽然踩空，失重感陡然传来，他心跳漏了一拍。几步之外，陆焕反应好像比他更快。玉白寒还没从失重感中回过神，便落入了一个牢靠的怀抱，紧实的胳膊稳稳地搂住了他的腰。他下意识环上了陆焕的肩，在昏昏沉沉中偏头一搂，呼，柔软的唇擦过侧脸，贴上了一个唇角。搂在他腰后的手一颤，蓦地定格，唇瓣贴着唇角，一时间谁也没动。玉白寒反应了2秒，他是亲到了陆焕，他心跳扑通快了几拍，睫毛颤了颤，嘴唇相贴的地方像是窜起了一丝细微的电流，让他脸上发热，心头生出股蠢蠢欲动的羞臊来，要不再偷摸着往前凑点。正想着，搂在他腰上的手忽然将他拎开，唇上温热的触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微乱的呼吸落了下来。陆焕没将他拎得太远，就停在了2厘米外。这样的距离，进1分太缠绵，退1分太疏远，仿佛于克制中泄露了真实的欲念，
暧昧滋生在交缠的呼吸间。玉白寒攀在陆焕肩头的手微微收紧，轻微的力道像是将人唤醒，落在唇边的呼吸一抖。接着陆焕垂下眼，侧身将他放到了楼梯前。距离拉开，玉白寒抬头朝陆焕看去，对方抿直了唇线，眸色深沉。不知道是不是暖光的原因，那耳根似乎染红了点，玉白寒小脸红扑扑的。他们陆指挥好像有点纯情，纯情中又带着潜藏的攻击性，像是拴上了锁链的猛兽，让他想要叛逆的解开枷锁。康康到底会发生什么？正琢磨着，厨房那头便传来动静。周姨的声音从厨房传进餐厅，粥一直熬着呢，可以直接吃了，我这就盛出来。那正好了。冯叔说。咕咚。玉白寒喉头一动，扣在他腰上的手就收了回去，转而将他翻了个面。他身后落下陆焕情绪不明的声音：“去吃饭。”说完，抬手将人往厨房赶。玉白寒被他支进了厨房，在桌前坐下。陆焕就站在门口，一手揣着，都抬眼看过来。桌前，周姨和冯叔正在布勺子碗筷，都没察觉到两人间的暗流涌动。跟前的粥还有些烫，玉白寒端起来吹了吹，视线往旁边一瞥，又瞥见了陆焕的唇。他心跳怦然，暗自悔恨，都是被发烧耽误了，没瞄准。陆焕开口：“你在看什么？”玉白寒撤回视线：“没什么。”他说话的时候，嘴唇碰着碗沿，沾了稠白的米粥，淡色的唇被热粥一烫，颜色逐渐变深。他正含着碗沿一点点地势温度，突然又听陆焕道：“好好喝粥。”玉白寒，他喝粥的动作还不够朴素吗？他抬头朝陆焕看过去，烫。陆焕视线在他唇上落了几秒，指尖一拳，转头出了厨房，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门外。玉白寒放下碗，拿了勺子慢慢搅散热气。他舀了一勺送到唇边，喝了一口，唇上好像还残留着刚刚的触感，只是亲到了唇角，就这么有感觉。他脸上热度又升了起来，也不知道真正唇贴着唇的时候会是多充盈的触感。玉白寒本来以为陆焕出门之后就上楼了，结果等他吃完饭走出餐厅，才发现陆焕还坐在客厅茶几前，茶几上放着自己的药，陆焕正按照剂量将药捡出来放在塑料盖上。他顿时受宠若惊，陆医生还亲自帮我捡药。陆焕头也不抬，毕竟我们白寒患者头昏眼花，手趴脚软。玉白寒细品，又在点他。他走到陆焕身边坐下，凑了个头过去看，需要吃这么多吗？他肩膀挨着陆焕的胳膊，后者指尖一滑，一颗药便窜了出去，滴溜溜的顺着茶几滑到了地上。玉白寒，陆医生好像也头昏眼花，手趴脚软。要不还是我自己来。陆焕拨开他伸来的手，是你撞了我一下。玉白寒，跟哈口气一样的力道吗？算了。他包容的看向陆焕，陆医生好歹是在帮他捡药，他不跟人计较。药很快捡好，得半个小时之后吃。玉白寒就先坐在这儿等时间。陆焕又将电脑拿过来放在膝头，打开了电脑顶盖。屏幕亮起，玉白寒侧眼瞟到桌面上一个熟悉的游戏图标，你还没卸载？陆焕淡淡，反正内存够。玉白寒揣摩，炫耀。陆焕侧头瞥向他，刚动了动唇，目光忽而顺着他的双眼和鼻梁往下一落，又收回了视线。那一瞥，眸光闪亮。玉白寒像是被啄了一下，他看陆焕很快转回去，忍不住伸手扑扑拍打。陆焕，做什么？你怎么不看我？看你做什么？玉白寒盯了他几秒，忽然凑过去，眼神亮亮的，像发现了新大陆。你是不是在害羞？因为他们差点亲亲了。陆焕突然转过来，冷笑了一声，一手捏住玉白寒的两颊，指住了后者的话头。害羞？玉白寒微红的脸颊被他修长的手指顾着。
陆焕深邃的目光在他面上定了几秒，随即淡淡牵起唇角，垂眼捏了捏，我看你是还没退烧。那只手在他脸上不轻不重的捏了好几下。玉白寒舒服的闭眼，这是新的松土姿势吗？在楼下消磨了半个小时，玉白寒吃完药便上楼回屋洗了个澡。他洗完澡出来，闷湿的床被已经由佣人换了新的一套。这会儿睡不着，又没事做，玉白寒干脆就坐到床上，给陆焕发了个消息：尤儿，你在干嘛？小鸟探头，对面没回。隔了2分钟，他的卧室门如约被打开。陆焕握着手机站在门口，有事？没事就不能找你吗？玉白寒轻轻指责，陆医生生疏了，明明刚才还亲司白寒。两人隔空对视了几秒，半晌，陆焕反手把房门一关，走进来坐到了床边。他看向玉白寒，慢条斯理的开口：我们白寒觉得这样够不够亲热？玉白寒腼腆的往他那边蹭了蹭，差不多了。两人坐在床上，玉白寒边刷手机边和陆焕聊天。聊了没多久，他手机上就弹出乔云的消息：乔云，休息好了吗？白寒。他下午在睡觉，乔云打来的视频电话他没接到。刚回屋时和人说了声发烧的事，这会儿乔云就给他回了过来。玉白寒转头和陆焕说：我跟云姨打个电话。陆焕嗯了一声：需要我回避吗？说什么呢？玉白寒责怪的看了他一眼，刚张开嘴还没说话，就看陆焕目光落在他唇上，先一步开口：生疏了是吗？玉白寒闭上嘴，点点头。现在陆焕不仅会读心，还会读唇语了吗？他就低头给乔云打了个视频通话过去。视频接通，乔云担忧的脸出现在屏幕里：怎么样，烧退了吗？玉白寒摸了摸额头，不确定道：应该吧。正说着，从旁忽然伸过来一只手，将他的手拨开。宽大的手掌附在了他额头，探了探温度，是没那么热了。陆焕说完收回手。视频对面，乔云愣了一下，然后掩唇：哎呀，小陆也在旁边呢。玉白寒就把手机转向陆焕：来，露个俊脸。陆焕向乔云打了个招呼：霍夫人。挺好挺好，小陆多陪陪白寒。乔云说完又顿了顿：是音效问题吗？怎么觉得小陆也带了点鼻音？玉白寒，他也刚烧完，大概是他们烧的此起彼伏，乔云有好几秒没能接上话。半晌，他了然的叹了口气：这段时间你们肯定都累了吧？老霍，你过来下。视频画面晃动了一下，接着霍明出现在视频里。霍明先是关心了几句，接着又看了眼陆焕的神色，开口道：我和小陆单独说几句。陆焕默了一秒：好。他说着拿起手机走向卧室外。卧室门关上前一刻，玉白寒隐隐听见霍明的声线从手机里传来，差不多该收网了。陆焕和霍明在外面讲了10来分钟。玉白寒先拿了本专业书来看。隔了会儿，卧室门咔的推开，他抬眼就看陆焕走了进来。陆焕的神色似乎比先前安定了一些，霍老的这通电话像是给他吃了颗定心丸。玉白寒心情也跟着松快了点，朝陆焕拍拍床沿。陆焕拿着手机坐过来，通话还没挂，霍夫人要继续和你聊会儿天。玉白寒手里正拿着书，他看陆焕举着手机，就直接侧身过去，同视频里的乔云说起话来。陆焕垂眸看去，玉白寒乌黑柔软的头发几乎扫到他的肩窝，痒痒的，他就稍微往后靠了一点。刚往后一靠，玉白寒便扭头伸手将他扒拉回来。陆焕，不要把镜头对这么近，会显得我脸很大。陆焕看了他几秒，玉白寒莫名读出了他眼底未尽的意味。把我当手机支架，还这么多要求，我们白寒脸不大吗？他不好意思的把陆焕往后按回去。那你靠着吧。对面乔云看得一阵咯吱咯吱笑。又聊了大半个小时，双方准备挂电话。乔云最后忽然提了句：
对了，生了病也别一直窝在家里，出去透透气，散散心，说不定恢复得更快些。电话挂断，玉白涵被说得有点心动。他从陆焕手里接过手机，低头搜起养生民宿来。身后传来陆焕的声音：“我让人去订。”玉白涵唰的转头，他眼中闪着惊喜，嘴上还客客气气道：“那多麻烦陆医生，我想住带庭院的那种，不如明天就去。”陆焕哼笑了一声，伸手把他凑近的脸扭过去，拿出手机，很快安排了下去。第二天中午吃完饭，两人便出了门。出门时没带别人，樊林算是陆焕的特助，这个时间还在公司上班。陆焕开着车，玉白涵坐在副驾驶座。他看向车窗外开阔的街景，心情果然轻松雀跃了许多。看了会儿，他又转头望向身旁陆焕的侧颜，心怀感激，辛苦陆医生，还专程开车送我。私家车正驶过一段坑洼的道路，平稳的迈巴赫颠簸了一下，车厢内安静了几秒钟。陆焕目视前方，开口的声音听不出喜怒：“这是你新想出来的段子吗？”司白涵。玉白涵。陆焕嘴角带了抹冷笑：“谁跟你说我不去的？”陆焕也要一起去吗？玉白涵润了润干涩的唇，试图弥补错误：“怎么没看到你的行李？要用的东西车上都备着。那你病好了，不用去公司上班吗？那个曾经3天不回家的总裁，是他的幻觉吗？”陆焕侧目瞥了他一眼：“呵。”玉白涵揣摩了一下，随即抚掌赞叹：“我知道了，我们陆总是想营造出一种自己不行了的假象，迷惑敌方。我不行。”声音有些危险。玉白涵强调的假象。他倒打一耙：“看你敏感成什么样。”1个多小时的车程后，两人到达了目的地。陆焕选的养生民宿在一处山脚下，是有名的疗养圣地，环境幽静，空气清新，富含负氧离子。单独的庭院已经预定好，两人直接拎包入住。这里的庭院布局和霍明家里有些相似，都是中庭一处远景，宽敞的中式客房正对庭院，四周是抬高的木质走廊。一走进庭院，便有扑面而来的阴凉感。玉白涵跟着陆焕穿过走廊进到房间。房间分里外2个隔间，外间是喝茶赏景的地方，里间就是睡觉的卧房。两人进到里间，入目便是一左一右2张单人床。玉白涵脚步一停，扭头看向陆焕：“生疏了。”陆焕对上他悠悠的目光，竟然默了几秒，解释道：“是樊林定的。”玉白涵目光稍稍缓和：“好吧，那算了。”放好行李，两人出了里间。玉白涵在外间的小蒲团上盘腿坐下，庭院里大片深深浅浅的翠色映入眼中，让人紧绷的神经下意识放松。陆焕也坐到他一旁，抬眼看向庭外。玉白涵朝他看去，对方深邃的眉眼舒展开，比起留宿公司的那晚已少了许多阴霾。正看着，陆焕忽然转头看过来，两人近距离的对视着。玉白涵撞入那双漆黑的眼底，定了几秒，视线又蓦地滑向陆焕嫣红的薄唇。那2、3秒的触感一瞬被唤起，他不自觉地抿了下唇，又微微张开，一只手突然抬起来蒙住了他的眼睛，视线被封锁。玉白涵伸手扒住陆焕的手腕，扒了2下没扒动，对面没有动静。他只觉得好像有道视线落在了自己面上，脸藏的锐利，裹着温吞的热意，带起细微如电流般的酥麻感。玉白涵呼吸微微乱了点，陆焕，电疗。附在他眼前的手收了回去，眼前重见光明。玉白涵适应了一下光线，就看陆焕已经起身走到了庭院走廊边，颀长逆光的背影映着翠意蓬勃的草木，框定在了门框之中，像一幅画一般。玉白涵摸了摸心口，猝不及防又在痛击他的审美点。下午3、4点的时候，天阴了下来，云过山头，骤然下了场细雨。陆焕在半个小时前接了个电话，然后回到里间去开视频会议。玉白涵坐到了走廊外，
庭院的地面一片阴湿，翠绿的草叶一垂一搭，被细雨洗得润泽透亮。陆焕讲话的声音隐隐从背后不急不缓的传来，和庭外雨打草叶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格外让人舒心。玉白寒靠在隔扇门上，看向庭前细雨。细雨洗刷了剩下空气中的浮躁，将残留下来的腐朽与泥泞都冲了个干净。空山雨后，何该万物如新。不知在走廊外坐了多久，玉白寒听着雨声，渐渐起了困意。他干脆闭上眼，和目养神。背后的卧房里，陆焕说话的声音停下了。几分钟后，里间门被哗啦推开，脚步声朝着外面走来。玉白寒正想睁眼坐起来，一件外套忽而落下来，搭在了他身上。他刚想睁开的眼睛，又一动不动地闭了回去。陆焕站在他身侧没走。玉白寒闭着眼，暗自催促懂事的指挥官是不是该把风吹雨淋的萝卜抱回屋里栽起来。等了10来秒，身侧的人似乎蹲下了，一只手环在了他背后。他顺势一倒，靠在了陆焕肩头。陆焕顿了顿，叫他司白寒。玉白寒稳如老萝卜，装睡到底。他正默默等着陆焕将他抱起来，面前忽然落下一声隐忍的喟叹，气息拂面，像是混杂了直白的视线。紧接着，一只手按上了他的唇，不轻不重的一揉。玉白寒差点睁开眼，他心跳陡然一阵加速，强忍着没有呼吸打颤。好在下一刻陆焕便收回手，那只手穿过他的腿弯，将他抱了起来。玉白寒被一路抱着回了里屋，放到了床上。陆焕将他放下后没有侧身，像是撑在了他上方。玉白寒一手搭在陆焕的手腕上，心跳咚咚，是要跟他玩偷亲的小戏码吗？他紧张的等了几秒，随即察觉陆焕直起了身。玉白寒，这大好时机。他没忍住，伸手往陆焕手背上一爬，上方的人蓦地顿住。玉白寒呀，司白寒，低沉的嗓音从头顶落下来。两人呼吸交缠，玉白寒顶了一会儿没顶住，缓慢的睁开眼，正对上垂眼而来的陆焕。陆焕居高临下的盯着他，你在装睡？没有。玉白寒眼神清澈，是你放我下来的时候把我哥醒了。是吗？审视的目光缓缓扫过他。玉白寒心虚了一秒，很快重回道德高地。他发出质疑的声音，你在紧张什么？是不是趁我睡着的时候对我上下其手了？陆焕默了一下，随后轻笑，可能吗？他说完把被子一拉，直起身转过背去。玉白寒跟着坐起来，我已经不困了，要不要出去走一下？陆焕往窗外看了一眼，雨不大，随便。那就是可以的意思。玉白寒自动翻译，伸手将被子掀开。陆焕的外套还搭在他身上，他双手顺势往袖筒里一缩，穿了进去。陆焕刚从屋里找了把伞出来，后背便被噗噗拍打了2下。陆焕，帮我拉的拉链。什么拉链？陆焕皱了皱眉。他转头，只见玉白寒反穿着外套背对他，埋着脑袋窸窸窣窣的，不知道在干嘛。你在做什么？物尽其用。玉白寒转过来，外套的兜帽里已经满满当当的装上了水、零食和纸巾。陆焕额角一抽，拿出来。别磨蹭了，一会儿你要举着伞，我要拍照。东西放在这里正合适。他一句话给两人安排的明明白白。陆焕看了他几秒，手一抬，唰的给他拉上了拉链。5分钟后，两人出了民宿，沿着民宿前的柏油路一路往山上走，丝丝细雨带着凉意洗涤着空气。2个人一把伞，距离靠得很近。往上走了一截，玉白寒拿出手机拍照，他特意将上方的伞沿也拍进了镜头里。伞外是一条蜿蜒向上的柏油路，两侧高大的林木混着细雨，绿意葱茏。玉白寒拍完发了条朋友圈。有耳众图片没隔几分钟，朋友圈里的常驻人口纷纷点赞。有了蛋从在前，
这次他们都有了稀薄的经验。七绝，你和陆哥我知道，但你们背上驮着的是谁？文楼暗示混入了第三者。惊恐，没点想象力的，开卷考试都答不出来。涂上这么大顶伞，怎么都看不见。玉白寒把手机侧过去，分享给陆焕，你看。陆焕低头看了一眼，玉白寒又把手机转过来，低头回复，两人一伞。他正回复着，余光里陆焕低头掏出了手机，紧接着他朋友圈下出现了陆焕的点赞。下一刻，热火朝天的评论区里瞬间一静，静的像是发现教导主任贴在后门。文楼，卧槽！文楼，该评论已删除，看你们非要在陆焕眼皮子底下蹦迪。玉白寒无奈的收了手机，低头从帽兜里掏出零食和水吃喝喝。他转头对陆焕道，你也吃点，减轻我的负担。陆焕瞥了眼他跟春游百宝箱一样的兜帽，目光往那瓶最沉的水上落了落，然后伸手拿出来，把伞递给玉白寒。玉白寒接过伞，看陆焕拧开他，喝了两口的水，仰头蹲，他欣慰，陆指挥还算懂事，知道抓重点。陆焕比他高很多，玉白寒撑伞的时候只能支着胳膊，伞面倾斜，有细细的雨丝飘到了他肩头。陆焕蹲完了半瓶水，然后往他兜帽里一放。迎面正好有几名游客下山，看见这幅场面纷纷侧目。只见纤白清瘦的男生在风雨中费力的撑起一把大伞，肩背都被雨飘湿，而他对面高大的男人一顿好吃好喝，喝完还要把水塞回他的帽子里兜着，这是何等的良知泯灭。玉白寒看陆焕喝完水，正要将伞递给他，从旁突然投来一片灼热的视线，两人转头就对上了一众谴责和不忍的目光，谴责全指向陆焕，不忍全落向玉白寒。玉白寒主动解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开口的嗓音在风雨中透着虚弱与嘶哑，几名游客怜爱的摇摇头，叹息着从他们身旁走过。尊重，祝福。几人擦身离去。玉白寒抬头和陆焕四目相对，沉默在伞下蔓延了片刻。陆焕抿着唇忍了会儿，还是没忍住，伸手把玉白寒兜帽里的零食全拿了出来，塞进自己裤兜里，然后一手撑过伞，一手将半瓶水拿在手中。玉白寒身上顿时轻轻松松，他悄摸的瞥了一眼，陆焕修长贴身的裤子鼓得没有一点霸总的逼格，跟个宝披龙似的。陆焕盯着他走了，玉白寒收回视线，腼腆的贴过去，这怎么好意思？陆焕，呵呵，他就知道不管这个人做什么，自己总是受害者。两人往山上走了会儿，就到了饭点。山腰下正好有个吃饭的地方。玉白寒用手机搜了搜，其中一家评价很高，要不我们吃这个吧？陆焕瞥了一眼，随你。进到店里，两人找了个窗边的位置坐下。这里没有包厢，大堂里就是普通的木桌，座位之间简单的用花槽相隔。玉白寒问，这里环境比较简单，你习惯吗？陆焕似轻笑了一下，有什么不习惯？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有钱。哦，也是。天天跟着陆焕好吃好喝，差点忘了他们陆指挥是白手起家，一手打拼上来的，也不知道以前吃过多少苦。玉白寒想着，没忍住心疼的摸了摸陆焕的手背，我知道，一无所有就是你拼命的理由。一只大掌将他的手拍开，陆焕从桌子对面深深的朝他看过来。玉白寒宠溺的将手缩回。好了好了，他不说了。两人正坐在桌前等菜，玉白寒忽然感受到几道视线，他抬眼看过去，只见隔了几桌，有几人扭头朝他们这边看过来。见他抬头，对面又迅速收回了视线。玉白寒不认识。趁着菜还没上来，他先起身去了趟洗手间。桌与桌之间隔着花槽，他从刚刚那桌背后绕过去，桌边的几人正聊得投入，没有注意到他。那是陆焕吗？城南陆氏的是他。
看来陆氏真要没了，陆焕跑这儿来退休养老了，哈哈哈。跟他一起的就是私家的那个吧？不知道说什么，把人惹怒了。你没看，刚陆焕对人可不耐烦了，家产都没了，心情能有多好？玉白寒从他们背后飘过去，那是他和陆指挥的情趣，一个二个的懂什么。他从洗手间回来后，就把刚刚听到的话和陆焕做了个转播。玉白寒笑得咯咯咯的，他们说陆氏要没了，你在无能狂怒。陆焕一手搭在桌面，垂着眼似真似假的笑了笑。陆氏要是真破产了，我们白寒有什么打算？玉白寒畅想，我刚看过民宿的价目表，你给我那张8位数的卡，应该够我们在这里办一个双人终老套餐。双人终老套餐？陆焕盛赞，还是我们白寒想的周全。玉白寒在这盛誉垂眼。隔了会儿，陆焕又轻声一笑，但很遗憾，应该没有这个机会办套餐。吃完饭，外面雨也停了。玉白寒和陆焕走回民宿，回去之后，他先洗了个澡，洗完再换陆焕进去。哗啦啦的水声从浴室里传来。玉白寒在桌前把药吃了，喝水时目光先往自己床上一挪，又移向了陆焕那张床。两张床中间像隔了条银河那么远。他放下水杯，蠢蠢欲动地挪向了陆焕的床。半小时后，浴室门打开，陆焕系着睡袍走出来。刚走到自己床前，就看被子里鼓鼓囊囊，紧接着冒了个脑袋出来。玉白寒睁着2只眼睛，快上来！陆焕定在床前没动，如果没迷路的话，这应该是我的床。玉白寒往里挪了挪，羞涩道：亲都亲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陆焕沉下一口气，哪里亲？他话音顿了顿，目光顺着玉白寒乌亮的眼睛落下去，隔着被子落在了某个地方。顿了几秒，他单膝跪上床沿，长臂一伸，要把人拎下来，回你自己床上。玉白寒扒着被子，虚弱的咳了几声，神色悠悠。陆患者都有白寒护工陪护，白寒患者却要一个人孤独终老。陆焕伸出的手停在了被沿上，半晌，他把被子掀开坐进去，低眼看向下方，瞬间多云转晴的某只萝卜，再躺过去点。玉白寒乖巧的挪了挪，哦，单人床狭窄，两人的手和腿几乎都挨在一起。在床上看了会儿手机，接近12点，陆焕便转头把屋里灯一关。他刚躺下，一颗萝卜就拱进他怀里。陆焕喉头一动，你在做什么？寻找一个舒服的萝卜坑。玉白寒手脚并用的扒着他往上面拱了拱，在黑暗中努力寻找一个角度，暗自谋划要怎么平躺着，假装不经意的摔到陆焕嘴上呢？他拱来拱去，肩膝盖擦过陆焕的腿，睡袍都被撩起来。陆焕呼吸重了一下，伸手钳住他，在乱动什么？玉白寒不满，你这个护工怎么还要擒拿患者？呵，要勇于反抗职场骚扰。好好睡觉。陆焕把他不安分的手脚扒下来，给萝卜调整了一个适宜的坑位。明早我还要去公司。玉白寒不动了，多早？6点出门。这么早？从民宿到公司还是太远了。玉白寒靠在枕头上，想到昨天电话里霍老说的那句收网，他就嗯了一声。那快睡吧，我们还有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陆焕一顿，你不用跟着走。那怎么行？玉白寒甜言蜜语，你都回去了，我还留在这做什么？呵呵，我们白寒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玉白寒抱上去一靠，妈妈面前的人默然不语。隔了会儿，一只手抬起来捏了下他后颈皮，哑声道：睡觉。第二天6点，天刚蒙蒙亮。玉白寒从困意中醒来时，陆焕正翻身起床。窗外又下了细雨，滴滴答答的雨声相当催眠。玉白寒睡前吃了感冒药，这会儿在床上拱了拱想爬起来，挣扎半天还是被栽了回去。他在朦朦胧胧中看向床前的陆焕，后者背对着他在穿衣服，后背宽阔线条优美，肩胛骨微微耸动着，一截近腰没入裤腰下，又被漆黑的皮带
稳稳竖紧。玉白寒，咕咚！背后传来的视线太过灼热，陆焕一转头就对上玉白寒灼灼发亮的眼神。他动作顿了几秒，随即拢了衬衣俯身过来，在后者期待的目光下，伸手将人眼皮子一抹。玉白寒，长眠，冬眠。陆焕转头收拾好，走向门口，晚点让华武来接你。哗啦，隔扇门拉开。他出门前，身后忽然传来玉白寒的声音：“陆焕。”陆焕转头看过去，玉白寒从被窝里冒出个头，朝他看来的目光带了点欲说还休的意味。静默的房间里，只能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墙角那盏落地灯还没关，暖橙色的灯光笼在屋里。两人隔了几米于无声中对视，有莫名滋生的温馨在悄然蔓延。陆焕放轻了声线：“什么？”玉白寒，你的裤脚好像扎进袜子里了。他俯身一扯，将隔扇门哐的一关。屋门关上，玉白寒又缩回被子里闭上眼。看他们陆指挥都紧张的衣冠不整了。他在心中祈愿：加油，陆指挥！撞死他们，等你凯旋。玉白寒早上吃了感冒药，又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困倦的睡了过去。他一觉睡到了中午，然后被手机的震动吵醒。手机上弹出了10来条消息。玉白寒爬起来点开一看，有好友微信也有资讯推送。玉白寒点开链接和推送，就看网页上铺天盖地全是关于陆氏和私家的资讯。他一下精神了，点开几篇推送，快速的浏览了一遍。在他睡觉的时间里，商界局势已瞬息万变。先是霍家突然将吞并的陆氏股份全都还了回去，陆焕重新成为陆氏产业的实际控股人。接着私家的资金池又出了问题，霍家及时撤资，私家连着好几个产业被迫停工。只是短短一个上午， C 市的商业形势便骤然颠倒，整个商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玉白寒挨个把资讯看了个遍，心底松了口气。稳了，他嗅到凯旋的味道了。看完资讯已经是40分钟后，等他退出了网页，打算回复好友信息时，才发现齐爵又给他发了条消息。玉白寒一一回完好友的消息，心头的石头也落了地。这会儿正是饭点，他胃口大增地点了个豪华午餐，然后发消息让华武来接自己回去。他要回家迎接凯旋的指挥官。大概2个小时之后，华武来了，同行的还有另外2个兄弟。3人齐刷刷的出现在里间门口。玉白寒看得一愣，这么隆重的阵仗。随即他满意道：也好，这才是陛下凯旋后迎接他这个正宫回宫的架势。他端庄的起身：走吧。华武迟疑：现在还不能回去。玉白寒：怎么了？别墅还在消杀。华武说完，便被他旁边的兄弟拿胳膊撞了一下。那兄弟朝玉白寒扯出一抹微笑：他哥这儿玩幽默呢。他说完，掏出一本笔电放到桌上打开：先别管了，来玩会儿游戏。玉白寒朝几人扫了一眼，然后坐回去看起了电脑。多半是他们陆指挥的意思。事出必有因，那他就勉强玩会儿游戏吧。玉白寒玩着电脑，手机就放在一旁开着推送，时不时弹出几条财经资讯，全是讨论陆氏和私家的，都在猜私家这次形势骤变，多半和陆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手机每震一下，旁边3名亲信就冷汗涔涔。玉白寒没注意到几人复杂谨慎的表情，把资讯头条翻得花花的。因为心情大好，他晚餐甚至还点了4人份烤肉，叫上兄弟们一起享受。华武小心翼翼地捏着筷子，报复性消费。他说完又被兄弟撞了一下，兄弟朝玉白寒勉强的呲牙：幽默呢。玉白寒包容地看向他们，兄弟们也调皮了，至一顿饭吃到一半，桌边的手机突然连震了好几下，屏幕上瞬间弹出5、6条推送，像是又发生了什么地动山摇的事。玉白寒放下筷子点开，惊爆！私家慈善面目崩塌，灰色产业被披露，
长子司言庭接受调查，然而更惊爆的还在后面。如果说先前只是猜测司家这次遭受重创和陆氏有关，那么现在就是完全坐实了，因为司家的灰色产业是陆焕实名举报的。实名举报，玉白寒看得心潮一阵汹涌，伸手就往桌面上砰地一拍，陆焕好帅！这完全是坦坦荡荡、大张旗鼓的向司家宣战。桌子被他拍得震天响，对面小心翼翼吃着烤肉的3名亲信兄弟都抖了一下，战战兢兢的朝他看过来。玉白寒激动的脸颊泛红，抿着唇，紧紧盯着手机。华武担忧的开口：“你要不要先吃个药，保重身体？不吃了。”玉白寒大手一挥，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已经痊愈了。对面3人瞬间坐立难安的相视几眼。哦，好。好在屋里微妙的气氛没持续多久，刚吃完饭，华武的手机就响了。华武看了眼来电，又瞄了眼玉白寒，随即起身走到外间接起电话。里间和外间不隔音，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进来：“是，先生，别墅内外和聘用的人员都排查完了，确保安全。”是。玉白寒竖起耳朵，排查？难怪让他先别回去，怕司言庭狗急跳墙吗？门外华武已经打完电话，隔扇门哗啦推开。另外2名亲信会意的站起身，华武握着手机对玉白寒道：“小少爷，我们回吧。”回程路上，天已经黑了，车窗外的街道树影都笼罩在蒙蒙的夜色里，模糊晃动着。玉白寒一左一右坐着2名亲信兄弟，他在车上低头看着不停更新的新闻讯息，屏幕大辣辣摊着，上面全是对陆氏和司家撕破脸皮的评论分析，有支持陆焕揭露灰色产业的，也有说陆焕太狠，把人逼上绝路的，还有提到他的。但玉白寒存在感太低，通篇基本没提他名字，只说2家联姻破裂，亲家要变仇家了。内容虽然不同，但无疑不再感叹陆焕深藏不露，竟有如此狠厉的手腕。玉白寒把手机一关，闭目养神。一个二个都在说什么屁话呢？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对法制咖手下留情，是留下来当自己的黄泉引路人。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玉白寒下车时还被华武叫住，对方欲言又止：“小少爷，你可别说不该说的，惹恼了先生。”我知道。他转头，脚步轻快的走向主宅。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夸夸他们陆指挥了。进了别墅，玉白寒才发现里面静悄悄的，只亮了一排通往楼梯的廊灯。冯叔和佣人都不在，大概是接受完排查还没回来。他顺着走廊一路上了楼，走到陆焕主卧门口时，虚掩的屋里一片黑暗，隐隐透出点光亮来。陆焕，玉白寒顿了1秒，随即推门走了进去。门开，陆焕正坐在靠椅上，一侧窗户大开，清冷的月光泻了进来，划过他肩头，落在木质地板上，映出倾斜光格。除了清幽的月光，屋内唯一的光源就来自于他跟前的电脑，上面正放着司家惨遭重创，司言庭接受调查的消息。陆焕唇角微挑，神色如观赏一出丑剧。听见动静，他转头看来，玉白寒就站在他几步之外。2人四目相对的一瞬，陆焕眸光似动了一下，他正要习惯性的将那些暴力自摧的情绪都压下去，忽而一顿，不知想到了什么，又重新抬眼看向玉白寒，荧幕悠悠的白光映在他漆黑的眼底，深藏的阴鸷一览无余。那些以往被他独自掩藏的阴暗面，此刻都毫无遮掩的袒露在了玉白寒跟前。他将电脑朝玉白寒侧去，上面除了私家溃败的消息，还有外界说他心思深沉、手段狠厉的评语。陆焕看向玉白寒，嘴角似随意的牵了牵，有什么感想？银白的光亮在一片黑暗中蓦地晃入眼底，玉白寒被晃得眼睛一眯。在他适应光线的片刻，沉默在卧室里蔓延着。1秒、2秒、
陆焕按在电脑一侧的手指微微收紧，眼底的光亮渐渐沉了下去。突然，面前响起啪的一声脆响。陆焕抬头，只见玉白寒已经从电脑跟前直起身，抬手就是一个海豹鼓掌。好，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他眸光闪着喜悦，抬手冲着那张微正的俊脸连着鼓了10几下，掌风都快吹动了陆焕的额发。啪啪啪啪啪，玉白寒热烈的鼓完，眼睛被荧幕光晃的不行，就转头啪的摁亮了卧室里的灯。明亮的光线瞬间洒满房间。他对陆焕语重心长道：“不要在黑黢黢的房间里看电脑。”两人隔空对视了半晌，陆焕动了动干涩的唇，神色不明的看向玉白寒：“你不觉得我做的太绝了？”玉白寒点头赞叹：“实在是太绝了。”直接把 Pro 大师送去庭审。他抿了抿唇，看向电脑上的那些评论。玉白寒顺着他的目光一看，哦，原来是指这个。瞧他们陆指挥内心多脆弱，他凑过去伸手给点了个投诉：“别管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做得很对。灰色产业不铲除，不知道会害了多少人。”他说完，转头看向陆焕，眼底迎了点光，露出小虎牙笑起来：“我们陆指挥是为民除害。”陆焕搭在桌上的手指微不可察的颤了一下，他望进玉白寒眼底，良久，垂眼轻声：“这一声很轻，仿佛沉积在肩头的重担落了地，牢牢束缚在身上的那道枷锁也松动了。玉白寒伸手按在陆焕头侧，指尖穿过发丝揉了揉，轻柔的力道像是在舒缓他一直以来紧绷的神经。释放吧。陆焕喉头动了一下，一只手抬了起来。玉白寒柔声：“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让人可怜。”手抬到一半顿住。陆焕抬眼，眼底已是清明一片。演讲词我们白寒背得很熟。玉白寒谦虚：“没有，也就过目不忘的程度。”爪子被扒拉下来。陆焕耐心的看向他，缓声道：“听华武说你晚上没吃药。”玉白寒解读：“内涵我敏感了。”陆焕弯弯唇，起身将他拎去门口，去把药吃了，再上床睡觉。玉白寒被拎到门口，又转头看了陆焕一眼。他想起今天陆焕的英姿，没忍住蠢蠢欲动道：“为了表彰陆指挥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你有一个白寒学员的拥抱带领曲。”他说完抿抿唇，期待的看向陆焕。陆焕低头看了他几秒，忽而一笑，睫毛扮演着漆黑的眼，好看的唇弯起来，纯然而生动的笑意相当古人。玉白寒心跳陡然快了几拍，接着他被陆焕伸手拉到了怀里。陆焕搂他搂得很轻，一手搭在了他腰上，另一只手按上了他的后颈，揉了揉。慈沉的嗓音从头顶落下：“那我就浅浅领一下。”玉白寒脸上红扑扑的埋着，其实深深领一下也是可以的。他颈侧被指腹不轻不重的摩挲，头顶微微一沉，像是陆焕将下巴靠了过来，挨了挨。玉白寒心跳砰砰的被搂着松了会儿土，直到松得手趴脚软才被放开。陆焕将他翻了个面，去把药吃了。玉白寒软趴趴的飘出去：“哦，好。”刚飘出几步，又听陆焕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以后我会做得更绝，我们白寒也能接受。”玉白寒回过头，红着脸喜滋滋的发出预告：“那你还会有更多来自白寒的奖励待领取。”陆焕垂眼，唇牵了牵：“好。”玉白寒回去吃完药，然后洗澡上床。第二天他醒来时，又看了眼财经资讯，思妍亭名下产业几乎全部封停，这部分就占了私家产业的大半。私家这次算是元气大伤。玉白寒心头是前所未有的松快。拥有主角光环的私家第一次受挫，说明原定的剧情不是不能被打破的。陆焕吃了这么多苦，不该因为那些离谱的设定就让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他想着，又打开手机搜了搜，他们陆指挥辛苦了这么久，也该放松放松了。玉白寒翻着手机做了个两人出行的攻略，做完又后知后觉，
这算是约会吗？他立马眼神亮亮的给陆焕发了条消息。尤儿，你在忙工作吗？萝卜冒头，消息很快回过来。雨在家，楼下。玉白寒，今天周五，陆焕没去上班吗？他拿着手机走下楼，就看冯叔和家里其他佣人都已经回来了。陆焕正坐在露台外，对面站着樊玲，像是在汇报工作。玉白寒推开露台门探头，陆焕。樊玲的声音一停，大概是经历了昨天那场撕逼大战，他这会儿看向玉白寒的眼神有些复杂。陆焕倒是神色如常，怎么了？玉白寒握着手机，明天是周末，你有时间吗？陆焕顿了顿，目光落在他那张满含期待的脸上。樊玲视线在两人间来回了一圈，提醒道：先生，明天还有，没什么事。陆焕忽然开口，他目光移向庭院，抿了抿唇似随意道：还挺空的。玉白寒揣摩，是吗？陆焕嗯了一声，对樊玲道：你先下去吧。是，先生。樊玲回过神，转身离开。他边走边思索，先生为什么不让他说下去？这是还在防备着。待人离开，陆焕看向玉白寒，我们白寒有什么安排？玉白寒立马喜滋滋的坐过去，我们要不要一起看个片？陆焕定了一下，什么？玉白寒朝他亮出手机屏，上面是近期上映的一排电影。他拇指点了点，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陆焕像是才回过神，看向评分第一的爱情片《青夏》，他目光落了几秒，挺好的。玉白寒，我也觉得，看名字就很有趣。陆焕皱眉，有趣。然后他就看玉白寒点向了下面那一排的铠甲战士大战龙虎水怪，手指一动，相当利索的买了2张票。玉白寒买完票，划着手机对沉默的陆焕道：我们看完电影再去这家餐厅吃晚饭，晚上在附近逛一下，你觉得可以吗？陆焕从铠甲战士大战龙虎水怪上收回目光，轻轻道：我们白寒安排就好。玉白寒欣然收了手机，那感情好。第二天吃完午饭，两人出门。樊玲没有跟来，开车的是陆焕。私家车驶离了陆宅，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而去。玉白寒坐在副驾驶座上，不用带保镖吗？陆焕抿唇，今天是去团建的吗？哦，不是，是双人行程。玉白寒羞涩垂眼，我是在想，你收拾了司言庭，他会不会作妖？陆焕目不斜视的掌着方向盘，这几天不会。还有限定版的不作妖。玉白寒求知，为什么？陆焕，还有人不想让他翻身，他暂时自顾不暇。玉白寒脑海里冒出了福星，我3个。陆焕似笑了笑，司言庭名下的产业和项目，我和霍劳只吃下了一半，知道还有一半在哪儿吗？玉白寒看向他悠然的侧脸。陆焕薄唇动了动，崔家。崔，好耳熟，你二姐的夫家。原来是司坛在悄咪咪的推波助澜，内外夹击，难怪司言庭这次栽得这么快。玉白寒凑向陆焕，意趣盎然。这么说来，我大哥的产业一半给了妹妹的夫家，一半给了弟弟的夫家。夫家，握在方向盘上的手指收了一下。陆焕喉头微动，坐好。玉白寒又重新靠回座位，啪的抚掌落下结语，我们可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按照导航一路开向市中心。两人下了车，距离电影开场还有半小时。影城外有家奶茶店，玉白寒去买了2杯奶茶，怡然自得的递给陆焕一杯。今天你们白寒老板请客。陆焕配合的接过来，谢谢老板。玉白寒看他低头喝了一口，就问小陆好不好喝？陆焕像个熟练的下属，老板请的当然好喝。那我尝尝你的。玉白寒说着凑过去，含住陆焕的吸管。刚嘬上，吸管好像从他嘴里抽出了一点，他又赶紧叼稳，拍拍陆焕的手。抽什么，也不怕呛到老板。吸管就不动了。玉白寒嘬了2口，抬头，丝丝凉凉的青提味
弥漫在唇舌间，你的好像比我甜。陆焕抿唇，玉白寒拽着他往影城门口走，还有1刻钟，我们该进去了。到了影院里，玉白寒去买爆米花，陆焕站在他身后，目光落在手中奶茶的吸管上，顿了几秒，他低下头，原味还是巧克力。前面玉白寒突然转过来，他话音一落，就看陆焕像是惊了一跳，嘴唇松开吸管，一阵低声咳嗽。玉白寒赶紧伸手给人噗噗拍背，看你喝个水都能呛到。陆焕咳得脖根泛红，悠悠侧了他一眼。玉白寒宠溺拍拍，好点了没有？得到一声嗯后，他满意的收回手。他今天可真像个十佳男友。玉白寒把买好的爆米花抱在怀里，他手上还拿了奶茶，就让陆焕去取票。他看后者取票的姿态堪称流畅，不禁惊叹，小陆连这个都会。陆焕看向他，反讽，看又敏感了。玉白寒辩解，我以为你不会来电影院这种地方。来过一次。哦，和谁？玉白寒立马靠过去。大学学生会组织的观影活动，我是学生会会长，不能缺席。陆焕拿着票和他往检票口走，状似随意，我们白寒很在意。挖学生会会长，不得了的新身份解锁了。玉白寒羞赧道，还以为我的正宫地位被动摇了。陆焕唇角弯了一下，少点不切实际的想象。几句话间，他们已经走到检票口，陆焕把票递过去。两人相貌都很出众，尤其陆焕浑身透着金贵清冷的气质，根本不像是会来大众影院的人。检票员没忍住往他两人身上多看了几眼。陆焕习以为常的接了票，站到一边，等玉白寒跟了上来，才一起往里走。进了影厅，里面已经在放广告了。四周黑漆漆一片，玉白寒怀里抱着小桶爆米花，一手拿了奶茶，小心翼翼的探着台阶，跟在陆焕身后。走出几步，他趁着荧幕稍亮的那一下，伸手拉住了陆焕的袖口。只一瞬，荧幕光线又暗了下来，他攥在指尖的袖口撤了出去。下一秒，一只大掌滑下来，牵住了他，手掌干燥而温暖。玉白寒的手被陆焕裹在掌心，心跳快了几拍。他抬头朝前面看去，只见陆焕侧背向他，身影在明明暗暗的荧幕光下显得挺拔而高大。玉白寒脸上发热，小陆很会吗？陆焕牵着他走到座位前就松开手。玉白寒坐下后放好奶茶、爆米花，小桶的爆米花放在两人中间，他目光若有所思的落在上面，是不是买小了？陆焕看了一眼，你能吃完吗？玉白寒抠了抠巴掌大的桶口边缘，给人科普，不是那种偶像剧，青春小说里都有，男女主吃爆米花，手碰到一起，然后就在爆米花桶里牵了个手，在爆米花桶里牵了个手。他说完，两个人同时默了一下。陆焕请教，为什么要在桶里牵手？浪漫的巧合。浪漫吗？荧幕又亮了亮，玉白寒看向陆焕映着光的完美侧颜，忍不住伸出手戳戳他的手背。那我们小陆说说，怎样才算浪漫？指尖不轻不重的戳在手背。陆焕手指蜷了一下，随即反手按住那只作乱的手，手指一拢，裹在了手心里。他看向荧幕，喉结一动，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在桶里。玉白寒一下笑得咯咯咯的，他又毫不矜持的把手指一根根塞进陆焕的指缝，要十指相扣。电影很快开场，两人都没再说话。铠甲战士大战龙虎水怪，拍的是跨物种大战，玉白寒看得津津有味。两人十指紧扣着，他看到激动处还要狠狠拽一把陆焕的胳膊，欢势扭动，打他打他打他。终于在玉白寒一个砸拳痛击了陆焕的小指之后，陆焕把人的手抽出来，重新裹在掌心牢牢摁住。玉白寒于激动的情绪中抽出神，凑过去悄声问，怎么了？陆焕动了动微痛的小指，我们白寒不但喜欢踩脚刹，还喜欢拉手刹。玉白寒
耳边的声音很轻，他又往陆焕那头贴了点，试图听清什么绞杀。新婚，荧幕上光线蓦地一亮，折入玉白寒清亮的眼底。陆焕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话音一下刹住，光线闪了闪，又暗下来。陆焕眸光微动，伸手捏住玉白寒的脸，把人按回去。没什么，看你的。玉白寒靠在座位上海塔搓腮。新婚？刹车？好耳熟。那是什么？1个多小时后，电影结束，影院里的灯又亮了起来。玉白寒意犹未尽的看着片尾，捏捏陆焕的指骨，打斗好精彩，惊心动魄的。陆焕看向他的手，不及我们白寒精彩。玉白寒不好意思的缩回手，我们出去吧。出了电影院，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影城下面是商场，玉白寒看了一圈，我们要不要随便逛一下？陆焕双手揣着兜，我听白寒老板的。玉白寒满意的拍了拍他，那小陆，我们走吧。今天是周末，出来逛商场的人很多。玉白寒和陆焕顺着自动扶梯下去，他放眼一望，大多是一家人或是姐妹情侣。正看着，就听陆焕问在看什么。玉白寒扭头，见陆焕的目光已经顺着他刚刚的视线落在了一对情侣身上。他下了扶梯，咯咯笑道，看别人的爱情。走出几步，身侧忽然落下陆焕的声音，你也想要吗？什么？玉白寒看向陆焕的侧脸。陆焕似神色如常，他们不是穿的一套？一套什么？这个新任职的小陆说话怎么不清不楚的？玉白寒转头又看了眼刚才的小情侣，对方只剩了道远远离去的背影。他看了几眼，突然反应过来，情侣装。他说别人的爱情又不是指这个。看他们小陆又想多了。玉白寒正要和陆焕解释他只是字面意思，话到嘴边忽而一顿。在开口时，他透出点假装不在意的羡慕，还好，远远看一眼就好。说话间正路过几家服装店，店门口人体模型上展示着好几身衣服，玉白寒目光刚扫过去，胳膊便被一捞。陆焕捞着他朝其中一家走去。玉白寒矜持，小陆这是做什么？陆焕微绷着下颌，看着像是公事公办，带我们白寒老板来静静看一眼。进了店里，立马有店员迎上来。玉白寒拉下陆焕，凑在人耳边悄声说，我们小陆不是只穿高定吗？一只手牵起他的 T 恤下摆扯了扯，白寒老板都穿得这么朴实，小陆有什么不能穿的？哦，好吧。玉白寒说，那我们就浅看一下。两人的小动作被店员看在眼底，他立马会意的指引，当即新上了一批情侣款，两位要不要看看？玉白寒很有霸总气势，小陆，你去挑。陆焕低头看了他一眼，随即转头走向展示架，抬手挑选。陆焕衣品很好，几乎只是扫过一遍就选定了一套。他拿着衣服叫上玉白寒去更衣间。店内有一片更衣区，店员守在门口递号牌，进去之后自己选隔间。两人进了更衣区，陆焕刚进隔间门，就看玉白寒已经丝滑的贴着门缝缩了进来。他一手按着门把，你在做什么？玉白寒推着他的手把门关上，顺带上了个锁，一起，不要羞涩。陆焕深吸了一口气，他盯了玉白寒半晌，转头要去拉开门。咔嗒，门开了一道2指宽的缝，陆焕扭头道，你，眼前映入一片白，他话音顿住。玉白寒 T 恤拉过头顶，从衣摆下和他对上视线。门又哐的飞快一关。陆焕捏了捏眉心，侧头转开视线。视线一转，正对上旁边的镜面，镜中依旧是一片白，甚至视角更为清晰，还能看到优美晃动的背部曲线。陆焕定了2秒，垂眼解起纽扣。放在旁边的衣服是一整套，从上衣、裤子到腰带。腰带是偏长的编织绳样式，玉白寒低头系好，还从身前垂下来长长一截，怎么这么长？陆焕衬衣扣到一半抬眼，暗器。玉白寒正对着镜子摆弄，
他透过镜子投去一道指责的目光，我没注意到他造型是什么样，你帮我塞一塞。陆焕从镜子里看了他一眼，随即走上前。玉白寒正要转身，一双手便从他身侧绕过来，搭上了他的腰带。他立马不动了。哦，这个姿势也挺好的。陆焕看向镜子，就着从身后环抱的姿势，将他系在腰上的编织腰带重新解开，绕结。玉白寒后背贴住陆焕的胸口，他低头看对方灵活的手指在他腰前翻动着。他正心跳砰砰的看着，忽然又抬了下眼，望向跟前的镜面，两人的姿势在镜中一览无余。陆焕高大的身形几乎他整个拥在怀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陆焕已经没有看着镜子，而是垂眼探过他的肩头。玉白寒看得小脸一黄，似乎有微促的心跳传到了他背后。他正看着拉在他腰带上的手忽而一紧，他被拉得痒了一下，靠上了陆焕的肩头。视线晃动，镜面里映出陆焕朝他侧脸的动作。后者垂着眼，有一瞬的温热擦过他耳朵，那温热转瞬即逝，像是不经意碰到。玉白寒心跳加速，又飞快看了眼镜面中的陆焕，对方依旧垂着眼，只是耳根处有不明显的薄红。灼热的呼吸落在他耳尖上，就像是要发生什么一样。玉白寒喉头一动，咕咚，他小脸通红的扣住了陆焕的手腕。陆焕，不行，这里是公共场合。身后默了2秒，陆焕的嗓音有些低哑，你在胡思乱想什么？他说着抽出手，抽了一下没抽动。玉白寒几根手指飞快的爬入他手腕，羞涩的钻进他怀里。这样真的不好。他看向手上被爬出的8道月牙印，动了动手腕，将那2只嵌入式的爪子扒拉下来，然后按住怀里躁动的人。我们白寒好像没有半点不好的意思。玉白寒又被擒拿，只能用眼神指指点点，是你先干的坏事。陆焕唇抿一下，松开手退了半步，不是故意的。玉白寒理解，你也手趴脚软了是吗？更衣间里安静了会儿，陆焕别开视线，抬手将身上的衣服扣好。两人的情侣装终于都穿在了身上。玉白寒对着镜子看了一眼，不愧是他们小陆，穿什么都好看。当然他也是。他伸手把陆焕拉过来，我们拍一张。陆焕看他已经摸出手机，拍什么？当然是记录美好时刻。玉白寒把陆焕的手拉到自己腰上，还是刚才那个从背后环抱的姿势，他特别喜欢。环好之后，他就对着镜子拍了一张。镜头里手机遮挡了他上半张脸，只露出下方弯起的唇角和尖尖的小虎牙。陆焕没看镜子，也没看镜头，像是低着头在看他的手机屏幕。玉白寒非常满意的保存下来，准备晚点再发朋友圈。我们就买这套吧，不要换下来了。待会儿出去让店员剪个吊牌。陆焕拾起2人的旧衣服，都行。出了更衣间，玉白寒让店员给他们剪了吊牌。在前台结账时，陆焕正要递卡，伸出去的手就被按住。玉白寒指责的斜向他，小陆不懂事了。他大气的掏出手机2维码，让你们白寒老板来。店员抿着笑低头扫了下2维码。陆焕说，我们白寒老板的钱不是要留着买双人中老套餐？玉白寒，我们还需要这种东西吗？陆焕笑了一声，也是，已经不需要了。出了店门，陆焕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回车里。玉白寒估摸着时间，可以去吃饭了。他找的餐厅在影城背后的一条巷子里，是一家旋转小火锅。全网无差评，都是真实网友评价，成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说是一定要来试试，非常值得打卡的一家餐厅。玉白寒浏览着手机页面上的评论，哦，还有这条，说和描述完全相符。陆焕侧目，完全相符。玉白寒也不明觉厉，走，去瞅瞅。店面就在巷子中间，1楼开了道小门。2人走进去，不大的门厅里站了名服务生，背后是一道通往2楼的阶梯，
楼梯口用门帘隔着。服务生拿起平板，两位要什么锅底？他们都还没坐下呢，这么积极。玉白涵说，你们不是有个8拼锅吗？就要那个。听着就很有特色。陆焕眉心微微一蹙，似有什么疑惑。服务生已经飞快递下了单，掀开门帘，锅底点好了，两位上去随便坐。玉白涵拉着陆焕往楼上走，边走边说，不知道座位之间有没有隔板，你想坐靠窗的位置，还是2楼的场景映入眼底？他话音陡然刹住，整个人微微一震，只见偌大的餐厅内，一桌桌顾客正如流水般连人带桌的从他眼前划过，下方传送带绕过取餐台，回旋而曲折，而取餐台则一动不动地定在地面。服务生全手动上菜，顾客掐准时机飞快地取菜下锅，整个场面灵动又忙活。玉白涵直接窒息，这家旋转小火锅旋转的竟然是顾客。在他正神间，身侧的陆焕也陷入了沉默。两人都站在楼梯口没动，一名服务生立马捕捉，两位随便坐就是。他微微一笑，反正坐哪儿都是一样的，可不是吗？等落了座，玉白涵才发现旋转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桌上的8拼锅，被分割成8等份的锅底旋转起来，跟风火轮似的。玉白涵还没吃就有些眩晕，难怪说跟描述完全相符，确实是旋转小火锅。下方传送带正转过一个拐角，陆焕像个展品一样被旋了90度，他嘴角噙了抹笑，不该叫巡回小火锅。玉白涵纠正，是巡回你和我。他按了按心口，抬手从旁捞了一碟肥牛，快拿菜吧，不然就得再做一轮了。8拼的锅底在桌上匀速旋转，每一格本来就小，转速还不慢。玉白涵刚想从番茄锅里捞个丸子，番茄锅就转到了陆焕那头，头晕目眩的捞了半天。玉白涵终于放下筷子，暗示的瞅向陆焕，小陆，没看白涵老板都要捞吐了，怎么没点眼力劲儿？陆焕似笑非笑的盯了他一眼，随后眼疾手快的把丸子戳起来，长臂一伸给人送进碗里。玉白涵心满意足的捧着碗，小口咬着丸子，一双唇被烫得又红又亮。他微微起唇呼着热气，我们小陆技术真好。陆焕筷子一顿，抬眸看去，玉白涵还在呼气，叉鱼技术一流。几颗丸子虾饺又滚进他碗里，陆焕给他堆了满满一碗，多吃点，然后话少一点。玉白涵欣然接受着投喂，懂事了。一顿火锅下来，又是自转又是公转。玉白涵吃完结过账，眩晕着还不忘打开 APP 点评，一边打字一边打了个干呕。陆焕看了他一眼，再写差评。玉白涵摇摇头，好评。陆焕微一挑眉，似是意外，我们白涵是这样以德报怨的人。玉白涵虚弱的发出一声冷笑，呵呵。两人正好下楼出了店门，陆焕就低头往他手机上看了一眼，玉白涵还在强忍着不是打字，转眼已经写下了一篇精彩绝伦的长评。他现在终于知道全网无差评是哪儿来的了，都是从肮脏的心眼里钻出来的。这会儿正好走出巷口，回到了热闹繁华的街道。玉白涵点了个发布，退出 App。 旁边落下陆焕的声音，你不是说晚上还要去什么观景台，还去吗？玉白涵转头，我有点想躺着，你呢？陆焕的脸色也稍显苍白，还行。明亮的街灯下，两人对视片刻。玉白涵收了手机，那我们回去吧，你还能开车吗？陆焕唇一动，正想说什么，又看了眼玉白涵，随即道，叫个代驾吧。玉白涵满意，这就对了。小陆终于知道要放下倔强，安全第一。叫的代驾没多久便过来，或许是陆焕的车太贵，代驾有些紧张。陆焕靠在后座，慢慢开，弄坏了不用你赔，只要保证安全。代驾紧绷的神色微松，好的好的。私家车开上街道，玉白涵坐在陆焕旁边，还以为你会让樊玲来接。陆焕，太
太远了，等他来要很久。玉白寒一汗，还说等他来了，请他吃个旋转小火锅。旋转2个字一出口，玉白寒就感觉刚压下去的眩晕又涌了上来。旁边车窗降下，陆焕喉头微动，暂时别提那2个字了。玉白寒扒着他的胳膊，不提了，让我靠一靠。他说着，歪头靠上陆焕的肩，身侧胳膊似是微微一紧。玉白寒不舒服的动了动脑袋，伸手揉松陆焕的肌肉，太硬了，硌着我了。陆焕擒住他的手，闭了下眼，头晕就别动。哦，玉白寒乖乖枕着。忽明忽暗的车厢里，同款的情侣装挨在一块儿。他抠着陆焕的腰带摆弄了会儿，突然想起自己还没发朋友圈。玉白寒就拿出手机，有耳叠叠乐，图片痊愈了。头顶传来陆焕的声音：忘发了，再不发常住人口就睡了。玉白寒把屏幕亮给他看，大概是前2天陆氏和私家的撕逼大战闹得沸沸扬扬，齐爵、何月他们都不敢来问他和陆焕的关系。这会儿朋友圈一发，下面飞速出现了点赞评论。文楼应该不是 P 的吧？玉白寒和陆焕目光同时一落。齐爵情比金坚，何月甜蜜，恩爱长久。乔云，哎呀，好帅呢！偷笑。随后而来的标答终于给文楼缺根筋的脑子提了个醒，他又火速删了评论。文楼，该评论已删除。文楼，把我当鞭炮放了，给2位助助兴。鞭炮，礼花。陆焕呵的笑了一声，仰头靠回了椅背上。玉白寒扭头看了眼那张俊美的侧脸，神色如常，不像是有任何不愉的情绪。他又回想起以往几次五金批发112们在陆焕头上蹦迪的经历，不禁感慨陆焕对朋友的包容度还挺高。玉白寒好奇，你和齐爵他们是怎么玩到一起的？性格比较合。他们很简单。合？他们在水里旋转开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想的。玉白寒贴心的没有深究，说起来我好像还没见过你别的朋友。没有别的朋友。陆焕淡淡，以前有，但现在没了。世上多的是能同富贵但不能共患难的人，他现在留下的都是当初在他落魄时没有背叛抛弃他的人。私家车正驶过一座高架桥下，大片的阴影笼下来，车厢内光线一暗。玉白寒扭头看向陆焕，emo 的味道又在弥漫。不就是朋友少吗？看给人难受的。他脑袋往陆焕肩头一蹭，没事，处不来就不处，白寒再给你寻觅新的朋友。车厢内安静了会儿，私家车忽的驶出高架桥下，头顶光线又亮起来。陆焕把那颗动来动去的脑袋拨正，那我就等白寒给我寻觅新的朋友。顿了顿，他补充，但不要非人类，也不要长辈。玉白寒包容，好吧，你要求可真多。回到家已经是9点，玉白寒拿了衣服去洗澡，浴缸里放着水。他将身上的情侣装脱在1楼，抬头正对上镜面，镜中映出他的身形。白天更衣室里的那一幕陡然浮出脑海。玉白寒脸上微热，又伸手摸了摸耳朵，所以到底是不是无意的？第2天陆焕去公司了，大概是还有什么需要他善后的事。玉白寒本来想溜去公司找他，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被2名保镖兄弟拦下。兄弟两脸为难，小少爷，你暂时不能出去。玉白寒禁足，他日常逗哏完了，等着人来捧。话落，对面2名兄弟却立马紧张，还带了点怜悯和宽慰道：没有没有，怎么可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可你们满脸都写着就是这个意思。玉白寒看了眼心思一目了然的兄弟们，怀着无人捧哏的惆怅叹了口气，转头回屋给陆焕发了个消息：有耳，怎么突然金屋藏娇？陆焕大概在忙，只回了短短3个字：于思言亭。疯批哥怎么了？
玉白寒切回旧账号，正打算看看有没有人作妖，忽然就看微信弹出了一条新消息。消息是昨晚发来的，附带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和陆焕穿着情侣装站在巷口，他正弯唇看向陆焕，神色明丽而鲜活。斯坦，图片，斯坦，小韩，见一面。斯坦，稀客。玉白寒又看向那张照片，微微皱眉，可恶，怎么拍的比他的自拍还好看？早知道昨天切旧号看看，发朋友圈就用这张了。他动动手指保存下来，又切回新号发给陆焕。尤尔，好看吗？图片，鱼，谁拍的？尤尔，二姐请的摄影师。隔了5-6秒，语音通话打了过来。电话接通，就听对面传来陆焕的声音：他找你做什么？玉白寒约了我见面。对了，我大哥怎么了？陆焕，司言庭今天上午回司家了，他在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顿了顿，他又问：见面的事你是怎么想的？玉白寒，还以为陆焕会直接强势霸道的圈禁他。他思索2秒，那就见一见吧。像司坛这样按兵不动的性格，能主动来找他，千年难遇。且行且珍惜。陆焕默了几秒，放缓声音：手链戴好，让华武他们跟着你，不要独处。玉白寒欢快，瞧你真唠叨。通话挂断。玉白寒切回旧号，想了想回复道：玉白寒，好，就在这里见吧。玉白寒链接旋转小火锅，他发完转头去找冯叔要了晕车药。玉白寒和司坛约在了周3晚上，陪他一起去的是华武和上次来接他的那2个保镖兄弟。4人坐在车上，华武在前面开着车，语气充满暗示的提醒：小少爷，我们一会儿会寸步不离的跟着你。玉白寒不明所以：我知道，不然你们是来站门口望风的。他说完又反过来提醒了一句：对了，一会儿你们的运动量可能会有点大，好好准备一下。兄弟们啊！到了昨天熟悉的小巷口，玉白寒和华武他们在店门口等了会儿，便看向头偏偏走来一抹人影。司坛穿着一身素白旗袍，衬得人更为纤细柔弱。他也带了3名保镖，跟着他一路过来。近了，司坛朝玉白寒笑笑：又见面了。对方神色自然，哪怕是前几天刚偷拍了他的照片，也像是无事发生一般。玉白寒也笑笑：二姐，坐下聊。双方从小门进去，迎面又是那名服务生。对方看见玉白寒，似不敢置信，他家竟然还有回头客。玉白寒神色自然，点了个转起来跟风火轮一样的8拼锅，又把司坛一竿子支上去：二姐先请。司坛不疑有他，好呢。点好锅底，司坛走在前面，玉白寒跟在他身后。几步过后，他毫不意外的目睹了对方骤然镇住的背影。他轻轻上前：二姐，我们坐。司坛缓缓回过神，勉强的牵了牵唇：2人落了座。传送带宽度有限，站不下那么多人，双方保镖都只能跟着传送带摩肩接踵的腾挪。华武还绊了一下，难怪说运动量大。匆匆的画面稍显拥挤。司坛按住心口，做了个深呼吸。玉白寒轻车熟路的把菜下锅：二姐也吃点。司坛脸色发白：不用了。玉白寒不勉强：那就不用吧，反正空腹晕的更快。8种汤锅的味道一起飘起来，司坛压下不适，打开话题：最近家里变故挺大。玉白寒擦擦嚼菜：司坛目光在被他暴风吸入的菜叶上凝固了几秒，随即柔声道：小韩的变化也不小。听三弟说，他给你介绍了心理医生。衰三儿连这都交代了，看来是被司坛拿捏住了。他喝了口柠檬茶压压晕，不过也不能说思维傻。司坛看上去既没有目的性，也没有攻击性，太容易能让人放下戒心。
玉白寒点头，是介绍了。斯坦轻飘飘一笑，3D 找的心理医生还真厉害，感觉把一个人的性格都完全改变了。玉白寒抬眼朝斯坦看去，顿了2秒，他忽而一笑，笑容是毫不掩饰的明艳生动。不过不是3哥，是先生帮我找的心理医生。斯坦微微一怔，陆先生？是啊，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很陌生。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玉白寒眼底流露出全然的依赖，落在斯坦眼底，一如当初他被司言庭洗脑时的神色。传送带忽然转过一个大拐角，座位一晃。斯坦一下皱眉，掩了掩嘴唇，苍白的脸上泄露了一丝沉思与猜疑。玉白寒又喝了口茶压晕。加油，二姐！趁着现在被转的脑子不清醒，抓紧时间浮想联翩，毕竟越是自己细细推出来的答案，越是让人深信不疑。桌上默了几秒，斯坦忽然笑笑，小韩觉得好就好。玉白寒也微微一笑，好，错误答案都交到你手里了，赶紧酝酿坏耍去。饭吃了不到一半，斯坦便苍白着脸起身，小韩，二姐先回去了。他起身时脚下一偏，差点摔下传送带。旁边保镖连忙一扶，场面看着有些狼狈，夫人小心。玉白寒也跟着离座，我送二姐。两方人出了火锅店，巷口停着斯坦的车。斯坦迈着虚浮摇晃的脚步朝巷口走去，玉白寒忽然开口叫住他，二姐。前方的人回头看来，玉白寒抛开了往日那副柔弱自闭的模样，站在街灯下朝人弯唇一笑，照片拍得很好看，还有多的记得发我。斯坦定定看了他几秒，随后轻笑，好呀。夜风吹入巷中，混着街上的汽车和小摊油腥气。斯坦笑容一僵，又蹙眉翻涌了一下，然后转身匆匆离去。待那道身影一走，玉白寒低头再次写下评语，二次打卡，1天不吃就难受。他发布完收了手机，叫上华武几人，我们也回去吧。他心情松快，不用装的感觉真好。陆焕打破了原剧情，好像也一并打破了他身上的桎梏。那道看似坚不可摧的主角光环在一点点褪去，他可以肆意而活。晚上回到陆宅，天色一片昏麻。玉白寒还没进主宅大门，就听夜色中传来陆焕的声音，回来了。他视线穿过庭院，看见了站在露台外的陆焕。玉白寒惊喜的走过去，凑到人跟前，你怎么没回屋？陆焕低眼看了他会儿，没什么，透口气。他说着拉起玉白寒的手腕，指尖拨了拨手链上的小金鱼，怎么没开摄像头？玉白寒按了按心口，晚上吃的旋转小火锅，怕把你看吐了。话落，陆焕脸色果然又白了几分。玉白寒，看吧，他就说，反正以斯坦滴水不漏的性格，开着摄像也录不下来什么。而且华武他们全程在场，有什么也会和陆焕说。上楼吧。陆焕转身朝屋里走。玉白寒扭头看了眼空荡荡的露台，心头隐隐一动，他跟上陆焕，陆指挥是特意在这儿等我的吗？前方传来陆焕的声音，不特意，随意。哦，是吗？玉白寒忽然想起上次从摔三那儿回来，陆焕也是在露台上站着。他唇角一下翘了起来，他往前一扑，搂住陆焕的腰，从人身侧冒了个头，有什么不好意思？不就是在线蹲你的萝卜？陆焕脚步一停，像是被什么字眼戳中。他握住玉白寒搭在他腰间的手，指尖摩挲了2下，开口道，要上楼梯了。玉白寒琢磨，骑不走？是让你松手。他念念不舍，哦。刚松开手，他脖子又被捏了一把。早点睡。陆焕抬手捏完他，回身上了楼。玉白寒站在楼梯口摸了摸后颈。哦，那他就勉强满足吧。回到屋里洗漱完出来，玉白寒收到了斯坦的发来的照片，都是在巷口拍的。有他转脸看向陆焕的，
也有他在低头玩手机时，陆焕蓦然看向他的。他们陆指挥又在偷看他。玉白寒手指一动，通通保存，刚存完，司坛的消息就发了过来。隔空假笑结束，他点进了司坛的备注。司坛拿的是所谓逆天改命的剧本。他天生体弱，但每次器官移植前，总会有身边的闺蜜、朋友刚好能和他匹配，好像万里挑一的概率全都聚集在他身边了。原书里对他治病的过程都是一笔带过，但玉白寒特意关注了一下，发现作为他闺蜜、朋友的那些配角，到后来都没再出现过。他顿了顿，把备注改成了都市怪谈专业杀熟。都市怪谈都不带你这么诡异的。玉白寒改完备注，就将手机一关，拉上被子睡觉。私家的主角光环已经被陆指挥砍了个缺缺，那就祝你们早安、晚安、入狱为安。周三和司坛见过面后，玉白寒就没再出门。他在家里看书，陆焕去公司上班。大概是上次发的朋友圈给齐觉他们吃了颗定心丸。周五的时候，他们又闹着说要聚餐，庆祝陆焕重回神坛。陆焕坐在客厅，电脑挂着语音通话，最近不方便出门，聚餐等过段时间。玉白寒凑在一旁，然后就听语音里传来啪的一声拍掌，惊得他差点滑下沙发，又被陆焕捞住。齐觉，嗨，没事儿。陆焕抬手把音量调小了点。齐觉还在叽叽呱呱，一副善解人意的姿态。你们不方便出门，大不了我们几个亲自到你们家里来。玉白寒指着屏幕对陆焕惊叹，他把来我们家开 party 说的好慷慨。陆焕笑了一声，指尖在桌面搭了搭。他又看了眼蠢蠢欲动的玉白寒，转头对齐觉道：随你们。玉白寒一秒卸下矜持，呜呼。齐觉呼应，呜呼。庆功派对定在了周日下午。为了表达对陆焕这次逆袭的祝贺，杨新元和文楼还特意从外地飞了回来。下午2、3点，齐觉和孙以清便早早到了陆宅。一见到陆焕和玉白寒，两人的目光便齐齐落在他们身上，目光中充满了对他们历经大风大浪后的感叹。齐觉惭愧，六亲不认的爱情，当时是我们太浅薄。玉白寒摇头，是我们太渊博。孙以清将伴手礼搁在茶几上，给你们的贺礼，恭喜。话落，他就同时收到2道霓虹似的目光，一道黑一道黄。玉白寒眼底闪着期待的黄光，这是什么？好灯息，陆焕漆黑的眼定定的看过来。孙以清面不改色，很正经的。陆焕似喝了一声，视线在礼物袋上落了几秒，又侧开目光转移话题，文楼他们呢？齐觉说杨新元快到了，文楼应该也差不多了，他说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太大，所以找了搬家公司。玉白寒，搬家公司？他不确定道，他是要给我们一个家吗？陆焕抿了抿唇，让他直接来就好，语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不信任。哦，齐觉应了一声，低头发消息。熟悉的微信界面跳出屏幕，玉白寒侧眼瞥见，脑中蓦地浮出文楼在朋友圈下历来的死直发言。他凑近陆焕，轻声问，当时开合金球的创意，该不会就是陆焕？两人相对沉默了片刻。玉白寒没忍住问齐觉，他说什么了？齐觉一顿，他说他到了。话落，就听庭院外面似乎传来了一阵由远及近的货车轰隆声，好像还不止一辆，轰隆轰隆的，跟组了个货车车队似的。玉白寒心底微凝，不祥的预感增加了。轰隆声逐渐逼近，停在了陆宅门口。玉白寒几步穿过客厅，哗的拉开露台侧门走出去。只见4辆加长货车在门外排成一列，远远望去，似乎有什么巨型物在上方挣扎扭动。玉白寒心底一骇，正想退回屋里，从旁边伸出一只手捏住他的后颈皮往前一拎。陆焕以不容逃脱的力度带着他往门口的方向走去，唇边落下一声不冷不热的笑，我们白寒打算往哪窜？玉白寒
他一路被陆焕提溜到了门口，孙以清和齐觉也紧随其后。文楼从他那辆拉风的红袍里钻出来，看见陆焕和玉白寒时，嘴角扬起一抹意气风发的笑。陆哥，白寒，老子的爱收好。他说完转头，在众人忌惮的目光下抬手，来吧，起立。玉白寒，起立。车上蒙着的布被一把扯下，在嗡嗡的鼓风声中，一对头身扭动着缓缓升起。几秒之间，两个巨型的人影便砰地立在了货车上方，招摇着手臂随风舞动翻折，晃动的面部五官赫然是陆焕和玉白寒。五官看着还是从两人的照片上抠下来的，身体正面分别印了一列字：江山美人六亲不认。玉白寒瞳孔地震，这特么不是充气跳舞人，就什么开业酬宾、加油站门口招手的那个。整个场面有些凝滞，只有跳舞陆焕和跳舞白寒还在货车上翩翩起舞。文楼抹了把额发，解释道：是这样，前段时间言辞多有不当，特意送上一对佳偶，将功折罪。玉白寒回过神，不，你可能要罪加一等。果然，下一刻就听陆焕沉声：功在于文楼特意请高僧开过光，在家宅中放3天，可以辟邪。放3天，辟邪。陆焕眸色更加深沉。玉白寒默然半晌，开口：有心了。文楼颔首，领着人把这对跳舞佳偶搬去了庭院。齐觉和孙以清看了眼陆焕的神色，脚底抹油，飞速开溜。陆宅门口一时只剩下陆焕和玉白寒。玉白寒瞥见陆焕嘴角的冷笑，抿了抿唇，轻声劝慰：你为数不多的朋友，他比较简单。陆焕深吸了一口气，走吧，回屋。院中正在安放充气跳舞人，两张人脸正对着2楼，晃动间还会掠过窗口。后面2辆货车上的东西也搬了下来，备用鼓风箱、发电机以及一对换季后用来替换夏装佳偶的冬装佳偶，可以说是相当齐活。玉白寒穿过忙碌的众人回了客厅，客厅茶几上摆着孙以清送的礼物。有了前车之鉴，他略带谨慎的拿起来看了一眼，里面是一个礼盒，看不出装了什么。他转头看陆焕和五金批发1、2都在露台外站着，便提了礼盒上楼，以防万一，他要先偷偷瞅瞅。回到卧室，玉白寒拿出礼盒，简单的礼盒上没有商标品牌。盒子打开，里面放着2瓶香水，瓶身一深一浅。玉白寒微微失神，居然真的是正经礼物。随即他收回思绪，拿了浅色的那瓶出来。他喷了点在颈侧试味道，香水前调是淡淡的柑橘香，混了点说不上名字的花香，整体清爽宜人，味道还挺好闻。盒子里还有一瓶是给陆焕的，玉白寒便转头拿去放到了隔壁陆焕的主卧。他放好香水刚出门，迎面正遇上陆焕。陆焕揣着兜站在卧室门口朝他看来，怎么窜这儿来了？玉白寒说：孙以清送的礼物我刚刚拆了，你那份我放在你床头柜上的。陆焕眉心微蹙，是什么？是。玉白寒话头一顿，忽然看着陆焕翘了下唇角，他伸手抓住对方的领口，将人拉了下来，凑上自己的肩窝，是这个。声音擦过耳畔，呼吸在拉近间交错。陆焕温热的气息一瞬拂过他肩窝细嫩的皮肤。玉白寒脖子痒了一下，好闻吗？呼吸蓦然重了几分，紧接着一只手握住了他的腰身，陆焕低哑的嗓音落下来：司白寒。玉白寒被叫的心跳陡然快了一拍，他被陆焕用力搂了一下，贴近了对方胸口。玉白寒脸上隐隐发热，突然想起那次陆焕压着他咬他脖子的情形，他就在陆焕领口上的手指慢慢收紧，落在肩窝里的呼吸一致。接着他的手被扒拉了下来，陆焕抬眼，玉白寒眸光润润的看回去，怎么不继续？不把他按在门框上狠狠做出红印吗？两人对视，陆焕沉着眸色，他抬手松了下领口，随即轻声开口：我们白寒是要是
话音猛地一顿，默了2秒，陆焕别开目光，直起身。玉白寒，是福。他瞅着陆焕，心跳砰砰的揣测，福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吗？正瞅着，两侧脸颊就被一只大掌捏了下。陆焕转回来，低眼看他，又捏了捏，关上你眼底的电影频道，下楼。玉白寒被捏成鱼嘴。哦，两人往楼下走。玉白寒重拾刚才的问题，所以好闻吗？陆焕侧对着他，喉结动了一下，还可以。玉白寒又低头嗅嗅清香的自己，我也觉得还不错，洋甘菊味道的，好清爽。陆焕，下了楼梯，外面看着已经忙活完了，搬家公司的人正在撤离。陆焕走出去善后。玉白寒暂时不想对上自己那张迎风翻飞的脸，就转头去了客厅。刚坐到沙发上，他忽然一顿，不对，他刚刚是不是说成了洋甘菊？香水应该是柑橘味的。那陆焕在什么？小陆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的闻？礼物你都拆了吗？从旁传来一道声音。孙以清从外面回来，他看茶几上空空荡荡，便开口问道：怎么样？玉白寒暂且收回对陆焕的声讨，很好闻，我很喜欢。孙以清笑了一下，自主研发的，刚出的新品，送给你和陆哥试一试。居然是自制的，难怪没看见商标。玉白寒恍然，随即又想起刚刚陆焕搂他的事，他小脸一红，去向孙以清，那你没在里面加什么置换、催 X 之类的东西吧？孙以清正经的盯着他，玉白寒羞愧低头，唐突了。孙以清盯了他会儿，忽而了然一笑，没什么。玉白寒闷骚的笑又出现了。外面很快打理好，一行人都回到客厅。陆焕坐到玉白寒旁边，刚坐下，他就对上了孙以清看破一切的眼神。陆焕皱了皱眉，转头问玉白寒：你们聊什么了？玉白寒对他刚刚的不认真作答还心怀不满，闻言头去灭然一瞥，一些哲学问题罢了。陆焕似更加疑惑。两人说话间，周姨端了小食拼盘和果盘出来。齐觉起身拿出自己带来的2瓶酒，来，庆祝陆哥重回神坛，我们小碰一个，碰一个，祝贺陆哥。酒倒好，几人正举杯，露台门突然哗啦推开，姗姗来迟的杨新元提着大包小包从门口探头，他看了眼众人举杯的场景，又扭头看了眼翻飞的跳舞人。陆氏总部要在这里重新开业了。不合时宜的话题很快被翻篇。有了杨新元的加入，这次聚会人终于齐了，气氛正式活络起来。玉白寒坐在一旁抿着酒，听几人热烈讨论着要玩什么。今天没在外面，条件有限，早知道把桌游带上，忘了。对了，白寒，你有什么适合6人玩的小游戏？玉白寒突然被 Q， 放下酒杯，认真想了想，6个人的小游戏，他思索片刻提议：我只知道家务头子刚好6个面，扔一下，看今天这个家里谁倒霉。下一秒，倒酒的倒酒，端零食的送零食。周围七嘴八舌的岔开话题，自动将他的提议略过。玉白寒目光悠悠，呵，这群人问了他又不睬呢。旁边忽而落下一声轻笑，他转头直直盯向陆焕，你笑什么？陆焕朝他弯弯唇，我们白寒创意不错。玉白寒谦虚，还是比不上我们小陆的朋友。两人正互相伤害，就听另一头传来一道提议，要不还是玩真心话吧，聚会必完。杨新元理直气壮，我们就是土狗。有了家务头子珠玉在前，土狗游戏竟然迅速通过。家里就有扑克牌，从中随便抽6张，包含1张鬼牌。抽到鬼牌的人从真心话和大冒险里2选1。孙以清照例在一旁发牌。玉白寒偷偷问陆焕，你还是审核？陆焕接过1张扑克，间歇性审核。什么意思？玉白寒品味了一会儿，
随即恍然，真心话大冒险的扫射性没这么强，只要不扫到自己，陆焕就不上班。好一个独善其身的陆审核！几人手里的牌很快翻开，第一轮抽到鬼牌的是文楼，他选了真心话。今天的主角是陆焕，其绝几人便提议说，第一轮的提问让陆焕来。文楼立马紧张的看向陆焕，陆焕看了他会儿，随即薄唇轻启，像是诚心求教，充气跳舞人的创意是怎么萌发的？文楼大方地分享创作历程，我本来是想为你们塑一对金像，再让高僧开光，但时间有点赶，就稍微简化了一点。玉白寒简化了一点。陆焕客气，下次不用再这么破费。这一轮翻过，游戏还在继续。3、4轮玩下来，有选真心话，也有选大冒险的。配着零食、红酒飘香的味道和5朵金花嘎嘎盘旋的笑声，整个客厅里的气氛热烈而快活。到了下一轮，就看陆焕手指一翻，一张鬼牌摊在桌面。陆焕淡淡，真心话。话落，对面几人立马兴奋，兴奋中又带了点敬畏。可是陆焕的真心话千金难换，但真心话这种东西，问得不好就会变成大冒险。其绝几人相视几眼，围在一起嘀嘀咕咕，要不简单点，但也不能太没营养，浪费。问点脸红心跳又能过审的玉白寒看他们几人讨论的如火如荼，转头同陆焕感叹：你们公司开重大决策会也像这么殚精竭虑吗？陆焕观赏着这幅场面，没这么贼眉鼠眼。几分钟后，讨论结束的5朵金花终于散开，他们相视间神色充满着兴奋、安心、万无一失，稳操胜券。尤其孙以清脸上又浮出了运筹帷幄的表情。他们这副作态，看得玉白寒都忍不住好奇起来。他微微轻身，期待的看向几人。齐觉在这众望站起身，清了清嗓子。他抬手比划了个嘴对嘴的大动作，暗藏兴奋的看向陆焕：陆哥，你跟白寒的初吻是什么感觉？话落，玉白寒前倾的身躯一定，又缓缓缩回来，猝不及防被扫射到了。他悄摸摸的瞟了眼身侧的陆焕，他们算是接过吻吗？上次那个擦嘴角的亲了，又好像没亲。在全员期待的目光下，陆焕抿着唇，搁在膝头的手指收了起来。一片安静中，文楼没忍住轻声催促：干啥呢，陆哥？是亲的太密集，还没回溯到初吻的时刻。他说完，胳膊就被撞了一下。齐觉，嘘，陆哥在打副稿呢。陆焕的手顿时收得更紧。玉白寒，你们可别说了。终于在长达1分钟的副稿后，5朵金花绷不住了。杨新元试探：陆哥入定了？陆焕倏地抬眸。杨新元咽下口水，这问题脖子以上还不过审？回答他们的是死一般的寂静。5朵金花相视一眼，随即齐觉将目光转向一旁的玉白寒，紧急避险：白寒。玉白寒默了2秒，清了清嗓子，就是集体的视线瞬间移向他。余光里，陆焕的目光似乎也朝他偏了过来。玉白寒小脸一红，开始胡编乱造，就是软软的，很热，跟触电了一样酥酥麻麻。陆焕舌头一直追上来，缠着他描述的太有画面感。5朵金花听得一阵脸红心跳，不约而同咕咚，一只手突然抬起来，反手捂住了他的嘴。陆焕抬眼看过来，眼神很烫。可以了。干涩的声线划过耳膜，玉白寒和他对上目光，像是被啄了一下。他暖烘烘的呼吸拂过陆焕的手背，嘴唇好像还蹭在了对方掌心上。玉白寒脸上热热的，怎么了？反正抽到真心话的是陆焕，他瞎编又没什么。5朵金花正听到兴头上，猛然被掐断，顿时急了：哎，陆哥干嘛呢？正嚷着，杨新元忽然卧槽了一声，他小心翼翼地盯着陆焕的耳根：陆哥，
你脸红了？玉白寒几道目光唰的落过去，陆焕收回手起身，似是淡然，你看错了。他说完转头朝客厅外走去，酒味太重，我出去散一下。挺拔高大的背影在几步间便出了客厅，剩下的5朵金花面面相觑，原来是喝酒上头。我就说陆哥怎么可能聊个初吻就脸红了，毕竟连水床都……嘘。几双眼睛滴溜溜的来回几圈，目光中充满着心照不宣。瞧这些不纯洁的人，他心底谴责，都说了不是那样的。刚刚陆焕那道灼人的目光余温尚在，这会儿玉白寒脸上还有些发热，他便跟着起身说，我也出去散散。一群人立马很懂得点头，去吧去吧，多去会儿也是可以的。嘿嘿嘿，嘻嘻嘻哐。露台门关上了，身后窸窸窣窣的声音。出了露台，就看陆焕正站在庭院外转角处的小路上。玉白寒走过去，对方若有所感的扭头看了他一眼，很快又转回去。状似随意的嗓音响起，怎么窜过来了？玉白寒绕到他前面，暗搓搓腰弓，你们白寒帮你解围了，你要怎么感谢白寒？陆焕的视线下意识落到他那双淡色的唇上。小路边上就是一片葱茏的树木，他仰着脸，有稀碎的树影映在他那双清亮的眸中，朦胧的阳光斑驳摇晃。陆焕看着他，睫毛垂了一下，指尖正微微一动，一片阴影忽然从头顶遮下来，斑驳的光一散。陆焕，他立马警觉的将人一拉，带着退了2步，抬头就看庭中的跳舞白寒正折下腰，偏着头，长臂一挥，扫过了玉白寒刚刚站的地方。玉白寒扭头和自己的脸对上了目光，紧接着那张脸一晃，又重新升上了天。两人的跳舞佳偶在庭院中缠绕着，相互击剑。他缓缓收回目光，不欲再看，视线一转，正对上陆焕那棱角分明的下颌。玉白寒盯了2秒，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啪，手被一把握住。陆焕低头，在乱戳什么？玉白寒，给你海獭搓腮。陆焕看了他几秒，扒下他的爪子，回去吧。两人走到露台上，正要进屋，玉白寒忽然听前方传来了陆焕的声音，谢礼，我考虑考虑。他说完，哗的推开门走进去。玉白寒眼睛一亮，看来他们小陆还是有在认真想。回去之后，他们接着玩了几轮游戏，又换着打了几场扑克。大概是循规蹈矩让创意无限的5朵金花太不尽兴，在七绝几人把客厅变为了 KTV 之后，场面逐渐混乱起来。文楼和杨新元甚至在庭院里拿水管打起了水仗，水管一滋，还把水滋到了跳舞陆焕的腿上。一番拆家结束，终于迎来了晚餐。周姨做了几道菜，他们又叫了些外卖。满满一桌菜摆在餐厅里，玉白寒和5朵金花们都埋头吃得欢。吃到一半，陆焕出去接了个电话。他挂完电话之后没有回餐厅，而是坐在客厅打开电脑看了起来。七绝几人边吃边朝那头望，陆哥又在忙工作了。我们举办聚餐，是不是打扰他工作了？不会吧，要是真的忙不开，陆哥就不会同意聚会了。也是，文楼分析，应该是因为刚收拾了丝。他话音一顿，赶紧捂住嘴，紧张的看向玉白寒，然后抬手做了一个下跪的动作，失言失言。玉白寒不介意，甚至很欢快，没什么。众人松了口气，果然是情深似海。杨新元眼底又开始飘柠檬，木了。不，这没什么好羡慕的。有关陆焕工作的事很快被岔开。齐觉问玉白寒，你要考上 C 大的话，之后就得住宿舍了吧？那到时候要和陆哥分开吗？玉白寒想了想，住校方便一点，其实也可以让陆哥在学校附近买套公寓啊，你们俩一起住，离他公司也更近。5朵金花又开始叽叽咕咕的畅想起来，好主意，再养只小宠物。欧霸道总裁和他的大学生交夫。玉白寒瞟了一眼，不得了，
杨新元都开始搜房源了。算了，都是陆焕为数不多的朋友，开心就好。五朵金花一直闹到晚上10点多才回去，送走了几人，陆焕拿了电脑上楼。玉白涵跟着他一道往楼上走，刚刚是在处理私家的事吗？有私家的事？陆焕顿了顿，也有别的事。玉白涵看了眼他的神色，沉稳的侧脸中透出一丝冷厉，他心底隐隐猜到了。陆焕重返神坛，背地里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红，尤其当初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如今被狠狠打了脸，巴不得陆焕再摔一次，哪怕他们和陆焕无怨无仇，也无利益相干。但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有些人就喜欢看高楼倾塌的样子。玉白涵想着，便拉了下陆焕的手，指尖扫过对方干燥的掌心，带着淡淡的安抚。陆焕手指一动，握住了他的指尖。玉白涵轻声：“没关系，只要你强一点，再强一点。”指尖被松开，随即他的脸被一掌捏住，又捏成了鱼嘴。陆焕侧头看着他，上楼洗漱。哦，玉白涵回屋洗漱完，已经接近12点。他洗完直接上床睡觉，大概是今天晚上喝的水有点多，他只睡了1个小时又醒了。玉白涵开了盏台灯，迷迷糊糊的起来上了个厕所。他洗完手清醒了一点，伸手推开洗手间的门，一转头突然对上了窗外一张倾斜的脸，他心脏猛地一跳。那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贴着窗口晃了一下，很快又折了出去，然后是一截修长的胳膊哗啦啦从窗外抖开。操，跳舞白涵！他心脏砰砰直跳，幸好已经上完厕所了。玉白涵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瞌睡已经醒了个干净，心跳还没平复下来。随即他按了按心口，准备下楼喝点牛奶压压惊。推开屋门走出去，路过陆焕的主卧时，门缝里隐隐透出一丝光亮来。玉白涵，陆焕怎么也没睡？他顿了顿，推门而入。门开，只见陆焕正坐在床头，开着灯摊了本书在看。听见动静，陆焕抬眼看来，没睡。玉白涵张了张嘴，目光一转，忽而落在那2片紧闭的窗帘上，接着他收目光，和陆焕四目相对。对视间，有种难言的心照不宣在2人之间蔓延。片刻，玉白涵吸了口气走进来，反手关上卧室门，坐到床边，定定的看向陆焕。陆焕被他看得唇一抿，做什么？玉白涵盯了他几秒，又放平心态，算了，陆焕也是受害者。他按着心口，我一定要给文楼发条短信。他说完，下意识摸向衣兜，一摸又想起出门没带手机。玉白涵正要起身回屋，眼前便递来一部手机。他抬头看去，陆焕直接将手机拿给他，不是要发消息吗？好吧，既然陆焕都诚心诚意的支援了，那他就大发慈悲的用一下。玉白涵接过来，点开微信，常聊列表映入眼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工作消息。他滑下去找到文楼，指尖一动打字：陆焕，你睡了吗？陆焕，我睡不着。微笑，陆焕低眼旁观，玉白涵发完退出来，这才瞥见往上几排就是自己的头像，旁边备注着白涵。玉白涵心底蓦然滋生出一丝悸动欢喜的心情。白涵没有带姓，给人感觉很亲密，而且对他来说，白涵更像是完完全全的自己，是玉白涵这个人。他嘴角一下翘了起来，把手机还给陆焕。陆焕瞥了他一眼，发个消息，有这么高兴？玉白涵欢喜地瞅着陆焕，大方送出奖励，你有一笔白涵的贡窝即将到账丁。他说完便掀开被子，丝滑的钻进被窝里。玉白涵拉着被角朝他噗噗拍枕头，快躺下来。陆焕，我明天还要去公司，所以玉白涵，那还不赶紧躺下？片刻，陆焕像是叹了口气，放下手机和书，掀开被子一道躺下。玉白涵戳戳他的胳膊，关灯关灯。陆焕长臂一伸，啪的按下了床头灯，
卧室里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受到跳舞佳偶惊吓的阴影已经消散，这会儿玉白寒困意涌了上来，就拎开陆焕的胳膊往人怀里一钻。他娴熟地拱进了自己的专属罗卜坑。晚安，马卡陆焕。微热的呼吸落在他的头顶，接着后颈被狠狠一捏，捏得玉白寒轻哼了一声。黑暗中响起陆焕的声音：晚安，马卡白寒。第二天，陆焕去上班了。玉白寒睡醒后摸回自己的房间，对着镜子刷牙时，忽然后知后觉，昨晚陆焕是不是叫了他马卡白寒？真是调皮的马卡陆焕，他照例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下午的时候，忽然收到了薛晴发来的消息，是几张申请表和网页链接。薛晴，网页分享文件，薛晴 C 大的考研夏令营，你自己斟酌要不要来。玉白寒目光落在那个微笑上，这个表情让关怀的语气瞬间变得像是种威胁。他定了定神，点进网页，考研夏令营就在 C 大主校区举办，为期大概1周时间。届时会有 C 大文学院的导师进行辅导、考核，还有会同专业的同学一起交流切磋。总之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玉白寒没急着填，先把夏令营宣传页截图发给了陆焕。刘儿，这个我可以去吗？陆焕很快回了他。机会难得。参加夏令营放在平时是没问题，现在是非常时期，陆焕不是才提醒他提防司言亭那个狗笔。夏令营多久开始？有耳10天后。对面似乎默了半晌，然后回了一个字：好。好，那就是没问题的意思。玉白寒转头打开电脑，填完资料给薛晴发了过去。等晚上陆焕回来一起吃完饭，玉白寒又向人确认了一遍：我去夏令营真的没问题吗？陆焕洗了手，转头走出餐厅去就室。玉白寒问：那我大哥那里呢？只要在10天内解决这件事就行。解决司言亭？陆焕脚步顿了一下，侧头看他：还记得你大哥的产业被你二姐捞走了一半吗？玉白寒求知的戳他胳膊：不要设问了，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脖子又被一捏。陆焕收回手，继续往楼上走，唇角的笑意味不明。你二姐捞完他的家产后，直接在这次事件里神隐了。司言亭到现在还以为他的产业全是被我拿走的。好家伙，真是好大一口锅。玉白寒没忍住摸了下陆焕的背，挺沉的。手心下的背脊似乎轻微的一颤，接着他的手被抓住。陆焕摁住他躁动的手，带着他往楼上走，别乱戳。我之前是懒得在司言亭那里澄清，但现在好像有这个必要了。他说着笑了一下，毕竟和外人比起来，被信任的至亲被刺，你说哪个更令人生恨？玉白寒恍然，祸水东引。既然暂时解决不了疯批哥，那就先让他们内部消化一下，转移视听。他捏着陆焕的手指，夸赞道：我们陆指挥真聪明。几步之间，两人已经走到了主卧门口。陆焕松开他的手，按着门把转头道：所以你就安心去你的夏令营。玉白寒心口一下热热的，他们陆指挥不但聪明，还挺有安全感的。他看陆焕转身要推门走进卧室，忽然又开口将人叫住：陆焕。陆焕转头看向他，怎么了？玉白寒抿起的唇角带了点期待而羞涩的笑意，他抬眼看向陆焕，细长的睫毛轻轻扇了一下，像是拂过人的心头。我去夏令营之前，你是不是还有谢礼没有给我兑现？陆焕呼吸像是平了一下，按在门把上的手微微收紧，然后他别过头，喉结一滚，顿了几秒，耳根带上了薄红，像是在解释什么。我知道。他说完，背过身走进卧室，关上了门。卧室门在跟前关上。玉白寒眼前晃过陆焕耳根那抹擦红，他站在走廊里，脸上也跟着有点热。陆焕说他知道，就是没忘的意思吗？看来有好好把给他的谢礼放在心上嘛。
玉白寒抬手搓了搓热烘烘的脸，心满意足的回了房间。大概是有了10日期限，陆焕第2天明显忙了起来。玉白寒这2天就在家里看书，递给夏令营的报名资料已经通过了，他只用等着10天后去夏令营，以及在这10天中不知道哪天掉落的谢礼。想到谢礼，玉白寒又从书中抬起头。书桌对着窗台，一眼望出去就是庭院。正是盛夏时节，金色的阳光和深绿的林叶交织在一起，带着几分悄然萌发的悸动，晃动着映入他眼底。微风拂林，岁月静好。正看着，一张倾斜的脸忽然又哗啦晃过窗口，接着一截手臂紧随其后招摇而过。玉白寒，操！思绪回笼，他深吸一口气，随即伸手将窗帘一拉，埋头继续看书。好在到了第3天，开过光的跳舞家偶终于可以挪走了。晚上陆焕回来吃饭，玉白寒迫不及待的看向他，陆焕，我们一会儿吃完饭要不要？身侧的人像是被触动了什么开关，唰的抬眼看来，陆焕捏紧了手中筷子。什么？玉白寒去把跳舞充气人关了。陆焕定了一下，又垂眼继续动筷。玉白寒凑近了揣摩，错觉吗？怎么觉得你刚刚一瞬间情绪好复杂？陆焕头也不抬，是错觉，快吃饭。哦，是吗？吃过饭正是傍晚，今天夕阳正好，大片的天空广袤无垠，晚霞遍染层云，从远处落满了庭院。庭中2个跳舞家偶被镀上了一层金边。玉白寒和陆焕站在庭院中，仰头看着头顶翻飞的跳舞人，目光中透出几分如释重负。陆焕开口，先把鼓风机关了吧，让白寒师傅来。玉白寒自告奋勇的走过去，找到了鼓风机的旋钮，旋钮正调到中间档位，他看了一眼，一时摸不准该往哪个方向关，试探的手伸出去，往下一转，砰！在骤然加大的风力下，身后传来一声闷响。玉白寒扭头就看跳舞陆焕整个直冲起来，脚下与底座相连的地方突然裂开，接着咻的一下，一片扭动的人影在金色的夕阳中冲上了天。2人隔着狂风对视，陆焕表情平静的看过来，玉白寒故作镇定的伸手关上了钮，哒，寓意挺好的，一飞冲天。陆焕似轻笑了一声，呵，随即走到跳舞白寒背后，把开关拧到了最大。砰！又是一声，跳舞白寒也在夕阳中被放上了天。陆焕直起身，转头看来，一飞冲天的大好事怎么能落下我们白寒？玉白寒指指点点的纠正，这就叫双宿双飞了。你个小笨蛋，解决了心头一大祸患，日子都祥和了许多。玉白寒这几天看书之余，偶尔也打开手机翻翻财经资讯，跟进一下有关陆氏和私家的新闻。战况愈演愈烈，司言庭的一些罪证被接二连三抖了出来，罪证全都直接寄去了法院，没有对外公布检举人信息。但跟私家杠上的，除了陆氏也不做他想。不少人都议论纷纷，说陆焕也不怕司言庭鱼死网破。玉白寒倒觉得像是陆焕在给疯批哥续礼，积压到一定程度后，全部回弹到司坛那里去。就这么过了2-3天，玉白寒照例切回旧号，看有没有人作妖，便看见了司言庭发来的消息。他一下精神了，这还是司言庭出事后第一次联系他，让他康康又要翻出什么花来。P2 大师，陆焕从我这儿偷走了哪些产业？玉白寒皱眉，这说的是什么话？声张正义的是能叫偷吗？那叫腾挪。玉白寒不清楚。P2 大师去他书房翻，拍给我。玉白寒，关了手机，玉白寒转头去找了陆焕。今天是周末，这会儿陆焕正好在书房，看人溜进来，他抬头，怎么了？玉白寒走近了，正好你在家，你有？他说着抬眼，
正对上陆焕一瞬不瞬紧锁在自己身上的目光。视线相撞的刹那，对方似还飘忽了一下。玉白寒伸手捏住陆焕的俊脸，皱眉质疑：“你在走什么神？白寒特工在说正事。”陆焕被他捏的视线一下聚焦，伸手把人爪子拎开：“没有，我在听。”“哦，这还差不多。”玉白寒把聊天记录亮出来：“你有什么产业所有权的证明书之类的吗？”他侧着手机，胳膊靠在陆焕肩头，说完又转头看向陆焕，乌黑的眼被屏幕光映的眸光流转。陆焕目光在他凑近的脸上落了几秒，随即偏开：“我看看。”很快，书柜背后的保险柜被打开，陆焕从里面拿了一叠证明出来，放在桌面上：“拍吧。”“等一下。”玉白寒说完，把书房的大灯关了，只留下他手机自带的电筒，然后俯身对着几份证明书咔嚓几下。偷钱的氛围感，这不就有了吗？陆焕站在他身后，全程围观。玉白寒拍完，背靠着陆焕直起身，给人翻看屏幕。他还特意拍的有点糊，显得自己手忙脚乱。“怎么样，拍的好吧？”陆焕欣赏着糊涂，拍的真好，就跟用座机拍出来的一样。他仰脸看向陆焕，目光悠悠。颠倒的视角下，陆焕视线一落，正对上那双抿起的唇，唇线柔软，抿了一下，又微微松开。他目光一别，伸手按开了桌边的灯，啪，面前重回光明。玉白寒转回头，大度的不去计较陆焕那副别出心裁的夸奖，把照片嗖发给了司言婷：“赶紧去内斗吧。”发完只隔了半分钟，司言婷便回信了。对面没再回复，玉白寒关了手机，看向陆焕，眼底闪着欢喜：“看来我们陆指挥这几天工作很努力。”司言婷都来找他2次确认了，进度喜人。不过短短几天时间，陆焕不知道费了多少力。玉白寒想着，便扑过去抱住陆焕的腰，把下巴搁在人胸口，仰头看去：“是不是累了？再奖励你一个白寒的抱抱。”陆焕低头看向他，一只手搭在了他腰上，往自己怀里按了按。微乱的呼吸夹杂着他轻描淡写的声音：“还好。”玉白寒就把脑袋一转，带着安抚蹭了蹭。瞧他们一声倔强的陆指挥，装得像个没事人。如果不是因为夏令营，陆焕也不用赶这10天期限。蹭了2下，后颈皮被捏住。陆焕喉结一动：“拱什么？夏令营还有几天？”玉白寒松开他起身：“4天吧。”陆焕垂眼默了几秒：“好。”之后又过了2天。玉白寒正看着书，手机上便弹出几则重大推送：崔家名下企业员工接连举报公司压榨、拖欠工资、超负荷工作，导致多名员工累倒。接二连三的丑闻频频爆出，崔氏股份大跌。玉白寒滑动屏幕：崔家，他2姐的夫家。看来他们陆指挥的祸水东引奏效了。他怡然自得的关上手机，继续看书。晚上的时候，陆焕没回家吃饭。玉白寒跟人发了个消息，问他多久回来。鱼，晚点。鱼，夏令营是不是后天？有耳，后天上午9点。萝卜冒头，鱼，今晚不用等我回来。玉白寒回了个啪，一下贴住的表情包后退出了微信。他撑着下巴看了眼窗外的夜色，好忙哦，他们陆指挥。一夜过去，今天就是去夏令营之前的最后一天。玉白寒上午收拾了一下明天要带去夏令营的东西，吃过午饭又看了会儿书。等到下午2、3点的时候，他给陆焕发了条消息，暗搓搓暗示：有耳，你今天多久回家？萝卜挪坑，你的白萝卜明天就要走了，还不回来贴贴？消息发过去，隔了几分钟没等到回复。玉白寒先把手机放在了一边，正翻开书，外面就隐隐响起了汽车开过路面的声音。他起初没在意，直到楼下突然传来大门打开的声音。与此同时，手机一震，鱼
回来了。玉白寒有一瞬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他放下手机，转身出了房间门。刚走到楼梯口，就和迎面上楼的陆焕对上眼神。陆焕身上穿的还是昨天出门时的那套正装，额发有些凌乱，抬眼看来时眸光却很亮。玉白寒心头是按不住的小欣喜，你怎么回来了？陆焕几步走上来，低头看了他片刻，随即嘴角像是弯起一抹很轻的笑，结束了。我先回屋洗个澡。玉白寒侧身，我好。紧接着他的后颈被一只熟悉的掌心按住，轻轻揉了两下，他背脊蓦地窜过一簇电流，后腰都忍不住颤了颤。玉白寒瞅着陆焕的侧脸，怎么回事？今天陆指挥放的电流起码有10毫安。等陆焕洗完澡出来，已经是半小时之后。玉白寒正在自己房间看书，卧室门就被咚咚敲了2声，随后房门被推开，他转头就看陆焕正站在门口，身上已经重新换了身衣服，白衬衣束进浅灰色西裤里，袖口挽到了肘弯，休闲的款式比平时少了几分严肃，倒更像是大学时期的校园男神。玉白寒眸光一亮，现在是陆学长了，好帅。惊艳完之后，他后知后觉，你怎么换了衣服，要出门？陆焕对上他明晃晃的视线，目光偏了一下，声音状似平稳，现在可以安心出门了。我带你出去吃饭。20分钟后，私家车驶出陆宅，开车的依然是陆焕。玉白寒坐在副驾驶座，扭头看着他们陆学长今天格外令人心动的打扮，他贴心关怀，你昨晚是不是都没回家？如果太累的话，我们在家里吃也行。陆焕指尖搭在方向盘上敲了敲，神色洞察，我们白寒怎么不等上高速了再说？呀，又被看破。隔了几秒，陆焕的声音再次响起，也不累，就在外面吃。玉白寒看他紧绷的下颚线中隐隐透出股倔强，心头忽然浮出一个离谱的猜想，陆焕这几天这么拼，该不会就是为了今天出来吃顿饭？1个小时车程后，两人到了吃饭的地方。玉白寒下车后看了眼，居然和他们上次约会的地方隔得不远。他警觉，你该不会又要带我去吃旋？脸颊被捏住，隔绝了那个敬词。陆焕拎着他走向一家环境清幽的餐馆，进门后对服务生报了个名字，之前定好的。服务生忙将他们领向一处隔间，两人落了座，服务生询问茶水饮料。陆焕翻了下菜单，问玉白寒道：柠檬、薄荷、玫瑰，你喜欢哪种味道？还有玫瑰？玉白寒新奇，那就玫瑰的。点好菜，服务生退出去。这里服务很周到，点的水和菜品很快端上来。玉白寒好久没来外面撒野，这一顿吃的如风卷残云，看得陆焕都停下了筷子。陆焕开口，你这样就好像真的被我圈禁了很久。玉白寒鼓着腮帮抬头，陆焕对上他吃的红扑扑的脸，话头一顿，没什么，吃你的。哦。玉白寒吃了几口，忽然瞥见陆焕在低头划手机，看那神色不像是有工作。他顿时放下筷子，你和白寒学弟吃饭时还在和谁聊天？手机一转，陆焕直接把屏幕亮给他，上面是正在擦擦镜时的霍家三子的照片。触景生情，看看我的几个舅子。一顿饭快要吃完时，玉白寒才想起还没拍照。他拿起手机，只拍到了张满桌狼藉，便退而求其次的套了个周边暗化滤镜发朋友圈，至少让周边的狼藉在黑暗中隐藏一点。有耳，陆学长给我践行。图片他发完几分钟，迟迟没人点赞。玉白寒，他问陆焕，你能看到我发的朋友圈吗？陆焕拿出手机看了一眼，默了2秒，把图片删了吧。为什么？配上文字，很像案发现场。玉白寒不信邪的删除重发，下面点赞顺如春笋萌发。行吧。这会儿吃完晚饭，差不多是7点。陆焕买完单，
对还在研究 P 图的玉白寒说：“走吧。”玉白寒一下抬头，走？要回去了吗？他看了眼面前的这顿晚餐，又想起还没兑现的谢礼，不由心生怀疑，他们陆学长的谢礼该不会就是吃顿饭？玉白寒瞬间目光悠悠，去哪儿？要是敢说回去睡觉，呵呵。陆焕看了他几秒，又抬手喝了口玫瑰味的水。你上次说想去观景台，不是在附近？刚好过来了，就去那里吧。观景台位于一处矮山的半山腰上，出了繁华的闹市区，走不远就是那座矮山。玉白寒和陆焕一路走着过去，就当是散步。到了山脚下，天色已是昏麻麻一片。顺着蜿蜒的石阶一路往上，路两边的草叶里见或亮了几盏小灯，照得并不清晰。石阶不宽，陆焕走在玉白寒前面1-2阶的距离。玉白寒看向陆焕的背影，忽然想起上次在电影院的牵手。他看了眼陆焕今天挽到肘弯的袖口，开始暗搓搓思考该怎么合理的牵上去。他盯得太过入神，脚下忽然在一级突出的石阶上绊了一下，手下意识拉住了陆焕的胳膊。陆焕停下来，回头看他。玉白寒抬头谴责：“这个路好容易摔。”隔了2秒，那道胳膊抽出去，紧接着他的手被握住。陆焕转回头说：“应该是我们白寒晚上吃太饱了，晕饭。”往上走了1刻钟，隐约听到细微的人声。刚登上几级台阶，眼前便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处平整宽敞的观景台。观景台上还有零星几名游客，要么在休息凳上坐着，要么在拍照看夜景。玉白寒被陆焕牵着走到防护栏边。此刻天色已完全暗下来，放眼望去，正对着整片繁华的闹市区。金橙色的灯光错落的布满了这座街市，一道蜿蜒的城中河穿过市区，流动的灯光映在河面。四周都是安静的，只有压低的人声响起，静谧中透出几分温馨。玉白寒望了会儿，忽而感觉到陆焕的指腹擦过了自己的手背，很轻的一下，但感觉分外鲜明。他心脏好像都被电流穿过，瞬间快了几拍。玉白寒转头看向陆焕，对方也转过头来。对视间，有四周树叶浮动的影子落在眼底，仿佛有什么情绪在晃动着。正对望着，身后又来了几名游客，有带小孩的家人靠近了防护栏这边。玉白寒目光偏了一下，脸上微微害臊：“哦，还有小孩子呢。”对视了。他牵着陆焕的手紧了紧，手忽然被拉了过去，陆焕拉着他往另一头上山的小路走，上面还有个看夜景的地方。玉白寒跟着走上去。你怎么知道？攻略上说的。拉着他的手好像局促的收了一下，陆焕的声音从前面传来，说视角更好。往上走了不到10分钟，玉白寒跟着陆焕绕过一间歇脚亭，后面果然有一处无人的小型观景台。护栏左右两侧几乎都被繁茂的树叶遮挡了，只剩下中间3米宽的视野。但正是有了树叶的掩映，从这里望出去，正好能框住那条城中河。河流如金色的游龙，缓缓穿过万千灯火。还可以吗？陆焕淡淡的嗓音混着夜色。玉白寒相当喜欢陆学长翻遍攻略找的地方，当然可以。他朝着远方望了会儿，周围有些静谧。夜里的穿林风微凉，显得牵在一起的手心更热。远方流水如今映在他的眼底，玉白寒垂了下眼睫，试图确认：“你准备的谢礼给我了吗？”陆焕声线发紧：“还没有。”玉白寒心跳一下快了起来。他转头朝陆焕看去，轻轻拽了拽两人牵着的手，眸光闪着期待：“那这会儿没人，你不亲亲我吗？”陆焕呼吸好像乱了几分，他低眼看向玉白寒。夜色里，那双眼里眸光如星。细风穿过，他忽然伸手按住玉白寒的后颈，顿了2秒，像是情难自禁般俯身下去。热息拂面，柔软的唇贴了上来，唇瓣相贴的一瞬，一阵酥麻直窜头顶。玉白寒眼睫一颤，在陡然加快的心跳中
闭上了眼。他后颈被灼热的手心掌住，陆焕的唇紧贴着他，两人灼热而急促的呼吸交缠在一起。只是简单的唇瓣相贴，就让人头晕目眩。贴了10来秒，玉白寒下巴微微抬了下，随即他感觉到陆焕的唇一动，若有似无的蹭过他的唇，蹭得他唇缝都张开了点。呼！玉白寒情不自禁的伸手勾住陆焕的脖子，试探的伸出舌尖轻轻一舔，按在他颈后的手掌蓦然收紧。陆焕凌乱的呼吸落下来，牵着的手松开，转而搂住了玉白寒的腰。他低头撬开那双唇，受了蛊惑般探了进去。微凉的夜风中，只有林叶沙沙的细响，以及两人的呼吸心跳声。闹市的喧哗隔得很远，树叶和暮色隔出了这一小方亲密缠绕、暧昧横生的空间。玉白寒仰着头，承受着陆焕的缠吻。陆焕向来严谨的克制被冲开了一道细缝，狠力的欲冲了出来，裹挟着他的唇舌，像是沉溺在本能中，青涩而又汹涌。交缠的亲吻间，恍惚漫开了玫瑰的香气。玉白寒攀着陆焕的肩，逐渐被亲的腰身发软，直到身前好像被什么硌了一下。他一只手顺着陆焕的肩往下一滑，然后摸到了那枚金鱼坠。和他手链一对的金鱼坠，此刻正贴在陆焕的心口处。玉白寒心头发热，他忍不住软绵绵的缠了回去，细碎的轻吟从相贴的唇缝间泄出。不知道被缠着亲了多久，陆焕终于撤开身。玉白寒挂在陆焕肩上，抬眼朝人看过去。他唇色泛红，眼底也起了水汽，好像不理解为什么不亲了，茫然的了一声。陆焕刚抽出的理智顿时又重新陷了回去，他指腹按住了玉白寒湿润柔软的唇。玉白寒看进他动摇的眼底，睫毛扇了扇，羞涩的凑过去，还想亲哪里？亲吧。话落，陆焕呼吸一乱，玉白寒颈侧被粗粝的手掌狠狠揉了一下，接着陆焕又俯身凑过来，他的腰被箍得很紧，拽在陆焕肩头的手攥了攥。粗沉的呼吸落下来，顿了几秒，颈侧却是被轻轻的一啄，如羽毛拂过。玉白寒仰着脖子颤了颤，好痒。下一刻，陆焕起身松开了他，他酥酥软软的扒在陆焕肩上，还亲吗？不亲了。陆焕喉结动了动，嗓音有些嘶哑，回去吧。哦。玉白寒略带遗憾的垂了垂眼，视线往下一滑，落在了陆焕的腰下。他顿时定住，模糊的夜色也掩不住透出的端倪。他们陆学长只是亲亲，反应就这么大吗？玉白寒小脸通黄，那还是不亲了吧，毕竟从这里走回去还有好长一截路。走吧。在他分神间，陆焕牵过他的手往回走，从光线昏暗的小望台绕出去，沿着石阶一路往下走。到了有灯的地方，光线一照，玉白寒才发现前面的陆焕从耳根到脖梗全红了，潮红的一片，泛着青涩又纯情的玉气，相当勾人。玉白寒看得心神一样，他们陆学长真是好容易害羞。快到山脚下时，玉白寒在手机上叫了辆车，他偷偷瞥向陆焕身前，我们是直接打车回家，还是打到停车的地方？他脸上发热，你还能开车吗？陆焕转头看了他一眼，眼底是收敛的滚热。顿了顿，陆焕又说，直接开回去也可以。哦。玉白寒被他看得心头发烫，没忍住贴过去，抱着陆焕的胳膊，低头叫了辆车。他们陆学长真是开不了就别开了，还暗自倔强呢。两人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玉白寒和陆焕一路进了门，走到客厅口时，冯叔忽然冒出个头，白寒少爷，你明天。他说着话音猛然一顿，老脸通红的捂住眼睛，没什么没什么，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从他张开的指缝间透出来。玉白寒，坦白吧，你和齐爵是不是亲戚？他深深看向冯叔，
我明早8点吃早餐。冯叔立马划走，好的好的。带人离开，陆焕低头看了玉白寒一眼。玉白寒对上他的目光，怎么了？那目光在他唇上落了一下。随即陆焕转回头，没什么，上楼吧。到了主卧门口，陆焕站着没动，他一手按在门框上，看着玉白寒，轻声说了句晚安。玉白寒心痒痒的，伸手戳戳，都没有晚安吻吗？一片潮红又在陆焕的耳根处蔓延开。沉默之间，陆焕按在门框上的手紧了紧，然后他低头贴上了玉白寒的唇，拉长的脖颈上凸起的喉结一滚。陆焕贴了几秒没动，又大着胆子含了一下，接着起身晚安。卧室门关上，玉白寒心满意足的抿着晚安吻回了屋。他回屋拿了衣服进浴室准备洗漱，一抬眼对上镜子，顿时惊了一跳，只见自己脸上泛着潮红，眸光润的像是能滴出水一样。最显眼的还是那双嘴唇，光泽红润，一看就是被用力亲吮过。玉白寒立马脸红心跳的拿了衣服，转头去洗澡。有这么夸张吗？明明又没有多激烈，再凶一点，他也是可以的。第二天，玉白寒下楼吃早饭，到了楼下就看陆焕还坐在客厅里，他顿时惊喜：“你今天没去上班吗？今天不是周三？”陆焕抬头瞥了他一眼，车停在昨天吃饭的地方了，我让樊玲先去开回来。哦。玉白寒揣着丝丝疑惑飘进餐厅，他们陆总就没有别的车了吗？爸总不都是一个车库起步？餐桌上早餐已经备好，玉白寒坐着吃饭，陆焕端了咖啡从客厅走过来，坐在他旁边，默了下，陆焕开口：“睡好了吗？”还挺好的。玉白寒抿了下唇，梦里都是玫瑰花的味道，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他想着，便朝陆焕抬眼看去，陆焕也正好朝他看过来，目光相对，玉白寒心头一样，暗搓搓道：“我今天就要去夏令营了。”陆焕眸光微动，玉白寒有没有离别亲亲？陆焕握了下咖啡杯，看向对面那双已经恢复成淡色的嘴唇，他耳根热起来，等离别的时候，大不了把车里的挡板升起来。玉白寒眼神一亮，立马兴致勃勃的吃起早餐。等吃完早饭，陆焕上楼帮人提了行李下来，他将行李提到门口，正要跟出去，玉白寒便转头将他堵在了门口，仰脸期待：“是不是该离别亲亲了？”陆焕还没来得及解释什么，玉白寒就踮脚凑了上来，呼吸缠绕，细长的睫毛像把小扇子扫过陆焕的理智线。陆焕只顿了一下，便低头贴了上去。正是大白天，他们就这样站在随时可能有人经过的门口接吻。玉白寒小脸通红，又蠢蠢欲动的探出舌尖，刚轻轻点上陆焕的唇，后者就正好起身，柔软湿润，一触即分，像把钩子在心间勾了一下。陆焕顿时怔住，下一刻就听私家车开到了院门外。玉白寒亲的还算满足，抿了抿唇，甜滋滋的从陆焕手里接过行李，和人道别：“好了，不用送了，你不是还等着樊玲回来接你上班？我先走了，到了给你发消息。”他说完，抬手将大门砰的一关。玄关里，陆焕对着紧闭的大门站了半晌，待脸上的热度散去，他才转身朝客厅走去。客厅里，冯叔正在收拾屋子，大概是以为陆焕也跟着一起出门了，他现在相当放松，一边哼着歌一边在听书。一夜口口，第二天醒来，他身边竟只剩一张空空荡荡的床。他怅然若失，随即震怒。陆焕在客厅门口停下脚步，冯叔背对着他，还在语调轻快的哼着歌。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鸟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他哼完一个优雅的回旋转身，正对上门口目光悠悠的陆焕。冯叔当时吓了一跳：“先生没走吗？”陆焕揣着都朝他看去，这次又是什么？冯叔羞愧的关上手机，低了低头，雨露情缘，斜少的在逃娇妻。先生也有兴趣？
哼，没有。陆焕冷笑了一声，转头了上楼。玉白涵到了学校，先去宿舍放了行李，然后去参加开营典礼。他在路上给陆焕发了个消息：刘儿，我已经到了，正准备去参加开营典礼。对面的消息回得很快。刘儿，你在干嘛？到公司了吗？扒窗帘偷看，还没有。都快2个小时了，樊林是堵车了吗？发消息间，他已经到了开营典礼的地方，就先收了手机，找了个位置落座。主持开营典礼的是薛晴。考研夏令营包括了开营典礼、参观校园、学术讲座、交流会等等，总共100来人，不只有 C 大的学生，还有其他学校准备报考 C 大的人。夏令营既是学校对学生的考核，也是学生对学校提前进行了解。等到典礼结束，一行人就先去参观了学校。玉白涵轻车熟路的找到了 C 大的同学，他经常到文院听课，和 C 大同专业的同学也混了个脸熟。这一行人里还有他这次的3个舍友方简、刘敬慈、傅书。几人边走边聊，刘敬慈同他们分享经验，这次夏令营表现好点，对以后选导师会有帮助。不过那都是考上之后的事。方简说，我们得先保证成绩能通过。傅书点点头，又忧虑道，对了，不是说辅导题里有些答案是错的吗？我怕自己没发现，到时候都被成了错题。玉白涵从旁轻快的飘出一丝声音，没事，我都找出来了，今晚把题册借给你们看。几道目光瞬间落在他身上，如同看待救世主。哇，谢了。刘敬慈一手搭在他肩上，感天动地的好战友。经此一遭，玉白涵很快和几人熟络起来。等白天的活动结束，晚上回到宿舍，他们已经发展到了我去买个西瓜，谁要吃我去打个洗脚水，谁要一起泡的关系。玉白涵，西瓜 OK， 洗脚大咩。玉白涵看了会儿书，去洗了个澡出来。他估摸着陆焕这会儿应该没在工作了，就给人发了个消息：刘儿，在忙吗？不忙。玉白涵抿着唇，在屏幕上一点点敲字，想和你打电话。消息刚发过去，陆焕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心头一悸，起身走到外面的阳台接起来。阳台外是通往宿舍的路，路两边树木高大，在几盏路灯的照射下拉长了影子。习习凉风吹过，树叶窸窸窣窣。陆焕低沉的声音从听筒里响起，在宿舍。玉白涵忽然又想起了昨晚的那个吻，他脸上温度一下升了起来。轻缓的声音像是浸在糖水里，丝丝沁甜，又像是一把钩子，一面扇子，混着早晨分别时的那阵清风，轻易就能勾动某些挂在心头隐隐绰绰的念想来。电话对面，陆焕默了几秒，接着开口和他聊起来。玉白涵站在阳台上和陆焕打着电话，也没注意到时间过去了多久。正和人讲着，就隐约听背后宿舍门开了，接着响起室友的声音：我买了西瓜回来，快来分。方简说着推开阳台门。白涵，你在打电话？没事。玉白涵转头走进宿舍去接西瓜，谢了，他手里还拿着电话没有挂。那头陆焕顿了顿说，你去吃西瓜吧。玉白涵捏着西瓜说，那你挂吧。陆焕应了一声，隔了5-6秒，电话还是通的，只听得到对方浅浅的呼吸。玉白涵一下笑了出来，他指指点点，瞧你个粘人精，那我挂吧。晚安，马卡焕。对面好像也若有似无的笑了声，晚安，马卡白涵。电话一挂，玉白涵抬头就对上宿舍里3道眼神。傅书起哄，你对象啊？玉白涵喜滋滋的承认，是啊。他本身就生得很好看，盘正条顺。刘敬慈不禁好奇，是个大美人吗？玉白涵咔嚓咔嚓的啃着西瓜，想到陆焕那张俊美无愁的脸，立马咯吱一乐，绝世美人。
几人羡慕的惊叹：哇！第一天的相互熟悉结束，第二天开始就有了交流会。学习分组不是固定的，不同学校的人也会分到一起。晚上回宿舍时，玉白涵就听几个舍友在聊，今天讲座坐我后面的那个人一直在制造焦虑。哦，我知道他。导师去他们组考察的时候，他突然挑了个很生僻的知识点来 battle， 其他人都是猛的。刘敬慈皱眉，那导师对其他人的印象不就拉低了吗？玉白涵好奇，你们在说谁？听上去杀伤力很大的样子。H 科大的一个，反正别跟他有什么交集就行。玉白涵点点头，也没在意，只是睡前当作闲聊，分享给了他们陆学长。尤尔，你当时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我保研，不用参加夏令营。尤尔，小熊猫摘帽，打扰了。早点睡。尤尔，晚安。拱进被窝，另一头，陆焕靠在床头，看着手机上弹出来的表情包。他目光在那鼓鼓囊囊的被窝上落了几秒，随即也关上手机睡下了。第二天早上，陆焕去公司上班。他从秘书室经过时，往里看了一眼，就看前台花瓶里换了株玫瑰花，娇艳欲滴，芬芳馥郁。他脚步一顿，视线在上面多停留了几秒。姚欣冉见状，连忙起身：“陆总，不合适吗？”没有。陆焕收回目光。等他到了办公室坐下，又打开玉白涵的对话框看了一眼，消息还停留在昨天的晚安。他抿了下唇，关上手机放到一边。这一天的时间里，走神的次数好像有点多。晚上回到家，陆焕坐到餐桌前，冯叔站在一旁看了眼空荡荡的餐厅，悠悠叹气：“白涵少爷才离家3天，还得4天才回来吧？”陆焕筷子一顿，抬头看向自己的老管家，搁在手边的手机忽然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点开，就看玉白涵的消息发过来，是一张和室友一起的自拍。尤尔，我和室友在喝奶茶。图片，照片上玉白涵正和几名同龄的室友在一起喝奶茶。他嘴里咬着吸管，下唇被吸管压住，现下一道柔软的弧度。陆焕将图片放大看了会儿，退出去点了个保存。吃完晚餐，他走上楼。他站在安安静静的走廊里默了几秒，随即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陈院，我是陆焕。”你上次说的讲座，10分钟后电话挂断。陆焕捏了捏眉心，走进卧室，关上了门。夏令营为期1周，他们周3入营，今天周6是第4天。玉白涵这几天过得相当充实，但对他们陆学长也十分想念。中午的时候，他和室友几人在食堂吃饭。玉白涵照例拍了午餐发给陆焕：“尤尔，我今天中午吃这个。”图片，他打字的时候低着头，眼神亮亮的，嘴角都翘起来。旁边副书几人了然：“又和你家马姑娘发消息呢？”玉白涵一个抬头，马姑娘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还没来得及问，手机又震了一下。他低头一看，陆焕的消息回了过来：“30堂的。”尤尔，不愧是过目不忘的陆学长，连食堂的菜色都记得这么清楚。海报鼓掌：“尤尔，那你中午吃什么？”消息发过去，隔了大概5分钟。也吃这个。尤尔，点外卖。是。马卡焕要吃最好的。玉白涵低头聊得投入，头也不抬。周围似乎起了点小动静，然后就听身旁室友好像朝着入口的方向惊叹了2句：“哎，有个好帅的哥们儿。”叫什么哥们儿？那是不是有点眼熟？玉白涵听到议论，下意识抬头一看，只见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站在食堂门口。陆焕正从手机前抬眼，微热的目光穿过人群，一下落到了他身上。与此同时，手机里消息弹出：“白涵学弟不能请我。”两人的视线隔着小半个食堂相交在一起。玉白涵心头一撞，放下筷子。
他身旁投来室友疑惑的视线。你怎么了？他暂时顾不上解释，起身就朝陆焕一路小跑过去，心头涌上巨大的惊喜。陆焕近了，陆焕那张俊美的脸落入眼中，五官清冷，眼神却敛着热意，瞬间勾动起他几天以来的想念。玉白寒满心欢喜，恨不得立马扑到陆焕怀里，给他们陆学长一个爱的抱抱。手刚伸出去，他就感受到从身后投来的不少视线。他遗憾作罢，转拽了拽陆焕腰侧的衬衣。你怎么来了？陆焕垂眼看着他，来学校有点事。哦，有点事。玉白寒意味深长，不是特意来看你们白寒学弟的吗？陆焕耳根染了点不易察觉的薄红，唇抿了2秒，随即转移话题。白寒学弟不准备请我吃午饭吗？玉白寒立马反应过来，差点忘了，他们陆学长来找他蹭吃蹭喝了。他阔气的掏出饭卡，夹在指尖递过去，拿着，想吃什么随便刷。陆焕轻笑了一下，就吃白寒学弟的同款馄饨面吧。玉白寒领着他去了窗口，乐滋滋的给人刷卡，转头目露宠溺，再给你加个炸鸡块，尽情享用学弟的宠爱。陆焕接过托盘，让学弟破费了。玉白寒指责学长又生疏了。打好饭，两人朝着玉白寒坐的那桌走过去。刘敬慈几人还没从这一系列发展中回过神，这会儿都怔怔的看向跟着玉白寒走过来的陆焕。待两人走近了，陆焕那张脸清晰的映入几人眼中。刘敬慈看了几秒，突然卧槽了一声。他轻轻试探，这是不是荣誉墙上的他们陆学长真是好出名。玉白寒与有容焉的同几人介绍，没错，我们的荣誉校友陆焕学长。几人同时卧槽 C 大的传说级学神，最年轻的荣誉校友，照片墙上的人站到他们面前了。他们立马坐直，崇敬的打招呼，学长好。玉白寒拉着陆焕坐下，这几个是我室友，我给你发过照片的。陆焕朝他们点点头，你们好。双方打过招呼，陆焕拿起筷子开始吃饭。玉白寒瞅着他盘子里的炸鸡块，暗搓搓伸出筷子去戳了一个。陆焕侧目瞥见，不是给我的宠爱吗？玉白寒点他，你就不能宠回来？陆焕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是把鸡块朝他那边推了一下，又接着低头吃自己的馄饨面。桌上几道好奇的目光落在两人身上，像是想问什么又不好意思说。玉白寒没注意到，凑近陆焕问，好吃吗？陆焕熟练，白寒学弟请的，不敢不好吃。瞧你巧舌如簧。吃完午饭，几人一起离开食堂。这会儿是午休时间，没有活动安排。玉白寒在食堂外和室友分别，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宿舍了。他说话时眸光盈盈，眼底是不加掩饰的期待和欢喜。刘敬慈几人迟疑，好。玉白寒转头正要和陆焕离开，就听后面传来很小声的，总觉得嘘，别多想，还有马姑娘。两人同时停下脚步。陆焕默了1秒，看向玉白寒，马姑娘是谁？这个问题他也很好奇。玉白寒转向身后几个纠结的室友，诚心发问，马姑娘是谁？几人对视一眼。方简小心翼翼的去着两人的神色，就是那天晚上和你打电话的马卡欢。噗！玉白寒一下笑得颤抖，整个人颤巍巍的从众人的视线里缩了下去，很快又被一只手拎了起来。陆焕深深的盯向他，有这么好笑吗？玉白寒咯吱直乐，他牵了下陆焕的衬衣，转头向三脸茫然的室友郑重介绍，马姑娘马卡陆焕。三人缓慢的消化了一下这庞大的信息量，随即瞳孔地震，卧槽！所以传说中的陆学长是他们室友的对象，没再管神魂矩阵的室友。玉白寒同几人挥挥手，便和陆焕一起离开。这个时间，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宿舍午休了。偌大的校园里没有多少闲逛的人。
两人朝着和宿舍相反的方向往校园里走。午后的日光映亮了宽阔整洁的路面，道路一边是绿荫地，一边是教学楼。校园里安安静静，只有阳光明媚。走出一截，玉白寒心痒痒的勾了下陆焕的手指，随即他的手被一只大掌牵住。陆焕转头看了他一眼，玉白寒唇角一翘，笑起来，捏了捏他的手：“你还没说，你来学校是有什么事？”陆焕又转回去，目视前方，商院夏令营的讲座，我作为荣誉校友兼行业模范，被邀请回来演讲。玉白寒敏锐侧目，你的演讲该不会要从破壳的小鸟变成展翅的雄鹰？手被狠狠捏了一下。陆焕深深盯过来，学术交流，经验分享。他目光有点凶，凶的玉白寒都软了一下。玉白寒贴过去，将下巴抵在他的胳膊上，仰头指责：“学长好凶，恼羞成怒了是不是？”陆焕呼吸乱了下，他垂眸看了玉白寒几秒，又移开目光，目光一转，正落在道路拐角处的自动贩卖机上。他喉结动了动：“你口渴吗？中午不是刚吃过清汤馄饨面？”玉白寒话刚开口，就瞥见了陆焕微热的目光。他忽而福至心灵，话头一转：“有点。”他补充：“想喝橘子味的。”陆焕轻轻：“一瓶橘子味的汽水很快买回来。”玉白寒接过来喝了2口，清爽甘甜的味道混着气泡，撩动着舌尖，酸酸甜甜，很适合夏天。他喝完又递给陆焕：“你喝吗？”陆焕嗯了一声，红着耳根抿了2口。他喝完将汽水拿在手里，另一只手牵过玉白寒：“走吧。”转过一栋教学楼，背后是一条无人的小径，一侧绿树成荫，斑驳的光影顺着小径一路攀上浅灰色的墙壁。两人沿着林荫小径往前走了几步。玉白寒抬眼看向陆焕，那张清冷的侧脸上好像看不出什么表情，但微红的耳根和抿紧的薄唇却泄露了一丝情绪，无形中透着勾人。玉白寒心跳一阵扑通，他拉着陆焕的手停下脚步，抿抿唇朝人看去：“我想喝橘子水。”陆焕转头对上他的目光，刚把手里的橘子汽水拿起来，手又被拽了一下。玉白寒脸颊泛红，眼底蕴着柔柔的眸光：“我想喝橘子水。”相牵的手似乎一颤，耳根那抹薄红骤然加深。陆焕顿了几秒，眼睫一垂，俯身朝他凑了过来，看似冷淡的俊脸染着纯然的玉气靠近眼前。玉白寒忽然唇角一弯，想逗逗陆焕，这里会不会有监控，被人看见了怎么办？靠近的动作一停，陆焕抬眼，漆黑的眼底清晰的映着他的面容，带了几分沉溺。陆焕按着微乱的呼吸：“没有监控。”“你怎么知道？”玉白寒捏着他的手：“是不是偷偷干过坏事？”“我是学生会主席。”“差点忘了，他们优秀的陆学长还是学生会主席。”玉白寒夸赞：“你们学生会管得还挺杂。”陆焕低眼笑了一声，低沉的嗓音混着热气，震得耳膜酥痒。玉白寒小脸一红，侧身退了一步，靠在墙上，手一用力就将陆焕拉了过来。嘿嘿，陆焕双手撑在他身侧，低头将他拢在身下，暧昧的呼吸交缠在一起。玉白寒仰头勾了勾陆焕的唇，他细长的睫毛耷拉下来，一颤一颤的。陆焕循着他的唇凑了过来，柔软的唇贴在一起。玉白寒抬手抱住陆焕的脖子，蹭着那双唇模模糊糊的说：“陆学长好不正经，专门把白寒学弟带到没有监控的地方亲亲。”面前这张清冷的脸一瞬全被染红，凌乱的呼吸拂过他面上。陆焕像是被勾出了狱，闭着眼缠吻了上去，锁着那丝清甜的橘子味，如久旱逢甘霖。玉白寒后背抵在墙上，双臂环着陆焕的肩，一手落下来握在了他的腰侧，单薄的衣料透出掌心灼热的温度。敏感的腰一抖，他软在陆焕怀里。随着亲吻的动作，玉白寒眼前时不时晃过从头顶树叶缝隙间透出的斑驳光影，晃动着，
如梦似幻，令人目眩神迷。他眼睫扑闪，舌尖勾着陆焕，唇分的间隙还不忘叫2声学长，然后换来更加凶狠的舌吻。玉白寒被吻得晕晕乎乎，心满意足，这就对了，要强势一点的。半晌，陆焕终于放开他，以额相抵，平复着呼吸。玉白寒睁眼看见陆焕细密的睫毛垂下，浓稠的眼底尽是情动的神色，看得他心潮起伏。看来陆焕也很喜欢陆学长这个角色。正琢磨着，陆焕眼睫一抬，又朝他看来。2人目光一触，好像又有情绪被勾了起来。但眼下的环境显然不再适合继续，他们便收回目光，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玉白寒脸上春色未散，嘴唇也一片红润。陆焕的目光在他脸上落了几秒，又拿手背贴了一下。困不困？这还能困吗？玉白寒舒服的蹭着他的手背，特别精神。陆焕说，不困的话，待会儿就不回宿舍了。玉白寒立马撤开头，指指点点，这还用说？他们陆学长都来了，他还回什么宿舍？陆焕唇角弯了一下，像是心情很好。这会儿距离午休结束还有接近1个小时，他们就说在学校里溜达溜达。玉白寒牵着陆焕的手从小径拐出去，他脸上还泛着潮红。陆焕看见，拿起微凉的橘子汽水往他脸上一贴。做什么？又调皮了是不是？给你降温。2人正说着话，迎面就遇上另一行人。玉白寒扭头看了一眼，好像是 H 科大的。其中一个男生和他对上眼神，他先是觉得眼熟，随即恍然想起来，哦，是刘敬慈他们提到的那个，尽量别有交集。他便又把头转了回去，同陆焕说着话，走向另外一条路。我们去湖边，那儿有个小亭子。都行。2方人很快擦肩而过。往前走出一截，玉白寒想起陆焕的讲座，忍不住蠢蠢欲动。你的讲座是几点？陆焕说，下午3点。等2点，我先送你去交流会，再去商院找陈院长。玉白寒眼底的遗憾一泻千里，可惜了，我也想现场观摩陆学长的英姿。英姿？身侧默了半晌，随即听陆焕悠悠开口，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学校官网上就会有。玉白寒陡然想起那几经轮回的视频，他没忍住感叹的看向陆焕。所以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陆焕的视线忽地朝他对过来，洞悉的望进他眼底。玉白寒目光一顿，自觉移开。好好，他不感叹了就是。2人在学校里溜达到快2点，便动身去往文院的交流会。快到交流会的地点时，已经陆陆续续有不少学生往这边走。2人便没再牵手，只是边说话边走过去。但陆焕身姿出众，又是陌生面孔，一路上还是吸引了不少视线。玉白寒在距离交流会门口10来米的地方停下，朝陆焕海报挥挥，你就送我到这儿吧。陆焕嗯了一声，有事给我发消息。2人分别，玉白寒转头走进交流会。刘敬慈几人已经到了，他们好像从之前的震撼里面缓冲了过来，看见玉白寒只是赞叹的打了个招呼，约会回来了。玉白寒美滋滋的点头，嘿嘿。几人本来还想再八卦几句，就看学院的几名导师已经从门口进来了，场内顿时安静下来。学员大部分都已到齐，玉白寒也随之入座。他刚坐下，便听另一头响起一道声音，薛院长，我们这次举办的是不是封闭式夏令营？玉白寒抬眼朝说话的人看去，只见薛晴前面站起来一个人，正是刚才路上遇到的那名 H 科大的男生。他心头莫名闪过一丝微妙，周围也有几道目光似敏感的朝他这边看过来。薛晴皱了皱眉问，当然是，怎么了？下一刻，玉白寒果然就看那名男生转头朝他的方向看了过来，对方微抬着下巴，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一般盯着他，一字一句道，那如果有人在夏令营期间把无关人员带进学校，贵校该怎么处置？话落，四下一片哗然。
要是真的违反规定，那可是会被责令离开夏令营。周围议论纷纷，玉白寒抬眼对上前方投来的目光，微微眯眼。无关人员是说他们陆学长。薛勤也跟着看过来，看到是玉白寒，他愣了一下，随即严肃：有这回事吗？白寒。玉白寒无所畏惧的起身：没有，他们陆学长是被邀请来的，又不是他带进来的。薛勤便对那名男生道：同学，你叫洪瑞对吧？事关他人的入营资格，你需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你确定吗？洪瑞有恃无恐：我确定。对方一看就是社会人士，不是我们夏令营的。薛院长要是不信，也可以问问其他同学，大家都看见了。周围的视线顿时有些微妙，刘敬慈几人也紧张起来。众人的反应都像是在无声的证明什么。薛勤压下不安：白寒，你有什么要解释的？玉白寒开口：不是无关人员。顿了顿，他在众人的目光下字句清晰的为他们陆学长证明，是我们 C 大的荣誉校友陆焕学长。荣誉校友这4个字一落，教室里顿时沸腾。那可是在行业领域里相当拔尖的人物，这样的身份还用得着谁带进学校吗？不得是院长校董齐齐迎接。热烈的讨论声中，薛勤神色一松，欣然笑道：原来是小陆，回来也不说一声。他熟人的语气无不透露着无关人员陆焕和学校的导师关系有多密切。洪瑞僵立在座位前，脸色刷的一白，垂在身侧的手都尴尬的攥了起来，像是被这一转折打了个措手不及，预想的推人下水没成功，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玉白寒无言的看了他一眼：看吧，让你跳，而且跳谁不好，非跳他们陆学长头上，就像一个平民非要去猎狼。他细心求问：同学，你这么想考 C 大，连 C 大的校史和荣誉校友都没了解过吗？话落，周围有人向没人助笑，吃正是之前被洪瑞坑过的那几个同组组员。其中一人解气的重复：是啊，这么想考 C 大。好家伙，怎么还有人跟他隔空应和？这到底是平时得罪了多少人？洪瑞脸色瞬间由白变红，如同被公开处刑。他不甘心地盯着玉白寒，突然间又像是抓住了什么，神色一转，但就算是荣誉校友，进入封闭的夏令营也是违规。各位导师应该不会包庇自己学校的学生吧？他微微抬着下巴，就像是在匡扶正义。玉白寒简直要为他海报鼓掌，前几天制造焦虑，暗地里坑同学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正义呢？显然不少人都是这么想的，看向洪瑞的目光瞬间充满了不耻。气氛微微凝滞，就连薛勤都陷入为难。玉白寒对上洪瑞那势在必得的眼神，唇角忽然翘了一下。哦，他不在意的说，但陆学长是受邀去隔壁商院做演讲的呀。洪瑞神色蓦地僵住，四下又是一废。议论声响起，原来是受邀来的，好厉害，不愧是荣誉校友。在一片沸腾的议论声中，洪瑞脸上像是被连甩了2巴掌，火辣辣的疼。他攥起的拳头紧了又松，还想再找补什么，却一时找不到由头。玉白寒看他浑身难受，贴心道：要不要再去做个确认？洪瑞一口气堵住：你是有这个必要？薛勤神色终于缓过来，他转头同另一名导师说：李教授，麻烦你去商院确认一下。薛勤意有所指，免得让外校的同学觉得我们 C 大有什么不公正。当然。李教授转头就出了门，待人离开，玉白寒弯身落座，他往椅背上一靠，一阵神清气爽。方简激动的凑过来：卧槽，太牛了，居然是受邀演讲，害我替你白紧张。傅叔也顺了口气：你表现太突出了，对某些人来说就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逮着机会就想把你提早解决了。玉白寒抬眼看向那头洪瑞忐忑不安的神色，又收回目光，怡然自得。没关系，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让人可怜。方简几人
听得身躯一震，看他瞬间像是在看中二病。你在说什么？玉白寒轻轻带过，一些座右铭罢了。商院距离文院有一截距离，等了10来分钟，终于听到门外响起一串脚步声，随后听李教授的声音传来：“薛院。”看来是确认完回来了。玉白寒正趁着这空档低头看书，听见动静便抬头看去。李教授走进门之后，突然又往身后望了一眼。玉白寒顺着他的视线一望，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一身衬衣西装裤，面容冷峻，身姿笔挺，只是揣着都往门口随意一站，嘈杂的室内忽然就安静下来。玉白寒心头一跳，陆焕。他眼神亮晶晶的看过去，可恶，又被装到了，他们陆学长真是好帅。正看着，前面陆焕忽然转头，越过教室，准确的和他对上了视线，眼底眸光微动，神色有些悠悠。他怎么了吗？小陆，你怎么过来了？薛晴热切的招呼打断了两人的对视。陆焕收回目光，下一刻又精准的落在了洪瑞身上。不是要我解释我为什么在这儿吗？他嗓音淡淡的，却透出股上位者的压迫感。洪瑞脚后跟下意识一退，哐，地撞在了桌角上。玉白寒看向前方的陆焕，这样的陆焕他见过几次，跟私底下动不动就脸红的陆焕完全不同。哦，不过他都很喜欢。气氛有些沉凝，薛晴便先开口同众学员介绍起陆焕，正好也能当作是为 C 大正向宣传。这是我们 C 大毕业的陆焕学长，也是陆氏集团的创立者。大家都看见了，陆焕学长今天是回校做演讲的。座位间响起赞叹声，哇，好年轻，羡慕商院，我也想听讲座了。过于出众的人，的确能一眼就让人生出向往与崇敬。玉白寒正在心底接受着同窗对陆焕的赞美，忽然胳膊被撞了撞。方简满脸憧憬的凑过来，我也想听，但陆学长的演讲一定是针砭时弊吧？我会不会听不懂？玉白寒默了下，不会，很平易近人。哇，是吗？几句对话间，前面的介绍已经完毕。薛晴再次看向洪瑞，同学，这下确认好了吗？你还有什么问题？洪瑞顶着众人的目光，头顶明炽的灯光落下来，他脸上不甘又难堪的神色无所遁形。尤其陆焕那道洞悉的视线落在他身上，越是平静无波，越显得他像是个跳梁小丑。大概是狗急也会跳墙，洪瑞在混乱的思绪中倏地抓住了一丝亮线，突然抬头，他们还在学校里亲热。玉白寒，洪瑞像是一下又找回了最后的筹码，底气十足。陆先生不是受邀回校的荣誉校友吗？作为事业有成的企业总裁，却在回校期间和参加夏令营的大学生私下亲热，他措辞微妙，字里行间都透出股不正当的味道。玉白寒听的嘴都微微张开了，这个剧本他都没想过，是他格局打得不够开了。洪瑞说完，教室里安静了几秒，有打量的视线在玉白寒和陆焕之间隐隐交错。陆焕脸色沉得厉害，目光森冷。薛晴皱起眉，朝洪瑞厉声呵斥：“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小陆他们……”他话音一顿，忽然松开了眉，老神在在的看向陆焕：“小陆，你自己说。”玉白寒的目光顿时从薛晴转向陆焕，让陆焕说：“哥，他倒要看看害羞的小陆会说什么。”无数道视线也和他一样，齐刷刷聚集在陆焕身上。视线中央，陆焕默了2秒，随即眼睫一抬，不急不缓：“我们都结婚了，难道还要客客气气的？”玉白寒，在场学员，话落如一旦激起千层浪，整间教室里瞬间沸腾。洪瑞震惊的处在原地，满眼不敢置信。最后的筹码也落空，他脸上彻底褪去了血色。不只是洪瑞，文明的教室里直接响起几声卧槽。方简扒住玉白寒，讶然失声：“
你特么，你英年早婚了。刘敬慈的声音更大，所以陆学长不只是你男朋友，还是你老公吗？卧槽！老公！玉白寒也卧槽了，他脸上一热，嚷这么大声，陆焕肯定都听到了。他想着就朝前面看了一眼，陆焕若有所感，正好也朝他看过来，目光相交，那双平静的眼底眸光微动，接着看陆焕薄唇抿了一下，熟悉的小动作。玉白寒了然，哦，果然听到了，不但听到了，在害羞呢。刚不还一副淡定的模样，特别游刃有余似的。傅叔啧啧赞叹，你家陆学长真有魄力，居然当众公开啊！玉白寒收回思绪，转头肯定，那当然。教室里正喧杂着，门外便传来一道声音，小陆，差不多该准备演讲了。玉白寒扭头一看，只见一颗白花花的脑袋探进来，对方手里还横平举了台手机，慈爱催促道，老师手机快没电了，抓紧时间。玉白寒警觉，这该不会是……陆焕转身朝门外走去，陈院。玉白寒，果然。一行人很快离开，接连沸腾的教室在薛勤的组织下重新安静下来，准备开始交流会。洪瑞也已经坐下，垂着头佝偻着腰背，脸上看不清是什么表情，只是连书都没拿出来。这么一折腾，基本上是自断了进 C 大的路。玉白寒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所以说做好自己的事，旁人蹦得再欢也与他无关。刚低头打开笔记本，手机就震动了一下。不是说有事给我打电话？玉白寒琢磨了2秒，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陆焕刚进门时那个悠悠的眼神。哦，原来是在意这个。尤儿，我又不是小朋友，和人吵架还要告家长。厉害的叉腰，短信发过去，手机很快又是一阵。我是家长吗？玉白寒捧着手机，心头蓦地被戳动。刚刚公布关系时，刘敬慈那穿云裂石的一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他抿着唇角，柔软的眼睫细细垂下，指尖在屏幕上一点点打字发过去。尤儿，那是什么？消息发过去，隔了好几分钟，陆焕都没回。玉白寒揣摩，这是准备演讲了，还是害羞了？嘿嘿，他就把手机放到一边，继续交流会。交流会最开始耽误了一会儿，结束时推迟了20多分钟。玉白寒还心心念念着他们陆学长的演讲。交流会一结束，他便窜去了隔壁商院，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演讲的阶梯教室。教室后门在3楼。玉白寒到走门口时，已经隐隐听见里面传来陆焕的声音。他悄悄推开后门，抬眼就和前方讲台上的陆焕对上了眼神。陆焕的目光穿过宽敞的阶梯教室，落到他身上，流畅的演讲停顿了1秒。玉白寒朝他露出2颗小虎牙，然后摸去最后一排座位坐下。陆焕便又收回目光，继续演讲。他的演讲已经到了尾声，正如他先前所说，这次的演讲主要是交流学术和经验。大概是吃了曾经年少轻狂的亏，陆焕这次的演讲严谨又专业，逼范儿把下面的商学院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玉白寒撑着下巴欣赏起陆焕的风姿，他视线一转，又看到了教室正中间架着的摄影机。哦，出现了，他们陆学长最想销毁的东西之一。过了大概5、6分钟，台上的演讲便结束了。陆焕侧过身，一颗白花花的脑袋忽然从台侧晃了上来。陈院长精神健硕的拿起话筒朝陆焕走去，慢着，小陆。这熟悉的一幕顿时让玉白寒心头警铃大作。他看向陆焕，虽然隔得很远，但他依然能感受到他们陆学长身上浮出的戒备之意。在一众瞩目中，陈院长走到了台上，他举着话筒转向下方的众学员，语调激昂的开口：陆焕同学的演讲依旧那么令人心潮澎湃。相信我们 C 大的同学对陆焕学长已经很熟悉了。当年入学的视频，大家都还记得吗？下方整齐的像是排练过，记
得。玉白寒猛吸一口气，该来的还是来了，他都不敢去看他们陆学长的表情。上方陈院长丝毫没有觉出哪里不对，他问完又转向陆焕，今天重新站在演讲台上，回忆起往昔的点点滴滴，陆焕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整个阶梯教室安安静静，讲台上也安安静静。陆焕沉着脸色默了好几秒，随即淡淡开口：“谨言慎行。”他说完朝陈院长微微颔首，一步下了讲台。谨言慎行，好。他身后陈院长开始陈词激昂的做着结语，向众学员分析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透出来的不简单的意思。陆焕走下台后，直接沿着过道的阶梯往玉白寒这边走，他牵动着一路视线停在了玉白寒跟前。玉白寒感受到从前方投来的零星好奇和打量的目光，便起身转头推开后门，小声问：“结束了吗？”陆焕跟着他出去。出去吧。出了阶梯教室，厚重的大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陈院长鞭辟入里的演讲。玉白寒感叹了一下，又问：“对了，我看教室里有专门的摄影机，陈院怎么还拿手机给你拍？特别的宠爱给特别的陆焕吗？”陆焕抿唇，他拍的是别的内容。什么内容？话落，陆焕好像沉默了。玉白寒瞅着他的神色，又伸手轻轻推了他一下，说：“啊，什么内容？”陆学长学坏了，说话只说一半了。半晌，陆焕抿紧的唇线松开，花絮。玉白寒，他嘴唇微妙的拧动了一下，面前这双漆黑的眼倏地抬起。陆焕盯着他：“你想笑就笑吧。”玉白寒起唇：“噗，哥，怎么还有衍生内容呢？”他在这边咯吱直乐。陆焕悠悠瞥了他一眼，然后抬腕看了下时间：“去吃饭吗？”“好啊，白寒学弟请你。”玉白寒收了笑声，正要转身，忽然又停下。他抬眼打量了陆焕几眼，乌亮的眼底笑意不明，像只蔫坏的小狐狸。陆焕呼吸微微一平：“怎么了？”玉白寒说：“不回我消息。”陆焕目光一闪，玉白寒眯眼：“好哇，果然是看到了的。”他伸手一戳，追问道：“说啊，不是家长，那是什么？”台上那会儿不是这么会说，就差把结婚证裱起来钉在小白板上了。陆焕没有说话，耳垂透了点红。玉白寒盯了他几秒，随即假装不开心的扭头，不说就算了。刚转过身，手就被一把拉住，他被一股力拽了回去，面前忽地落下一片阴影。陆焕弯下腰，轻轻贴了下他的唇。玉白寒，陆焕贴完起身，往他脸上瞟了2眼，随即红着脖根别开视线：“是这个。”玉白寒唇一抿，心跳快了几拍。他就是逗逗他们陆学长，没想到还有这种意外之喜。这个是什么？亲亲老公嘛，他就心满意足的拉了下陆焕，喜滋滋的说：“走吧，请你吃饭。”陆焕视线落在他翘了一下的嘴唇上，两人顺着走廊往楼下走。玉白寒边走还在边回味刚才那个吻，他们陆学长还真是纯情，连害羞话都说不出来，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满脸通红的缠着他说荤话。他正想的小脸通黄，脸颊突然被捏住。陆焕的声音从旁边落下：“你在想什么？”他疑惑的朝陆焕看去。两人刚出教学楼，天光映亮了他的神色。陆焕垂眼看着他，眼睛里都打码了。玉白寒羞涩的垂下眼：“没什么。”他转移话题：“我只是想起走廊里还有监控，陆学长刚刚怎么不在意了？”陆焕不知想到了什么，好像突然之间变得成熟淡然：“没事。”玉白寒若有所思的看了他几眼，又扭头望了下背后的商院教学楼，轻叹一声：“也是，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两人晚上也是在食堂吃的晚饭。再碰到文院的同学，对面投来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好奇中夹杂着羡慕和惊叹。玉白寒端着矜持：“羡慕吧，
在谢幕，那也是他的陆学长又在想什么？对面传来陆焕的声音。陆焕视线在他身上扫过一圈，我好像看到你身后有条尾巴，晃得快要上天。停止你的读心。玉白寒收敛了心思问他，你一会儿就回去吗？你不是还要学习？一本正经的口吻里似乎还夹杂了一丝丝幽怨的味道。玉白寒抠了下筷子，这样的陆学长也很勾人。他恋恋不舍，那我待会儿送你去校门口。陆焕抬眼嗯了一声，两人吃完饭便往校门走。到了校门口，陆焕问了下夏令营结束的时间，然后说，我到时候来接你。玉白寒欣然，好吧，接受你的小殷勤，送走了陆焕。接下来几天，玉白寒继续在夏令营安安心心学习。有了红瑞的前车之鉴，之后再无人作妖。最后一天的面试也相当顺利，玉白寒拿了个第3名的好成绩。当天闭营典礼结束，正是下午5点。学生们回宿舍收了自己的东西就能回家。玉白寒东西不多，他收好正要给陆焕发消息，就听宿舍里几名室友说，室友一场，今晚我们还是一起吃个散伙饭吧。行啊，我都可以。白寒呢？方简问，还是说你要回家？玉白寒转头，恰饭吧。几人收好东西，推着行李出了宿舍。玉白寒在路上给陆焕发了条消息，刘儿，我们宿舍要吃个散伙饭，我晚点回来。隔了会儿，陆焕回他，好。我晚上有个饭局，那就接不了你了，我让华武接你回去。刘儿，好吧，在家等你。萝卜蹲，他发完消息关上手机，跟室友一起朝校外步行街走去。晚上吃饭的地方在步行街上的一家烤串店。正是放假期间，吃饭的人不多。几人坐下后，拿了菜单一起点。玉白寒好久没吃过烤串，这会儿看到什么都想吃。他拿着笔潇洒的一勾，这个，对面3人看得目瞪口呆。方简怔怔的，你平时在家是没吃饱吗？怎么可能？傅叔撞了他一下，又很懂得向玉白寒求证，平时在家都吃的海参鲍鱼吧？没有，只是陆焕吃的比较健康。他畅快的感叹，我已经很久都没吃过这么放肆的东西，重油重盐又重辣，放肆的东西。几人默了一下，片刻，刘敬慈点头，我懂，总裁多多少少都有点胃病，你们家得清淡饮食。好你个学霸，平时也没少看小说吧？点的烤串很快端上来，话题终于翻篇。他们边吃边聊，一边撸串一边炫快乐水。一顿烤串吃了接近2个小时，吃到最后，玉白寒直接在座位上瘫起。外面天色渐渐暗了。傅叔说，差不多了吧？结账吧，我待会儿打个车回去。刘敬慈，我姐来接我。白寒呢？家里来接我。玉白寒半个小时之前已经给华武发了消息，他说完又问刘敬慈，你还有姐姐？刘敬慈嘿嘿一笑，亲姐姐对我特别好。玉白寒木了，他上面只有几个作妖做不完的。结完账，傅叔和方简先打车走了。玉白寒和刘敬慈在店里等着人来接。等了没多久，刘敬慈的姐姐也来了，对方约莫27、8，看上去性格很好。见玉白寒一个人等在门口，还问了句，小慈的同学啊，还在等家里人来接吗？要不我顺带送你回去。玉白寒道了声谢，没事，我家里人很快就来了。哦，好吧，那你注意安全。双方打过招呼便道别。玉白寒在店门口等了会儿，华武也开车到了，提过行李将他接上车。小少爷，夏令营怎么样啊？玉白寒回忆了一下，十分精彩。这10分里面，他们陆学长就占了5分颜色。华武没品出他语调中悠长的意味，将车门一关，发动私家车，继续乐呵呵的和人聊着。1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家。陆焕还没回来。
玉白寒跟人发了条到家的消息，然后上楼放行李、洗澡换衣。晚上的烤串吃得他口干舌燥，他洗完澡出来，又去楼下喝了点凉水，吃了些水果。等他上楼躺到床上时，就觉得肚子开始痛了。最开始只是隐隐作痛，到后来越来越难受。玉白寒抱了个枕头卧在床上，哼哼唧唧的挺尸。怎么回事？该不会上是晚上的炸串不卫生，还是说炫了太多冰镇快乐水？他在床上挺了不知多久，床头的手机响起来，他拿起来一看，是陆焕打来的语音电话。玉白寒稍微支起来了一点，将电话接通。陆焕对面听起来像是在包厢外的走廊里，周围比较安静，隐隐能听见服务生路过的声音，以及包厢门打开后一瞬的喧闹。在一片模糊的背景音中，陆焕的声音清晰传来：怎么不回消息？玉白寒，你给我发消息了吗？我没看手机。陆焕突然问：你怎么了？这么敏锐？肚子疼？玉白寒又趴回去，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刚刚他还觉得能够忍受，这会儿听着陆焕的声音，就不自觉身唤起来。陆焕，我肚子疼。他声音没有多少力气，听上去软绵绵的，很难受的样子，像是在往人怀里蹭。对面陆焕的呼吸好像紧了一下。晚上吃什么了？玉白寒坦白：一点点烤串，一点点快乐水。陆焕一口气呼出来，语速紧促而简短：你先躺着，我让钟炳七过来。玉白寒就轻轻嗯了一声，挂了电话。他在床上瘫了会儿，没多久冯叔便带着钟炳七过来了。钟炳七进到卧室，低头看向在床上凝成麻花的玉白寒，他无言片刻，轻轻感叹：自从知道陆先生的胃没问题，我以为我不会有大晚上来给人看胃这种经历。玉白寒从枕头背后朝他悠悠看去，中医务人员真幽默。一行人很快转移到楼上的检查室，一通诊断过后，钟炳七陷入了沉思。他面色相当沉重，看得冯叔一抖：还有救吗？玉白寒刷的抬眼，冯叔也很幽默。钟炳七长长的叹了口气，然后在冯叔抖得越发利索的频率中无语的开口：没什么问题，就是吃顶了。吃顶了？钟炳七甚至连药都没开，吃点健胃消食的药，没有就去包点山楂片。玉白寒还塔摸肚，哦。他一点点挪到了楼下，在楼梯口与钟炳七分别前，对方转头语重心长：节制，确定了不是什么肠胃炎、食物中毒疑难杂症。玉白寒又放下心瘫回了床上。冯叔送走钟炳七，从楼下拿了些山楂上来，给人堆到跟前：吃吧，白寒少爷。他说着一顿，但也不要吃太多。玉白寒羞愧的坐起来，边吃边问冯叔：你说像山楂这种助消化的，是会越吃越饱，还是越吃越饿？冯叔变懒人似的老脸上出现了一丝茫然。片刻，他带着一身凝重与肃然转头离开。卧室里只剩下玉白寒一个人，他盘腿坐在床上，一边看手机，一边顺手拿了腿边的山楂，咔嚓咔嚓。山楂的味道酸酸甜甜，不知不觉中，他周围就堆了一堆糖纸皮。玉白寒正看着手机往嘴里炫进一块山楂糕，门外走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沉稳中透着急促，几步便进了门口。紧接着，他的房门被砰的一下推开，司白寒。玉白寒抬头就看陆焕握着门把手，站在门口朝他看来。漆黑的眼底有未平的潮汐，额发凌乱的搭下，胸口微微起伏着，身上还带着从饭局上匆匆离开时未散的酒气。玉白寒叼着半块山楂，一动不动。哦嚯！屋内的场景落入陆焕眼底。只见刚才在电话里哼哼唧唧的人，这会儿正盘腿坐在床上，周围散落一堆山楂糖纸皮。乌黑的眼圆溜溜的看向他，腮帮子吃得鼓起。两人视线相对，屋里一时有些安静。陆焕起伏的胸口平静下来，只剩眼底目光幽深。半晌，玉白寒瞅着他，心虚地动了动嘴。
咔嚓咔嚓咔嚓。陆焕从门口走到床前，第一眼将人看着。无言的对视中，玉白寒咽下嘴里的山楂，小心的开口：“陆医生怎么来了？”陆焕视线扫过满床的山楂糖纸皮，呵的轻笑了一声：“是我来的不巧了。”他故作镇定的牵了牵陆焕的衣侧，垂眸缓声：“怎么会？”陆焕伸手拂去他嘴角的残渣：“怎么不会？都耽误我们白寒进食了。”呀，陆医生有小情绪了。刚才炫得太嗨，忘记给陆医生报平安了，又把人从外面大老远的召回来。玉白寒就起身抱住陆焕的脖子，淡淡的酒气萦绕在鼻尖，他往人肩窝里蹭了蹭，回来的刚刚好。白寒患者肚子又难受了，陆医生给揉揉。眼前的喉结滑动了一下，紧接着一只手握在他腰上，将他拉开了点。陆焕低头细细看他，真的难受。玉白寒红着脸拉过他的手，撩开睡衣下摆，将那只手按在自己肚子上。陆焕的指尖好像蜷了一下，随即贴上去。玉白寒顺势躺下，陆焕拂开满床的糖纸，单膝跪了上来。他一手撑在玉白寒身侧，另一只手顺着一个方向轻轻给人按揉。掌心灼热，指腹粗糙。玉白寒被揉得舒舒服服，摊着肚皮侧过脸蹭在被子上。头顶又传来陆焕的声音：“只是吃多了。”他眯着眼，接着腰侧就被指腹狠狠蹭了一下，像是不轻不重的惩罚。每天都不消停，是吗？玉白寒腰一颤，不自觉往上弓起，又跌回被子里。他抬手搭在陆焕手腕上，朝人看过去，陆焕撑在他上方，微乱的额发耷了下来。房间里没开大灯，床头昏暗的灯光笼着两人。陆焕那张冷峻的脸在酒气的晕染下泛着潮红，眼神有点凶。玉白寒被他这样的眼神看得心脏砰砰直跳，目光渐渐迷蒙起来。按在他肚子上的手一下停住，隔了2-3秒，灼热的呼吸从头顶落下，笼着一片阴影。陆焕压着他亲了上来。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吻，两人都比先前更加熟练。几乎在唇瓣贴上的一瞬间，玉白寒就自觉张开了唇，让陆焕的舌头探进来。微醺的酒气混着山楂的酸甜，在昏暗暧昧的光线里像是急速发酵。不知何时，那只手往旁边一滑，单手固住了玉白寒的腰。玉白寒陷在被子里，这还是他头一次被压在床上吮吻。他微微睁眼，看见陆焕的脸依然是通红的，但青得很凶，明明心头缠着羞涩，动作却强势而狠厉。他腿不自觉地抬了抬，随即感受到对方骤然加重的呼吸。云层雾绕的一段深吻在快要收不住尾时，玉白寒突然抬手抵住陆焕的肩头，短促的哼哼了一声：“等等。”陆焕稍抬起头，眼底还染着玉气。“怎么了？”玉白寒眼睫挂着水汽，他伸手按住自己的胃，不好意思的埋了埋头：“胃顶着了。”他说完补充：“我是说被炸串。”默然半晌，一声叹息倏然落下，头顶的阴影撤去。陆焕撑起身来，捏了捏眉心，又像个任劳任怨的冤种，将他身侧燃落的山楂糖果纸都一一收走。被一起收走的还有没吃完的山楂。陆焕严格，不能再吃了。玉白寒乖乖瘫在床上。哦。陆焕将东西收拾好，出门前又转头看了他一眼，红着耳根，深邃的眼底意味不明。玉白寒呼吸微蹙，搭着肚子仰头。陆焕盯了他几秒，收回目光，手在门把上一按，低声道：“早点睡，玛卡白寒。”他说完推门而出。咔，门一关，陆焕出了卧室，并没有回自己房间。他径直走到楼下，将糖纸扔了，又把山楂放到客厅果盘里，接着长腿一迈，朝着露台的方向走去。哗，玻璃门推开，一道沉重而肃然的背影出现在露台前。老管家被推门声惊动，一下从望月沉吟中回过神来。他转头看见站在门口的陆焕，
惊讶道：“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陆焕深深的望着他：“你到底在凝重什么？”冯叔闻言，眉心又拧起来：“先生，你说山楂是会越吃越饱，还是越吃越饿？”陆焕莫名而恼火的皱眉：“什么？”第二天起来，玉白寒的肚子已经不痛了。他吃过清汤寡水的早饭，上楼看书前又想起了陆焕的演讲，就打开官网搜了搜。C 大官网上果然已经更新了演讲视频。玉白寒从头看了一遍，逼范儿十足。也不知道再过10年陆学长回首又是个什么感受。他想着，就贴心的动动手指，将视频保存了下来。保存完视频，他又在官网上找了下花絮，找了半天没找到，于是等晚上陆焕下班回家，玉白寒便端着电脑寻了过去。陆学长，你的花絮呢？陆焕正在解领带，闻言动作一顿，转头看来。玉白寒眼中充满着期待和求知，快点，我手端的好酸。一只手接过电脑放在一边。陆焕松开领带，淡然的神色像是破罐破摔，应该还没剪出来。玉白寒恍然，哦，毕竟是陈院长独家制作，没有团队的。他又把电脑抱了回去，那我再蹲几天。期待的身影转身出了房门，房门砰的一关。隔了几天，玉白寒果然蹲到了花絮。他特意开了袋薯片，拉过陆焕一起来看。你的花絮，速来。惬意悠闲的样子，简直像在追综艺。陆焕悠悠的看了他一眼，随即在人身旁坐下。两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视频点开就是商院的一间办公室。陆焕的侧影出现在视频中央，周围有几名导师在和他聊天，大概就是问问近况，让他说说对学弟学妹的寄语。陆焕态度还算随和，但语句依然简短，一如当年高岭之花般冷淡。玉白寒感叹道：“好高冷哦，学长。”下一刻，嘴里被塞进一块薯片。他抬眼看陆焕薄唇局促的民警，便善良的止住了话头，继续咔嚓咔嚓的看视频。好吧，还很害羞。视频里几人正说着话，办公室的门突然一开，门口出现了李教授的身影。接着视频戛然中断。玉白寒一愣，这是李教授来找陆焕做证明的时候。下一秒，视频又重新接上，场景已经跳到了室外，看背景应该是刚出文院大楼，陈院长的手机对着另一名导师，两人的谈话声传来：“怎么跑文院去了？”小陆去处理家务事了。画面一晃回到陆焕身上，只见镜头扫过去的一瞬，陆焕正好放下手机，大概是察觉到陈院长录到了他，陆焕抬头时已经面色如常，只有耳垂微微透红。大玉白寒一下按了回放。等等，陆焕这里是不是在看他发的消息？他刚探头凑过去，手就被一把抓住。身旁陆焕伸手将视频快进，画面迅速跳过。玉白寒一个转头，做什么？陆焕按着他，没什么。玉白寒眯眼打量，呵呵，不打自招，欲盖弥彰，被他揪住尾巴了吧？果然是在看他发的短信。他心底哼哼一声，往视频上瞥了一眼，又问：中间那一段怎么剪掉了？陆焕将视频退出来，涉及个人隐私，不适合放出来。是吗？玉白寒捧起他的脸左看右看，还以为是我们陆学长不好意思，不让陈院放出来。陆焕被晃得一瞬如梦回旋转小火锅，他将那爪子扒拉下来，按住眉心定了定神，没有这回事。玉白寒作罢，好吧，系你夏令营结束后过了1周，便临近开学的时间。何月还特意给玉白寒发了个消息，问他开学的时候会不会再到学校来。玉白寒在微信上回他，应该偶尔会来。他新课已经听完了，剩下几个月只用在家里复习，不用再跑到学校去。回完何月，他又照例切回了9号捉妖。这会儿是周末的下午，陆焕正好在家，玉白寒就拿着手机去陆焕主卧找人。他推门而入，只见陆焕身着正装，
刚系好腰带。玉白寒溜过去，你要出去？陆焕转头朝他看来，晚点有个商务酒会。怎么了？没什么，给你看这个。玉白寒拿着手机给他看斯坦发来的消息。哥，看来我大哥这段时间没少给他添堵。陆焕四也笑了一下，司家现在很乱，司盐亭暂时进不了局子，但产业全没了，对他来说也无异于割肉剜心。玉白寒姿态闲适的退出了对话框。早进晚进，早晚要进。没有了主角光环，一切的法外狂徒迟早都要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他正要切回账号，忽然听陆焕问：“这是你以前的账号？”玉白寒：“是啊。”他转头看陆焕的目光落在他屏幕上，常用列表里除了法治一家人，还有他之前和奇绝、秦伦几人留下的聊天记录。陆焕状似随意的开口：“哦，我没加过。”玉白寒觑着他平淡的面色，蓦地就想起两人当初加微信时，他不小心点出的收款码。口是心非的 ATM 路还在耿耿于怀呢。他就调出二维码，那要不要加一下？陆焕掏出手机，都行。好友对话框跳入列表。玉白寒这次没改备注，他和陆焕聊天都是在新账号上，就账号上改不改无所谓。他加完好友退出微信，一旁落在他屏幕上的视线缓缓收回。玉白寒收了手机，转头看陆焕一身正装，正想问人有关酒会的事，面前的人忽然朝他俯身，他话头一顿。陆焕凑近他颈侧，抹了香水。孙以清送的，刚刚洗完澡，看见就顺便抹了点。玉白寒一下抓住他的尾巴，指指点点：“你上次果然没有仔细闻，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闻？”他说着拽过陆焕，往自己身上拉。陆焕一下贴近了他的肩窝，温热的呼吸都落了上来。紧接着两只手握住了他的腰，微微一收，将他搂入怀里。玉白寒心口砰砰直跳：“好闻吗？”低沉的声音贴着耳畔响起，温热的唇擦过颈侧的细肉，像是轻轻碰了一下。热意一瞬从脖根窜起。玉白寒拽着陆焕的衣服，仰起头轻轻一颤，他情不自禁的把脖子靠过去，想要更多。自从接过吻之后，身体就像是被打开了某处开关，比以往更容易轻易被撩动起情绪。他轻喘出一口气，陆焕腰身被紧搂着，肩窝里拂过越发凌乱的呼吸。陆焕的唇又贴了上来，嘴唇张开，含住他颈侧的细肉，刚要用力，搁在床头的手机忽震了一下。陆焕停住，闭眼平复着呼吸，片刻缓缓松开唇。一瞬的沉溺骤然终止，玉白寒脸颊通红的看向跟前的陆焕，对方眼底欲念未散，抬眸看了他一眼，又转头拿了手机。那一眼烫得玉白寒心头一跳，他悄悄呼出一口热气，他们陆学长好像很不满足的样子。卧室里安静了几秒，接着听陆焕开口：“我该去酒会了。”玉白寒扭头看他，陆焕泛红的后颈从领口上露出来，乌黑的发间露出同样透红的耳朵，他心里痒痒的，酥麻未散的颈侧还萦绕着柑橘花香味。他暗搓搓开口：“你不喷点香水吗？小孙送的那个。”陆焕理好衣服转头，他那是三无香水。什么三无香水？玉白寒立马发出指责的声音：“小孙送的可都是好东西，怎么会是你？”陆焕，他什么时候送过正经的东西了？玉白寒看透，呵呵，嘴上说着不要，每次不都喜欢的不行？他看破不说破的转头出门：“你不喷就算了。”砰！卧室门关上。陆焕在屋里站了几秒，又脚步一转，走向书柜。他伸手拉开抽屉，看向躺在里面的香水，唇上还残留着柔软温热的触感，以及淡淡的柑橘味。他垂眼看了会儿，随即拿出里面的香水。酒会一直从傍晚持续到晚上10点。
陆焕回家时已经是11点多，酒会上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这会儿浑身热意都涌在了喉头，淡淡的酒气和他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香水闻着像是某种檀香混了点花香，温沉中带着淡雅，萦绕在他周围。陆焕松开领口走进门，刚到客厅，便听熟悉的听书声从侧厅里传来，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一些新鲜的词汇，直往他耳朵里钻。他将人困在怀中，清冷的雪松味混着甜甜的奶香，是信息素的味道。两种气味相撞的一瞬，两人便无法遏制本能的口在了一起。他们在信息素的牵引下，一次又一次的口和口，陆焕淡淡的香水味还萦绕在他鼻尖。他皱了皱眉，带着对送礼人一贯的不信任走进了侧厅，打断冯叔：“信息素是什么？”冯叔正听得老脸通黄，闻言一个机灵起身。他关了满屏幕口，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是会散发出独特的味道，让气味交融的双方沉溺于本能的某种物质。他说完，看陆焕神色凝重，垂着眼不知想了些什么，随后转身朝楼上走。楼梯口留下一道淡淡的声音：“知道了。”冯叔没想到先生对 ABO 的虚构设定感兴趣。楼上，玉白涵正在房间里看书，忽然就听门外走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他心头一喜，蹲到一枚晚归的陆指挥。他起身推门而出，只见陆焕正迎面走来，松开的领口上露出一截泛红的脖梗，分不清是酒色还是玉色。玉白涵顿时被勾了一下，几步走过去。然而他心心念念的陆指挥这会儿却没有第一时间朝他抬头敞开萝卜坑，而是低头看着手机，面色严肃，不知在和谁发消息，居然都不看一眼自己的萝卜。玉白涵脚步加快，往人怀里一扑，自动拱进不自觉的萝卜坑里，萝卜突击，被他抱住的身躯似乎蓦地一震，有略显慌乱的心跳从胸口传来，接着一只手搂住他的腰，摁了一秒，又要将他往外拎。别闹！玉白涵，他猛地抬头，将下巴搁在陆焕的胸口，抬眼看去，指责道：“你今天好冷漠，仿佛我们没爱过。”没等陆焕开口，他又闻到对方身上扑面而来的淡香。玉白涵愣了愣，随即惊喜的埋头猛吸了2口，模模糊糊的说：“好香。”脖梗被一只手掌握住，隐忍的声音从头顶落下：“司白涵，他身上清甜的柑橘花香还没有散去，混着陆焕身上的香味，竟意外的好闻。”陆焕拎了他2下没拎开，指腹便摁在他的颈侧一擦，带着流连沉溺的意味。玉白涵敏锐的觉出这是之前着吻被中断的地方，他心口涌上害臊而欣喜的热意。他们陆指挥果然是不满足，是不是酒会上也心心念念惦记着的？真是拿人没办法。他宠溺的侧过脖子，朝陆焕投去一眼，目光润润的：“亲吧。”陆焕眸色骤然沉下，像是压抑的情绪被掀开了一道缝隙，伸手拉过他，低头就咬了一口。玉白涵微微吃痛，抱紧了陆焕的腰。怎么回事？今天的陆指挥一来就好凶。咬在他肩窝里的唇齿松了松，搂在他腰后的手收紧了片刻，转而安抚似的揉了揉。玉白涵闭着眼睫，感受到陆焕那汹涌而矛盾的情绪，克制的爱欲。他在怦然的悸动中拉了拉陆焕的衣服：“没事，我喜欢凶一点，别闹。”隐忍难耐的声音截断了他的话。陆焕松开唇，像是在和什么做斗争。玉白涵轻轻拍拍他：“怎么了？”“亲一下而已，怎么跟上升到了人性层面似的？”粗沉的呼吸抵在他肩窝里盘绕了几圈。陆焕发间露出的耳朵通红，埋头抱着他闷声道：“身上还有信息素。”玉白涵出神，他听到了什么？玉白涵默了2秒，抬手把陆焕的脸扳起来，不确定道：“你是喝醉了吗，陆焕？”陆焕严肃：“没有。”面前这张脸泛着潮红，眼底还压着玉，呼吸混着淡香，如一股热浪卷来。玉白涵也跟着被烧得浑身一热。他捧着陆焕的脸，和人对视半晌。
在对方越发凌乱的呼吸中，玉白寒忽然懂了。他红着脸，羞涩而欣喜的垂眼：“你好会哦 ，ABO， 口口七什么的，不比拔萝卜更刺激。”他想着，便勾住陆焕的脖子，凑上对方的唇，配合道：“来吧，标记我。”嘴在半途被一只大掌捂住。玉白寒抬眼，一掌宽外，陆焕眉心微蹙，似是有什么新的疑惑，但转瞬又消失在涌动的欲念之下。他垂眼低喘了一下，一手钳住玉白寒的胳膊，哑声道：“去洗澡。”玉白寒两只眼睛从掌心上方露出来，眸光明亮，声音嗡嗡的：“我不是下午才洗过。”陆焕忍耐，去把香水洗了。玉白寒，他心头终于觉出一丝不对，不是要拿 ABO 的剧本和他 play 吗？在他细品间，陆焕已经松手起身，高大灼热的身躯立在他跟前。陆焕低眼看了他好几秒，又忍不住般俯身在他唇上轻吮了一下。玉白寒呼吸一颤，然后就看陆焕侧身摸了摸他的脸颊，眼底真正与爱欲交杂，接着转身大步走进了卧室，把屋门砰的一关。留在原地的玉白寒，不是 ABO play， 是放置 play 吗？他去敲了敲陆焕的门：“你在玩什么小把戏？”锁舌咔嗒一响，隔着一道门，里面传来了陆焕低哑的声音：“这种情况下不行，我先去处理一下。”玉白寒他在原地出神了半晌，脑海中的回忆渐渐勾连起来，从陆焕上楼凝重的发消息，到两人的相偎性激素，玉白寒蓦地一顿，随即不敢置信。等等，陆焕说性激素，难道是认真的吗？他几步冲下楼，拐过一道弯，就看冯叔正坐在侧厅的沙发上，如痴如醉的听着小说。可怜的 Omega 只能臣服于性激素，被口口驱使着，在口口的口口下度过了翻来覆去的7天7夜。好哇，破案了！果然，玉白寒看着始作俑者，微微眯眼，他视线太过强烈。冯叔从沉静的听书中察觉到从一侧传来的注视，转头便看见玉白寒正处在门口，顿时吓了一跳。他赶紧摁掉了手机，羞愧的起身：“白寒少爷怎么下来了？”玉白寒意味深长，探寻生命无法达成大和谐的理由，比如某个人以为自己会在性激素的作用下被他强制口口7天7夜不停歇，但那不也挺好的吗？真是的，玉白寒遗憾的叹了口气，转身上了楼。冯叔正在原地。怎么了？先生少爷都对 ABO 感兴趣？陆焕的卧室门关了一夜，活像个在一杆漆内独自舔伤的 Alpha。第二天，玉白寒起来，下楼就看见了正在餐厅里吃早饭的陆焕。两人目光一触，陆焕耳尖微红，垂下眼。玉白寒看来是没醉，记得还很清楚。他便也拉开椅子坐下，开始吃早餐。一顿相对无言的早饭吃完，玉白寒开口叫住陆焕：“你过来一下，我有事要和你说。”他说完率先起身走向侧厅。陆焕一顿应了声，跟在他身后。两人在侧厅沙发上坐下。玉白寒去着陆焕的神色开口：“昨晚你说的那个性激素。”陆焕呼吸微平：“以后不要再用了。”他看陆焕泛红的脸上尽是凝重，将要出口的话头一顿，凑过去故意问：“为什么？”陆焕说：“那不是正经东西。”玉白寒就伸手抱住他的脖子，唇角翘起来：“怎么不是？欧陆只会腻味了，不喜欢和你的萝卜贴贴了是不是？”“不是。”陆焕将他的胳膊扒下来，像是在很认真的阐释，那种事不应该是受到外物的控制，而且万一失控，玉白寒大喜，那可不好收场。两人四目相对，陆焕目光定定的。好吧，他们陆指挥是觉得这种事应该发自于情爱吗？真是一如既往的充满仪式感，又纯情满满。他心头一痒，忍不住捧着人的脸亲了一口。吧唧，真可爱。陆焕被亲的一愣，随即垂眼捉住人的手腕：“做什么？”玉白寒给他缓缓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你知道 ABO 吗？”陆焕不解：“
那是什么？去查吧，你查了就知道了。工作的电脑就摆在侧厅的隔断码台上。陆焕坐过去，打开电脑，认真查了起来。玉白涵趴在沙发靠背上静静观摩，随着网页一篇篇的浏览，陆焕神色先是一定，接着唇微微抿起，耳根处的薄红蔓延开来，逐渐漫上了整张脸。整个侧厅里安静了有好几分钟。玉白涵打破沉默，查到了吗？隔了几秒，陆焕细长的睫毛垂下，顿了顿又说，但我昨天问过孙以清，所以昨天上楼的时候果然是在给小孙发短信。玉白涵问什么了？陆焕却没再回答。玉白涵便扭头拿了手机，自己去问孙以清。背后的人好像还在浏览网页，不知道在查什么。他给孙以清发去消息，尤儿，昨天陆焕问你什么了？孙以清问我是不是提取了信息素放在香水里。这个思路很陆焕。尤儿，那你怎么回的？孙以清笑，尤儿，笑什么笑？快说！威胁。孙以清回的就是笑。他正和孙以清聊着天，便感觉背后陆焕走了过来。他回头，只见陆焕端着电脑在他身侧坐下，把屏幕侧向他，上面是有关信息素的百度。陆焕说，信息素是一种外激素，理论上也是可以被提取的。玉白涵看透了他的倔强，包容道，好了，我知道你在很努力的找补了，别挣扎了，越努力越尴尬。玉白涵伸手将他的电脑放在茶几上，腿一跨坐了上去，脸上微热的问，承认是你自己想要，有这么难吗？陆焕呼吸一乱，抬眼看向他。玉白涵带着羞涩小声追问，不想要吗？眼前的眸色转深沉。陆焕唇一抿，伸手握住他的腰，在脸上滚热的温度中凑过去亲了下玉白涵的唇，顿了顿，压低了声音，没有。其实早在看到 ABO 的时候，他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没有什么外物的作用，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生出的爱欲，在快要压不住时，正好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全都冲出来了而已。只是昨夜的情态太过放浪和羞耻，陆焕这会儿只能将人搂着，轻轻磨着唇瓣，又说了一声没有。这两声没有对他来说好像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羞耻心。玉白涵被陆焕的模样勾得心潮涌动，往前一蹭埋进了对方的肩窝，然后被硌了一下。他停住，小脸通黄的抬头，两人对视几秒，玉白涵跃跃欲试的蹭过去，接着一双手迅速将他作乱的腰身固住，他再次被成功擒拿。陆焕呼出一口热息，又不消停。玉白涵指指点点，刚刚是谁说没有不想要？双重否定，表示强烈的肯定。那他们陆指挥就是超级想要。陆焕深深的盯了他几秒，随即视线一落，抬手拉起他的胳膊。眼皮底下的这只胳膊纤白细长，皮肤白的透明，虽然在家里养了好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病态，但依旧能看清下方青色的血管，仿佛只要稍用点力就会把人弄折。好好锻炼。陆焕默了会儿，又抬眸对上玉白涵的双眼，把身体养好点。玉白涵一瞬敏锐，你在看不起我？说的就好像他会受不住似的，有什么狂风暴雨都朝着他来就是。他可以。腰背往前拉了一下，玉白涵腿一颤，随即在清晰的触感中和陆焕对上眼神，那双漆黑的眼底眸光凶厉，不是不近人情的那种凶，而是猛兽煨着食物忍着不下口的不厌足。陆焕按着他，你确定吗？玉白涵突然又不是很确定了，顾在他腰上的手松开，陆焕转而捏住他的脸颊，熟练的捏了2、3下，每天抽空锻炼，听到了吗？玉白涵嘴被捏得欧起，自动发声哦。没多久，陆焕便接了工作上的电话。玉白涵回屋准备学习，他一边上楼一边看了眼手机，上面是和孙以清还没聊完的消息。
他向人做最后确认。有耳，所以那就是正经的香水吗？孙以清，我一直都说很正经，是陆哥自己心理暗示，觉得有问题。推眼镜，行吧。好你个四眼仔小孙，竟然利用陆焕的疑心跟人玩空城计，不愧是研究脑子的，干得真好。玉白涵正要退出对话框，视线忽然又落在那句心理暗示上。顿了顿，他给人发了条消息：有耳，你上次说认识心理学上的朋友，能帮我引荐吗？司言庭还没被送进去，他要掌握先手，主动出击。而且他这副被世界设定调整过的身体，还残留着洗脑带来的生理影响，最好也一并调节过来。孙以清，好，我帮你问问。玉白涵道过谢，便关了手机回屋学习。孙以清的效率很高，只隔了一天就给他回了信，说是联系了那位朋友，但对方最近比较忙。如果玉白涵着急，对方可以再帮忙引荐自己的老师，是业内泰斗，经验和阅历更加丰富，人品也信得过。玉白涵回了句可以，约好了看心理医生的时间。玉白涵去书房跟陆焕说了一声，后天下午3点我要去咨询心理医生，小孙带我过去。大概是上次摔三儿给名片的时候，他就和陆焕说过心理医生的事。这次陆焕也没有深究，只是从书桌后抬眼看了他片刻。我陪你一起去。玉白涵立马喜滋滋的，好吧，准了。他还对 ABO 的剧本念念不忘，一杆七的 Alpha 果真粘人。陆焕似笑非笑的盯着他。到了隔天下午，玉白涵和陆焕一起出门。孙以清从实验室直接过去，三人约好在省医院门口会合。出门前，玉白涵照例换了件宽松的 T 恤。他从卧室出来时，陆焕已经等在了走廊口。他几步走过去，拉了陆焕的手，走吧，粘人的 Alpha。陆焕低眼看着他，我们白涵很喜欢这个设定。那当然。玉白涵脸上黄扑扑的，他扭头看了陆焕一眼，忽然又停在楼梯中间，蠢蠢欲动的问 ABO 的设定你上次都看过了是吧？陆焕脚步停下，不知想到了什么，他眼底起了些热意。玉白涵就拉拉他的手指，那你要不要标记下你的 Omega？ 手被蓦地扣紧，粗糙的指腹像是被说动般摩挲着他的指骨。片刻，一只手揽过他的腰，陆焕将他按进了怀里，露出他纤长光洁的后颈，然后低头在上面咬了一口，唇齿微微用力，留下一圈牙印。玉白涵埋在陆焕怀中，不自觉揪紧了对方的衣服。他稍吃痛的呼出了一口气，心头却莫名满足。好刺激！身前的人松了口。陆焕起身摸过他颈后的牙印，痛吗？玉白涵诚实的应了一声，又抿着唇羞涩抬眼，但是很喜欢。陆焕喉结动了一下，稍用力的摁下那圈牙印，要出门了，别撩我。说完拎着他下了楼梯。玉白涵，他心底暗戳戳的品味，他们陆指挥还会说这种话呢。两人出了门，依然是陆焕开车。大概因为玉白涵看的是心理医生，所以这次陆焕没叫上樊玲或者其他亲信，一路将车开到省医院。他们就在门口成功捕捉了一只还戴着黑框眼镜的孙以清。孙以清见了两人，推了下镜框，陆哥，白涵。陆焕深深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玉白涵问，今天不在学校，你怎么没带隐形？孙以清转头领着他两人往医院里走，差不多开学了，我已经回了实验室，待会儿把你们领过去，我还要顺路去看看有没有新脑子可蹲。跟着人一路轻车熟路的到了精神科，穿过走廊尽头就是一间很大的咨询室。咨询室的门正关着，孙以清看了眼时间，还有10分钟，里面应该在接待其他人，我们在这等一等。玉白涵，行。三人站在门外边等边聊天。玉白涵和陆焕站在一侧，孙以清站在他两人对面。聊到一半，玉白涵转过头朝陆焕说话，
他身体一侧便斜对向了孙以清。T 恤的领口上方露出了半圈后颈的咬痕。对面，孙以清似是蓦地一定。玉白寒和陆焕说完话，扭头见孙以清神色微正，看着似在出神，不由问：“你怎么了？”这一声像是将对方的思绪拉了回来。孙以清向来运筹帷幄的面上罕见的浮出了匪夷所思的神色。他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向陆焕，带着几分玩脱了的口吻，惊疑不定：“你真把他给标记了？”那声质问回荡在空荡的走廊里。玉白寒瞅着孙以清脸上逼真的震战，也很吃惊，这 ABO 的剧本怎么还有群演？好刺激，好新鲜！他立马沉浸在戏里，羞难解释，临时标记而已。孙以清淡定的神色一瞬破裂。陆焕深吸了一口气，头疼的捏着眉心，正要开口，旁边咨询室的门突然打开，一名精神科的心理医生探出头来，面色一言难尽。他目光先是在玉白寒后颈上落了一下，接着用看神经病的眼神扫过三人。3名患者是吗？都进来吧。那名医生说完，看三人没动，又拿出登记册。他放缓语调，像是怕惊扰病患情绪，里面马上就结束了，你们先来登记一下。孙以清率先退后一步，他推了推眼镜，意味深长的看了陆焕和玉白寒一眼：“不是，我只是来送他们的。”他们？陆焕给他看回去，双手揣着兜，语调淡淡：“我倒觉得你们可以一起去看看。”你们2次都被默认包含在内的玉白寒。他皱了皱眉，不悦的朝两人扫去一道视线。陆焕和小孙，这是什么意思？刚刚不还挺投入的？一个二个，现在开始撇清关系了。他出声指责：“你们都别争了。”门口的医生出声打断，一视同仁的招招手，都进来登记。咨询室分了内外2间。进了大门，门口就是一张弧形的接待台，旁边还有等候区，摆放着沙发茶几，里间的门还没打开。玉白寒先登记了个名字，陆焕和孙以清都站在他身后，谁也没动。旁边的医生欣慰的看了玉白寒一眼，又摇摇头看向陆焕2人，随即习以为常的走到一边。玉白寒看得咯吱一乐，他转头对着陆焕指点：“瞧你们这些讳疾忌医的！”陆焕伸手捏住他的脸颊，垂眼道：“你在高兴什么？高兴他觉得你还有救。”在他们说话时，里间的门开了，一名咨询者道过谢走出来，接着就看一个约莫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穿着随意而整洁，面容和蔼。先前的医生叫了声陈老师，然后示意对方看向玉白寒这边，一位已经登记好，还有2位不配合。陈天狼朝这边看来，孙以清正色点头招呼：“陈老师，我是孙以清。”陈天狼恍然，接着对医生解释：“这几位都不是患者。”医生一瞬迷惑，仿佛陷入了自我怀疑：“那难不成我是患者？”玉白寒按下心虚，跟着孙以清从他身前晃过去，和陈天狼打招呼。双方很快介绍完毕。孙以清道了个别，就去隔壁蹲他心心念念的脑子了，只剩下玉白寒和陆焕还留在这里。陈天狼对玉白寒道：“来，我们进去说。”玉白寒跟上去之前，又看了眼陆焕。陆焕站在原地没动：“我在外面等你，顺便去把肺缴了。”玉白寒心动：“你今天好 A？” 陆焕看透，柔声问：“ATM 的 A？” 呀，也不完全是。还有这个玉白寒朝陆焕点点自己的后颈，然后在旁边医生越发迷惑的目光中，跟着陈天狼走进门里。里间的门一关，隔绝了外面的声音。玉白寒坐到茶几对面的沙发上，屋里弥漫着令人放松的香味，茶几上还摆了花果茶，整个房间的色调令人舒心。陈天狼坐到他对面，朝他笑了笑，对方的神色很随和，没有那种刻意在观察定义一个人的冒犯感。玉白寒也跟着放松起来，他们2人先闲聊了几句，陈天狼这才切入主题，想咨询些什么。玉白寒开门见山，
催眠。陈天狼表情顿时严肃起来。玉白寒解释，我之前被催眠过，想了解一下催眠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反向催眠或者防止被二次催眠的办法。陈天狼沉吟片刻道，要具体解释起来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他是在你放松或者专注的状态下对你做出心理暗示，对方不需要对你有很深的了解，但需要你处在信赖或松懈的状态，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警惕心和防备心。至于反向催眠，对于你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反向催眠一个专业的催眠师。玉白寒若有所思，几乎不可能，那意思就是还是有可能。他正想着，又听对面陈天狼说，记住把自保放在第一位。他抬眼朝对方看去，只见对方温和的眼神中透着几分凝重和无奈，仿佛看透了他的想法。玉白寒，哦，专业读心，敏锐度都快赶上他们陆指挥了。他便收敛了心神，换了个话题，还有，我之前被催眠还残留了一些生理反应，想要调节过来。陈天狼适时的顺着他的话头应道，行。两人在沙发上聊了会儿症状，陈天狼又给他定制了几套恢复方案。玉白寒正细细看着，忽然听对面传来一声感叹，很难想象你在身体还残留着后遗症的情况下，心理居然恢复得如此。那张嘴在中途停顿了一下，积极阳光。玉白寒抬眼，隐隐瞥见了从陈天狼舌尖划过的那句自由奔放。他微微眯眼，有趣。玉白寒解释，我生性比较活泼。陈天狼和蔼的脸上浮出一丝嗔怪，谦虚了，这哪是比较，是相当。心理咨询结束，玉白寒起身，在陈天狼充满感叹、兴趣盎然，仿若观察珍稀病例的目光中推门走出去。门开，坐在等候区的陆焕一下起身走过来，怎么样？陈天狼赞叹，简直是疑难杂症。陆焕面色瞬间紧绷，眸光沉下来。接着陈天狼又啪一声抚掌，语调拔高，同时也是医学奇迹。他说着拍拍玉白寒的肩，对陆焕道，自愈的非常好，相当出乎意料。按照那几个方案试试，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很高。陆焕紧绷的神色一松，好。同陈天狼道过别，两人一起出了咨询室，穿过长长的走廊，外面的天光透过一侧的窗户，在地面上落下一块块方形的光格。陆焕侧眼看向玉白寒，真的没事？玉白寒扭头对上他的目光，一下弯起唇角，扑过去抱住陆焕的腰，这么紧张你的 Oh my god。 上方静了2秒，又落下一声低沉的嗯，随后玉白寒的后颈皮就被拎了起来。陆焕避开他在磕磕绊绊间踢向自己的那几脚，好好走路。还有他在擦肩而过的那名医生频频的回首中对玉白寒道，不要在精神科里玩角色扮演，知不知道？玉白寒收回手，虚心受教，哦，好。陈天狼给的方案被打印在了纸上，拿回家里。其中一条就是多运动。陆焕坐在客厅，将方案全部浏览完，然后指着运动那条对玉白寒说，看见了吗？从今天起固定一个锻炼的时间。玉白寒乖乖应下。他对身体健康还是比较重视，毕竟身体就是色色的本钱。他说着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就是不知道最近晴雯有没有时间，一道视线突然从旁边落在他身上。玉白寒转头就看陆焕正抿着唇看向自己，他反应了1秒，随后迅速将手机关上，肯定没有时间，晴雯忙得跟陀螺一样。他说完一本正经的问，陆教练能带我吗？陆焕顿了几秒，像是在思索，然后也同样正经的开口，行。玉白寒眯眼，跟他对着装呢。说好锻炼，他们晚上就去了3楼的健身房。3楼健身房就跟外面的健身馆一样，各种器材应有尽有。陆焕先带玉白寒热了身，又监督着他上跑步机，随后才去一旁做别的练习。
真像是个尽职尽责的教练一样。玉白寒在跑步机上慢跑，正对他的是一面宽大的镜子，从镜子里正好能看见背后做训练的陆焕。后者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短袖 T 恤，双腿分坐，大腿的肌肉微微隆起，两臂在举重时肩背蓄着一股爆发力。一组坐下来，陆焕除了脖子泛红，出了点薄汗，就连大气都没喘。玉白寒瞅着他，忍不住发出惊叹又羡慕的声音，陆教练好厉害。陆焕从镜子里对上他的眼神，抿了下唇，起身，跑步的时候别到处看，会摔。他说完，转头换了个器材。玉白寒干脆从跑步机上下来，凑过去问：“这是什么？”陆焕说：“做卷腹的。”玉白寒把器材一拍：“那不就是仰卧起坐？来，白寒给你摁着做。”不，陆焕话到一半，对上他跃跃欲试的目光，又顿住。两人到了瑜伽垫上，玉白寒按住陆焕的脚踝，陆焕坐得很轻松，一仰一握间，两人呼吸近了又远。宽大的 T 恤下摆翻起，露出紧实的腹肌。玉白寒视线一扫，小脸通红，他正目光灼灼的观赏着，对面动作一停，朝他看来。怎么了？玉白寒红着脸，轻轻指责：“你怎么乱放信息素？”他将人看了几秒，忽而像是很轻的一笑，伸手牵起玉白寒滑落的衣领，往上拢了拢，毕竟是1.7的 alpha， 体谅一下。玉白寒被他笑得心神一样，神情恍惚，怎么回事？陆焕难不成还真的会放信息素？他手心下陆焕的身体是烫的，对方朝他看过来，眼神也是烫的。玉白寒暗搓搓的凑过去：“你知道那种校园文里面主角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一定会亲亲吗？”陆焕垂眼看着他，语气听着像是很稳定：“为什么要在仰卧起坐的时候亲？”玉白寒摁住他脚脖子：“浪漫，计时之内做不完怎么办？”好学神的角度把他都给问住了。玉白寒盯了陆焕几秒，随即伸手将人往后一推，起身顺着陆焕屈起的膝盖滑了下去，坐在人腰腹上。哪有这么多问题？一点都不懂情趣。刚坐下，他的腰就被一下握住，陆焕气息终于乱了几分，胸口起伏着朝他看来：“你在做什么？”玉白寒小脸通黄，理直气壮：“缩缩吧。”陆焕看了他几秒，目光幽深，搭在他腰侧的手艺有所指对点了点，的确是4胞胎兄弟。玉白寒反应了片刻，蓦地想起了酷爱缩缩版的霍家3兄弟，他一把扣住陆焕的手腕，不满对动了动：“陆教练是怎么回事？跟我在一起还提我别的兄弟？”对面嗓音骤然一沉：“别闹！”清晰的感受传来。玉白寒撑坐在陆焕身上，看对方脖根潮红，眼底玉色浓稠，就像是一头拴着链子的猛兽，在引人去拨弄挑衅。他顿了顿，凑上去亲吻陆焕的唇。两人刚运动过，浑身都是热的，温度让人沸腾。陆焕一开始还能稳着不动，到后面渐渐被勾得呼吸粗重，松开了握在玉白寒腰侧的手，转而拖住他吮吻。在越发昂然的热意中，玉白寒忽然被猛地一拖，整个人瞬间腾空。他一下抱住陆焕的脖子，勾住人的腰身。陆焕就着这个姿势站了起来，上下颠倒，低头缠着他的舌头亲吻。升腾的热度中，他脚步一转往楼下走去。楼梯层层阶阶，走动间一下下硌着。玉白寒颤着睫毛轻哼了2声，又被陆焕灼热的唇舌堵住。他浑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汲取，只知道将人搂紧。他被陆焕拖着，一路穿过走廊，进了卧室，压在床上，承受着落下来的铺天盖地的亲吻。恍惚间，玉白寒听见了锁链松动的哐当声，一片眼花耳热中，那声音又是一停。上方陆焕撑起身来看着他，伸手按住他微肿的唇，声音低哑：“不想锻炼，故意的。”玉白寒陷在被子里，呼吸都还没平复下来。好厉害，他还是第一次被亲的话都说不出来。他朝上方的陆焕看去，相视几秒，陆焕又低头在他唇上咬了一口，汗水从上方滴落下来，没入他额间，像是被灼烧出来的。
玉白寒伸手揪住对方的衣襟，被热得一阵迷糊。咬住他的人终于松开了。陆焕垂眼看着他，好像很轻的笑了一下，亲一下就成这样了，还想要别的？玉白寒倏地朝人盯去，但因为脸颊绯红，看上去并没什么力气。陆焕看了他会儿，顾着他的腰，将他提起来，呼出一口热气，回去洗澡。玉白寒抿了下唇，哦。他往床下一迈，腿忽然一软，接着就被一把捞住。他转头对上陆焕充满欲色的眼底，又心痒痒的凑过去贴了一下。陆焕呼吸微乱，伸手抚了抚他的颈侧，一个吻意犹未尽的亲完。玉白寒拉下陆焕的手，那我回去了。陆焕轻轻嗯了一声。玉白寒站在原地看了陆焕几秒，然后转身出了房间。两人手指分开时还勾缠了一下，像是恋恋不舍。接着砰一声关上了卧室门。屋内，陆焕在床前站了良久，直到汗水滑落，阴湿了身前的床被，他才抬手用手背轻轻碰了一下发烫的耳根，然后抿了下嫣红的唇，转头去浴室打开了冷水。从浴室出来，床上依然凌乱。陆焕在床边看了几秒，手指一拳掀开被子躺进去，关上了床头灯。开了冷气的房间里安安静静，沁凉的月色从窗帘缝隙间落进来，却好像依然降不下室内的温度。陆焕躺在床上闭着眼，不知从何时起，一些支离破碎的猩红画面已经被另一个人的神色眸光所取代，新鲜而滚热的情绪全都涌了上来。他喉结动了动，心口一片微热，一只胳膊搭在被子外面，手心下的床被柔软，沾染着另一个人的气息，像是两人分别前那个吻一样暧昧留恋。陆焕沉下呼吸，带着温热的回味慢慢睡去，意识逐渐沉落。不知过了多久，朦胧的睡意中，他心头某个地方蓦地一动，随即他一下睁开了眼，入眼依旧是那片天花板。陆焕盯着天花板出了会儿神，掀开被子坐起身。寂静的夜色中，不舍吻别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陆焕垂着眼，眉心渐渐蹙起，后知后觉的陷入了沉思。所以他们为什么还在分房睡？第二天早上，玉白寒下楼吃饭。他今天起晚了点，昨天被他们陆指挥聊出了一身火，他晚上在床上小脸通黄的滚了半天才睡着。玉白寒到楼下时，就看见本来该去公司的陆焕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脑。他在客厅门口探头，你没去上班？陆焕从沙发上抬眼，眸光动了一下，今天不去公司。哦。玉白寒看他跟前还摆着电脑，大概是在工作，便转头去餐厅吃早饭。餐厅里早餐已经备好，玉白寒坐下，正吃到一半，又看陆焕从外面走进来，坐到他旁边。这会儿早起居家，陆焕的额发便随意的搭了下来。他身上还穿着柔软的居家服，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柔和。玉白寒看得满心欢喜，忍不住偏头问，来陪你们白寒学员吃饭？陆焕嗯了一声，顿了顿，又状似闲聊的问，你昨晚睡好了吗？昨晚。玉白寒心头一骚，抿了口牛奶，还可以。他说完没听见陆焕的回话，对方看着像是在酝酿什么。玉白寒就放下杯子凑过去，怎么了？你睡得不好吗？呼吸靠近，陆焕视线往他唇上一落，接着抽了张纸巾给人嘴角一擦，没怎么睡好。一些死去的回忆总在反复的杀死他，比如谁让你上床的？我不习惯和别人一起睡。从今天开始，你搬去次卧，简称为通宵回忆杀。陆焕现在一想起，脖根还在隐隐发燥。他搭在桌面的手指局促的一拳，漆黑的眼看向玉白寒，等着人继续发问。两人四目相对，玉白寒瞅着陆焕的神色，看着是没什么精神。难怪今天都待在家里没去上班，是因为昨晚和他一样在床上滚来滚去吗？他小脸一红，害羞的伸手捧住陆焕的脸颊，贴心道，那你今天补会儿觉吧。
陆焕从他手心书地抬眼，陆焕薄唇一动，正想说什么，又看玉白寒收回了手，咔嚓咔嚓的嚼着沙拉里的菜叶。正好我今天约了刘敬慈一起去图书馆对题，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将要出口的话一指，陆焕指尖搭了搭桌面，怎么没听你说？玉白寒继续咔嚓咔嚓，他昨晚睡前给我发消息约的，怎么了吗？没事。陆焕转而拿起手边的水喝了一口，抬头看向门外的庭院，好好学你的。陆焕不知为何也跟着他一路走上来，站在一旁看着他收。玉白寒在陆焕的注视下，又从楼梯下到大门口，直到换好鞋，陆焕还跟在他身后。他扭头看过去，抿着甜意，假装指责：“你好粘人，有这么舍不得你们白寒吗？”陆焕出乎意料的嗯了声，他嗯完还定定的朝人看去，像是有什么未尽的话语。玉白寒对上陆焕的目光思索2秒，哦，这是在向他撒娇？他就宠溺的伸手勾住陆焕的脖子，垫脚亲了一下，噗噗拍打陆焕的脑袋。那我下午早点回来吧。陆焕2撮头发被他扑得翘起，目光沉沉。哦，真可爱。玉白寒愉悦的朝他海报挥手，拜拜。说完，砰一声，反手关上了大门。玉白寒和刘敬慈约在了 C 大图书馆。他到了 C 大，就给陆焕发了条消息：尤儿睡了吗？对面回得很快，还没有。玉白寒头顶冒出个问号，这都1个小时了，怎么还没睡？尤儿是在等我吗？隔了半分钟，陆焕消息回过来，是。尤儿，现在我已经到了，你快睡吧。施法立马变困，他发完甜滋滋的收了手机。真是爱操心的陆指挥，非要等他报完平安再睡。玉白寒进到图书馆，刘敬慈已经到了。2人在图书馆待了一上午，中午就在学校里吃午饭。玉白寒又给陆焕发了条消息：尤儿睡醒了吗？醒着的。玉白寒估摸，看来也没有睡多久嘛。尤儿，我中午吃这个。他一边和陆焕发着消息，一边跟刘敬慈聊着天。中午吃完午饭，又回图书馆继续看书。差不多到下午4点半的时候，题都对完了。刘敬慈问：晚上一起吃饭吗？玉白寒想到家里有个粘人的陆指挥，就笑了一下说：不了，我回家吃。刘敬慈一脸了然，有老公就是不一样啊，那你回去吧。玉白寒，拜拜，下次约饭。等他们陆指挥度过了易感期再说。回家时依旧是华武来接。玉白寒坐在车里和陆焕发预告函：尤儿，你的白萝卜正在靠近。他发完揣着小欢喜放下手机。另一头收到消息的陆焕正坐在卧室里，他看向屏幕上那颗胖乎乎的白萝卜，盯着出了几秒神，然后退出微信，心底生出几分焦灼。陆焕抬头望了一圈，他卧室很大，大到好像只住了他一个人，就显得有点空荡。默了几秒，他又起身去抽屉拿出那瓶香水，往屋里喷了喷，檀香混着花香在空气中弥漫。陆焕指尖抵着香水瓶，原地定了会儿，然后在羞耻与本能的拉扯中，抬步走向了隔壁卧室。他要把人的东西搬到自己屋里来，大概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即使周围没人，陆焕的耳根也不自觉泛起薄红。他立在玉白寒的衣柜前，从里面拿了2套后者常穿的睡衣，正要走，余光一扫，又瞥见了旁边放贴身衣裤的收纳柜。陆焕面上的潮红蓦然加深，他没去碰，只移开目光，拿了睡衣回屋。他回到卧室，将玉白寒的衣服放到了床尾，正对着卧室门，对方一眼就能看见。做完这些，陆焕呼出一口热气，走到桌边坐下，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看起电脑来。玉白寒到家时差不多5点半，厨房里正在做饭，冯叔在客厅和他打了个招呼。玉白寒探头探脑，陆焕呢？冯叔说先生在楼上呢。玉白寒点点头上了楼，刚走出楼梯口，前面的卧室门便
哐的一开，简直像安了雷达一样精准。陆焕正站在门口朝他看来，玉白寒眼睛一亮，一个萝卜龟坑扑过去，我回来了，是不是想你们白寒想的不寝不眠？他稳稳地栽进陆焕怀里，紧接着一只手捏上了他的耳垂。陆焕低眼朝他看去，唇抿了下，像是无声的回了个嗯。玉白寒，怎么回事？感觉今天的陆指挥有种悄摸摸的主动萦绕在身边。他正想说什么，忽然闻到了熟悉的香水味。玉白寒话头一指，顿时来了精神，一秒入戏。陆指挥，你房间里有好浓的信息素。陆焕顿了顿，你不是喜欢这个味道吗？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玉白寒感觉陆焕边说着话，好像还边把他往屋里抱了一点。他就趴在陆焕肘弯往屋里嗅了嗅，配合道：那我是不是也该被诱导发话音一顿？床尾两套熟悉的睡衣蓦然映入眼帘。玉白寒，他看了眼睡衣，又扭头看了一眼陆焕，迟疑道：没看错的话，那好像是我的睡衣。陆焕眼角泛起热意，垂眼看着他，两人一上一下的相视了几秒。玉白寒忽的恍然，筑巢期。玉白寒心口小鹿乱撞，了解的挺透吗？还知道 Alpha 在易感期内有筑巢行为，好色色哦。陆指挥他大方分享，还要吗？我还有别的衣服。陆焕嘴唇一动，不知想到什么又闭上。好。玉白寒就从他怀里钻出来，兴冲冲的跑回屋，挑了几套自己常穿的衣服，又抱了满怀送去陆焕的屋里。他在陆焕的注视下，把自己的衣服往床上堆起来。他脑海里甚至已经出现了他们陆指挥满脸通红，埋在他衣服堆里度过易感期的样子。真是好可爱。玉白寒堆得心神荡漾，堆完转头问陆焕：够了吗？陆焕瞥了一眼，差不多。日常穿的衣服都自己搬来了。玉白寒满意的打量，我也觉得差不多了。两人正说着，冯叔便上来叫他们吃晚饭。玉白寒伸手拉了陆焕往楼下走，用冯叔听不见的声音小声夸赞：你真是越来越娴熟了，非常好，你们白寒很喜欢。陆焕像是呼出口浊气，我们白寒喜欢就好。两人在楼下吃过晚饭，玉白寒正要和陆焕上楼，就看后者在楼梯口停下，站在原地看向他说：你先上去吧，我要出趟门。这会儿吗？玉白寒看了眼外面西斜的夕阳，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陆焕说：不用，你不是还要看书？玉白寒，那我在家萝卜蹲你。送走陆焕，他转头回屋看书。从陆宅进主城区，来回车程大概是2个小时。玉白寒在屋里看书时，还收到了陆焕发来的消息。鱼喜欢什么颜色？有耳，黄色。有耳，不是你想的那种。鱼，我还什么都没说。玉白寒露出看透的目光，呵，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东想西想什么。等到8点半的时候，陆焕终于回来了。玉白寒一瞬敏锐出坑，成功在主卧门口捕捉了一枚归来的陆指挥。陆焕手里正提着袋子，袋子打开，里面是2条毛巾，一对牙刷杯，款式一看就是情侣款。玉白寒扒着口袋往里瞅了眼，又抬眼看向陆焕，眸光闪闪的充满了惊喜。他们陆指挥真是越来越会了。家里备用的牙刷和毛巾有很多，但没有情侣款式的。好用心，还亲自跑出去买。玉白寒牵了牵口袋，对陆焕说：拿出来我看看。陆焕就把毛巾和牙刷杯拿了出来，上面的图案都是拼在一起的，毛巾是画了个心形的心电图，牙刷杯是2只猫猫，一黄一蓝，有点土土的，又有种反差的可爱。玉白寒满心喜欢的从陆焕手里拿走自己那份，那我就拿回去了。话落，面前陆焕又倏地抬眼，他琢磨了2秒，随即无奈的仰起头亲了下陆焕。好吧，奖励你一个亲亲。还是那个粘人精。玉白寒说完，欢快的拿着毛巾、牙刷杯回屋，转头就摆上了浴室里的洗漱台。
然后怀着愉悦的心情继续看书。看到晚上10点半，他合了书去浴室洗漱，洗完出来便用新买的情侣毛巾和牙刷杯刷牙洗脸。面前的镜子里映出他刷牙的模样。玉白寒瞅着手里的牙刷杯，有图案的一侧正对向镜面，猫猫的尾巴卷起来，是半个爱心形。手边的毛巾也是心电图画了一半。他瞅着瞅着，忽然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尤其是这空落落的一半，就好像和该跟另一半靠在一起。几秒之后，玉白寒动作蓦地一顿，他嘴里含着泡沫，微微出神。从今天早上开始到傍晚的回忆在此刻串联起来，没怎么睡好。在等我吗？是。你不是喜欢这个味道？还有堆在床尾的他常穿的睡衣，和该拼在一起的情侣毛巾和牙刷杯。玉白寒心头一震，终于回神。主卧浴室里，陆焕洗完澡出来，将浴衣随意拢好。他走到洗漱台前，拿起毛巾和牙刷杯，垂眼默了几秒，这才慢慢洗漱起来。洗漱完，陆焕又将孤零零的牙刷毛巾放了回去，心底的空荡感越发明显。他抬眼往镜子里头去一瞥，被水沾湿的额发划过凌厉的眉骨，墨色浓稠的眼底透出一股不满足感。半晌，陆焕低喘出一口气，像是下定了什么突破羞耻的决心，转头往门外一走，哐的推开了浴室门，门刚细开一道尺宽的缝，熟悉的柑橘味混着屋内的檀香扑面而来。陆焕心头猛地一跳，将门一把推开。门口正对着前方的大床，只开了盏床头灯的屋内光线微暖。只见床上被子一动，玉白寒的脑袋从鼓鼓的被子里冒了出来。陆焕呼吸微平，你怎么？玉白寒身上还穿着他的睡衣，两手正牵着背沿，露出的脸颊红扑扑的，淡色的唇抿起，一双乌亮的眼睛朝他盯来。折腾一天，不就是想要这个？一只手伸出被子朝他扑扑拍床，还不快进来？暖色的灯光映在玉白寒眼底，眸光润润的。陆焕有那么几秒，只听得见自己胸口骤然加速的心跳声。片刻，他回过神，在心潮汹涌的推动下，几步走过去，一手撑在床榻空出的一侧，朝窝在被子里的人垂眼看去。他目光落在玉白寒穿的睡衣上，深蓝色的睡衣稍显宽大，领口一圈松松垮垮，露出修长的脖颈和漂亮的锁骨。是他的睡衣。陆焕眼底微沉，抬手捻了下领口的边缘，低声问：怎么穿的这个？玉白寒顺杆子一爬，伸手去抱他的脖子，你把我的睡衣都拿去筑巢了，口口气的 Omega 只能用沾了 Alpha 信息素的睡衣安抚自己。清甜的柑橘味在拥抱间萦绕在鼻尖，口口气的 Omega 戏还挺全的。陆焕心口发烫，又没忍住很轻的笑了一下。他一手按住玉白寒的颈侧，然后俯身在对方肩窝里轻准了几下。玉白寒呼出一口热气，侧头将大片脖颈露出来。他整个人陷在被子里，被陆焕压着亲脖子，浑身上下都被对方的气息所包围。陆焕流连的亲吻中带着索求和满足。玉白寒在急促的心跳声中想，看他们陆指挥欲求不满成这样还憋着，还好他这个贴心的 Omega 反应及时。正想着，锁骨又被重重准了一口。他唇边蓦地泄出一声轻声，落在颈侧的吻停了停，灼热的呼吸撤开了点。紧接着被子一掀，陆焕躺了进来。玉白寒顺势往自己的专属萝卜坑里娴熟的滚去，一只胳膊便接住了他，往怀里一圈。陆焕搂着他右长臂，一声关了灯。啪！屋里陷入静谧的黑暗。玉白寒心满意足的窝在陆焕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枕着。刚刚枕好，就听头顶落下陆焕的声音：你的毛巾和刷牙杯呢？玉白寒猛然惊觉，忘拿过来了。陆焕说：明早去给你拿过来。哦，那次窝要收拾出来吗？他说话时，嘴唇擦过了陆焕的锁骨，搂在他腰上的手
微微收紧。头顶的人默然半晌，然后说：“留着备用。难不成还要把萝卜赶回原来的窝？”玉白寒警觉地动了动，备用什么？腿上一抵，他动作一下顿住。2秒后，玉白寒暗搓搓的伸出不安分的手，顺着陆焕身前往下落去，小脸发热的碰了碰，是因为这种情况。乱动的手被一把抓住，陆焕浑身裹着一股热浪，将他往身前搂紧。不是，这种情况也不用，贴着的地方很烫。陆焕的心跳好像从胸口传了过来，又急又重。玉白寒贴他的心跳，那是什么？跟前安静了几秒，接着一只手抬起来，将他眼皮子一抹。陆焕哑声：“睡觉。”玉白寒关着心灵的窗户品了会儿，片刻，他黄扑扑的往陆焕怀里一埋。哦，是在这张床不能睡的时候。第二天早上，玉白寒在陆焕的动静中醒来，他睡得朦朦胧胧，感觉到陆焕先起了床，洗漱完又出了房间。等他从睡意中醒来的时候，就看陆焕已经从他隔壁的卧室里拿了牙刷杯和毛巾回来，径直走进了洗漱间。他们的情侣款。玉白寒一个萝卜打挺，从床上爬起来，他跟着溜进洗漱间。陆焕放牙刷杯的动作一顿，转头问：“你现在洗漱？”玉白寒从他手上捞过牙刷杯：“快，给你表演涮萝卜。”陆焕就站在一旁观看他涮他自己。等他涮完，陆焕又从旁边接过牙刷杯和毛巾摆在了一边。玉白寒看陆焕把情侣毛巾和牙刷杯摆好，咯吱一乐：“我们陆指挥摆得好细致。”陆焕收回手，状似随意，习惯了摆整齐。玉白寒看透，行吧。他就假装没看见他们陆指挥把图案对得整整齐齐。他转头去外面拿手机：“你等一下，我拍个照留念。”他拿了手机回来，陆焕还等在洗漱台前。摄像头打开，正对着那对毛巾和洗漱杯。两人对面就是宽大的镜面，相机画面的一角露出两人的身形。玉白寒正抬手要拍，一只手忽然飞快的从他背后绕过来，牵着他的衣摆往下扯住。他转头，陆焕耳垂微红：“注意点。”玉白寒顺着陆焕的视线往下，他身上还穿着对方的睡衣，先前因为睡裤太大穿不上，正好衣摆够宽能遮住腿根，他就干脆没穿。这会儿拍照抬手，衣摆就撩了起来。玉白寒羞涩，大意了。他把手机塞给陆焕：“那你来拍。”陆焕接过来，仔细的审核了一遍画面，这才拍下一张，将手机还给玉白寒。玉白寒叹为观止，不愧是陆审核。他照例发了条朋友圈，评论区的画风还是没有一丝丝改变。旁边陆焕低头瞥了一眼，红着耳朵一言不发的出了浴室，把洗漱用品和常用的衣服都搬来主卧后，玉白寒正式挪了坑，但学习用的书太多，便没搬过来。反正陆焕白天都在公司，他白天就回次卧学习，等晚上再栽回自己的萝卜坑。转眼间开学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天气渐渐入秋，在经历最后一波盛夏的余热过后，气温就要陡降。这几天早餐时间，冯叔都会播报一下天气，从后天开始会下雨。先生出行路上当心，白寒少爷在家里也记得添衣。他播报的语调抑扬顿挫。玉白寒微微眯眼，冯叔是被荼毒太深了吗？怎么念个天气预报都带了股狗血的腔调？他正品味着，就听陆焕问：“你周五不是要去图书馆？”玉白寒收回思绪：“约了刘静慈。”陆焕：“记得带把伞。”玉白寒欢快：“知道，看给你操心的。”冯叔的天气预报虽然带着古早味，但依然精准。周五早上，玉白寒出门就看天是阴的，他备了把伞，华午将他送去了 C 大图书馆。C 大已经开学了，玉白寒到时图书馆里人不少。好在刘静慈是本校生考研生，提早申请了座位，
把桌子分了人一半。两人坐下开始看书。中午的时候，窗外开始飘雨。刘敬慈往外望了一眼，忧心道：完了，我没带伞。玉白涵说：我带了，下午捎你回宿舍。刘敬慈安心，那感情好。下午的时候，雨势渐大。玉白涵和华武说好4点半到校门口来接他。4点1刻的时候，刘敬慈看了眼手机，我怕一会儿雨更大，要不我们现在走？提前了1刻钟，问题不大。玉白涵起身，走吧。他将刘敬慈捎回宿舍，转头往校门口走。到了校门口，华武还没来，他正撑着伞等在路边，一辆私家车便从一头驶来，一脚刹在了他面前。路边的雨水差点溅在他身上。玉白涵迅速一退，这车开的一股智障味。正想着，面前的车门便打开，紧接着哒，玉白涵哒，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让他一瞬警觉抬眼，入目是一节拐杖，然后一把飞伞撑开。思威在2名保镖的护送下，从车后座里支着拐杖荡了出来。思威哒哒2步荡到了他跟前，那张轻浮的脸比先前看着瘦削了一些，但大概是前段时间痛打了落水丝言亭，思威的神色看着倒是挺痛快。他看向玉白涵，好久不见了，小涵。玉白涵撑着伞，三哥怎么来了？他该说不愧是2兄弟吗？1个2个都跑来学校门口堵他。隔着雨幕和宽大的伞檐，思威打量了他几秒，忽而又一抬手，身侧保镖会议，上前一步将玉白涵手中的伞一抽，没有了雨伞的遮挡，光线顿时一亮。玉白涵的神色更为清晰生动起来，细密的雨点从头顶砸下，片刻间便沾湿了他的额发和衣服。思维满意的观赏，这样就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弟弟果然是不一样了。玉白涵浑身淋着雨，他看了眼被抽走的伞和对面2名身形强壮的保镖，狗东西，还是不干人事。他懒得再演自闭，问思威道：三哥有事？思威哼笑了一声，二姐说你看了心理医生，已经摆脱了大哥的催眠，重获新生的感觉怎么样？还是三哥对你好吧？玉白涵有一瞬无言，特别好，抽了他的伞，让他淋大雨。不过听摔三儿的意思，斯坦只和他说自己看了心理医生，却没说看的是陆焕找的医生。好一对冤种姐弟！大概是看他一脸醒悟，思威终于图穷匕现，开口直奔主题。大哥诊疗室的柜子里放着他这些年非法催眠的档案记录，下次他找你，你就去把档案偷出来交给三哥。思维深深，三哥会帮你报仇的。玉白涵眸光一动，他特么直接，好家伙，不愧是私家的福星，简直是来白送的。他真诚地点点头，我知道了。疯批哥的犯罪记录原来都偷偷搁那儿呢。看他应得乖巧，思威露出满意的一笑。思威正想再说点什么，几人余光便看从街道另一头突然冲出一道身影，速度之快，在玉白涵都还没反应过来时，就闪身冲到了他跟前。思威身侧的保镖抬手想要拦住，随即被一把折了手。啊！平时看着秀气的华武出手之利落，他抬手往玉白涵身前一挡，警告的盯向对面，你们在做什么？对面保镖像是想要反击，又被思威拦了下来。思威盯了眼华武，又瞥向被他挡在身后的玉白涵。雨水蜿蜒的顺着乌黑的发丝滑落，沾湿了那张清丽苍白的脸，看上去单纯脆弱，就算有什么异动也很好掌控。算了，思威嗤笑一声，记住三哥和你说的。他说完，在华武的盯视下转过头，将拐杖一撑，往车里走去。哒咔，嚣张利落的身影在路边蓦地一顿。玉白涵顺着他的拐棍儿往下一瞅，哦，卡排水井盖里了。一阵污水乱溅，玉白涵和华武双双后退一步，安全关喉。前方
思威气急败坏的在保镖的协助下拔出拐杖，又差点滑进水里。然后他往车里一荡，略显狼狈的匆匆关上了车门。砰！私家车转瞬驶离路边。玉白寒头顶撑起一把伞，挡住了大雨。他转头，华武看他的神色有些复杂，忧虑中怀着几分迟疑。玉白寒无奈，瞧着严肃的神色，他将脸上的水痕一抹，神清气爽。走吧，回家。感谢复兴3号送出的背刺穿心火箭一枚。玉白寒上车后，先拿干毛巾随便擦了擦。这一趟收获颇丰，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家和他们陆指挥分享新的战果。私家车排开雨幕，一路回了陆宅。玉白寒到家一推开门，就看陆焕已经等在了玄关外，怎么跑到门口来蹲他了？他揣着小欣喜，白萝卜的一洞萝卜坑。陆焕没有接梗，直几步朝他走来，一只手拉过他的胳膊，温热的手掌擦过他的脸。有了热度的对比，玉白寒才发觉自己身上被雨浇得透凉。陆焕果然沉下眉，上去洗个热水澡。哦，玉白寒被他几乎是搂在胳膊里上了楼，然后塞进了已经放好热水的浴室。门框的一关，玉白寒脱了衣服沉入热水里，水是热的，他心口也一阵滚烫。呼，感谢榜一路指挥包的香浓萝卜汤一锅。玉白寒泡完澡出来，又被陆焕监督着吃了感冒药。他看身侧陆焕眉心蹙起，没忍住伸手往那眉心一戳，陆焕陡然被戳得眼皮子一跳。他呼出一口气，抓住玉白寒的手，药还没吃够是吗？玉白寒目光犀利，内涵我。陆焕抬头看了他一眼，默然几秒，又伸手捏住他柔软的脸颊，像是在缓和心情。思威来找你了，看来华武都汇报过了。玉白寒把脸凑近，和他好大个一样，在校门口蹲守。捏他脸的手停下，陆焕语气淡淡，所以让你淋了一身雨。玉白寒还怀着一颗火箭炮急于分享，他海报拍床，你怎么不问我聊天内容？陆焕便顺着他聊什么了。玉白寒立马兴致勃勃的讲起来，从弱智刹车到离大谱的三哥对你好，再到思威抽了他的伞，又让他去偷司言庭的档案资料。他讲的咯吱咯吱，他是把我当冤种吗？话落，却看陆焕脸色很冷。玉白寒探头，被摔三的冷笑话冻到了。陆焕垂下眼睫，不是。玉白寒，不是什么？不是被冷笑话冻到，还是说他不是冤种？陆焕却没再说话。在他兀自琢磨间，屋内有些安静。半晌，陆焕握着他的手，指腹摩挲了2下。我先前说我会做得更绝，我们白寒能接受吗？玉白寒一个侧目，可以更绝，那还不赶紧的？他往陆焕腿上一跨，欣然搂住对方的肩，要做什么？说出来让白寒开心开心。陆焕似笑了一下，他将人看了几秒，又俯身凑过去，垂眼间漆黑的眼底压着深邃的幽光，耳根却染着薄红。他搂着玉白寒，在那耳垂上很轻的亲了一下，给我们白寒出气好吗？亲吻落在耳边，玉白寒呼吸一颤，腰身差点酥软。陆指挥怎么这么会？他嗯了一声，捧过陆焕的脸，正想找个地方下口，忽然又听人问：思威让你去偷的档案是什么？玉白寒还在找下口的地方，就是非法催眠的。他的手被一把抓住，陆焕猛地看来，指尖一点点收紧。那你……玉白寒回神，赶紧凑过去安抚的亲亲，我没事。陆焕屏住的呼吸缓缓输出，但他视线仍落在玉白寒近在咫尺的脸上，像是在做着确认。细长的睫毛垂下，在视线移动间轻颤。片刻，陆焕终于撤开了点，他的手顺势滑下，扣紧了人的手指。那次回门，司言庭把你单独带走，去的就是催眠室，是吗？说出口的是问句，语气却是肯定的。玉白寒对上陆焕深深看来的目光，哦，被他们聪明的陆指挥猜出来了。不过隔了这么久，陆焕居然还记得那次的事。四目相对，
玉白寒点点头。陆焕眸色蓦地更冷，眼角泛着狠厉的猩红。玉白寒无奈地摸上他的眼角，不都说了没事，看你怎么都心疼的哭了呢？他闭上眼缓了缓，片刻又伸手将玉白寒拉进怀里，按着人的后颈轻轻摩挲。玉白寒就舒舒服服地趴在他怀里任人揉搓。揉了半分钟，后颈皮忽然被拎起，陆焕一手圈着他的胳膊，低眼打量，好好锻炼。陆焕说，才能快点好起来。玉白寒一瞬动容，又没忍住恨铁不成钢的纠正，是才能快点瑟瑟。陆焕朝他盯来，隔了2秒，陆焕惩罚似的俯身在他唇上咬了一口，两手顾着他的腰，将他拉着往前一蹭。玉白寒搂着陆焕一下贴近，他感觉到有什么慢慢在复苏，就顺势在亲吻间轻轻晃动。呼，片刻，陆焕撤开身，他面红耳赤，我去洗澡。玉白寒小脸黄黄的，正要张口说什么，话头一顿，突然又凑过去扒住陆焕的肩头，贴着人小声说，你帮白寒出完气，有新的奖励等着你。手心下的肩背似乎一震，陆焕低喘了一口气，顿了顿抬眼，接下来几天都是阴雨天气，玉白寒就没再去图书馆。陆焕看上去一如往常，正常的上下班，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举动。玉白寒心情平和，不急。他们陆指挥定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连绵的阴雨中，9月很快到了末尾。9月的最后一个周五，玉白寒早上起来就看窗外阴沉一片，他视线一转，又看到了坐在窗边桌前的陆焕。陆焕没去上班，只一手搭在桌上，侧头看向乌云压境的窗外。玉白寒撑起来搓了下眼睛，你没去公司？陆焕从窗边转头，映着阴云的眼底，在对向玉白寒时似乎柔和了点。今天不去。玉白寒瞅了眼骤雨欲来的天幕，点头赞同，别去了，今天天气好差。他说着拍拍被窝，上来和白寒一起困觉。陆焕就起身走过来，上床坐着。玉白寒翻身抱住他的腰一埋，欣然惬意。这种阴沉沉的下雨天，真的好适合睡懒觉。一只手按在他后颈上，给他松土，低沉的声音从头顶落下，再来20分钟起床。10分钟吧。玉白寒在他腹肌上拱了一下，陆焕的衣摆都被他拱得撩上来了一点，温热的呼吸洒上去，脸颊贴着的腹部起伏了2下，按着他的手却没把他拎开。等他埋够了10分钟，陆焕才哑声拍他起来。玉白寒缓缓支棱，两人吃完早饭上楼。玉白寒打算回次卧看书，刚走到门口，忽然被陆焕叫住，今天搬过来看吧。他转过头，隔了半个走廊，陆焕站在主卧门口，揣着都朝他看来，就像是很想让他陪着度过今天。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太压抑吗？玉白寒抬手招招，那还不快主动来帮你的 Omega 搬书。陆焕低笑了一声，几步朝他走来，学习用的书都抱回了陆焕的桌上，陆焕的文件则被腾到了一边。玉白寒鸠占鹊巢的坐下，你今天不工作了吗？陆焕搬了椅子坐到他旁边，不用。玉白寒头去一瞥，行吧，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他在这头看书，陆焕就在旁边靠着椅背，指尖有一搭没一搭的敲着桌面。大概是窗外天气阴沉，那漆黑的眼底眸色幽冷。玉白寒看了会儿书，见陆焕还在敲手指，就从旁边拿过电脑递去。你要实在无聊，就帮我刷一下游戏经验。好久没登录了，还有一大堆回归任务。陆焕转向他，好。电脑上游戏打开，陆焕戴上玉白寒的耳机。玉白寒看了他一眼，又低头在手机上划拉。堂堂总裁连个打游戏的耳机都没有，白寒给你买一个。陆焕侧头一看，为什么是蝴蝶耳机？玉白寒已经飞速下单，这个适合你。陆焕，啪！一声海豹鼓掌响彻卧室，唤醒了他沉睡的记忆。玉白寒宠溺，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半晌，他忽而一笑，说得对。从早晨起，就积压在他眼底的阴云似乎散开了点，但那眸光依然蕴藏着锐意，像是暴风雨的前夕。玉白寒伸手把他眼皮子一抹，看你打个游戏像是茹毛饮血，怕被骂可以关上耳机。陆焕拎开他的手，轻轻催促，看你的汉语书去。连绵的阴雨下了一整天，玉白寒学了一整天，陆焕也玩了一整天。他中途偶尔凑去瞅一眼，看陆焕没有在他的快乐星球上撒野，监督完毕，这才满意撤开。临近晚饭的时候，玉白寒放了书稍作休息，他拿出手机照例切回就好看看，毕竟福星当道，总该起点波澜。他将账号一切过去，就看久未联系的司言庭冒了出来。普洱大师，别让我知道你做了错事，小韩。他扭头看了眼窗外傍晚时分的天色，果然是逢魔时刻，妖孽横行。身旁陆焕朝他看来，怎么了？玉白寒往他那头侧了点，方便人看清屏幕。然后他就在陆焕的眼皮底下大大方方的和司言庭回了个消息。玉白寒，不会的，他一直坚定的走法治道路，怎么会错？消息发过去，对面没有回。玉白寒关上了手机，没再理会。他品了品这条突如其来的短信，片刻感叹，不愧是我的好三哥。司言庭这条消息明显充满了警告和试探，想也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思薇背着他和司言庭暗示了，说自己已经脱离了催眠，好让司言庭再把自己抓回去，这样他才有机会替思薇偷出档案。就算失败了，再重新被洗脑也无所谓，反正思薇没有任何损失。玉白寒眼睛眯了眯，这狗东西还搁这儿给他玩背刺呢。正想着，一只手忽然握住了他。陆焕指腹不紧不慢地摩挲着他的指骨，垂眼道：“不用管。”玉白寒点头，放置 play， 他明白。正点着，他又看陆焕唇角勾了一下：“我来帮我们白寒交作业。”玉白寒，晚上睡觉前，玉白寒躺进被子里，陆焕关了大灯，抬手去拉窗帘。半开的窗帘外透出在狂风中摇晃的树影，暴雨全都砸在了玻璃窗上，水痕蜿蜒。陆焕动作四顿了一下，他望向风雨大作的夜色，然后拉紧了窗帘。等到关灯躺上床，玉白寒只感觉被子一掀，接着就被陆焕拉入了怀中。他细细品味，今天的你比往常还要粘人一点。陆焕长臂圈着他，声音微沉：“玉白寒揣摩，难道是不喜欢雷雨天？算了。”他反手抱住陆焕，爱意满满：“白寒的怀抱，给你庇护。”一双手就圈紧了他的腰身。陆焕埋在他肩窝里，默然片刻，不知在想什么，随后一个很轻的吻应了上来：“晚安。”“晚安，马卡焕。”玉白寒搂着陆焕，在越发急促的风雨声中慢慢睡去。睡到半夜，玉白寒又朦朦胧胧醒了，枕侧透着微光，陆焕好像看了一眼手机。玉白寒迷糊：“几点了？你还没睡吗？”2点多。低沉的声音听上去没什么睡意，接着陆焕将人搂着拍了拍背：“睡吧。”玉白寒又往坑里挪了挪，渐渐沉入梦乡。将人重新哄睡，陆焕一手握着手机，屏幕幽微的白光映在他漆黑的眼底，上面显示着现在的时间。窗外风雨大作，时间一分一秒一点点流过，屏幕上时间一跳到了2点43。陆焕喉结一动，倏地闭上了眼，低头埋进玉白寒的肩窝，一只手好像在梦里若有所感的抬起来，轻轻的捂在了他耳朵上，隔绝了窗外的暴雨雷鸣。一道雪亮的闪电咔嚓划破夜幕，陆焕闭着眼搂紧了怀里的人。与此同时，混着风雨雷电，远在千里之外的琼山发出了地崩山摧的一声巨响，轰隆。第二天早上，玉白寒醒来，他睁眼就看陆焕正坐在桌边看电脑，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起的。
对方面色透出一丝疲惫，像是一夜没睡好，但那眸光却是清明冷厉的。玉白寒从床上爬起来，凑过去问：“是你们白寒的怀抱不够香？”陆焕从电脑后抬眼，轻轻勾了下他的手：“不是。”玉白寒被勾得心头一痒，心头甜滋滋。他脑袋一晃去瞅电脑，在看什么？电脑屏幕上的新闻映入眼中，是今早凌晨5、6点发出来的最新新闻：琼山发生了泥石流。玉白寒顿时一愣，他都快忘了当初丢给摔三儿的福气，没想到是在这个时候。他又定睛细看，泥石流发生在昨晚凌晨2点43，接连的雨天加上特大暴雨，造成了山体滑坡，所幸暂无人员伤亡。只是好巧不巧的埋掉了一个几十亿竣工的项目场地。玉白寒轻叹，果然是穷山恶水埋刁民。不过2点43，是不是接近他昨晚醒来时间？那会儿陆焕也没睡，还在看手机。他扭头朝旁边的陆焕看了一眼，难道是宿命的警觉？陆焕对上他的视线，怎么了？玉白寒问：“你昨晚看手机的时候是几点？”陆焕静静的看了他几秒，然后开口：“2点40。”玉白寒惊叹的扭头看了一眼新闻，好精准。陆焕没再说话，只是顺着他的视线移到落向电脑屏幕，缓缓浏览着上面的新闻。报道的内容他比任何人都熟，这场泥石流发生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丝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那是他挣扎在谷底时，命运玩弄一般的摧残他全部的希望和傲骨。正看着，脑袋突然被噗噗拍了2下。陆焕翘起一撮毛，转过头来。玉白寒安抚的拍着他的脑袋：“是不是心有余悸？没事，你已经和灾祸擦肩而过了。倒霉的不是你。”现在的发展早已脱离了原书离谱的剧情，逐渐回归正轨。像他们陆指挥这样踏实努力的人，本来就不该成为任何人的垫脚石。温热的指尖穿过乌黑的发丝，坐在桌前的陆焕抬头看了他会儿，忽然握住他的腰，将人拉下，抬头轻身，刚凑近一半，嘴就被捂住。陆焕从他掌心抬眼，玉白寒羞涩指点：“还没刷牙呢，猴急什么？”玉白寒从洗漱间刷完牙出来，就看陆焕已经关闭了刚才的网页，神色严肃的敲着键盘。他往屏幕上一瞅，还联系上秦伦了。他伸出根手指戳戳陆焕：“萝卜涮好了，还亲亲吗？”敲键盘的手停下，陆焕转头伸手将他拉过来亲了亲，又红着耳尖笑了一下：“答应我们白寒的，我去兑现。”什么？玉白寒问完，下一刻反应过来，是说给他出气吗？但琼山不是已经……像泥石流这种自然灾害，他们陆指挥也不能预料，所以出气是指别的。他看陆焕已经投入了工作，就欣然将桌上自己的书收走。那你好好加油。玉白寒抱着书出了主卧，推门时顿了一下，又小脸一红，转头同陆焕道：“还有奖励在等着你。”敲键盘的声音一止，陆焕从电脑后抬眼，眸光倏然落来，薄红慢慢进上两颊，他又垂眸，玉白寒心痒痒的关上门。陆指挥还是这么害羞。他回到次卧，一边看书一边刷新闻。琼山泥石流事件已经不仅是财经新闻，更是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重大灾害。整整一天都是铺天盖地的报道。玉白寒翻过几篇，除了对灾害本身的报道以外，还冒出了对思威那个项目的质疑声。按理说，项目前期都会进行地质勘测，如果当初通过了安全评估，那现在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重大事故？玉白寒划着手机，还能为什么？这不都是所谓的天注定？只是剧情一路脱轨，坑到原作者的亲儿子了。他又将手机搁到一边继续看书，还是脚踏实地的比较好。像他们陆学长一样，破壳小鸟多才俊，雄鹰展翅未可知。玉白寒学到晚上就搬回了主卧。陆焕好像有事吩咐樊玲，没有在房间。他进门时看见陆焕的电脑摆在桌上，电脑边还插了个 U 盘。
熟悉的金属光泽反射着昂贵的味道。玉白寒一秒记忆回笼，疯批哥送的8位数装备。他走过去往电脑屏上看了一眼，桌面的文件夹里似乎有什么琼山地质勘测报告，还有一些风险评估。正瞅着，卧室门便开了。玉白寒抬头看陆焕从门口走进来，指了指电脑问：“这是什么？”“替我们白寒交的作业。”“原来你今天是在捣鼓这个。”这会儿作业已经交上去，他就把 U 盘拔了下来。玉白寒浏览了一遍，随即感叹：“这是替他交的作业吗？这明明是给司言庭的行动指南，就差把思维搓成条，直接点明他7寸在哪。”陆焕走到玉白寒身边，低眼问：“白寒老师觉得作业还及格吗？”“白寒老师。”玉白寒按下兴奋，扯着陆焕的衣摆，把人牵过来，一本正经：“还可以，也就勉勉强强满分的程度。”陆焕一步靠近，几乎能将人拥住。他呼吸微乱了几分，还是没忍住低头勾着人的腰亲上去。“我们白寒老师满意就好。”玉白寒闷哼了一声：“真是越来越会了。”他们陆同学，直到被亲得晕晕乎乎，陆焕终于将他放开。玉白寒拽着陆焕的衣袖，还有点没回过神，然后耳垂被捻了捻。陆焕的声音低沉传来：“再等几天就给我们白寒老师交份满分试卷。”玉白寒抿了下湿润的唇：“陆焕说过几天，真的没等太久。只是3天，就又有一则重大新闻如惊雷炸响，斯氏企业副总思威被指利用豆腐渣工程洗钱。斯氏企业副总思威手上琼山的项目，疑似是为了给他名下灰色产业的非法收入洗钱。经有关人士检举，地质勘察报告存在篡改痕迹，工程特意修在了安全检测没通过的琼山，以达到死无对证的目的。目前所有证据都已送往有关部门，围绕思威先生的调查将迅速展开。”玉白寒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正窝在陆焕的电脑桌旁边。贴心的陆同学滑动着鼠标，让他慢慢浏览答卷。上面涉及的灰色产业相当眼熟。玉白寒看得目瞪口呆，这些不是司言庭名下的？陆焕对他的记忆予以肯定：“完美的替罪羊出现了。”他问：“那思威这次还能脱罪吗？”“跑不掉的。”陆焕的声音从旁边淡淡传来：“琼山泥石流本来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次不可能再像司言庭一样悄无声息的抹平。天灾加人祸就挺衰的，但思威被地里的勾当也不少，因果循环。”网页一点点浏览，屏幕往下一滑，报道的结尾跳出一张新鲜出炉的照片。陆焕将页面定格，玉白寒凑近了一看，照片上思威在瓢泼大雨中瘸着腿被押走，他脚边是一把被掀翻的黑伞，比图书馆那天还要迅猛的暴雨全砸在他脸上。那张赤目嘶吼的脸混着雨水，无能狂怒又不甘。玉白寒的目光落在那把掀翻的黑伞和思威被大雨浇透的脸上，他正看着，耳垂就被指尖捻了一下。玉白寒转头，只见陆焕从一旁朝他看来：“白寒老师，还可以吗？”陆焕目光细致的扫过他的神色，真像个等待颁布成绩的好学生似的。玉白寒侧身靠过去，抵着额头，唇角翘起来：“白寒老师很满意。”淋在他身上的雨都数十倍的给思威淋了回去。两人目光相对，温热的呼吸逐渐交缠起来。陆焕眼睫一垂，情难自禁的往前倾身，他抬起下巴够了一下，却没亲到。玉白寒忽然撤开身，使坏一样靠回椅子里朝他笑。陆焕倏地抬眼，眸光有种不厌足的凶狠，像是在问：“不给亲？”玉白寒被他盯得小脸发热，忍着轻轻的想法，伸手捧起陆焕的脸，放置 play。 玉白寒打着小算盘，续一续，快乐加倍。这会儿是下午4点，大概是琼山的事还有需要善后的地方。陆焕接了个电话，又要出门。玉白寒看陆焕换了正装，就窝在懒人沙发里边欣赏边问：“
你这会儿出门，那晚上多久回来？他还穿着夏天的睡衣裤，纤长的腿蜷在身前。朝陆焕探头时，下巴就搁在了膝盖上，乌黑的头发扫过脸颊。陆焕扣好腰带，回头看了他几秒，脚步一转，俯身摸了下他的脸颊，可能10点。哦，玉白寒蹭在陆焕掌心里朝人抬眼，眼神含了点小期待，提醒道：“也别太晚，记得回来领奖励。”附在他颊侧的掌心微微一收，陆焕低眼间，呼吸沉了几分。善后工作处理起来比预想的更复杂。陆焕晚上处理完已经是9点半，他看了眼时间，便吩咐樊林去开车回家。是，先生。私家车从公司一路驶回陆宅，沿途的街灯忽明忽暗，落入车后座。陆焕靠在后座，打开手机，上面没有玉白寒的消息。他又呼出口气，看向车窗外。片刻，他开口：“可以稍微开快点。”前面樊林从后视镜悄悄瞥了一眼，欲言又止。是。他压下疑惑：“先生不是规定过车速？”私家车破开夜幕，停在陆宅门外时，已经是10点1刻。陆焕下了车，往主卧的方向看了一眼，微暖的灯光透过窗帘映出来。他心头一动，抿了下唇，抬步走向大门。开门进屋，穿过客厅，一路上了2楼。陆焕踏入走廊时，心跳还有些加速。他几步到了卧室门口，屋里好像没有动静，他一颗心蓦地又往下沉了点。难道已经睡了？顿了顿，陆焕一手按下门把，推开门。暖色的灯光一点点从门缝中透了出来，笼在他身前。面前光线一晃，乌黑的发顶忽然从门后晃出来，陆焕动作一下定住。然后就看玉白寒那张柔软干净的脸探出来，眼底亮亮的，迎着蹲守成功的欢喜。玉白寒一手扒着门沿，朝他指指点点：“怎么回事？收礼物不积极？”陆焕心跳又快了起来：“晚了点。”他低声解释，伸手推开门，正要将人搂住，就看屋门敞开，玉白寒穿着他的睡衣站在门口。和上次大白天不一样，现在的灯光如此幽微，气氛又透着暧昧。陆焕只往下瞥了一眼，就别开目光，呼吸一乱，红了耳根。玉白寒看他处在门口没动，就伸手把人捞进来，抬手哐的合上门，暗搓搓催促：“快去洗澡。”陆焕目光重新回到他脸上，指尖拳了一下：“他说完，转头走向浴室，看似镇定的背影泄露出几分仓促的味道。玉白寒往床边一坐，怀着小激动，继续蹲守一没出水的陆指挥。1刻钟后，浴室门打开，陆焕裹着浴袍走出来，半湿的头发像是匆匆擦过，浑身热气腾腾。玉白寒朝陆焕看去，正对上他抬眼来的眸光，混着浴室潮湿的热意，还有下午被他勾起未能平息的念想，又深又亮。他立马蹭起来：“你有一份白寒的神秘奖励待领取，是否现在接收？”陆焕停在他跟前，垂眼问了声：“是。”玉白寒小脸一红，随即从身侧的被子里哗啦一抽，白色的衬衣和黑亮的衬衣夹一并落入陆焕眼底。衬衣夹还在半空中荡了一下。陆焕盯向玉白寒，玉白寒腼腆的把衬衣朝他抖抖：“先穿这个。”盯视2秒，陆焕还是接过来换上。他正要低头系纽扣，又被玉白寒按住。后者凑过来给他系上了中间2颗。毛茸茸的头顶在眼皮子底下一晃一晃，看上去早有预谋。玉白寒给陆焕换好衬衣，接着将人拉到床上靠坐好，自己跨坐上去，拎起衬衣夹。话刚开口，就看陆焕配合的屈膝。玉白寒无奈轻叹，这是怎样的自觉？他抬手将陆焕的膝盖按下去：“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他说着，将衬衣夹往人跟前一递，腼腆垂眸：“但这次是你帮白寒洗。”陆焕呼吸陡然一乱，身侧的手好像不易察觉的颤了下。他视线落下，像是被白光一晃，薄红从耳根到脖颈迅速蔓延。陆焕偏开目光，
嘴唇干涩。那让我穿衬衣的意义在于，玉白寒眼含热切，假动作，好营造急转直下的惊喜。顿了几秒，陆焕转回头伸手接过。玉白寒往前凑了点，拉着睡衣的衣角，黑色的条带衬着陆焕修长的手指，相当鼓人。只是那双手被青筋鼓起，看着一副紧张的样子。陆焕垂眼抿着唇，神色专注，气息不稳。绑到一半，玉白寒目光顺势落到陆焕身前，他顿时脸上一热，看向陆焕，假意指责：“陆同学怎么回事？我帮你系的时候不都没事？生日那次不还平静无波？”陆焕脸是通红的，抬眸时深邃的眼底却泄出凶光。他看着玉白寒，一样吗？玉白寒被盯得心跳砰砰。哦，是不一样，不管是这两次各自的心情，还是分别作用的对象，自己上次就没有生出现在这样羞臊的情绪。而陆焕更不一样，如果说之前是拴着铁链的笼外蒙了层黑布，遮盖笼中猛兽的行迹，那么这次早已掀开那层布料，露出了猛兽的真正面目。铁链松动，笼子也快关不住。玉白寒按着羞臊倒打一耙，用膝盖轻撞了下陆焕，嘀嘀咕咕的教育：“怎么还和白寒老师顶嘴呢？”陆焕手被碰到，一下用了点力拽紧扣带，抬眼道：“别闹。”他三两下给人记好，侧身退开了点。眼前的情形映入眼底，他带过的衬衣夹现在被他亲手戴在了玉白寒身上。陆焕面红耳热，没有说话。玉白寒看陆焕靠在床头，对方脖根的潮红蔓延到了胸口。两人对视间，他呼吸微蹙，然后听陆焕哑声问：“然后呢？”他抿了抿唇，忽然俯身。陆焕一震，接着伸手迅速将他拉起。玉白寒一下趴到陆焕身前，面前的人整张俊脸通红，看着他低呼一口气：“不用。”但他感觉陆焕一点也不像是不用的样子。玉白寒鼓励：“别害羞，是奖励。”他眼神亮晶晶的，唇也润润的，十分期待的样子，不像是给陆焕的奖励，倒像是给自己的奖励。看得陆焕都有一瞬产生了自我怀疑。他一手按在玉白寒唇上，低眼揉了揉：“是给我的奖励吗？”玉白寒被眼洞察，羞涩的指责：“都这个时候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相视片刻，玉白寒又跃跃欲试的低头，一只手捞住了他的腰。陆焕的目光落在他淡色的唇上，另一只手按上了他的唇角，像是在估量什么。半晌，陆焕呼出一口热息，将人拉到怀里，低声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玉白寒目光一瞬犀利，再看不起他。他正想反驳，手指就被扣住。陆焕拉过他的手，低头咬住他的唇，像是克制着羞耻般的闭了闭眼。这个就好。床头晕着一团灯光，影子微晃，投落在墙上，热气盘绕。玉白寒从陆焕肩窝里抬眼，眼角泛着潮意：“有没有40分钟了？”陆焕低声：“20分钟。”玉白寒面前浮出一丝正然。陆焕：“累了？”玉白寒倔强：“一点也不。”一声了然的低笑落下，陆焕附上他的手背。玉白寒抿抿唇，又重新埋回了陆焕肩窝里。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又好像特别漫长，矛盾而焦灼。不知过了多久，陆焕眼睫一颤。玉白寒若有所感，忽然拉开陆焕的手，低头，心跳在陡然中加速，又渐渐归缓。玉白寒有几秒怔神，接着被陆焕拉起来，后者扯过被子替他一抹。等他回过神，就看陆焕眸色深重，通红着脸看着他，好像一时说不出话。玉白寒莫名生出点欣喜和满足。他问：“奖励还可以吗？”陆焕应了声，凑过来要亲他。玉白寒仰头避开：“有味道。”陆焕看了他会儿，扣着他的手低头。玉白寒将他按住：“不用。”陆焕抬眼，唇角弯了一下：“我没问题。”是在侮辱他？没来得及发出质问，
玉白寒很快就没了别的想法。他仰头，天花板上的吊灯是水晶的，这会儿没有打开，只反射着床头灯那点细碎的光芒，闪闪烁烁，如梦似幻。片刻，陆焕喉结一动，抬起头，玉白寒埋进他怀里，呼出口气，有40分钟了吧。头顶落下陆焕的声音时，玉白寒倏地弹起来，目光灼灼。对视一眼，陆焕缓缓改口，十分准确。玉白寒欣然搓搓陆焕发烫的脸颊，这就对了，陆同学要想好再作答。陆焕笑了一声，附住他的手背。两人去洗漱间重新漱了口，又躺回床上。时间已经接近12点，玉白寒拉着陆焕滚进自己的萝卜坑，拍拍对方的胳膊，心满意足，关灯。陆焕一手搂着他，侧身关了床头灯。光线归于黑暗，玉白寒抱住陆焕的腰闭上眼。他今天累了，一来一回泄了他大半精力。这会儿他往陆焕怀里一埋，就沉沉睡去。怀里的人呼吸慢慢变得绵长，陆焕下巴贴在玉白寒额头，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浑身都泛着滚烫的热意，从心口一直蔓延到了全身，整个人像是被热浪笼罩着。他抱着怀里的人，心跳又急又重。他2辈子以来第一次接触爱情，之前觉得光是亲吻就已经足够令人深陷而沉醉，原来是因为没尝过别的。良久，陆焕呼出一口热气，他搂着玉白寒，低头在人额前轻轻落了下了一个吻，混着他汹涌泛滥的心潮。他闭了闭眼，感觉有什么开关被打开了。玉白寒第二天起来，身侧已经空了，被窝里还是温温的。他往陆焕那侧埋了埋，心头回味，昨晚还那么你侬我侬，他们陆同学今天居然就这么去上班了，都没有留下来温存一番。玉白寒在被窝里悠悠埋了会儿，然后爬起来洗漱。洗漱间的镜子里映出他的面容。玉白寒刷完牙，朝镜子里看了眼自己的嘴角，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昨晚陆焕按他嘴角的模样，还有那片刻嘴角被撑开的画面，脸上的热气一下涌了上来。他暗搓搓估量，全部可能是有点困难，但应该能行一半。下次偷袭试试看。玉白寒正冒着黄烟缓缓从洗漱间晃出来，就听卧室门咔的开了。他转头，只见陆焕穿着居家的衣服站在门口，四目相对，玉白寒愣了一下。陆焕眸光灼热，玉白寒被烫得心跳一快，你没去上班？陆焕走到他跟前，低眼道11甲。玉白寒恍然，哦，在家待久了都没注意到日期和节假时间。衣摆忽然被撩起来了点，温热的指腹擦过细肉，玉白寒腿一颤，按住陆焕的手，脸上一红，大早上的做什么？陆同学。陆焕脖根也是红的，他低声说，磨出印子了，痛吗？玉白寒顺着他的视线往下，才发现是昨天带衬衣架的地方。他们陆同学最开始顶嘴的时候，恼羞成怒的拽紧了点，后来在顶嘴的时候又被扯得更紧，系扣的地方磨出了红印。玉白寒顺杆子一爬，抬了抬腿，有点。陆焕从他身前抬眸，两人相视片刻，在逐渐攀升的热意中，陆焕捧着他的腿低头，亲吻落在磨红的地方，柔软温热。玉白寒呼吸一乱，差点没站稳，接着又被陆焕拖住，顺势放到床沿，一点点吻上来。几秒后，他按在被单上的手蓦地揪紧。陆焕，玉白寒整颗萝卜红扑扑的，昨晚不是才，陆焕耳根烫，呼吸也烫。他垂着眼睫轻轻一贴，不要吗？天花板上的水晶灯在视线里晃动，他眼睫渐渐起了潮意，怎么回事？他们陆同学好像主动大胆了很多。过了会儿，陆焕抬起头，玉白寒在潮落后那片刻的正神中朝他看去，只见陆焕从脸到脖根下方全都潮红一片，眼底的玉色却很丽汹涌。陆焕看着他抿了下唇角，随即转头去了洗漱间。玉白寒缓缓回神，错觉吗？
总觉得像是打开了什么闸门。等陆焕从洗漱间出来，已经是10分钟后。那张神色浓稠的脸上挂着水痕，潮红褪去了大半。玉白寒轻轻感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糟蹋了陆焕。他这会儿已经重新穿好衣服。陆焕看了他一眼，眼底热意未散，先去吃饭，然后上来看书。玉白寒哦了一声，又几步凑过去，嘬了下陆焕的嘴唇，里里外外检查，你没漱干净。你还……陆焕喉结动了一下，话头止住，酝酿几秒，他捏住玉白寒的脸，搬去一边，下去吃饭。哦，好。玉白寒回到楼上时，他的书又被搬去了主卧。这几天放假，陆焕都会待在家里。玉白寒就欣然接受了来自陆焕的贴贴邀请，继续鸠占鹊巢的霸占人的书桌。自从打开了某处开关，陆焕的审核标准就好像直线下降。看书的间隙一小清，晚上睡前一大清。举一反三的陆同学进步神速，几次过后便不再受局限，对萝卜的探索渐渐转移到了别处。晚上窗帘一拉，光线又归于昏暗。玉白寒仰在被子里，侧头看向墙面投落的影子，手指穿过身前陆焕乌黑的发丝，视线如蒙了层水雾。恍惚间，他忽而吃痛的拍了下陆焕的脑袋，痛。陆焕那出界的理智一瞬被拉回来，松了口，有些紧张的看向玉白寒，像是怕惹人不喜欢。玉白寒低眼对上他近在咫尺的目光，瞧他们陆同学，白寒老师又没说要扣分，他伸手戳了下陆焕湿润的唇，继续。陆焕看了他几秒，又低头在贴近他心口的地方落下安抚的一吻。一直折腾过了0点，玉白寒才滚回自己的萝卜坑。困意涌上来，他迷迷糊糊的动了动，扯着领口拍拍陆焕的胳膊，抱松一点，压着痛，搂他的胳膊就松了一点点。玉白寒困倦的闭着眼，是他感觉失灵了吗？这一点就好像是松口气时不小心松开的一点点。算了，他弓起被往陆焕怀里一埋，真是粘人的马卡浣。第二天起来，天光大亮。连着几天的阴雨天过去，天气终于放晴。玉白寒正坐在床上捞着衣服，检查萝卜皮有没有被磨破，就听背对着他站在桌边的陆焕说：“今天天气好，去露台吧。”他闻言抬头，陆焕正好收了他的书转过来，两人目光相接，玉白寒捞衣服的动作定住，对面的视线往他胸口一落，顿了2秒，别去一旁。接着陆焕抬步走过来，坐到床沿。痛吗？玉白寒放下衣服，还好，睡衣很丝滑。陆焕指尖捻了下背角，我下次注意。玉白寒包容宠溺的拍拍他，原谅你，去帮白寒老师把书搬下去。陆焕站起来去给他搬书。好。露台上已经摆好了桌椅，上午微烘的阳光斜落在庭院间，天气刚刚合适。玉白寒在桌边看书，陆焕在他旁边看电脑。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玉白寒放下书休息，转头往陆焕屏幕上看了眼，就看是一个外文的金融讲座视频。他赞叹陆同学好爱学习。陆焕好像被夸的心情不错。玉白寒海报鼓掌，毕业了都还在学习演讲技巧。呱唧呱唧。视频被按了暂停。陆焕侧眼捏住他的脸颊，盯了2秒，俯身惩罚般的咬了一下。呼！玉白寒闭眼满足享受。原来接人黑历史还有这种奖励。2道呼吸渐渐缠绵，混着午间的暖风。玉白寒迷迷糊糊的往前凑，身后的一脚忽然翘了一下。被叼住的唇吃痛的磨过陆焕的齿间。玉白寒痛的当即就闷哼了一声，陆焕唇齿松开了他。他一手撑在了陆焕腿上，没撑稳又往下一滑。粗沉的呼吸蓦地从跟前落下，身后的椅子哐的一声翘翻在地，紧接着一只手飞快的将他拉起来。玉白寒在这片刻的混乱中稳住身形，他睁眼就看陆焕面色通红，眉心下压着玉气。他把手小心翼翼的收回来，刚开口，嘴上就传来一阵撕扯的痛。随着他说话，
被咬破的嘴唇呲呲冒血，像是烧开的水壶。玉白寒抿着一嘴血，惊呆了，血腥爱情故事。别动！跟前陆焕一下皱起眉，忙俯身拉开他的手，要去查看他的伤势。手被拉开，玉白寒余光一晃，忽然看从庭院的小路那头迎面走来一道身影。他赶紧拍拍陆焕，呲呲冒血的示意对方有人。陆焕顿了一下，顺着他的示意回头，5米之外，樊玲脚步骤然刹住。他目光所及，只见小少爷半跪在地上，身后是被大力掀翻的椅子。那张苍白的脸上满是血痕，眼底泪光闪烁。而他们向来尊敬的先生正一手扯着人胳膊，回头看来时目露凶光。家暴现场！樊玲身躯一震，一时不知该不该再往前走。露台上，玉白寒看了眼陆焕被自己手滑撑出来的凶厉玉色，小声提醒：“你现在看上去好凶。”虽然他挺喜欢的。陆焕呼出一口气，转回来对他道：“先进屋处理一下你嘴上的伤。”玉白寒，那樊玲。陆焕又转头对处在路中央的樊玲说：“你一会儿再来。”他说完，拉着玉白寒进屋。玉白寒抿着血跟进去，可樊玲的神色看起来好像很复杂。难道是觉得他们亲得太猛了吗？嘴上的伤很快被陆医生细心处理好。玉白寒还想借机让人给自己消毒，然后被陆焕严格的制止：“别闹。”陆焕说完，又在他脖子上亲了一下：“我晚上让冯叔准备清淡的。”玉白寒姑且满足。哦。他下午看了会儿书，吃过晚饭之后，陆焕就去屋外了，大概是叫了樊玲继续之前被打断的汇报。玉白寒回了主卧，1个小时之后，陆焕回来。他问：“中午的事，樊玲有说什么吗？”陆焕看着并不在意，说什么？玉白寒想了想，雇主的私生活好像也确实不是樊玲他们该过问的。他摇头：“没什么。”晚点的时候，陆焕去洗澡了。玉白寒正把书关上，手机忽而一震，他打开就看是秦伦发来的微信。“秦伦，你还好吧？”玉白寒：“哦，是樊玲跟人说自己嘴磕破了吧？真是，这么点甜蜜的小伤，有什么好担心的？”“哥，有耳，我没事。”消息发过去，对话框上方便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不知道在输什么，断断续续的输入了整整3分钟，然后才跳出来一条简短的回信：“秦伦，我在游戏上送了你几套装备和皮肤。”玉白寒：“好兄弟，还给他整惊喜。”他忙打开电脑，登上游戏账号，进度条正在 loading， 浴室门忽然开了，陆焕裹着浴衣走出来，在看什么？玉白寒面上喜滋滋的，收礼物。陆焕，他几步朝人走过去，俯身看向屏幕，游戏刚好登进页面，赠送的几套皮肤装备一下跳出来，伴随着满屏烟花咻啪作响。玉白寒全部查收，然后给秦伦回信：“李时珍的狗，谢了。”对话框浮出来，因为送礼，好友亲密值猛涨了一大截。陆焕看着屏幕，指尖在桌面轻轻搭了一下，开口道：“都是虚拟数据。”哎，他们陆总太板正了。玉白寒侧头指指点点：“你不懂花里胡哨的快乐。”他把时装皮肤一一换好，身侧陆焕忽然低头含住他耳垂，混着热气吮了一下。玉白寒手一抖，心跳骤然加速。他转头看向陆焕，对方眸光灼热，很快又吻住了他的唇，一手撩着衣摆缠吻了上来。玉白寒瞬间沉入熏人的热吻中，没再管游戏。上床前，他又被上上下下吃了一遍，直到整颗萝卜红彤彤的趴在被子里，陆焕才放过他。陆焕喘了口热气，低眼搓了搓玉白寒的耳垂，然后靠坐在床头，拿出手机。玉白寒窝在被子里缓了会儿神，他抬头看陆焕在发消息，就问：“这么晚还有工作？”“没有。”陆焕说完，把手机一关，
躺下来将萝卜捞进坑，拍了拍，睡吧。玉白寒哦了声，舒服闭眼，晚安马卡焕。晚安马卡白寒。第二天，陆焕也待在家里。玉白寒正在屋里看书，就听楼下传来一阵动静。陆焕起身叫上他，先过来一下。玉白寒。他跟着陆焕出门，迎面正看见几名穿着职业装的人带着一堆衣服进了2楼的仪容衣帽间。玉白寒刹在原地，陆焕抬手拎着他跟着进去，去试试。新送来的衣服在衣帽间里挂了一排，全是陆焕常穿的那个品牌。品牌商的人等在里面，见陆焕和玉白寒进门，立马微笑颔首：“陆先生。”陆焕嗯了声，转头和玉白寒状似随意的解释：“要换季了，让人给你送了点衣服过来，去试试喜不喜欢。”玉白寒怔住了，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吗？在他正神间，陆焕已经抬手挑了一件，捞着他进了里面试衣间。半个房间大小的试衣间前是宽大的镜面，背后大片的帘子一拉，隔绝了外面的工作人员。玉白寒换上陆焕挑的那身衣服，尺码大小正合适，陆同学手量的尺寸依然精准。他换好往镜子里看了一眼，只见自己穿着新衣服站在镜子前，陆焕一脸霸总样立在自己身边。玉白寒忽而一乐，他调整了神色，捧着脸正然惊叹：“这还是我吗？”陆焕观赏着他的表演，配合回答，眼睛里有马赛克：“是你没错。”他转头责怪：“小陆，幽默。”陆焕洞悉的牵了下唇角，转头出去给他又拿了2套衣服。玉白寒在里面一边试一边问：“我们陆同学怎么突然想起给白寒老师买衣服了？只是因为换季吗？”他说着从镜子里看了眼陆焕，睫毛扇了一下，笑起来：“欧是不是常说的那句话，男人给你买的衣服都是为了亲手把它脱，不是？”陆焕淡定的脸上蓦地红了。玉白寒抿着唇，眸光盈盈的：“不是吗？”陆焕脸上越来越热，顿了顿，他将人拉进怀里，像是情难自禁的低头一亲：“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试。”玉白寒呼吸凌乱的搂上去。那他可太喜欢了。11假刚过2天，陆焕又要出差。玉白寒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陆焕刚从他身上啃完萝卜皮起来，抿了下唇，哑声道：“明天下午走，去帝国。”玉白寒从晕乎乎的思绪中回神：“要去几天？”陆焕撑在他上方：“5天。”5天？这么久？玉白寒正想着，陆焕就翻身把灯一关，娴熟的捞他进了萝卜坑。搂着他的怀抱紧实牢靠，陆焕浑身都是滚热的，哪怕屋里开了冷气，玉白寒也被搂得跟着燥热起来。他贴在陆焕肩窝里，在黑暗中摸索着亲了亲陆焕的喉结，然后就感觉喉咙滚动了一下。陆焕低喘了一声，蹭着他抱得更紧，裹着热潮，不愿撒手似的。玉白寒栽在萝卜坑里，黄扑扑的思考，自从那天送了奖励，他都快被陆指挥啃秃了皮。马上就要分开5天，他们陆指挥忍得了吗？陆焕第2天要走，他上午又被萝卜缠着啃了2遍萝卜皮，直到把白萝卜啃成红萝卜才罢休。等到午饭过后，陆焕便让樊玲来接他出门，行李放在了卧室门口。樊玲到的时候，玉白寒正坐在床上，陆焕站在床前背对着门口，看不清面前的神色。玉白寒身上还穿着夏天短袖短裤的睡衣，露出来的胳膊和腿纤白修长，上面零星的青红就显得更加瞩目。樊玲进门瞥见，目光一震，他又飞快的垂眼，弯腰提了行李就走。待人离开，陆焕在床边坐下，他伸手拉过玉白寒的胳膊，在吮出的痕迹上轻轻抚过。会疼吗？不会。玉白寒说着眼含鼓励，你可以再大力一点，不用怜惜他这朵娇花。陆焕抬眼看向他，对视2秒，玉白寒没忍住扑过去，埋进陆焕的怀里，念念不舍的猛吸了一口换气。要分开了，最后再蹭一把。身前的胸口起伏了几下，陆焕低头在他脖子上流连的轻啄了几口，
缠绵灼热。随后他起身看向玉白寒，低声道：“我要走了。”玉白寒抬头看他，那双漆黑的眼底深藏着滚热的念想。原来情到浓时，眼神真的是烫的。玉白寒说：“你去吧，记得给你的萝卜汇报行程，知道吗？”知道。陆焕说：“有事给我打电话。”顿了顿，他面上泛热，不是告家长的意思。哦，是这个意思。玉白寒甜滋滋的起身将他戳走，真唠叨。陆焕被他戳到门口，低眼很轻的笑了一下，又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走了。他说完转身，高大的背影穿过走廊下了楼梯。玉白寒回屋趴在窗边，他在庭中树冠的掩映下看着陆焕的身影上了车，私家车从门外开走。片刻，他呼出一口热气，转头坐回桌边。从 C 市到帝国要坐8-9个小时飞机，玉白寒直到晚上睡前才蹲到他们陆指挥的消息。鱼到了。尤尔，到酒店了吗？偷偷看看，鱼刚落地。玉白寒心口热烘烘的，他们陆指挥好乖，一开机就给他发消息，鱼早点睡。玉白寒嚣张的在屏幕上敲字。尤尔，我要霸占你的床，睡你的枕头。恶霸出行，隔了好几分钟，对面回了一声尤尔，晚安，拱进被窝。他发完消息便收了手机，转头滚进陆焕的枕头里，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玉白寒就看凌晨的时候，陆焕跟他发了条短信，说已经到酒店了。两地有几小时时差，这会儿应该是陆焕的凌晨。玉白寒简单回了一条：尤尔，起床。萝卜出坑，再收到消息已经是中午。陆焕说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大概是这次出差行程安排太紧。一整天下来，陆焕只在中途抽空回了他几句。明明前几天还在随时随地搂着亲，这会儿突然被放置冷却，玉白寒心头一下空落落的。他捧着手机不满足的往床上一滚，想要瑟瑟。玉白寒一直蹲到晚上12点，消失了一下午的陆焕终于又来了回信。鱼刚结束回酒店，尤尔要和你打电话。拍桌子，隔了2分钟，一道语音通话就打了过来。玉白寒，电话一下接通。他握着手机趴在陆焕的被窝里，先前想说的话在此刻忽然都默了下去。陆焕也没有开口，一时间只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缠绵的呼吸透过听筒传来，丝丝缕缕的勾着人心口。片刻，玉白寒脸颊蹭了下枕头。陆焕，对面传来滴滴一声，光听声音好像不够。顿了顿，玉白寒心痒痒的点开了摄像头，屏幕上画面一亮，映出他半张脸，还有侧躺下睡衣领口上方的肩窝。听筒里传出的呼吸好像重了几分。玉白寒脸热热的催促：“你呢？”屏幕上画面一转，陆焕的脸就露了出来。入目先是一截泛红的脖梗，衬衣领带系到了最上面，严整的抵在了喉结下方。画面往上抬了点，接着就看陆焕眸色如墨，脸红气热，像是只听着玉白寒的呼吸，看着那一小片雪白就被撩起了情绪。玉白寒跟着浑身一热，他红彤彤的从被子里坐起来了一点，起身的时候胳膊不小心撞到了床头靠背，他就轻轻嘶了一声。还疼？视频里传来陆焕的声音。玉白寒抬头就看陆焕目光落在自己领口和身前，大概是以为破皮的萝卜剐蹭到了衣服。出口的话头一转，玉白寒看向陆焕，目光相接，陆焕唇抿了下，嘴唇有些干，顿了半晌开口：“我看看。”这几天早就看过无数次。玉白寒便靠在床头撩起衣摆，头天落下的印子还没消，深深浅浅。通话那头，陆焕没有说话。玉白寒在他的注视下，心跳逐渐加速。萝卜皮早已习惯了每天被揉搓，这会儿开着视频，浑身都生出一丝不满足。
他看了陆焕一眼，忽然将衣摆咬住，手放了下去。对面陆焕目光一紧，别闹。屏幕晃动了一下，陆焕像是想要制止，但最终还是被情感占据了上风。玉白寒一瞬不瞬地看向屏幕，眼睫渐渐湿润，又问了句：“你呢？”陆焕抿唇盯着他，额发划过栗色欲浓的眉眼，忍耐又克制。玉白寒咬着睡衣小声鼓励：“想看。”他们整整分开了1天半，汹涌起伏的热潮在空荡的胸腔里四处撞击着，却全都落了空。这会儿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巢处。陆欢顿了会儿，通红着脸垂眼，肩头一动。他还穿着衬衣西装裤。屏幕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听金属扣响了2声。玉白寒心跳急促，细细看过陆焕的神色，正看着，对方突然朝他抬眼，明灼的眸光一瞬透过屏幕落向他。他嘴上陡然一松，衣服落了下来，那双眼底是纯然的厉色，如求兽凶猛。玉白寒指尖一抖，等他回过神时，陆焕还看着他。整颗萝卜顿时滚烫的往被窝里一栽，趴着静静的观看他们陆指挥。隔了不知多久，陆焕抿紧的唇终于松开，呼出一口热气。视频里安静了好半晌。片刻，玉白寒趴在屏幕前问：“你身上这套西装还能穿吗？”陆焕哑声：“明天换一套。”玉白寒羞涩：“哦。”陆焕开口：“我去洗澡，晚安。”画面在关掉前的一瞬，玉白寒看见陆焕站起身，屏幕落下去，晃过衬衣、皮带、西装裤，然后通话戛然结束。玉白寒握着手机，良久才从那画面中回过神。他轻轻一撕，黄彤彤。破戒这种事，有一就有二。玉白寒就像是在一点点地开发他们陆指挥，新奇又刺激。连着4天，黄萝卜每天都要。也不知道陆焕是顺着他，还是也抵不住，次次都依了玉白寒的要求。到了最后一天，玉白寒终于盼到了陆焕回来的日子，他期待的给人发消息：多久到家？于10点左右。有耳萝卜蹲，他特意沐浴更衣，满心欢喜，今天不用云贴贴了，当晚就能近距离接触，得到了准确时间，玉白寒便安下心学习。中午的时候，他下楼准备吃饭，不知道是不是坐了太久，下到楼梯最后一阶时，玉白寒忽然一晃，脚下差点踩空，扑通。他稳住身形，恍惚的摸了下额头。冯叔距离他不远，见状赶忙过来扶了他一把：“没事吧，白寒少爷？是不是学习太用功，用脑过度？”玉白寒侧目，他还有这种人设？他摇摇头，可能是饿了。但你脸色看着比往日要苍白。冯叔说着，又惶恐惊呼：“哎呀，手也是冰凉的，我叫钟医生来给你看看。”玉白寒脖子一缩：“不用了吧？”冯叔严肃：“快考试了，身体要紧。”玉白寒想了想：“那行吧。”钟炳七来的时候，玉白寒已经被冯叔按回了床上趴着，趴得平平整整的，十分安详。钟炳七看向玉白寒的目光中带了点感叹，仿佛在说：“让我看看这次又是什么。”玉白寒对上他的视线，不好意思的起身：“麻烦了，钟哥。”“不麻烦。”钟炳七客套的坐下：“工作是我自己选的。”玉白寒羞赧伸手：“哦。”一番诊断过后，钟炳七收回手。旁边冯叔担忧探头：“是不是用脑过度？”钟炳七意味深长：“不是用脑。”冯叔。钟炳七开了药和食谱交给冯叔，带人拿了方子出门，他这才悠悠看向玉白寒：“小少爷，还记得上次临别时我和你说的最后2个字？”玉白寒回忆：“再见。”钟炳七：“节制。”玉白寒恍然，心虚垂头。他不节制吗？也才一点点口口吧。钟炳七无言的瞥了他一眼，低头在病历本上刷刷记录着。
房间里一时陷入安静。钟炳七正写着，外面似乎隐隐传来车辆驶过路面的声音，玉白寒没多在意，反正陆焕要晚上10点才回来，没事。病历写好，钟炳七抬头，你这段时间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关门声，哐！玉白寒顿时心头一跳，等下。他从床上弹起来，翻身下床，往窗外一看，就见那辆熟悉的迈巴赫车尾驶向了车库。玉白寒大惊，陆焕不是晚上回来吗？他唰的看向钟炳七，和人打商量，能不能别和陆焕说？照他们陆指挥那种克制又紧张的程度，要是知道自己太放纵，肯定好一阵子都不会再给他了。钟炳七把病历本一摊，上面白字黑字，先生不至于大字不识。两人说话间，门外已经隐隐传来陆焕上楼的声音。就算这会儿把钟炳七支走，也会正好撞上回来的陆焕。蓦然一秒，玉白寒突然深吸一口气，他一把抓过钟炳七，就往窗帘里一塞，飞快叮嘱：一会儿我把陆焕带出卧室，你趁机带着病历本离开。他说完，哗的拉上了窗帘。钟炳七猝不及防被裹进窗帘。等等，他一个医生为什么要躲进窗帘里？他瞳孔地震，心底大呼：好怪！玉白寒刚把病历本和他附带的钟炳七藏好，转头就看卧室门咔的推开。5天未见的陆焕拎着行李站在门口，目光相接，陆焕眼底藏着热意。玉白寒被看得心头一动，没忍住几步跑过去扑进他的萝卜坑里。陆焕行李被放下，一双胳膊搂住了他。陆焕急促的心跳从胸口传来，他低头贴着玉白寒的耳朵亲了亲，情思涌动。玉白寒抱着陆焕的腰，空荡了5天的心终于被填满。他埋头闷声：不是说晚上回来？提前了点。陆焕低声：惊喜吗？一口气正激动的提上来，玉白寒还没脱口而出那句惊喜，突然又想起了背后裹在窗帘里的钟炳七，他一口气缓缓呼出：很惊喜。喜不自胜，以至于手忙脚乱的程度。玉白寒戳戳陆焕：我们要不要去露台？陆焕拎起行李：我先收拾一下。玉白寒瞟了眼微微晃动的窗帘，哦。陆焕在屋里收拾起行李。窗帘背后，钟炳七贴着墙，轻轻闭上眼。他莫名其妙就被塞进了窗帘里，怕被发现，还下意识踮了脚尖。现在他的脚很酸，也不知道陆先生还要收拾多久。他有好几个瞬间不是没想过直接现身，但他想象了一下自己忽然拉开窗帘，神色自若的走出去的画面，当即就陷入了沉默。更奇怪了，时间一点一滴流逝。就在钟炳七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屋里传来了陆焕的声音：走吧，不是说要去露台？玉白寒：钟炳七心头一松，紧绷的身形也跟着一松，哒，后跟着跌。窗帘外刚走到门口的两人同时停下。玉白寒倏地抬眼，和陆焕的目光对了个正着。哦豁！顿了2秒，陆焕转头就朝着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身形之利落，玉白寒甚至没来得及捞住他。他停在窗帘前，伸手一拉，哗，窗帘拉开，露出了后面的钟炳七。2个男人目光相对，陆焕眼底沉静如水，屋里有些安静。片刻，他拿起出卖患者的病历本，强作淡定：我可以解释，先生。陆焕视线落在病历本上，语气淡淡的听不出情绪：解释。钟炳七微松了口气，其实是小少爷。玉白寒目光倏然明灼，中医务人员为了保全自己，竟然要出卖他。他一瞬就冲过去，伸手拦在了病历本前，转头面向陆焕，截断了钟炳七的话：什么事都没有。他很好，可以瑟瑟。陆焕刚松口气的钟炳七瞬间惊惶，这又是在做什么？3人在窗帘前默然对立。陆焕揣着裤兜，抿唇看向眼前诡异的场景，眼底静如古潭。
半晌，他在两道视线紧张的注视下，头疼的呼出口气。陆焕一手拎过玉白函，另一只手拿了病历本摊在眼皮底下，纸页哗啦一翻，玉白函呼吸屏住，随着上面一行行清晰的字体落入眼底，陆焕眉心渐渐蹙起来，神色比刚才还凝重了几分。最后一行字看完，陆焕关上病历本，转头看向玉白函。玉白函抬眼和人对视，陆焕的眼中写着禁止2个字，仿若已经下了最终审判。玉白函心头一震，大草，瑟瑟到底还是没了。悲凉的气氛中，忽然从旁飘来一丝虚弱的声音：“我可以走了吗？”玉白函和陆焕齐齐转头，只见钟秉期还贴着墙面，身形有几分透明。他脸上挂着礼貌性微笑，勉强维持着最后的体面。两人，陆焕侧开一步，钟秉期理了理衣服，点点头，毫不留念的离开。玉白函目送着那道脚步虚浮的背影出门。钟秉期到了门口，忽而又回头朝他们看了一眼，语气饱含深意：“入行那年，我听到过一句教诲，劝人学医。”他顿了顿，算了。钟秉期惨然一笑，宛如自嘲：“工作是我自己选的。”他说完，转瞬离去。那身白衣飘出门口，玉白函拽了拽陆焕的袖口，小心翼翼：“陆焕，中医务人员受到的打击是不是有点大？”陆焕轻轻开口：“我受到的打击也不小。”哦！玉白函正羞涩的垂着头，一只手忽然捏住他的脸颊，将他脑袋搬起来。他……陆焕垂眼，娴熟的捏了捏他的脸，至少半个月不准放肆，知道了吗？半个月。玉白含糊的睁大眼，对视几秒，陆焕面上透出不容商量的神色。玉白含不开心的戳他，乌黑的眼中神色悠悠：“明明是我们一起的，为什么你就没事？”陆焕话头一指，像是在斟酌措辞：“我一次你3、2次，你说为什么我没事？”玉白含目露凶光，这说的是什么话？他不爱听，还不赶紧收回去！陆焕看了他几秒，然后将凶狠的萝卜捞进坑，安抚的搓了搓松土：“好好锻炼。”玉白含慢慢变软。哦，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入座就看满桌都是按照钟秉期给的食谱做的滋补大餐。冯叔在一旁眉飞色舞的介绍，看向玉白含的眼中还充满了关怀：“白含少爷，来。”他一眼晃过桌上的菜色，滋补的意味一目了然，仿佛在嘲笑他先前的多此一举。他正瞅着，就听旁边陆焕真的笑了一声，声音很轻，但玉白含一秒便敏锐捕捉。他侧目过去，微微眯眼：“陆同学，你的平时分没了。”陆焕在他注视下轻轻收敛了唇角，抬手夹了一筷子菜到他碗里：“快吃。”玉白含收回视线，垂眼默默扒菜。晚上睡前，陆焕去洗了个澡，玉白含早早躺到了床上。待陆焕洗漱完出来，掀开被子上床，他便往阔别已久的萝卜坑里滚去。陆焕伸手搂了他，关灯躺下。5天没有亲热，玉白含这会儿埋在熟悉的怀抱里，闻着陆焕身上淡淡的沐浴露香味，忍不住舒服的蹭了蹭脸颊，温热的气息包裹了他。陆焕低头，薄唇抵在他乌黑柔软的发间：“我走的这几天有什么事吗？”玉白含模糊的视线里是陆焕凸起的喉结，他伸手摸了下：“我每天的活动不都和你说了吗？”陆焕喉结微震，抓下他的手：“我是指隐瞒不报的。”玉白含抬头指责：“我们的信任呢？”陆焕轻拍他的背，都裹在窗帘里，被风吹走了。顿了2秒，他悠悠张嘴往跟前的喉结上一咬，没用多大力气，咬了一下又松开，气气热热的含着喉结吮吻。头顶落下一声闷哼，凌乱的呼吸扑落在他发间，陆焕搂在他背后的手渐渐收紧。隔了片刻，他情难自禁的低下头来，托起玉白含的脸和人亲吻。被窝里的温度慢慢攀升，就在玉白含深陷其中时，压在他身上的陆焕忽而停下，然后一个翻身躺回床上，
伸手将他往怀里一捞。报警！拍拍！结束亲密。玉白寒，他从陆焕怀里冒出头，你在做什么？陆焕闭着眼，一锤定音，睡觉。玉白寒，睡什么睡？还一身火。他伸手扒开陆焕闭上的眼皮，表达自己的不满足。你们白寒还没长记性，是吗？陆焕睁眼看着他，灼热而克制的眼底写着审判。躁动的萝卜重新被栽回坑里。陆焕搂着他，呼出一口热吸，别闹了，睡觉。哦。玉白寒在他热腾腾的怀里埋了半晌，这才慢慢散去一身燥意，艰难的闭上眼。他嘀咕晚安，克制陆焕。脖子被捏了一下，晚安，放肆白寒。玉白寒，陆审核规定的禁欲期限为半个月。玉白寒宿了3、4天，又被陆焕拉着去楼上健身锻炼。几天过后，整颗水灵的萝卜都渐渐蔫了下来。第5天早上起床，陆焕刚背对着床边穿好衣服，腰身便被一把搂住。玉白寒埋在他背后，狠狠吸了一口。陆焕转头看着身后毛茸茸的头顶，怎么了？声音闷闷传来，吸阳气。陆焕低笑，你是萝卜成精？玉白寒从他背后拱起来，眼底充满控诉。陆焕顿了一下，随即转身将人拎回床上坐好，我让钟炳期1周来给你看一次，谨遵医嘱。玉白寒惊讶，他没辞职？陆焕陈述，我开的薪水高。玉白寒了然，他就说。正品味着金钱的力量，脖梗忽然被温热的大掌揉搓了一把，一簇细微的电流瞬间穿过尾椎，玉白寒呼吸微颤，抬起头。陆焕低眼搓了搓他，又俯身在他唇上吮了下。系好的领带垂在两人中间，深色西装裤跪在床沿，拉出几道平滑的褶皱。玉白寒心跳怦然的搂上陆焕的肩，目眩神迷间，他恍惚感受到了从陆焕身上透出的不亚于他的渴求。隔了会儿，陆焕起身呼出一口热吸，他从容冷静的面上被挑起的玉气染红，薄唇轻抿，然后伸手正了下腰带。玉白寒睁眼瞥见被移位的腰带，脸上发烫，我帮你。陆焕按下粗沉的呼吸，不用。他赶在玉白寒开口前问，再继续下去你能收住？玉白寒冒出的苗头被压下，他蔫回被窝，就算只是帮陆焕，他也太有感觉了。陆焕看了他一眼，转头去了洗漱间。20多分钟后，他带着一脸沁冷的水珠出来，身上衣服已经整理好，我出门了。玉白寒欲求不满的挥挥，拜拜。卧室门咔嗒关上，玉白寒倒头往床上一滚，恨恨计算到底还有多少天。午饭过后，他继续看书，手机一震，微信上忽然收到了何月的消息。何月，好久没见了，要不要来社团？勾手指，正好这几天在家里锻炼的比较枯燥。玉白寒想了想便回道，刘儿 OK， 下午见。出门前他和陆焕发消息说了声，陆焕回了句好，说下班的时候把他顺回来。玉白寒便换了衣服，让华武送他去了学校。到社团时是2点，何月正在场边开弓练剑，见玉白寒进来，他放下弓箭招了招手，来了。周围几名相熟的社员也转头看来，白寒来了。玉白寒跟他们打过招呼，又看见几张好奇打探的生面孔。他拿了装备走到何月旁边，招新了吗？何月点头，今年刚入学的新生，等明年你也能入学，正式加入我们。玉白寒双手合十，借你吉言。几句寒暄结束，他转身投入练习。有一阵子没练，玉白寒未见手生，开头便连中靶心。瘦白的小臂在发力间微微隆起，线条优美流畅。明净的眸光在轻颤的弓弦外定然不动。咻啪，几发连中后，玉白寒才将弓箭放下，乌发扫过眉眼，淡色的唇弯了弯。刚呼出口气，
他就感觉到从旁投来的一众视线，紧接着听何月用一副便利的口吻指导：“看见了吗？就像你们白涵学长这样做。”玉白涵扭头，只见何月正指着他在和新生做示范。一众新生望向他的眼底充满着惊艳和憧憬，接着又被何月抬手赶回去做训练。好了好了，别一直盯着人看。把新生支去一边之后，何月走过来，喜滋滋的打量着玉白涵：“叫你来果然是对的，你看。”新生立马跟打了鸡血似的。玉白涵微微眯眼，原来你不是因为想念。何月大大咧咧的撞了他一下：“哎呀，当然也是因为好久不见，想念你了才叫你来。”玉白涵大度的宽恕他：“行吧。”不过广告的效应确实相当显著，有了玉白涵在社团里开弓如画的射箭示范，新来的社员一个都没有早退，都一边瞟着玉白涵，一边调整姿势学练。练到5点半左右，玉白涵停下，他估摸着陆焕应该要来接他了，就放了装备，坐到门边的休息椅上等人，顺便发了条消息：“尤儿，我结束了。”萝卜蹲，消息发过去好几分钟，陆焕没回。玉白涵盯着屏幕上那颗水灵灵的萝卜，练习了一下午，他这会儿浑身汗涔涔的，像颗脱水萝卜。加上这几天严重缺少灌溉滋润，他感觉自己都快变成萝卜干。玉白涵悠悠一盯，关了手机屏。刚关上，何月便走过来坐到他旁边：“你还好吧？怎么感觉你都瘪下去了？”玉白涵轻轻带过，可能是运动过量。何月便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要是我们社团的正式成员就好了，让你来拍宣传视频，我们招新效果肯定拔群。”玉白涵给他画饼：“明年入学我给你们拍。”何月一口炫了这个饼：“好，就这么说定了。”顿了顿，他又润了下唇，试探道：“那到时候能不能也让陆焕学长跟着露个脸，在宣传视频里？”“行吗？”玉白涵陷入思索，陆焕是会拍宣传视频的人吗？视频资料应该是他们陆学长的一生之痛吧，大概是整颗萝卜入不敷出。玉白涵这会儿脸色透白，沉思间搭着眼睫，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何月没忍住拍了拍他：“你怎么蔫哒哒的？”他追问：“所以陆学长是不行吗？”玉白涵稍微支棱了点，他替陆焕拒绝掉：“不太行。”正说着，身侧的门突然咔的推开，玉白涵转身抬头，就带着一脸急需灌溉的表情和推门而入的陆焕对上了视线。陆焕低眼盯着他：“玉白涵。”他反应了一秒，陆焕盯向他的眼神有些幽深。旁边何月还没反应过来，起身招呼：“陆学长来了。”陆焕这才将视线从玉白涵脸上稍稍移开，对何月嗯了声，然后伸手拎起玉白涵：“我来接他回家。”何月兴奋又八卦：“哦，你们快回去吧。”玉白涵看了眼还在磕 CP 的罪魁祸首：“不，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下一秒，他就被陆焕从门缝里捞了出去。社团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社团门外是一片开阔的台阶。正逢初秋，台阶外大片的银杏叶开始泛黄，稀稀疏疏的掉落下来，堆叠在地上。铺天盖地的黄色中，玉白涵和陆焕四目相望。陆焕垂眼看着他：“我们白涵倒打一耙。”玉白涵开口：“不是，你听我。”陆焕预判：“狡辩。”玉白涵腼腆：“诡辩。”呵，一声冷笑落下。陆焕按在人后颈皮上的拇指擦过他颈侧的细肉，面上要笑不笑的。大概因为这会儿还在外面，随时可能有人路过。陆焕只是这么看着他，眼底的忧色越发深沉，却没有真的做什么。玉白涵解释的话到了嘴边忽然一收，他嘀嘀咕咕：“你就是不行。”陆焕的眼神一下变得更危险。明知是玉白涵惯用的激将法，但他从来抵不住。他盯了玉白涵几秒，随即伸手将人一拎，裹在胳膊肘里，就朝校门外走去。
玉白寒窝在他嘎吱窝里，眼底闪烁着兴奋期待，还不快把他带回家，狠狠的惩罚他。校门外的迈巴赫里，樊林正坐在驾驶座上，低头在兄弟群里发消息。自从接连撞破了他们先生和小少爷的二三事，他心里压力就陡然增大。忠诚让他陷入纠结，人性让他心生怜悯。好在纠结了小半个月，今天先生终于亲自来接小少爷回家了。眼看着小少爷处境好转，樊林忍不住在群里分享喜讯，整个群里顿时一片宽慰欢心。正发着消息，车后座的门突然打开，后视镜里人影一晃，接着车门便被砰一声大力关上。樊林一下被惊得差点将手机掉下来，他抬眼就看后视镜里映出陆焕凌厉的眉眼，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后视镜中，陆焕眼皮一掀对上他，回家。樊林赶紧收回视线，手下偷偷在群里飞速的打了一条情况有变。兄弟群，他发完关掉手机，做了个深呼吸，将车驶离。私家车很快驶入平稳的大路，后座静默无声。樊林没忍住，又巧摸着往后视镜里瞟了一眼，就看陆先生眸光狠厉，连脖根都气得涨红。一旁的小少爷往陆焕脸上瞟了一眼，又惊慌的垂下眼帘。唉，樊林暗叹着收敛了思绪，将目光转回路前。安静的车后座里，陆焕正压着呼吸，通红着整张脸。他一手绕过玉白寒背后圈住人的腰，一手按住玉白寒在下方作乱的手。他俯身低喘了一口气，车上别闹，声音压得很低，只有2个人能听见。玉白寒垂眼一瞟，被扑面而来的热息烫得脸红心跳。他又叛逆的碰了下，凑近陆焕小声问：那你说行不行？陆焕搂紧他的腰，抬眸盯了他半晌，目光悠悠的不知在想什么。随后他脸红气粗的贴着人耳朵哑声：行。私家车停在家门口，一下车，玉白寒就被陆焕拎走，进了主宅，一路上楼回了卧室中。卧室门被砰一声大力关上，接着他被往门后一压，铺天盖地的稳落了下来，肆意而汹涌。陆焕像是憋狠了似的，亲得又深又热，缠着他所求。玉白寒被亲得腰身一软，只能攀着陆焕的肩。随后他的腿根被一把托起，他顺势环在了陆焕的腰上，被抱去了床边。身上的人压下来，热浪混着玉气席卷。陆焕记得一丝不苟的衣领勒着粗红的脖子，玉白寒摸索着替人解开，领带窸窣落下，堆叠在一边，下方响起金属扣的2声轻响。他这会儿终于切身体会到，原来这段时间憋久了的人不止他一个，还有陆焕。床被揉乱成一团，轻撞摇晃。玉白寒细长的眼睫很快又湿了，过了没一会儿，他揪紧陆焕的衬衣，轻哼了一声。这一声像是一种信号。上方的人一停，撑起身来。陆焕一手捞过落在旁边的领带。玉白寒。下一刻，在他一声低呼中，凉滑的触感贴上来。陆焕低眼看着他，只准一次。他说完，不等玉白寒发出反驳的声音，又俯身亲下来，在热烈缠绵的亲吻间低声开口：和我一起。玉白寒睁大眼。半小时后，萝卜干终于恢复了几分水润。玉白寒仰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晶灯，半天没能回神。怎么可以这样？陆焕已经起身将周围收拾清理好，又把领带拿去洗漱间简单冲洗了一下，这才扔进脏衣篓里。他回来看玉白寒还仰在床上，眼角泛红，淡色的嘴唇也被吮肿，一副被欺负狠了的样子。这么久以来还是头一次。陆焕俯身将人抱回他最爱的坑里，轻轻揉搓。他局促的抿了下唇：你非激我。玉白寒在他怀里动弹了一下。陆焕趁机教育：下次还敢吗？沉寂了半天的萝卜像是被触发了关键词，终于从他怀里抬头。玉白寒目光又恢复了神采，渐渐浮出惊喜的神色。还有下次。陆焕将人拎出怀里，起身结束话题，
收拾一下，下楼吃饭。玉白寒动了动，哦，他在心底暗自回味，之前几次都是陆焕顺着他，他想怎么造怎么造。今天好像不一样，被强势的控制着，积压过后更加狂澜汹涌。他又心满意足的抿抿唇，换了衣服，跟着陆焕下楼。吃晚饭的时候，就连冯叔都看出玉白寒恢复了精气神。冯叔欣慰，白寒少爷就该多出去透口气。你看，这不精神多了？玉白寒羞涩埋头，倒不是因为那个，他那是由内到外的。冯叔歪头，没什么。饭吃到一半，陆焕忽然顿了顿，状似随意的开口：“你要喜欢射箭，干脆就在后面院子里建个场地，免得每次都往学校跑。”玉白寒抬头看他非做出一副从容霸气的口吻，便贴心的伸出筷子，从陆焕筷尖精准的夹走了那块老姜。等考完试再说吧，施工干扰看书。暴露心情的老姜被他丢进旁边的扎盘。陆焕绷着淡定，耳垂染红。哦，晚上睡觉前，玉白寒又收到了秦雯送的装备和皮肤。最近秦雯送的好勤。他靠在沙发椅上感叹了一句，又转头问旁边的陆焕：“你给人发奖金了？不然怎么跑来报效他这个正宫？”陆焕垂着眼默了下，随后淡淡：“我送你的装备不多吗？”玉白寒眼睫一眨，不是在说秦雯？哎呀，瞧他们陆学长这倔强的胜负欲，他翻身一跨坐到陆焕腿上，捧着人的脸哄道：“特别多，一衣柜都是。等我考试的时候，就穿我们陆学长买的衣服，学神附体，么么。”陆焕脸上热了点，他摁完又问：“秦雯送你的装备多少钱？”前后两个328。我到时候当奖金100倍打给他。玉白寒咯吱一乐，那秦雯真是飞来一笔横财。不是横财。陆焕把身上乱动的人按下去，正好要把他支去做任务。玉白寒老实坐着，什么任务？最近在和崔家打，让他去对付崔家。玉白寒，陆焕同他解释，思威进去了，判了无期徒刑。这里面大部分是出自司坛临时反水的手笔，司坛和司延廷又重新联合起来。司延廷忙着重振旗鼓，现在崔家是我们主要的商业劲敌。玉白寒还重振旗鼓，就该趁他病要他命，别让扑阿大师得以喘息。陆焕伸手捏了下眉心，面上浮出一丝皮色。司家根基还是太过庞大，我和霍老说好联手，到时候赢的算他，亏的我来承担。他眉间浮出一丝决绝狠厉，扬起的颈侧鼓着青筋，像是憋了股劲，不惜自损也要拼着将司家按下去。但还差一点，只有2家还是不够。玉白寒怜爱的将他粗红的脖子一捧，瞧你说着说着就激动了，那股狠劲蓦地卡在喉颈半截。陆焕胳膊一抬，低头看去，玉白寒学着他松土的手法给人搓搓揉揉，2家不够就3家，你不是还有别的家人吗？陆焕的眼中流露出几分茫然疑惑。玉白寒宠溺的提醒：“你的小迷弟啊！”反应了半晌，陆焕薄唇微起，像是终于从记忆深处搜出了这号人物何老爷子。隔了会儿，他说：“我试试。”陆焕说完，拖着玉白寒将人抱回床。我们玉白寒期待，该睡觉了。陆焕行动力很强，第2天便登门去拜访何老爷子了。今天正好也是钟炳期来复诊的时间，玉白寒在家里等着，然后等来了浑身戒备、一张冤肿脸的钟炳期。他满怀歉意，上次的意外是我没想到的。钟炳期坐下，将他胳膊抓过来。是啊，谁能想到呢？大概是陆焕开出的薪水真的很高。钟炳期虽然一脸冤种，但还是稳当顺利的给他复查了一遍，开了新的食谱药方，刷刷写下病历，比之前好多了，还是不能太放纵。你身体底子太差，要加强锻炼。玉白寒挑出字眼，不能太放纵，意思就是还是可以有些许的放纵。钟炳期抬眼
低头在病历本上补充：建议预行房事，1周1次。玉白寒瞥见，可恶！送走了钟炳七，病历本还留在桌前。他盯着那条苦大仇深的建议看了半晌，目光落在1周1次上。隔了会儿，玉白寒润了润唇，瞟向桌边的圆珠笔。他伸手拿过，往上面敲摸着加了一笔。满意。晚上陆焕回家，他进屋后松了领带，神色看着还算轻松。玉白寒扑过来，怎么样？弹得还行。陆焕捏了下他耳朵，转头将正装换下，穿上居家衣服。钟炳七今天来给你看过了，怎么说？玉白寒心头微微一紧，瞟向桌上的病历本，说我恢复的挺好的。是吗？陆焕侧了他一眼，眼底充满质疑。然后他顺着玉白寒的视线看向病历本，几步走过去，将本子翻到最后一页，一行行记录浏览到最后。陆焕目光突然在那条建议上一定，预行房事，1周10次。那个时相当惹眼，尤其是中间那笔工整而僵硬的一竖，简直像是 P 上去的一般突兀。卧室里一时蔓延着沉默。玉白寒暗搓搓凑过去，谨遵医嘱。陆焕就转过来看着他，嘴角挂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然后伸手从笔筒里抽了支铅笔，低头往病历本上一填，实立马变成了铅。陆焕叫道：我们白寒怎么不再多加一撇呢？1周1000次，够不够造了？哦豁，果然是篡改痕迹太重，被发现了。他局促的低头，1000次有点太假了。陆焕温柔的捏着他的耳垂，10次就很逼真了吗？病历本被哗啦关上，轻微的声响中充满了制裁的味道。有了陆审核严格的监督，这周玉白寒又只得了1次，而且1次就是1次。用过的领带被扔进脏衣篓，隔几天又出现在陆焕禁欲正经的白衬衣前，好像多了几分别样的味道。饶是厚脸皮如玉白寒，也看得浑身羞臊。他们陆学长有的时候真是比他还会玩，克制而放肆的1周过完，很快再次迎来了钟炳七例行1次的复诊时间。这次陆焕也在家，介于玉白寒的作案前科，他便全程陪在一边。钟炳七复诊完，翻开病历本，叮嘱调养是长期的事，目前看来情况有所好转，记得坚持下去，不要造作。他正说着，翻病历的动作突然一顿，目光定定落在某个地方。玉白寒顺着他的目光往上一落，就看纸页停留在前一次的医嘱上，那道潇洒的一横上面多了2笔画，一个竖一个撇，一看就是出自2个人的手笔，但都同样的嚣张而拙劣。卧槽！被发现了！玉白寒一下没了声响，旁边的陆焕好像也蓦然陷入了凝滞。房间里安安静静，钟炳七低垂的脸上看不清表情。片刻，他抬起头，麻木的看向跟前的玉白寒和陆焕。从医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患者私自篡改病历本的，还改2次。玉白寒心虚的垂眼，陆焕抿了下唇，指尖微拳。钟炳七盯了2人半晌，忽然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霍地睁眼，像是自暴自弃般拿起橡皮圆珠笔，往纸上刷刷一改。随着他笔下生风，玉白寒提心吊胆，中医务人员该不会被他们给逼疯了吧？病历本上铅笔的一撇被刷的擦掉，石后面又补了个龙飞凤舞的横疤。再抬头时，钟炳七将病历本哗啦一摊，露出上面的郑无穷，预行房事，1周无穷次。他面无表情，二位满意了吧？郑无穷的符号写得张牙舞爪，力透纸背。玉白寒对上钟炳七崩塌的神色，小声安抚，别说气话。钟炳七淡漠勾唇，真心话。他说完将病历本一放，虚浮的背影再次从门口翩然而去。待人离开，玉白寒低头看向瘫在床上的病历本，顿了顿，他转头向旁边的陆焕确认，
你开的工资真的够多吧？陆焕揣着裤都望向窗外，喉结微动，应该吧。玉白寒他自我宽慰，没事。中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大，发泄出来就好了。遣散了心虚过后，玉白寒又蠢蠢欲动。那我们还遵医嘱吗？陆焕，遵医嘱。玉白寒眸光一亮，心跳怦然加速，1周无穷次。紧接着，一只大手就将他抓过。陆焕拎起人菜瘾大的玉白寒走向门外，气话除外。玉白寒探头，现在是去哪儿？稳健的步伐朝着楼上而去，锻炼身体。除了1周无穷次被无效搁置，病历本上的其他医嘱都严格的进行了实施。3楼健身房里，陆焕将运动过后瘫在瑜伽垫上的玉白寒翻了个面，比半个月前坚持的更久了，有进步。玉白寒咸鱼翻身，啪嗒，不想说话。陆焕又把他汗湿的额发抹开了点，提醒别忘了还有定期的心理复查。玉白寒伸手回捧住他的脸，知道了，病友。陆焕跳过他的拉帮结派，时间约好了吗？约了这周5下午3点。落在他额间的手收了回去。陆焕低头翻出手机，视线上下扫动。玉白寒支棱起来，往他屏幕上一看，就看是周5的行程表。陆焕当天下午正好有个商务合作，他贴心，你有工作就不用陪我去了，让华武送我就行。陆焕蹙着眉，像是在思索。玉白寒，周5的值班医生还是上次那个？陆焕默了下，灭手机屏，温柔开口，有事和我打电话。玉白寒洞悉的瞥去，他就知道周5当天华武便送玉白寒去了医院。玉白寒一路轻车熟路的去往咨询室，转过一个拐角，精神科的标牌便映入眼中。跟在他身侧的华武似是一震，脚步一岔。玉白寒走出2步，扭头问：你怎么了？华武回过神，看他的眼神有些复杂。你还好吧？真是这么悲观做什么？玉白寒反向安抚，没事，会好的。华武神色微动，一把按上他的肩，玉白寒，怎么回事？好像更悲壮了。2人到了咨询室门口，玉白寒叫华武在外面等他，然后姿态娴熟的进了门。门口值班的还是上次那名医生。他见了玉白寒，先是一愣，随后下意识问：今天只有你一个人？玉白寒已然放弃纠正，他们觉得自己挺好的。对方摇头叹息，那问题大发了。正说着，里间的门便打开，陈天狼送走了前一位咨询者，开口叫上玉白寒：来了，快进来吧。玉白寒趁机结束了话题，几步进去，将门一关，坐在沙发上。陈天狼给他倒了杯花果茶，随和的开口：这段时间恢复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挺好的。话落，玉白寒微妙的一默，这句话他刚刚是不是说过？好在微妙的气氛很快被打破。陈天狼切入正题，先做几个测试看看。玉白寒，好。40多分钟后，测试做完。陈天狼看了眼结果，又将他带到一个场景模拟的仪器前。我会尽可能还原你描述的场景，如果不行，你就喊停。玉白寒敏感的一顿，不行。陈天狼察觉，怎么了？玉白寒带上模拟仪器，没什么，我行的。随着仪器启动，思妍婷那间催眠室的样貌慢慢还原在眼前。玉白寒指尖先是一颤，随后他定下神，感受着身体反应的严重程度。隔了会儿，仪器被关闭。他取下仪器，对陈天狼道：没之前那么严重了。陈天狼欣慰，看来恢复方案还是有效果的。不过最迅速彻底的治疗方法是解决让你产生恐惧的源头。玉白寒侧目，解决源头。陈天狼飞速补充：我是指通过法律途径。玉白寒宽慰的看向他，那是当然的。离开了咨询室，他给陆焕发了条消息：尤儿，我结束了，情况挺好的。海报充全，
陆焕应该在进行商谈，暂时没回消息。这会儿刚好走出医院大门，玉白涵正打算收了手机，等华武去将车开过来，胳膊突然被一把拉住。他侧头，只见华武那张秀气的脸上神色严肃，皱着眉往某个方向看了一眼。玉白涵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医院外的路边停着几辆普通的小轿车，标志杆立在巷口，零星的路人来往走过，树冠隐隐绰绰。他又去向华武，是想起今天限号，还是你违禁停车了？他抬手将人一护，快步朝车里走去。小少爷，我们先上车。玉白涵收回目光，哦。两人很快回到车上，车门一关，华武瞥了眼后视镜，迅速将车开走。私家车一路平稳的驶回陆宅。玉白涵若有所思的望向窗外，回味着刚刚看见的场景，眯了眯眼，看着像是有什么东西狗狗祟祟的。回到家里，玉白涵还没换下衣服，手机就震了一下。鉴于先前隐隐嗅到的狗味儿，他刚刚在车上已经把微信切回了旧账号。他拿出手机一看，果然 Puo 大师去医院做什么了？玉白涵淡定的糊弄着，去检查身体。既然司言庭都发消息问他了，就说明对方什么也没查到。毕竟他找陈天狼咨询走的是私人渠道。Puo 大师，我看看证明。玉白涵顿了顿，转头去抽屉里拿了自己的病历本，翻到一页拍下来发了过去。那页病历上正好没来得及写日期，因为那时候的钟丙期已经被他裹进了窗帘里。玉白涵，图片，消息发过去，司言庭没再追问。玉白涵便将手机放在一边，打开电脑，网页上有关催眠的资料一行行映入眼底。他细细思索着，像司言庭这种疑神疑鬼又浑身戒备的人，他要怎样才能在安全离开狗舍的前提下，从对方手里拿到那份非法催眠的罪证？陈天狼的话在脑海中反复倒腾。半晌，玉白涵乌黑的眼底映着莹莹白光，唇角微微一翘，好像也不是做不到。他做好打算，刚关了电脑，走廊外便传来脚步声。玉白涵转头，正对上推门进来的陆焕。他立马向人招招手，你回来了。陆焕面色有些沉冷，开门后径直走到玉白涵跟前，低头在他脸颊上抚了下，像是在寻安心。华武说有人跟着你们。玉白涵指责，侮辱人了。他闭上眼，呼出口气，是司言庭。玉白涵夸赞，我们陆学长好聪明。他夸完自觉，安全起见，我最近是不是就不要单独出门了？陆焕闭着眼默了会儿。玉白涵，这是值得冥想的问题吗？他凑近细看，你是站着睡着了吗？陆焕闭上的眼重新睁开。陆焕垂眸看向跟前的人，玉白涵抬眼间凑得很近，柔软的乌发扫过那双眉眼，明月的眼底闪着细光，无论何时都是这么鲜活明丽，想让人再无后顾之忧，再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永远都这样肆意蓬勃。心脏在胸腔里怦然撞击着。陆焕看着玉白涵，伸手捏了捏人的耳垂，在你考试之前，我会解决它。粗糙温热的指腹擦过耳垂的细肉，一阵电流猝不及防窜过。玉白涵对上陆焕的眼神，心头一动，怎么又突然撞他心巴了？他伸手扒上去，埋进陆焕肩窝里拱了拱，陆学长好帅。陆焕一顿，脸上染红了点。玉白涵继续拱，比在家里开服装展和扬言要修射箭馆的时候还帅，一只手将他拎下来。陆焕抿唇盯着他，那目光紧绷。玉白涵话头一岔，呀，好像不小心揭穿了他们陆学长假装不经意的2次耍帅。晚上洗漱过后躺上床，玉白涵先一步埋在了被窝里。陆焕掀开被子躺进来，随口道，对了，我到家前给你发了微信，你怎么没回？玉白涵反应了1秒，随即窜起来拿了手机，你不说我都忘了切号。那会儿忙着头脑风暴，他刚切回新号，就听身侧落下陆焕低沉的声音，司言庭找你了。不愧是他们小陆，好敏锐。
玉白寒切完号，将手机放在一边。他问我去医院干嘛了，应该是怀疑我想脱离他的控制。话落，身旁有些安静。他转头就看陆焕下颌紧绷，神色幽冷。或许是一侧光线的原因，明暗交界处的眉间浮出了几分阴厉。陆焕悠悠开口：“那你是怎么应付他的？”一说到这个，玉白寒神色顿时比他还悠悠，用尊严换来的。什么？我把病历拍给他了。陆焕眉间的阴厉一瞬消散，薄唇微动。玉白寒目光犀利，噌的翻身坐起。你是不是笑了？陆焕语气缓和，没有。玉白寒一眨不眨的盯着他，对视几秒，陆焕抿了抿唇，随即长臂一伸，将人拉进萝卜坑里，往被窝里一躺，飞速关灯，不早了，睡觉。啪！卧室里陷入黑暗。呵呵呵。玉白寒埋在36度的怀里，眼底是零下1度的清冷。他两只手爬着陆焕身前丝滑的睡衣，再次酝酿起还未付诸过行动的偷袭。半晌，他摸了下自己的唇，估量着大小尺寸。玉白寒暗搓搓眸画，你就笑吧，嘴和手能一样吗？看我过2天偷袭你，丢脸的会不会变成你？第二天又是周末，玉白寒醒的时候，看陆焕正坐在床头看书，罕见的没有先他一步起床，他就翻了个身抱上去，把脸埋在陆焕腰下。你今天怎么还在赖床？头顶落下陆焕的声音，我是赖床吗？玉白寒从他身前仰起脸，陆焕低眼看着他，修长的手指穿过他的头发，顺着他耳朵脸颊摸了摸。自从他昨天回来之后，陆焕已经这样揉搓了他好几次，就像没什么安全感似的。玉白寒琢磨，难道是还在介意昨天自己被跟踪的事？他便抬眼将脸贴在陆焕身前。哦，是特意陪我的。他说话间，淡色的唇一张一合，柔软的脸颊动了动。陆焕气息蓦地沉了几分。意志薄弱的早晨，注意力果然很轻易就被拉去了别处。他按住玉白寒的颈侧，起来吃饭。玉白寒脸颊被轻轻挤压，感觉到透出的热度。他呼吸也热了几分，垂眼瞥了瞥近处。下一秒，他就被一只大掌拎住了后颈皮，距离一下拉开，陆焕敞开的领口上方，锁骨脖颈尽是一片潮红。他手下用了点力道，警告的搓了搓不安分的萝卜，然后翻身而起，走进了洗漱间。他们陆学长还真能憋。玉白寒红扑扑的海獭搓脸，也下床跟了进去。入秋后天气转凉，两人居家的衣服都换成了稍微有点厚度的长袖长裤。玉白寒刷完牙瞥了眼陆焕，对方的衣服是深色的，裤子宽松，衣摆垂下来勉强能遮住。陆焕洗漱完又抹了把冷水脸，涨红的脸上挂着沁凉的水珠，然后拎起旁观的罪魁祸首，姑且就这么下了楼。楼下已经备好早餐，冯叔去别处忙活了，没在餐厅里。今天的早餐是三明治，玉白寒配了杯牛奶。他喝完牛奶，嘴唇一圈白蒙蒙的，就伸手扑扑拍打陆焕，指。陆焕会意的抽完纸，转头朝他看了一眼。他视线在那双唇上一落，眼底好不容易压下的热意又重新涌了上来。玉白寒看人没动，就努了努嘴催促：“你在干嘛？等牛奶干了直接揭膜吗？”陆焕抿了下唇，伸手直接给人一擦。他飞快擦完别开脸，低声道：“好了。”玉白寒目光一转，就看陆焕耳尖泛红，他瞬间意味深长：“哦，又不正经了，陆学长，今天刚好出了点太阳。”早饭过后，两人拿了书和电脑，准备去露台待着。陆焕一手拿着电脑，一手拿了玉白寒大半的书，一路走下楼梯，多晒点太阳对你身体好。玉白寒看着他板正严谨的背影，忍不住轻叹：陆焕是真把他当萝卜栽吗？多晒太阳，多松土，还有1周1次的定量灌溉，他怕不是颗黄金萝卜。两人很快下楼到了露台。玉白寒边放书边问：“你不是还在痛打洛思言庭，待在家里没问题吗？”
陆焕低头开电脑，难不成要我亲自去拔网线？玉白寒一下笑出声，咯，砰！嗷！笑声戛然而止。他冷不丁踢到桌子，整个人立马颤巍巍的缩了下去。陆焕转头看玉白寒抱着腿蔫在座椅里，忙低头去查看撞哪儿了。玉白寒小腿直抽，麻筋。Coke 睡裤被掀起来，露出小腿和膝盖。陆焕看他没受外伤，定下心后就陷入了片刻的无言。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将玉白寒的腿拉过来搭在自己大腿上，指腹抵在对方麻筋的地方按揉，有这么好笑？玉白寒又咯吱笑出声，主要是带入你的脸好笑。陆焕盯了他一眼，手下一重。嗷！被制裁之后，玉白寒终于安静了。他一条腿搭在陆焕腿上，膝盖屈起，正踩着陆焕紧实的大腿。他脚下蹬了蹬，触感很好，还能回弹。一只手攥住他的脚踝，陆焕腰腹紧了下，又不消停了。玉白寒抬眼对上陆焕的目光，视线相交，像有电流裹着火花擦过。他呼吸微乱了点，又没怎样。陆学长真是越来越敏感了。陆焕按揉的动作也缓了下来，温热的手心裹着他的小腿，粗粝的指腹擦过。对视间，呼吸缠绵，暧昧滋生。玉白寒心跳怦然，他睫毛扇了扇，正想凑上去，陆焕打开的电脑上便弹出一个对话浮窗，提示音响起，滴滴滴。他转头就看是什么项目经理。陆焕也看了一眼，然后呼出一口热气道：“是工作汇报。”他说完，一手按着玉白寒的脚踝，另一只手接通了视频。视频接通，对面的声音一下传出来：“陆总。”摄像头只拍到陆焕胸口以上，他已经调整好神色，又恢复了那副正经模样。说吧。工作汇报的声音从电脑里连续不断的传来。陆焕靠坐在椅背上，大多数时候只是应两声，光听着不说话。玉白寒坐在视频拍不到的旁边，小腿还被陆焕攥在掌心里。他抿抿唇，小不满足，视频接这么快，不能先亲一下再接。他拖着下巴，看陆焕轮廓分明的侧颜中透出一股雷厉风行、不近人情的神色，心头忽而一动。紧接着他唇角翘了下，使坏地动了动腿。嘿嘿，电脑跟前，陆焕神色蓦地顿住，他呼吸加重，一把摁紧了玉白寒的腿。细长的眼睫垂下，红晕慢慢从那张正经的脸上蔓延至耳根。对面汇报一听，陆总。陆焕喉结微动，似平静的抬眼，没事，继续。一板一眼的汇报又从电脑里响起。桌面下方，陆焕指节凸起，掌心发烫，相贴的感觉越发明显。玉白寒看陆焕依然目不斜视，但又觉得对方的余光已经紧锁在了自己身上。头顶出了点薄阳，暖烘烘的日光落在露台，光天化日下，玉白寒被握着腿，后背好像也跟着起了燥意。他小脸一红，在心底合计，就说要1周10次才够。你看，这不憋得慌？隔了会儿，视频通话终于结束。陆焕侧头就朝他看过来，眼神有点凶，乱来。玉白寒红扑扑的看着他，对视几秒，陆焕像是无可奈何，又放低了声音问：“腿还麻不麻？”玉白寒老老实实：“不了。”我看也是。陆焕说：“这么灵活。”话音刚落，陆焕就顿了一下。原本讥诮的语气在此时此刻好像生出了奇异。他说完脸上一燥，别开头将玉白寒的腿拎了下去。玉白寒放下裤腿去啄陆焕滚热的脖颈，只是不小心沾了点奇异，他们陆学长居然就这么害羞。他没忍住凑过去亲了下陆焕通红的耳朵，真可爱。不，陆焕又转回来，伸手将他脸颊捏住，眸色深沉的盯来，什么时候能消停点？跟前近了几秒，随即细密的吻还是落了下来，单纯又轻柔，带了几分温存缠绵的味道。玉白寒被陆焕捧着脸细细亲了会儿，
正倾到中途，他忽然侧身刹住。陆焕一下掀开眼帘，大概是第一次由玉白寒刹车，他面前罕见的浮出了几分茫然。玉白寒抿着湿润的唇，朝他指指点点，大白天的多不正经。他一副义正辞严的模样，俨然忘了刚才是谁在动手动脚。已经背锅成习惯的陆焕盯了他一眼，半晌呼出口气，转向电脑屏。玉白寒也收回目光，翻开书开始学习。露台上一时只剩下风过林叶的细微声响，混着键盘敲击声和书页翻动声。没过多久，陆焕又转头看过来。玉白寒扭头就看陆焕迟疑开口：“你怎么？”他目光清澈：“没什么。”陆焕顿了顿，抿着唇转回去，眼底带了点被吃腻味了的自我怀疑。玉白寒宠溺的一瞥，瞧你这小敏感。他暗自盘算着，先攒得越久越快落，当然也越容易让他们入学常丢脸就是了。今天天气一直很好，他两人就待在露台上没挪窝。微暖的日光斜落在庭院中，偶尔吹过一阵清风。除了冯叔来换过2道茶，中途都在无人打扰。陆焕的电脑摆在小茶几边，上面是工作的内容和各种项目书。玉白寒在休息的间隙凑过去看了一眼，他不是金融专业的，看得似懂非懂，只知道陆焕正在集中所有火力对付思妍婷的个人企业，而何家跟霍家则联手攻陷崔家和思家祖业。玉白寒正看着，便听陆焕开口：“这段时间我会将思妍婷逼得很紧，他若被逼急了来找你，你不用理会。”陆焕顿了顿补充：“有事和我说。”“我知道。”玉白寒轻松且嚣张：“他来找我，我就给他骂回去。”陆焕笑了一声：“能耐。”玉白寒问：“不行吗？”陆焕唇角牵了牵：“可以，随我们白寒高兴。”“随他高兴。”玉白寒顿时听得心花怒放，他越看陆焕越欢心，凑过去就在人唇上亲了一口。他贴着人的唇，没忍住模模糊糊的透露惊喜：“白寒要给你奖励。”陆焕顺势将人搂住，只当他说的是这没亲亲，便垂眼应了声：“在露台上待到天黑，两人便搬回屋。晚上，陆焕在卧室里工作，玉白寒先去洗澡，洗完澡出来又抹了点润唇膏。他看向镜子，只见自己淡色的唇都红了几分，抬眼时眸光莹润，带着几分期待和羞涩，相当勾人。玉白寒心口怦然一跳，他忙抿着唇推开浴室走出去，先一步躺回床上，将半张脸都埋进被子里，免得被陆焕察觉端倪。隔了会儿，陆焕也关了电脑去洗漱。他洗漱完跟着躺回床上，伸手将埋在被子里的玉白寒往怀里一搂，关了床头灯。啪！房间里一瞬陷入昏暗，视觉消失，身体其他的感官就被放大出来。玉白寒感觉陆焕身上很热，但搂着他的怀抱没有很紧，毕竟今天起了3次火，还无处发泄。陆焕低沉的声音落下：“晚安。”“晚安，马卡焕。”玉白寒埋在他怀里没动，假装乖乖入睡。黑暗中，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身前的呼吸逐渐变得绵长平稳。玉白寒睁眼，试探的轻轻唤了一声：“陆焕。”跟前的人没应声，只是下意识将他搂紧，这是已经进入了浅眠的反应。玉白寒看着陆焕模糊冷峻的面容轮廓，心脏砰砰逐渐跳得又急又重。酝酿片刻，他在黑暗里做了个深呼吸，然后顺着怀抱滑了下去，被子轻轻鼓起一团。玉白寒轻而易举便找到了位置，在期待又紧张的心跳声中凑了上去。黑暗中有什么在迅速复苏，被子里闷热，有些透不过气。玉白寒垂着眼睫，呼吸微颤，他被困在一团黑蒙蒙中，浑身上下好像只剩下了唯一的感官。浅眠中的人下意识回应。玉白寒呼吸猛地顿促了2下，眼角慢慢湿润。没事，他可以。他正倔强着，忽然若有所感。
陆焕是不是快？他瞬间来了精神，刚咽了下，就听上方寺传来一声闷哼，紧接着一只手将他按住，临近推开时，又像是怕伤着他般停了下来。下一秒，被子被一把掀开，大片的空气涌入，玉白寒微滞的呼吸都顺畅了几分。陆焕醒了，但玉白寒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他在迷糊的意识和临近胜利的促使下，没有将人松开，反而扒得更紧。酝酿了这么久，就差一点。啪！床头灯被打开，光线映亮了眼前的场景。身前的人像是震了一下，接着才反应过来。陆焕一手捧住他的脸，小心的将他搬了起来。玉白寒轻哼一声，还是抵不过陆焕的力道。他被拉起身，抬头就对上陆焕那双漆黑汹涌的眼。陆焕浑身通红，掌心滚烫。你在做什么？玉白寒有一秒捋不直舌头，他目露指责，我都跟你预告了，白寒的掌力，掌力。一只手伸过来按住他的舌头，又抚过他的唇角。玉白寒嘴唇湿润，已经不知道是不是化掉的润唇膏。陆焕盯向他，那张俊脸像是要烧起来，额角甚至渗出了细汗。胡闹！他哑着声音，眼神有点凶，知不知道有多危险？玉白寒眼巴巴的瞅回去，陆焕默了几秒，又低呼出一口气，通红的脖颈上喉结动了动。随后他伸手将人拉入怀里，轻轻拍背，像给人顺气。难受吗？玉白寒还惦记着刚刚那一步之遥的胜利，他拱了拱腰起来，我可以。陆焕动作停下，心跳急促，都受了危险。玉白寒指点，你好好配合不就行了，搂着他的怀抱仿佛是煨着一团火。默然半晌，陆焕不知道是妥协了，还是也快被憋疯了，紧绷的理智终于被烧断。他将人松开，又垂眸揉了下玉白寒的唇，那你慢点。陆焕正往床头一靠，就看玉白寒转头凑去了另一边。他被硬生生晾着，这又是在做什么？玉白寒瞅了眼手机时间，计时。陆焕起唇，在瞥见玉白寒脸上的胜负欲时，缓缓合上了嘴。玉白寒看完时间转回来，和陆焕对上视线。暖色的灯光下，情况一览无余。他脸上一燥，重新低下头去。这次确实要比他自己胡来时顺畅很多。玉白寒眼角的诗意越发浓重，渐渐凝成了泪珠，滑落下来。陆焕伸手替他拭干，扶着他的后脑勺摩挲。安静的卧室里，好像只听得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片刻，玉白寒突然深吸一口气，陆焕手下力度一重。玉白寒闭上眼，缓了会儿就被拉起来。他睁眼看陆焕胸口起伏着，薄唇紧抿，满是玉气的面上带了股纯然的青涩。陆焕指腹抵开他的唇，细细查看，又胡来。玉白寒回过神，觉出陆焕故作镇静下透露的几分局促，喉头一动，便凑过去笑起来，小声说：“好快。”陆焕倏地抬眼盯向他，眸色幽深。玉白寒看了眼时间，15分钟。从刚刚计时开始，被子里的那会儿不算，他缓神的这会儿也不算，掐头去尾，四舍五入也就10来分钟吧。他心里平衡地朝陆焕抬了抬下巴，嘀嘀咕咕：“你也跟白寒差不多吗？让你笑，这下丢脸了吧？”陆焕看着他，像是想说什么，视线落在他唇上，最后还是依着人了声：“没有我们白寒厉害，我们白寒手机时间跑得快。”陆焕捏了捏他酸软的脸颊：“我也就3分钟吧。”他羞赧的垂眸：“可以了，这就有点宠过头了。”去洗漱。陆焕起身催他。玉白寒心满意足的爬起来去了洗漱间，陆焕也陪着他走进去。到了洗漱间里，对着镜子，他才发现自己脸红唇也红，面上一片鲜亮勾人。陆焕站在他身后，往镜子里看了一眼，接着呼吸一乱。他垂眼环住玉白寒的腰，情难自禁般俯身轻啄了下那截鲜白的后颈，轻柔的吻混着热气落在颈间。
玉白寒背脊一颤，心头像是被勾了一下。他转头拉着陆焕亲上去，缠了下陆焕的舌头，又侧身看向对方，什么感受？陆焕面红耳热，有些不明所以。什么？玉白寒就贴着他通红的耳朵小声说，味道好重，看你憋的。陆焕喉结动了下，将他翻了个面，快去漱口。玉白寒拿起牙刷杯，哦，不说了，再说他们陆学长就全熟了。洗漱完，两人躺回床上，陆焕将人搂回怀里，只是这次换了个姿势，他胳膊从玉白寒的腰侧穿了过去。玉白寒，陆焕紧锁他，免得我们白寒再滑动解锁。又幽默了。玉白寒拍了下他胳膊，让人关灯，睡了。陆焕细细揣摩，真睡了。玉白寒真诚点头，他正想说累了，话到嘴边又一转，怕你透支了。陆焕低低笑了声，贴心了。他说完长臂一伸，将灯关上。玉白寒身心舒畅，窝进陆焕怀里，美滋滋的睡了过去。第二天起来，玉白寒刷牙的时候，看自己嘴唇还红着，就朝镜子凑近了一点。陆焕，我嘴唇好像有点肿。陆焕正站在他旁边洗脸，闻言抬眼。他说完没等陆焕开口，又庆幸道，幸好你快。洗漱间里一静，陆焕从镜子里盯向他。玉白寒心虚垂眼，咕嘟咕嘟漱了个口，擦擦嘴，将话题翻篇，走吧，下楼。陆焕又看了眼他的嘴唇，沉下口气，到了楼下，冯叔正站在餐厅外同两人打招呼，先生和少爷起了。大概是玉白寒嘴唇红的太明显，冯叔视线一下落了过去。玉白寒还没什么反应，就看陆焕脸上红了。陆焕伸手将人拎出冯叔的视线，抬步走进餐厅吃饭。玉白寒转头瞅他，哦，他们陆同学还不好意思了。两人吃过早餐，陆焕往门厅外看了眼，今天是阴天。玉白寒会意，那就不去露台了。两人便上楼回了房间。玉白寒霸占了陆焕的书桌，陆焕开了电脑，坐在他旁边。他正看着书，隐隐感觉到若有似无的视线从旁边向他投来，好像还投了好几眼。他扭过头去，就看陆焕已经转向电脑屏，无事发生一般。玉白寒贴心的没有拆穿，又在偷偷看他了。陆同学。隔了会儿，他放下书，准备喝口水。伸手拿水时，他看陆焕在旁边低眼看着手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耳根似乎还透着薄红。玉白寒狐疑，你在看什么？话落，陆焕指尖一颤，迅速关了屏幕，抬头，没什么。玉白寒，有鬼！他凑过去微微眯眼，你该不会再看不良网站？陆焕抬手将他在半途擒拿，可能吗？玉白寒，那是什么？陆焕就不说话了。玉白寒揣摩着对方的神色，顿了2秒，他坐回去轻声道，把口无情，明明昨晚还思白寒。玉白寒余光溜过去，陆焕盯了他一会儿，抿了下唇，随后妥协般打开手机递给他。玉白寒接过来一看，只见网页上有几条浏览记录，嘴唇肿了，该擦什么药？口口有什么危险？口口的注意事项，该网页已涉嫌口口被多名用户举报。身侧人影一晃，陆焕站到他跟前。陆焕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将他的头抬起来，露出那双泛红的唇。玉白寒抬头就对上陆焕垂眼看来的目光，陆焕低声问，会痛吗？瞧他们陆学长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玉白寒嘴唇上下一碰，当场打了个响亮的啵。他无奈又宠溺，你看够响吗？他现在好得很，捂上嘴就能来段 B-box。 陆焕便将手机抽了回去。玉白寒凑向他，原来你在琢磨这个？你小看我。不知想起什么，陆焕顿了下，随即深深的看向他，不敢小看我们白寒。玉白寒满意的坐回去，这还差不多，确认了这颗黄萝卜还活蹦乱跳，
陆焕便转回电脑继续工作。玉白涵看了眼他的电脑屏，顺便问道：“和司言庭打得怎么样了？”陆焕说：“司家现在腹背受敌，司言庭不好过。他正忙活着，不出意外的话闲不下来。怎么了？”“我过2天得出门。”玉白涵对上陆焕转头看来的目光，解释道：“要去考场做现场确认。”陆焕指尖在电脑边点了一下，像是在思考：“我陪你。”玉白涵说：“让华武陪我去就行了。你要不放心，就再多叫2个，不然遇到什么事，你还能上去帮2拳吗？”这道理跟把网线异曲同工，甚至连画面感都如出一辙。陆焕顿时一默，片刻，考虑到各自的身手和分工，他点头道：“好。”他说着，又拉起玉白涵的手，指尖勾了下他手腕上的那条金鱼手链，随时联系我。知道了。玉白涵将他的手指拨开，轻轻提醒：“别抠来抠去的，这个触控比你还敏感，不要又把什么开关打开了。”到了现场确认那天，华武开车送玉白涵去 C 大，同行的另外2名兄弟里面，居然还有秦伦。秦伦高大的身躯塞在后座里，他摸了下寸头，朝车门外向他瞅来的玉白涵抬抬下巴，愣着干嘛？快上车吧，小少爷。玉白涵坐进去，细细道：“你怎么也来了？”秦伦说：“先生吩咐的。”他说完，车厢里不知为何静了一瞬。兄弟几人交换了个眼神，坐在前面的华武握了下方向盘，默了2秒，开口对玉白涵说：“加油，考出去就好了。”玉白涵正系好安全带，抬头问：“什么？”华武改口：“没有，我是说考上就好了。”玉白涵欣然：“那当然了。”私家车很快发动，驶离了陆宅。华武从后视镜里瞟了眼玉白涵略显欢快的神色，没忍住感叹：“你心态真好。”玉白涵同他们分享心得：好的心态是成功的一半。秦伦转头，刚硬的眉一挑：“那另一半呢？”玉白涵指指点点：“都成功一半了，要求就别那么多了。”到了 C 大门口，华武和秦伦下车，一左一右送玉白涵进考场，留下的一个兄弟守在车里。今天是做现场确认的日子， C 大里乌泱泱一片考生。玉白涵同他2人往里走着，就听秦伦感叹：“想起学生时代了，还挺怀念的。”华武也点点头：“是啊，那时候可单纯了。”玉白涵瞅了他一眼，想起他过往的幽默发言，心底暗道：“你现在也挺单纯的。”他顺着话题问起：“你们都是哪个专业？”秦伦说：“我是金科大计算机专业，华武是恩大英语专业的。”玉白涵抬手就是一个海报鼓掌：“好厉害！”他是由衷觉得厉害，这可都是数1数2的高材生。不过像他们这样厉害的人才，居然都甘愿追随白手起家的陆焕，他们陆学长真是好有魄力。几人说话间，就到了现场确认的场馆外。秦伦和华武不能再跟进去，便站在门口，同玉白涵说：“去吧，小少爷，我们在这等你。”玉白涵转头朝里走去。他走出几步，忽然又想起了原书里的剧情。原书里整个陆氏都被当作了垫脚石，被踩入泥里的不止陆焕一人，还有这群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玉白涵想着，又转头看了眼门口的2人，2人朝他招招手，示意他安心去。他便回身跟上了前方的队伍。没关系，现在已经不一样了，陆氏不会走向既定的命运。玉白涵琢磨着那日在脑海中出具雏形的计划。他微微眯起双眼：“法外狂徒，都给我退！退！退！”他很快做完现场确认出来。秦伦和华武又将他安安全全的送了回去。这一路上倒是无人作妖，玉白涵顺利回了陆宅。他刚进门，陆焕就从客厅那头走过来，朝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稍定下心，没什么事吧？”玉白涵扑过去抱住陆焕的腰，扭着个身子仰头：“没事，你好操心。”陆焕捏着他的脖子，将7扭8歪的萝卜拎起来，上楼换衣服。
回到卧室换了居家的睡衣。玉白寒拿出手机，想了想，还是切回旧号看了眼，结果就看又出现了小红点。普洱大师，你要去考研？语气听着匪夷所思，显然又起了疑心。他拿起手机回道：玉白寒，陆焕让的。普洱大师，是吗？是要支开你？普洱大师，他最近都做了些什么？玉白寒正回着消息，陆焕便走到他旁边，神色有些冷。司言庭又找你。他随手回了个不知道，然后关了手机不再理会，看来是被逼急了，不然哪能想起他这个小废物呢？陆焕漆黑的眼底有些森然，片刻，他捏了下玉白寒的耳垂，不管他。他嘴上和人这么说着，眼底却像是结了层霜，透着骨料峭的寒意。谁要管他？玉白寒抵着陆焕的腰，就将人往床上推去。陆焕猝不及防被人一推，顿时低头朝人看去。玉白寒正仰脸看着他，眼底含着热切，小脸红扑扑的提醒：今天可是我们1周1次的好日子。陆焕目光一震，刚结起的霜都给震碎了。他被玉白寒扑通一下推在了床上，赶忙呼吸凌乱的按住动手动脚的人，面上涨红。我还没洗澡。玉白寒已经拱了下去，毛茸茸的脑袋蹭着陆焕的腹肌，他模模糊糊道：我也没洗，反正一会儿还要出汗。陆焕闷哼了一声，他扬起脖颈，半晌放弃般的捏住了眉心。两人闹了40多分钟才结束。玉白寒跨坐在陆焕腿上，软趴趴的歇着，任对方收拾残局。陆焕收拾好，又拍拍他的腰，去洗澡。玉白寒不满足的拱了拱，拉着陆焕的睡衣，还想要。陆焕顾着人的腰，将他支起来一点，说好了1周1次。玉白寒，医嘱上明明是无穷次。陆焕就静静看着他，仿佛在说：你还好意思提医嘱？玉白寒心虚垂头，这几次复诊，中医务人员已经完全摆烂了。问就是无穷次，你们开心就好。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也不知道1周到底能几次。陆焕又拍了拍他，去洗澡吗？玉白寒思绪一转，从他腿上滑下来，去楼上锻炼一会儿吧。要养好身体，才能尽情色色。我陪你。陆焕起身拿了运动服，两人换好衣服上楼。玉白寒照例先去跑步，陆焕在他身后的器材上做举重。他慢跑了40多分钟，直到背心汗湿才下来。陆焕转头看着他的神色，耐力比以前好多了。玉白寒敏感的盯过去，明明一直都很好。陆焕熟练的顺着他，以前是我们白寒藏拙了。玉白寒将话题哗啦翻篇，走过去瞅着陆焕举重的器材，跃跃欲试。这是练什么的？我也想试试这个。深蹲。陆焕退下来。玉白寒一听就喜欢，那很适合我萝卜蹲。慢点。陆焕在后面指导着他上手。玉白寒还是新手，需要有人帮忙拖着。他刚握上杠铃，两只胳膊便从他身侧环过来，顺着他的力道往上拖。他后背紧贴着陆焕身前，陆焕两腿抵在他膝弯后。玉白寒长期练剑，手臂力量并不弱，小臂撑起时线条相当漂亮，纤瘦中透着股柔韧的力度，和一旁陆焕积蓄着爆发力的手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视觉冲击。他连着做了好几个，一起一蹲间，身前身后贴得很紧，落在他耳侧的呼吸逐渐粗沉。在一个深蹲后，玉白寒动作忽然一顿，是不是做到了？他脸上发热，抿抿唇，转头看向身后脸上烧红的陆焕。陆焕也正垂眼看着他，克制的维持着指导的姿势，腰腹紧绷，一时说不出话。玉白寒趁机嘀咕：你不也还想要吗？陆焕手上还盛着大半的重量，小臂青筋鼓起，肌肉通红。玉白寒瞄了一眼说：不做了吧。杠铃被缓缓放下，陆焕直起身来，接着他就被转过身的玉白寒勾住了脖子，缠着亲上了来。
他反应越发明显，俯身搂着人回应这个情难自禁的吻。两人身上都汗涔涔的，在运动后猛长的荷尔蒙中抱在一起。陆焕正将人拖起来，肘弯里的人就扭了扭。玉白寒奇思妙想，模模糊糊的亲着说：“这个上次用过了，这次你背着我往楼下亲。”陆焕撤开了点，然后谁也不看路，一起滚回卧室。玉白寒自模糊的创意中抬头，有可能。陆焕低头一咬，将天马行空的萝卜拉回当前。他拖着人边亲边走下楼，一路回了卧室，才将人放下。他抹了把玉白寒脸上的热汗，去洗澡。玉白寒热腾腾的发出邀请的声音，一起。陆焕一眼看穿他的意图，才来过一次。玉白寒说什么呢？就是单纯的洗澡。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陆焕哼笑一声，捏着人的脸哑声说：“司马寒之心。”玉白寒羞愧的往人身前一埋，嗷，路人皆知了。然后他被翻了个面，赶进了洗漱间。自从现场确认做完，距离考试的时间便越来越近。玉白寒的生活相当朴实无华，色色、学习、锻炼3点一线。他待在家里复习，陆焕出门痛打落水狗。大概是有了考试的日期作为实现，最近陆焕针对司言庭的动作越发大了起来，毫无顾忌一般，火力全开。就连财经头条上都天天挂着两家的商业斗争。司言庭也像是被逼急了，给玉白寒发的消息愈发频繁。Pro2 大师再把 U 盘接入陆焕的电脑。Pro2 大师去把他跟霍家的协议书找出来。Pro2 大师没找到，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字里行间都是颐指气使的命令。玉白寒扫了一眼，通通敷衍的回复：“快了，快了。”他回完就把手机搁到一边。众所周知，他的快了快了和马上一样，没有期限。就这么过了一周，已接近11月中旬。今天是周末的下午，玉白寒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就看陆焕坐在床边向他示意，手机一直在震。陆焕说这话时，脸色冷酷无情，像是秋风扫落叶一般。玉白寒了然，被狗味酷到了。他拿毛巾擦着头走过去，发这么多消息，我们陆学长怎么塌了？陆焕轻描淡写掏空了他最后5个亿，他目前负债透支，被划入了失信名单。牛逼！日暮途穷了，难怪这么急。玉白寒走到床边，拿起手机，给人回了个在。消息发过去不到10秒，司言庭的语音突然打了过来。玉白寒看向陆焕，示意了一下，就把语音点开。电话接通，里面传来司言庭的声音。对方往日那副从容温和的假面已被彻底打破，这会儿正压着粗气，开口间便咄咄逼人：“你到底在做些什么？这么久了，让你办的事一件都办不成，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存在的唯一价值是什么了？”玉白寒：“好啊，死到临头了还在呱唧呱唧，是把棺材板的滑盖当成了雪橇板，还以为自己站在雪山之巅，是 King of 的世界。”他还没开口，就看一旁的陆焕倏地抬眼，深邃的眼底翻起了怒意，面上的厉色有些骇人。玉白寒开口的话又顿住：“呀，他们陆学长生气了。”他们这边没有声音。那头司言庭像是喘了口玉气，沉下声命令道：“司白寒，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陆焕面上的神色越发狠厉，显然是因他而起。玉白寒在心底轻叹了一声，朝陆焕头去宠溺的一瞥，也是，他们陆学长都没舍得凶过他，司言庭凭什么用这副语气轻贱他？算了，让你们白寒来出这口气。他伸手在陆焕脑袋上噗噗拍打了2下，陆焕眼底的戾气都被他拍散了点，抬起头来看向他。玉白寒就朝陆焕翘了下唇角，随即他没再管司言停在对面叨叨什么，抬手往屏幕上一点，语音一瞬转成了视频。对面司言庭话音一顿，显然是看到了他。玉白寒拿着手机面向镜头，他这会儿正侧对着窗户，
下午暗金色的光线笼在他半张脸上，他的笑容鲜活而乖张。他看向手机屏，我看你是没睡醒。卧室里和手机里一瞬都安静下来。司言庭像是被镇住了。玉白寒又冲他笑了一下，直接挂断了通话。啪！目瞪口呆了吧？玉白寒挂完电话，舒畅的将手机往床上一扔，转头跨坐到陆焕腿上。还生气吗？不生气。陆焕很快回神，第一眼看来，你这样没关系。玉白寒，我上次不就说了，我要给他骂回去。陆焕笑了声，玉白寒，而且床上的手机忽然又响起来，大概是司言庭也反应过来了，气急败坏的给他打了回来。玉白寒伸手就给他挂了，然后麻溜的将他电话拉黑，账号切出去，整个世界瞬间都清静了。而且什么？陆焕将玉白寒的脸搬过来，而且摔三儿临行前送的火箭炮还没领。玉白寒同人解释，司言庭的催眠室里有他犯罪的铁证，能给他一竿子捅进局子里，正好引起了司言庭的注意。这也是思威当初打的算盘，让他去钓鱼。陆焕神色一下沉凝起来，胡闹！他也知道这是以身犯险，但除了拿到档案袋以外，他还有别的打算。像司言庭这种随意剥夺别人意志的人，如果就这么健全完整的被送进局子里，那也太便宜他了。陆焕伸手捏散他的表情，卖什么萌？玉白寒转正色，我要让他自食恶果。陆焕看着他没说话，眸光定定的。玉白寒就凑过去亲他，翘着人的唇缠住他的舌头，帮帮我。陆焕顾着他的腰，气息乱了一下，但还维持着理智，使这招没用。真是意志坚定的小鹿。玉白寒撤开身，伸手就将人扑通推倒在床上。他撑在陆焕上方，垂眸看过去，两人一上一下的对视着。陆焕抬眼就看玉白寒的乌发从颊侧扫落下来，背光的阴影下眸光明亮而安静，单薄的肩背载着窗外的光，独立又强韧，好像任何的否认在此刻都是对他的贬低。陆焕心脏在胸腔里怦然跳动着，默了好半晌，两世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变换叠加，只有陆焕自己知道，在他沉默的这一小会儿，他是怎样做下的决定。他伸手在玉白寒脸上抚了下，好。陆焕平静的眼底深埋着肆意疯狂。如果到时候有个万一，玉白寒对上陆焕的眼神，心头一撞。相视几秒，他低头在陆焕唇上嘬嘬，瞧你是不是又在脑补冯叔小说里的剧情？玉白寒把陆焕嘬得滋滋作响。没事的，他不会有任何事情。打定了钓鱼的主意，玉白寒就着手准备起来。陆焕也朝下属吩咐下去，为计划做好万全的筹备。这期间，司言庭的消息和语音通话打了无数条过来，玉白寒通通放置 play。又过了几天，玉白寒瞅着差不多了。在司言庭又一个语音打过来时，他接通了电话。对面像是没料到突然能接通，先愣了一秒，随后开口：什么时候的事？司言庭没有明说是什么，但两人都心知肚明。玉白寒窝在窗台边的懒人沙发里，一条腿放肆随意的翘得老高。他用和上次如出一辙的口吻搬出准备好的台词：我不会再任你摆布了，我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司言庭深吸了一口气，陆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玉白寒立刻坐直，脚在地面上咚的一踩，他才不会，一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的样子。就连坐在他旁边的陆焕都没忍住侧目，薄唇动了动，又缓缓移开眼神。玉白寒拿着电话朝陆焕微微眯眼，他们陆学长这是什么意思？坠入爱河的白寒他不喜欢。对面司言庭却像是松了口气，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性格变了又怎样？还是那个蠢货。司言庭顿了顿，换了副温和的语气开口：我们见一面吧，小寒。玉白寒哼笑了一声，做梦。
他说完，将电话果断的一挂，不再理会。电话挂断，旁边的陆焕起身走到他跟前，我们白涵很会钓。玉白涵敏感，点他。陆焕对上他的视线，我是说钓鱼。玉白涵腼腆纠正，那是钓王八。像司言亭这种千年老王八，钓的不能太明显。挂了电话反而更逼真一些。想必司言亭很快就要找上司坛打探自己的情况。如果没记错，在司坛那里，自己可是被陆焕2次洗脑过的。玉白涵满意，很好。一条完美的闭环就要在司言亭的脑子里形成了。没管司言亭那头作何感想，玉白涵这边在一阵紧锣密鼓中已经做好了周全的准备。鱼饵放得再大，也有收线的一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玉白涵准备收网了。临出门前，陆焕仔细的检查了他手链上的追踪器，又掀开他的衣摆，指尖勾着他的裤头轻拽了一下。玉白涵看陆焕一言不发，神色绷得很紧，好像比他本人还紧张。他就伸手给陆焕海獭搓腮，放松点，一会儿你还要和我恩恩爱爱的出门。陆焕应了一声，又问催眠的事你准备好了吗？玉白涵说放心，只要司言亭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毕竟他又不会催眠术，他只是催眠术的搬运工。陆焕看了他几秒，沉下一口气，走吧。出了主宅，门外已候着一群亲信。陆焕只叫了樊林和华武上车，其余人则身着便装随后跟来。这次任务的详情，参与的亲信都已知晓。玉白涵跟着陆焕刚上了车，就看前方的樊林和华武对视了一眼。华武面上的神色尤为凝重，顿了顿，像是鼓足勇气一般说道：先生，小少爷他……陆焕开口，他可以。这句话不知道是说给华武他们听的，还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华武便没再说话。樊林将私家车发动起来，后座上玉白涵伸手拉住陆焕的手指，他心底有些高兴，轻轻安抚，这就对了，要相信你们白涵。陆焕指尖一拳将他手指扣住。私家车一路从陆宅开进了市中心的商业区。他们今天是要装作出来逛街。车停在商业区外，玉白涵跟陆焕下了车，华武朝四周扫了一眼，低声道：先生。陆焕嗯了一声，玉白涵看都没看，直接嗅到了狗味儿。他伸手将陆焕的胳膊一搂，贴过去小声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演出被你迷惑住的样子。身旁樊林视线往他们这边瞟了一眼，陆焕抽出胳膊，反搂住他的腰，将人往前一带，抬步走向商场。是吗？搂在他腰侧的手不轻不重的按了下。玉白涵腰侧敏感，差点被按得一颤。他看向陆焕轮廓分明的侧颜，哦，好吧，不是演出就是被迷惑住了。他们陆学长真是咬文嚼字。两人相携进了商场，明处只有樊林和华武跟着。玉白涵进去后就真像是在逛街一样，拽着陆焕的衣服，只这样那的。商场里人来人往，人潮之中藏着两方的暗流涌动。逛了一圈下来，玉白涵和陆焕逐渐走向商场游客密集的地方。四周声音嘈杂，七横八竖的货架与来往的游客将视线交不如一张密网。玉白涵余光里瞥见某处似涌动了一下，与此同时，陆焕握在他腰侧的手微微收紧。要来了。玉白涵脚步停下来，他从身侧的货架上随手拿了件衣服，转头看向陆焕：我去试试这件。陆焕垂眼看着他，深邃的眼底映着他的身影。顿了顿，那只一直握在他腰侧的手放了下来。好。两人对视了几秒，玉白涵忽然伸手拉过陆焕。四周的声音有一瞬模糊远去，他在喧闹而汹涌的人潮中凑过去，亲了下陆焕的耳垂。他细长的眼睫垂下，弯起唇角：下午记得准时来接你的萝卜回家。玉白涵说完，指尖勾了一下陆焕。
随后他在陆焕的注视下转头朝更衣区走去，拐入更衣区便彻底离了陆焕的视线。前方是一列等候的队伍，玉白寒刚走出几步，身后忽地感觉到有人靠来，接着一硬物抵上他的后腰，一道压低的男声落下：“别乱动，走。”玉白寒脚步停下，来得还挺快的。紧接着，一只手按在他肩头，状似熟络的将他从几名游客投来的视线中强硬地带向另一头。更衣区旁边就是楼梯口，玉白寒被人抵着腰，强行带进了楼梯间。幽暗的楼道里很快涌入了更多身高力大的男人，都是司言庭雇来的人。他的手被迅速反剪着绑在了身后，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他在几名高大男人的绑压下顺着楼梯往下走。昏暗的光线下，只有墙角边安全通道的标志散发着幽幽绿光。玉白寒路过时瞟了一眼，好一个安全通道，一路绿灯。司言庭雇来的人显然早有准备，出了通道便避开监控摄像，将玉白寒带到一辆车旁。后座门一开，玉白寒被一股大力推了进去，砰一声闷响，撞进了后座里。他乌黑的眼微微一眯，在心里记了一笔：这狗东西。几名男人上车后，飞快的将车驶离了停车场。玉白寒靠在车后座，车刚开出去不久，前座一男人便回头看了他一眼，对同伴道：“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正逢秋凉，玉白寒这会儿穿着长袖，背在身后的袖口下是那条金鱼手链。前座的男人说着，朝他伸手，做事要掀他衣服。玉白寒腿一抬，砰的架在车座背后，挡住那只伸来的手。他抬起下巴，哼笑一声，如金贵高傲的少爷般向人逆去。做什么？我可是司家的少爷，陆氏的夫人，你敢动手动脚的，我出去就告诉陆焕和我大哥。那男人嗤笑一声，我们就是大少的人。旁边的同伴轻撞了他一下，提醒：算了，大少只说把人带回去。这些豪门里的关系向来不清不明，万一事后真追究起来，他们可担不起。起先说话的男人闻言犹豫了一下，接着又扫了玉白寒一眼，也是这副模样，就算把刀直接递他手上都没关系。前座传来几声哈哈大笑，男人又转了回去。玉白寒瞅着前面几个背影，还笑得嘎嘎的呢，一群普信。他背在身后的手指勾着金鱼坠，摇开了按钮，录音、录像、定位一瞬全部开启。他往后座上安心的一靠。陆焕和秦伦这会儿应该都能收到他的信号。汽车一路驶向熟悉的郊野。2小时后，他们停在了司家老宅门口。玉白寒被拽着胳膊扯下了车，他看向跟前这座庞然大物，心头稳了一半。果然和他料想的一样，司言庭抓他回去给他脑子刷机，一定会选在出厂设置的老地方。走！一股力道将他粗鲁的推了一把。玉白寒往前走了2步，然后被司言庭的人带了进去。进老宅的路上遇到了零星几名佣人，佣人们见了这幅场面，全都视若无睹，显然早已被提前告知。玉白寒很快穿过上次的大厅，被带到了2楼。2楼拐角处，桌上布着白布画框。司言庭正坐在桌边，听见动静，转头朝他看来。那副斯文败类的脸上架着银丝镜框，镜面折出一道冷锐的光。玉白寒站到了司言庭跟前，司言庭起身，一手捏住他的下巴，将他脸抬起来，变化真大。玉白寒瞅着他没说话。你也是啊，暴瘦10斤了吧？司言庭看他不说话，指腹用力在他下巴上摁出一道红印，目光细细描过他的神色，一手打磨出来的作品被染上了别人的颜色，还真是令人恼火。周围的白墙白布白画框斜架着，白的有些神经质。司言庭又笑了声，这么看来，陆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玉白寒嘴唇如了2下，下颌突然被猛地掐住。司言庭盯着他，微微皱眉，有些匪夷所思。你是想吐我口水？玉白寒嘴张慢了，可惜。
司言庭冷哼了一声，挥手遣散后在一旁的其他人，叫人都去楼下守着。然后他抓着玉白寒的胳膊，将人带上了楼。好好谈，你不愿意，那就直接点吧。玉白寒假意怔了2下，接着随他一路上了楼，又到了那间催眠室前。催眠室的门被砰的推开，屋内的场景映入眼中。玉白寒身上残留的生理反应还未被完全治愈，这会儿又下意识颤起来。司言庭见状放松了点警惕，呵的笑了声，像是对他的反应相当满意。接着他将人一把搡进去，关上了催眠室的门。大门关上，玉白寒又被拽到了床上。他抗拒的一怔，做出浑身戒备的样子。司言庭抵了下眼镜，似无奈的一笑，这就不好办了。他说完几步，走向一旁的柜子，将柜门密码解开，从里面翻出了一瓶喷剂。玉白寒目光一瞬落过去，就是这个。催眠需要人处于放松或信任的状态。司言庭一向是非法催眠，只能使用这种药物喷剂，让人陷入恍惚又不失去意识，被迫接受暗示。跟前的人正背对着他。玉白寒反剪在身后的手利索地撩开了自己的衣摆，在腰带后摸到一个按钮，唰，锋利小巧的锯齿轮弹了出来，抵着绳结一气而落。他手指一抠，从袖口抠下一枚暗扣。在这几秒的时间内，前面的司言庭已经拿了药剂喷雾，转过身走到他跟前。司言庭将瓶身晃动了2下，对着他就要喷来。在对方俯身靠近的这一刹，玉白寒突然伸手将指尖的暗扣抵在了司言庭颈侧，一处电流窜了出去，咚，喷剂脱手落在地上。司言庭浑身一抽，瞬间睁大眼，似不敢置信。玉白寒敏锐的目光直视着他，他伸手还想朝玉白寒抓过来，玉白寒抬脚就对着他下腹狠狠一踹。扑通一声闷哼和巨响之后，司言庭撞上了身后的铁柜，他身体抽搐2下晕了过去。封闭的催眠室里恢复了安静。玉白寒翻身下床，逆着地上这团烂泥。司言庭实在太自信了，他坚信一个受他摆布了20年的人，从骨子里就对他存着惬意，不敢反抗。更想不到如玉白寒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能挣脱绳索，绝地反击。玉白寒给他踹翻了个面的撕过去吧，你这狗东西。他踹完，俯身拾起落在地上的喷雾，掉到手了。密码柜也打开了，很顺利。他将暂时昏过去的司言庭搬回了床上，又从柜子里找出麻绳绑住人的四肢，这些都是司言庭曾经用来绑那些受害者的。他将狗绑好，随后按照摔三的说法，从柜子里找到了档案袋，厚厚的一叠。玉白寒一眼扫过，都是这狗东西做的孽。他将档案袋收好，转头看了眼被绑在床上的司言庭。暗扣里的电流不强，对方很快会醒来。他瞅着司言庭的动静，眼瞧着对方眼皮子一抖，即将醒来时，就拿着喷雾走了过去。床上，司言庭的意识慢慢恢复过来。他眼皮刚一掀开，就看玉白寒那张柔弱素净的脸映入眼帘。那张脸面朝他，很是明丽的笑了一下。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举起喷雾猛地一喷。呲！司言庭一瞬陷入恍惚的思绪里。玉白寒喷完，揣好这份罪证。他环视一圈，视线很快落向了门口矮柜上的录音机。陈天狼的话语浮出他的脑中，对方不需要对你有很深的了解，也就是说没有很强的个人针对性，但需要你处在信赖或松懈的状态，将暗示输入你的脑海。没有针对性，处于信赖的状态。玉白寒深吸一口气，朝着录音机走过去。他按下播放键，几秒之后，里面果然传出声音。先是一段有规律的钟摆声，接着司言庭的声音从里面缓缓传来。你正身处一片黑暗，精心调整过的节奏和语调混着背景的钟摆声。玉白寒松了口气，果然，这段时间司言庭被他们陆学长一顿穷追猛打，精神早已颓靡，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状态已经无法定下神来给他做现场催眠。按照司言庭的性格，越是穷途末路，越会谨慎地抓住每一分机会，绝不允许催眠失败。所以他会提前录好催眠的语音，只等今天直接放出来。玉白寒看了眼处于恍惚中的司言庭，这千年老王八生性多疑，不会相信任何人，他相信的只有自己。这会儿，司言庭听着自己最信任的人的声音，神色明显已经放松下来，大脑开始接受声音的输入。玉白寒收回目光，他带着档案袋，轻手轻脚的将门一开，退了出去。再见了，狗东西。门轻轻合上，隔绝了里面的声音。走廊外空无一人。2楼以上是司言庭的私人领域，佣人和保镖都被勒令不准上来。玉白寒呼出口气，顺着楼梯走下去，一路到了刚才的拐角处，窗口正大开着，对向老宅背后的一片树林。他拽了拽护栏，很结实。接着他低头从裤腰间一抽，抽出了穿在里面的伸缩绳扣，这是陆焕专门让人设计的，紧是牢靠，还能自动收回。玉白寒将绳索一端紧扣在护栏上，然后他抬起手腕晃了晃金鱼坠，朝着镜头笑了一下，我要下去了。他知道对面的陆焕和秦伦会准备好配合他。他说完放下胳膊，一手拽着绳索，翻身踏出了窗外，身体蓦地悬空。玉白寒深吸了一口气，稳下急促的心跳，脚下蹬着墙壁，紧攀着绳索落了下去。练剑时训练出的臂力支撑着他稳稳落下。楼层不高，他很快踏上实地。掌心传来一阵刺痛，玉白寒低头看了一眼，手心被粗糙的防滑绳索磨破了皮。他将绳索收回腰带间，转头朝老宅背后走去。司言庭雇的人都守在屋宅里的楼梯口下，庭院背后只有一道监控。玉白寒刚拐过去，那道监控便向他转过来。下一秒，红点一闪，忽而熄灭。玉白寒心头一松，秦伦已经远程入侵了司家老宅的监控，顺着当初司言庭给的 U 盘摸进了主宅的监控系统。现在的司家司威被抓，司坛远嫁，2个封建余孽端在佛堂里装神，所以监控系统是掌握在司言庭的手中，正好方便他行动。玉白寒欣然感叹，要么怎么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呢？他几步走到狗栅栏边，外面是一片树林，面前的铁栏杆看着锃锃发亮，没入土壤的边缘却锈迹斑斑，如同老宅翻新下腐朽的梁木般不堪一击。玉白寒将腰带后的锯齿轮取下来，抵着栏杆一处按钮，蹭蹭的火花间，栏杆上下都被锯断。他侧身从空隙间跨了出去，在踏出狗舍铁栅栏的瞬间，玉白寒浑身一松，接着他向林中一路狂奔而去。玉白寒按照脑中记好的方向穿过树林，高大的林木在身侧急速倒退，他心脏在胸腔里砰砰跳动着，没想到为了尽情瑟瑟而锻炼的身体，有一天居然会用在逃生上。往前飞奔出一大截，渐渐远离了司家的地盘。前方已经能看到树林的边缘，林外的公路上隐隐传来一阵车辆由远及近驶来的声音。玉白寒在加速的心跳中冲了出去。与此同时，一辆彪悍的越野从树林外的公路上卡着点冲了过来，一个急刹停在路中央。玉白寒刚顺着泥坡滑下去，车后座就被砰的推开，一只手伸出来握住了他的胳膊，将他一把拉了上去，扑通，心跳在骤然加速中跌入实处。下一秒，他就被熟悉的拥抱牢牢拥住。陆焕低哑的嗓音混着急促的呼吸落在他耳边，接到你了。玉白寒心口一动，反手抱住陆焕宽厚的肩背，2个人的心跳都又急又重，在相拥间紧贴在一处，铺天盖地的安全感将他裹住。他往陆焕肩头埋了埋，后座车门很快关上。陆焕沉声对前方开口，走。越野车轰然发动，顺着公路驶离郊野。玉白寒自陆焕肩头抬起身，
这才看见对方面上压抑而紧绷的神色。从他进入私家老宅开始，到反向催眠司言庭，再到翻窗逃生，每一幕都被陆焕看在眼中。他们陆学长不知道担心成什么样了。玉白寒伸手安抚的捏了捏陆焕的耳朵，道：“你看，玩的就是心跳。”他将人深深盯着，片刻呼出口气，低声道：“差点被你玩的心不跳。”玉白寒咯吱一乐，凑上去贴在陆焕心口：“我听听跳没跳。”陆焕伸手按住他的后颈，细细摩挲，强健有力的心跳贴着耳廓传来，一声声像是撞击在耳膜上。玉白寒闭上眼，环住陆焕的腰，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后车厢里弥漫着静谧的气氛，岁月静好。隔了半分钟，陆焕伸手将悄摸着往下滑的人一拎，垂眼看去：“你在往哪里窜？”玉白寒羞涩的作证：“哎呀，被发现了。”他转移话题般往周围看了一圈，透过后方的玻璃，只见越野车后面还不远不近的跟着好几辆车，应该是陆焕带来的人。他又往驾驶座看了一眼，是张生面孔。这是哪位兄弟？背着白寒找了新的家人？陆焕说：“临时过来的车手，万一情况不对，就直接开着车闯进私家老宅里。”玉白寒赞叹：“生猛了。说吧，到底偷听了冯叔多少狗血小说？”正赞叹着，他的手忽然被拉过去，手心摊开，一片魔红。陆焕顿时眉心皱起来。“没事。”玉白寒看了眼手心，袖口处又划出那枚金鱼坠。他说：“对了，追踪器是不是可以关掉了？”陆焕应了一声，将他手上的追踪器关上，又说：“回家擦个药。”这会儿浑身的疲惫都涌上来，玉白寒就往萝卜坑里一栽。好，越野车一路驶出公路，远离了身后那座庞然大物般的私宅。而与此同时，无人踏足的催眠室里，司言庭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声音，思绪逐渐溃散。催眠的录音已经播到了最后，当你再次醒来，你的大脑将会回归一片空白。回到陆宅已经是2小时后，玉白寒在路上浅眯了一觉，这会儿被陆焕叫醒，就跟着人下了车。一下车，他便看秦伦正站在陆宅门口。看见他时，秦伦刚硬的面容一柔，朝他笑了笑：“小少爷，了不起。”玉白寒不客气的指指点点，那还用说？陆焕朝秦伦说了句辛苦了，然后伸手拉过玉白寒走进主宅。两人进了门，玉白寒将怀里的档案袋掏出来：“这个你拿着吧。”陆焕将他拉到客厅沙发坐下，伸手接过档案搁到一边，又叫冯叔拿了医疗箱过来，然后陈卓梅低头给玉白寒上药，一会儿再说。手心的擦伤不算很严重，但被药水一染，就显得有些触目惊心。玉白寒看陆焕垂着眼，薄唇抿得很紧。“哦，保卫萝卜的陆指挥心疼他的黄金萝卜了。”他欢快纠正：“你表现的像是我要被截肢了。”陆焕抬眼朝他一瞥。玉白寒继续道：“皮外伤而已，至少心理问题已经根治了。”他说着抵上陆焕的额头蹭了蹭：“谢谢我们陆指挥帮我。”他今天终于亲手摧毁了那片阴霾。陆焕看着他的眉眼，静了片刻。擦完药，两人上楼回屋换衣服。玉白寒手上有伤，就举着手任陆焕给他摆弄。陆焕低头替他将身上的衣服换下，长袖的上衣搭在床边，休闲裤一落堆叠在脚下。他又往玉白寒身上看了眼，确认着还有无别的伤痕。玉白寒被看得小脸一红。这会儿天光大亮，他还从没这么坦诚的被他们陆指挥大大方方打量过。光萝卜在原地杵了几秒，随后玉白寒没忍住心痒痒的贴过去，伸手搂住陆焕的肩，抬了条腿蹭上。陆焕顿时一愣，呼吸重了几分。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看过去。玉白寒没羞没臊的嘀咕：“你的萝卜立了大功，就没什么奖励吗？”斜落的日光下，他的身形清晰又漂亮。
一股热浪腾的冲上陆焕的脸颊。他低眼看着窝在自己怀里的人，一双手抬起来停在半空中，却没搂上去，像是相当害臊一样。什么奖励？玉白寒盯着眼前那枚红得快滴血的耳垂，凑过去吮了一下。身前高大的身影蓦地一震，滚热的温度抿在他唇间。他含着陆焕的耳垂，黄扑扑的明示锻炼成效都这么好了，是不是可以那个了？玉白寒搂着陆焕，半天没听到人的回应，只有相贴的身前，对方心跳乱得厉害。他又撤开了点，朝人看去，只见陆焕的脸和脖子一片通红，玉气冲撞下，青涩的反应相当勾人。玉白寒呼吸一颤，腿又蹭了蹭，眼神亮亮的看过去，不给吗？半晌，那双薄唇一碰，不是。陆焕低压的嗓音混着热气呼出来，他垂着眼，凑到玉白寒唇上亲了一下，眼神却像是不敢往下瞟，顿了顿又说了一遍，不是。那就是给了。玉白寒立马勾住陆焕的肩，往人身上扒，两条腿都挂了上去。他手心还有伤。陆焕赶忙伸手将人搂住，入手一片温软，他先是一滞，接着又将人拉进怀里，紧贴着亲上去。玉白寒圈着陆焕的脖子，承受着对方热烈暧昧的吻。他发现陆焕好像很喜欢从身前搂抱的姿势，正亲着，他身形一转，上下骤然颠倒，随即被陆焕压在床上亲了下来，后背直接接触到光滑柔软的床背，身前又紧实滚热如烙铁一般。玉白寒蹭着陆焕的衣料，片刻，他放开手，害羞的往床上一仰，直接来。哎呀，真是好快！陆焕动作停下，撑在上方低头看来，他上身的衬衣都被玉白寒抓乱，往下更是狼狈。他喉结一动，现在还不行。玉白寒睁大眼，他浑身烧得慌，不满的扒着陆焕，为什么？你手上还有伤。陆焕按住他，而且10天之后就是考试，你还敢放肆？玉白寒安静了1秒，考试。1秒之后，他又躁动起来，吃饱了才好上场。吃饱？陆焕眸光一深，盯着他有点凶。玉白寒，他说错什么了吗？一只手忽地揉上他的唇，陆焕垂眼，故意的。下方的人眼睫一眨，朝他看来，一脸纯情自然的神色，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陆焕浑身燥热，压着一口气，你总折腾我。这次玉白寒听懂了，他伸手将这口锅推回去，明明是你自己折腾的。陆焕问，都是因为谁？玉白寒抿了抿水润的唇，是因为他。他寻思了几秒，估摸着陆焕话里的意思，小脸红红的问，也就是说考完试就可以了吗？陆焕这下连胸口都红了。玉白寒心头甜滋滋的数了下日子，快了。他收回思绪，戳了戳陆焕，那现在呢？现在。两人对视了几秒，陆焕便俯身亲下来，玉白寒正抬着下巴凑上去，腿忽然被抬起。陆焕从上方看来，眼底下像是在酝酿什么。他细致的扫过玉白寒的神色，指尖点了点，像是在做着确认，这个可以吗？玉白寒反应了1秒，眼底倏地亮了，这个也是可以的。他就将膝盖一靠，抵陆焕的胸口，按着小兴奋催促，快来快来。半小时后，玉白寒仰在床上看向天花板，视线里那盏水晶灯终于停止了冲撞。陆焕起身查看，玉白寒轻轻嘶了一声，坐起来，顺着对方凝重的目光一看，破皮了。他拿脚蹬蹬陆焕的膝盖，故意嘀嘀咕咕，看你好疼。陆焕俯身安抚的亲了一下，接着又抬眼朝人看来，他脸热唇红，显得那眸光更亮，相当蛊人。现在知道了，到时候可比这还疼。玉白寒被他鼓得心头一跳，回过神来，又眯眼呵斥，
羞得吓人。玉白寒说：“那你不会去研究研究，想想办法吗？”陆焕看着他抿了下唇，随即直起身来，红着脸，不知道想了些什么，顿了几秒，接着他转身去了浴室。放好热水后，他出来叫上还栽在床上的玉白寒去洗澡。玉白寒一动不动，好累。陆焕就走过去将人抱起来，一路抱去了浴室，放进热水里。玉白寒伸手受伤了，他暗示的加重语调。陆医生默了下，陆焕似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他关上浴室门，挽起袖子，对着坐在浴缸里的司马寒说：“今天破例。”司马寒立即乐滋滋的凑过去，欧陆焕俯身撩了下水，转头对上人近在咫尺的脸，又抬起下巴亲了下，是奖励。等水洗萝卜被热腾腾的捞出来，已经接近晚饭时间。玉白寒满足的瘫在床上，陆焕在里面处理了半个小时才出来。两人到了楼下，餐厅已备好一桌饭菜。这次玉白寒去掉王八，冯叔虽然不完全了解，但也知道个大概。尤其看人负伤回来，更是心疼的不行。晚饭准备的尤为丰盛。冯叔抹着眼角的褶皱：“小少爷辛苦了。”玉白寒腼腆：“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冯叔安慰的话一卡，陆焕看他拎着2根筷子，开口问：“自己能吃吗？”玉白寒目光一瞬对过去：“你再看不起。”他话音又猛地刹住，接着手指一抖，将筷子啪嗒落在桌上，柔弱自怜：“哎呀，手好疼。”冯叔收回关怀的目光，缓缓滑出了餐厅。陆焕被玉白寒做作的表演呼了一脸，默了1秒，他拿起对方的碗筷：“要吃哪个？”玉白寒像个巡视疆土的土皇帝，往桌上扫视一圈，指点江山：“那个。”陆焕挨个夹了，喂到他嘴边：“来，脆皮萝卜。”他美滋滋的凑过去咬住，陆学长又顽皮了。一顿晚饭刚吃完，陆焕就起身去客厅接了个电话。玉白寒看着人的背影，隐隐听那头传来几声，知道了。待陆焕再回来时，他敏锐问道：“司家的事？”陆焕点头，司家终于察觉到司言庭的异况，现在整个司家乱成了一团。玉白寒紧张：“情况怎么样？他的黑魔法打回去了吗？”陆焕唇角牵了一下，笑容没什么温度：“好不了。”玉白寒欣慰：“那就好。对了，档案袋你什么时候交上去？”“明天我会联系警方。”玉白寒放心了大半。好。司家顶着主角光环逍遥法外这么多年，说不清是水深还是狡猾。先前是没拿到证据，不敢打草惊蛇，现在铁证如山，又有陆焕插手，再野的狗都难逃制裁。正想着，玉白寒就听陆焕说：“我让秦伦再从录像里截取一段，通过档案记录还能找到其他的受害者。”玉白寒抬眼就对上陆焕眼底那抹锐利的幽光。陆焕垂着眼，指尖在桌上轻轻点了点：“要查就给他掀个底朝天。”第二天，陆焕就雷厉风行的拿了档案出门。玉白寒待在家里看书，他今天把书都搬去了露台，在室外透口气。他靠在椅背上吹着风，晒着太阳。没过多久，忽然瞧见从庭院那头远远走来一道人影。玉白寒直起身一看，是秦伦。待人走近了，他摆摆手打了个招呼，陆焕不在。秦伦在露台外站定，顿了顿：“小少爷，我是来找你的。”玉白寒头顶立马冒出个问号。秦伦在原处默了会儿，像是斟酌着措辞，片刻他开口：“司言庭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我没想到你在司家过得那么差，我们都还以为……”他话头一指，转而安慰：“你的事我没和其他兄弟说，你放心好了。”原来是为了这个。好兄弟玉白寒点点头：“谢了。”秦伦摸了下寸头，又瞅着玉白寒的神色开口：“还有，我觉得先生对你应该也是挂心的，他只是不善言表。”玉白寒眼睛眨了一下：“什么应该？那是相当好不好？”“我知道。”
爱在心头口难开嘛，谁让小鹿这么害羞？秦雯面色宽慰，加油，加油。玉白寒低头看了眼自己手里的考研书，他对秦雯点点头，加油。晚上的时候，陆焕回家了，玉白寒往坑里一栽打了个滚，花式仰头问陆焕，忙活了一整天的陆师傅，忙得怎么样了？陆焕从他脚下抽出自己被踩住的脚，伸手将人拎到沙发上坐好。司言庭把自己洗成了个低阵，现在司家那两个老的打算用精神病替人脱罪。玉白寒直接一个好家伙，这狗东西原来是打算将他洗成个低阵。放心，一只手附在玉白寒颊侧，在他那张重燃战意的脸上搓了搓，我不会让我们白寒的努力白费。陆焕声线轻慢，有些醉，他何该受着？玉白寒心头一动，看向陆焕，隔了几秒，他还是没忍住宠溺的拍拍陆焕的手背，你恨恨就恨恨，手下用劲干什么？都把他脸给捏红了。陆焕手一松，又局促的给人搓了搓。陆焕的恨恨只隔一天便见到了成效。玉白寒也不知道他们陆学常做了些什么，但再次听到司言庭的消息时，就是在轰然炸响的社会新闻上，司家长子司言庭因长期实施非法催眠被捕入狱。禁闭催眠是曝光，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新闻一出就引起铺天盖地的讨论。非法催眠多么骇人听闻，做出这件事的竟还是司家这种大家族里的长子，这可是司家继思维商业犯罪后爆出的又一丑闻。一时间司家股份大跌，霍家跟何家趁机联合发力，势头之猛，看着像是要一脚将司家踢出上流圈子，整个司家的基业几乎要被摧垮，只剩两个封建余孽还撑着微薄的家底。司家的事闹得太大，不仅是上流圈子，就连寻常百姓都关注着这桩丑闻。新闻一出，玉白寒便接连收到各方慰问，大概是他平日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一群好友师长无一例外的将他脑补成了一株备受原生家庭摧残却出淤泥而不染的小莲花。玉白寒深受感动，并真的会谢谢。慰问接二连三，薛勤也专门跟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别被影响，安心应对接下来的考试。玉白寒同薛勤打电话时，陆焕正在旁边查看他的手伤，他掌心破皮的地方已经愈合，只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陆焕指腹擦过他的掌心揉了揉，又顺势摸向他的手指，圈着指根细细摩挲着。玉白寒没太在意，任人在他手指上摸来捏去，直到和薛勤挂了电话，他才问陆焕，你在偷偷摸摸的捏什么？想摸就直说嘛，自家萝卜有什么捏不得的？陆焕状似随意的收回手，没什么。他说着将话题带回来，司言庭彻底被送进去了，接下来你就安心考试。还有5天，你准备好了吗？当然了。玉白寒反问，你呢？陆焕。玉白寒扭捏提醒，就是那个。薄红又漫上陆焕的俊脸，玉白寒拽了下他，细细盯去，你有记在心上吗？陆焕红着脸收了下指尖，有。玉白寒立马心趣盎然的凑上去，研究好了吗？装备齐活了吗？等等，他忽然怀疑，你应该是会的吧？陆焕叔弟看来，后槽牙似咬了下，会。玉白寒便欣然一靠，那我就拭目以待了。陆焕抿唇，这几天临近考试，玉白寒没再那么紧绷。他霸占着陆焕的桌子看了会儿书，又朝一旁的陆焕看去。对方大概是为了给他挪地儿，就搬着电脑坐在了桌头。电脑背对着他，只占了方寸大的面积。玉白寒看陆焕正聚精会神的盯着屏幕，那张俊美的脸上神色专注，眉心微微隆起，像是遇到了什么疑惑。隔了会儿，陆焕沉静的眼底又蓦地浮出一丝波动，薄红染上耳根，点鼠标的动作透出几分慌乱，整个人看着茫然而生疏。
玉白寒探头：“你在干嘛？”陆焕声音一下惊动了对面的人。陆焕眼皮一抬看过来，握在鼠标上的手指一紧，下一刻他就端着电脑起身。玉白寒抬头：“你要去哪儿？”陆焕将电脑合上，换个地方看。玉白寒往四周扫了一圈，揣摩道：“怎么，是这里的风水不好？”“不是。”陆焕顿了顿说：“有个视频会议，我去书房。”玉白寒狐疑：“这么正式？”“特别正式。”陆焕说着，拿了电脑就离开卧室。卧室门砰的关上。玉白寒欲言又止：“可你身上穿的不是睡衣。”陆焕端着电脑一路进了书房。他将门一关，坐在书桌前呼出口热气，接着抬手打开电脑。屏幕上是各种注意事项的搜索页面，第一次该做哪些保护措施？怎样的口口更适合第一次口口？那些你必须知道的口口小技巧。陆焕满脸通红的浏览着网页论坛，他是很正经的在搜索，但总有相关推送和闪动的弹窗跳出来。在他插掉第8个弹窗时，鼠标一点猝不及防就点进了网页。陆焕手忙脚乱的点了几下试图退出，页面却骤然卡住，右下角东的弹出了安全提示。还没等他关掉，电脑屏幕便唰的一黑。当夜陆焕很晚都没回来，直到玉白寒都睡在床上，朦朦胧胧间才感觉到身侧床榻一陷，接着他被搂入一个怀抱。他往熟悉的萝卜坑里一滚，继续沉沉睡去。第二天玉白寒醒时，就看陆焕已经起来了，对方正坐在桌边摆弄着电脑，沉着眉不知道在捣鼓什么。玉白寒梦游着去搞了个洗漱回来，然后凑去了陆焕那边。“你在干嘛？”他一个探头，只见陆焕电脑屏幕漆黑，映得陆焕那张脸都生出几分庄严肃穆。陆焕动作一停：“没什么，好像没电了。”玉白寒莫名的盯了他一眼：“没电了你不充电？你在这儿？”他回味着陆焕的行径，摩擦起电吗？默了几秒，他开口：“也可能是中了病毒。”玉白寒，他将陆焕的脑瓜子噗噗一拍：“那你还不赶紧叫秦伦来给你修？”陆焕似有些沉重：“不用。”“你电脑里不是有这么多重要文件？”房间里安静了好片刻，最后陆焕还是呼出一口气，打电话叫来了秦伦。秦伦来得很快，没几分钟便拿了设备过来。他将陆焕的电脑接上设备，在桌前捣鼓起来。陆焕和玉白寒都站在一旁。玉白寒在观看秦伦修电脑的间隙，往身侧陆焕脸上瞅了一眼，目光忽而一顿：“修个电脑而已。”他们陆学长脸上的表情怎么像是在进行一场赌博？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就听秦伦说了声：“好了。”玉白寒和陆焕同时应声看去，只见电脑屏幕倏然一亮，下一秒，在应急智能系统的还原下，历史访问的页面接连弹出，满屏口口的论坛网页层层叠叠，混着五花八门闪动的小弹窗，瞬间闯入视线。玉白寒猛地吸了口气，嘶。与此同时，整个卧室都陷入了安静，尤其是他身侧，安静的好像进入了异次元。空气不知凝固了多久。半晌，秦伦小心的伸手将接在自己设备上的数据线一拔，啪！玉白寒将那口气缓缓呼出来。他把闪动的笔记本电脑往陆焕那头轻轻推了推，斟酌着开口：“你还看吗？”旁边的秦伦没发出一丝声音，也像是进入了异次元。2秒后，陆焕开口，他面上像是附了层薄霜，语调听着平稳淡然：“不小心点到弹窗了，没关掉。”他说完对秦伦道：“你先回去吧。”“是，先生。”秦伦赶忙拿了设备，转身离开，但那道背影消失在门后。卧室里又安静了一瞬，紧接着陆焕那张淡如霜雪的脸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涨红。玉白寒了然轻叹：“绷不住了吧？”陆学长。陆焕站在他身侧，一言不发的垂着眼，像是输了一场豪赌。
翻手间搅动商界风云的高岭之花，如今在小弹窗面前输得一败涂地。玉白寒默了默，不忍心的轻轻摸上陆焕的脸颊。他在脑海中搜刮着措辞安抚，没事。晴雯的嘴很严。话落，手心下的温度瞬间更烫。玉白寒将声音放得很轻，再接再厉，以前是我误会你了，没想到你是真的不会。不是。处于死寂中的陆焕终于开口，他拉下玉白寒的手，幽深的眼底像是浓墨被染开来。我只是搜一下保护措施。他补充，你太脆了。玉白寒宠溺贴心，好好好，是我太脆了。陆焕片刻，他呼出口气，转头关了电脑屏幕上层层叠叠闪烁不停的网页，背对着人的后颈一片潮红。玉白寒瞅了眼，心痒痒的，好不经斗哦。他们陆学长，他啪的贴上去，搂住陆焕的腰。那你现在研究好了吗？低沉的声音顿了下，从前面传来，差不多。玉白寒就用脸颊蹭了蹭陆焕的背，好期待。陆焕关了电脑，转头将他拎起，下楼吃饭。玉白寒顺从的跟着他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好。吃完早饭回房间后，玉白寒接到了乔云打来的电话。对方先是问候了两句，说自己让人送了些补身体的过来，接着又道：你这2天别太紧张，稍微出去转转也行。九云山有座特别灵的寺庙，要不要去拜拜文昌？玉白寒来了兴趣，这个好，求个好运，顺带散散心。他电话开的是免提。等他挂断电话，陆焕就说：你要去拜文昌？玉白寒，可以吗？可以是可以，但得早上拜。陆焕查了下手机，你要去，我们今晚就先在九云山住下，明早直接去庙里。玉白寒兴致勃勃，行啊。于是当晚他们就出发去了九云山。正好九云山上的酒店是霍家名下的，霍明打了个招呼，玉白寒和陆焕便直接拎包入住。两人到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霍明叫人给他们开了最好的套间。进了门，玉白寒往豪华大床上一铺，舒舒服服的滚了一圈，这就是家人的温暖。陆焕将房间内的暖气打开，征询道：把家人的温暖开到24度可以吗？玉白寒欣然，可以的。眼下是12月，临近冬至，到了山上气温更冷，还有些潮湿。屋内开着暖气，两人又洗了个热水澡，这才热腾腾的上床睡觉。酒店距离寺庙不远。第二天早上，玉白寒和陆焕7点半起床，然后沿着酒店外的公路往山上走。远远的已经能看见坐落在山林之间的庙顶红墙，在初升的日光下，顶檐反射出神圣而虔诚的金光。一路上都是排着队往山上开的汽车，还有不少赶早的人沿途朝寺庙的方向走。玉白寒顺着公路往山上山下放眼一望，不禁感慨于香火的旺盛。临近考试了，好像有不少来拜文昌的人。他说话时喝出一团白气。陆焕伸手往他肃静的脸上挨了挨，冷吗？玉白寒目光灼热，不冷，我都快燃起来了。陆焕轻声，要么怎么说我们白寒厉害，一会儿上香都不用火。玉白寒谦虚垂头，谬赞了。没走一会儿，两人便进了庙里，随着众香客过了一道道大殿往里走。袅袅香火混着声声钟磬，在这片深山之间显得肃穆而超然。玉白寒到文昌殿前上了香，拜过文昌。清冷的山风扬起香灰飞散入空中，七福带随风而舞，带着信仰送入殿中。陆焕在旁边静静朝人看去。等玉白寒拜完下来，两人就避开摩肩接踵的香客，沿着另一条相对清静的小道下山。快到山门口时，忽然瞧见外面有些混乱。玉白寒所站的山阶高出一截，他垫垫脚往下看，正好能将山门外的场景收入眼底。只见山门外停着5、6辆豪车，阵仗之大，将后面上山的车流全拥堵在了山门口。混着拥挤的人潮和下山的车辆，
场面一时乱作一团。玉白寒，他转头对陆焕说：“有人来踢馆。”陆焕目光落在下方几辆黑色的豪车上，眸光微不可察的沉了沉。不是。他话落，下面其中一辆豪车的车门就打开了，随后便看两道不陌生的人影在一众保镖的拥簇下，慢吞吞地下了车。卧槽！玉白寒吸了口气，封建余孽怎么来了？正想着，就听陆焕在他旁边淡淡开口：“私家最近风雨飘摇，子嗣接连入狱，这两个老的正在四处求神拜佛。”玉白寒望着下面两个仿若百家的身影，百思不得其解。这两个封建余孽浑身都是罪孽，他们能求到哪个寺？昭元寺、慧心寺，还是不得好寺？不过私家这两个确实很迷信气运之说。玉白寒还记得原生会被私家抱养，就是因为20年前封建余孽听信了某位大师的话，说他会为私家带来气运，因此从一开始他就被当作棋子养在家里。追根求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下面那两个老家伙。胳膊忽然被拉了一下，玉白寒转头便被陆焕带去了旁边的净手池。陆焕取了水给他洗过手，又抹了把脸。玉白寒仰着头，被他洗得湿漉漉的。怎么了？我沾上香灰了。陆焕神色淡淡，没有。后天就要考试了，去晦气。玉白寒顿时一乐，咯喽。他们陆学长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没再去管大摆阵仗拥堵了山门的两个封建余孽。玉白寒和陆焕下了山，又沿着山路随意走了走，当作放松心情。直到傍晚，他们吃了个饭才回到家里。后天就是考试，玉白寒在家休息了一天，为考试做准备。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就看陆焕也跟着起来，换了身衣服。陆焕低头系好衣扣：“我送你去。”玉白寒欣然指点：“哦。”学神附体，他挑了身陆焕给他买的衣服穿上，又将带有联络功能的手链先暂时取下。吃过早餐，两人便一起出门。陆焕没带其他人，自己开车送玉白寒去了 C 大。到了 C 大，陆焕将车停在校门口，两人进了校门，顺着人潮往里走。学校里人头攒动，周围全是考生，一路从校门走去教学楼。陆焕身穿大衣，身形颀长，成熟的气质中透着一股疏离和清冷，身材相貌在乌泱泱的人群里相当拔尖。沿途都有不少考生朝他两人侧目打量。玉白寒到了自己那栋教学楼前等着，陆焕就站在旁边陪他。周围的目光若有似无的投过来，其中还有零星几个本校生，似乎是认出了陆焕，惊讶的和同伴议论：“那是不是商院的荣誉校友陆焕学长？他怎么来了？好像是陪他旁边那个男生过来的。家属吗？哥哥。”几人正小声说着话，教学楼外便传来预备进场的广播。他们余光里人影一晃，就看那名浅色衣服的男生忽然一把扑进了传说中的陆学长怀里，然后朝人颈窝里嘬了一口。暗搓搓打量的几人，卧槽！教学楼台阶外，玉白寒埋在陆焕怀里，扒着人衣领嘬，让我吸口换气。一路绿灯，陆焕笑了一声，低头搂着人的腰，随你吸。玉白寒满足的吸了几口，抬起头。周围考生已经陆陆续续进入教学楼，他看向陆焕低头而来的面容，心里莫名安心。玉白寒朝人海报挥手：“等我好消息。”陆焕看着他：“好。”有了这段时间的复习以及他们陆学长的学神 buff， 玉白寒坐在考场里刷刷答题，答得丝滑。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在交卷铃响后，他放下答卷和笔，呼出口气：“基本都会，没问题。”玉白寒起身收了文具和蓝文网出考场，正打开手机想和陆焕发消息说自己出来了。他视线一转，就在考场外捕捉到了陆焕的身影。对方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相当惹眼。玉白寒眼神顿时一亮，几步小跑过去：“你一直等在这儿吗？”陆焕：“嗯。”
玉白寒将他的手一拉，故作无奈。粘人精陆焕就笑了一声。这会儿正好是中午，两人朝着校外的方向走，商量着一会儿吃什么。走到钟楼前，忽然看见钟楼旁的荣誉墙边挤了一堆人。玉白寒目光落过去，那边是在做什么？陆焕顺着他的视线一望，眉心压了一下，迷惑中似乎透出了几分不知从何而起的谨慎。不知道。玉白寒将他手的一拽，看看去，荣誉墙前面里里外外围了3圈人，挤挤嚷嚷的，嘴里好像还念念有词。玉白寒挤到人圈外，从交错的人缝中往里一看，整个人瞬间一震。只见陆焕的照片前面摆了张小木桌，木桌上面堆着跟小山一样的水果。这个场面一点也不陌生，熟悉的仿若昨日，准确来说就是前天。前天他去寺庙里烧香的时候，佛祖面前摆的供果也是这样的。玉白寒在原地震撼了半晌，被他拽着跟在身后的陆焕本人好像也镇住了。隔了会儿，玉白寒缓缓回神，他没敢回头去看他们陆学长的表情，只勉强做了下心理建设，随后伸手拍了拍离他最近的一个男生：“同学，你们是在做什么？”那男生回头指着陆焕的照片同他介绍：“看见了吗？这个是我们 C 大本土的学神，拜他比拜什么都好使，你要不要也？”他话音突然一岔，目光顺着玉白寒欲言又止的神色，倏而瞥见了站在他身后的陆焕本尊。那男生瞳孔一颤，嘴张了张：“卧槽，学神降世了！”陆焕、玉白寒随着他声音落下，围在前面的人纷纷转头看来。在下一刻，他们就齐齐对上了陆焕那张变化不大的脸。原本喧闹的人圈瞬间一凝。片刻，在一阵窸窸窣窣放水果的动静中，人群顿作群鸟四散。哗啦，玉白寒瞟了一眼，不得了，还有几个人是朝陆焕拜了拜才散开的。荣誉墙前几秒便被清空，只剩下陆焕和玉白寒两人还站着。默了片刻，陆焕开口：“我应该是还在的吧？”这就给他供上了。玉白寒宽慰，至少照片是彩色的。陆焕朝他盯来，玉白寒缓缓移开目光，目光一转，又落在了桌上的那堆水果上。他喉头不受控制的一动，咕咚。别说，这些考生还挺虔诚的。好新鲜的水果，玉白寒忍了忍，还是没忍住轻轻试探：“我可以吃吗？”他腼腆又羞涩的看向陆焕：“会不会对你来说不太礼貌？”陆焕呵的一笑：“我们白寒还有这种顾虑？”他说完，拿起一个脆生生的苹果，往人自动张开的嘴里一塞：“吃吧。”玉白寒小脸红红的垂眸。咔嚓咔嚓咔嚓，有了第一场考试顺利开头，后面几场也都畅通无阻。2天考试很快就结束。最后一场考完，玉白寒拽着蓝纹网从考场冲出来，整个人宛如一只不愤怒的小鸟，砰的就栽进了陆焕的怀抱。“我考完了！”陆焕兴奋、激动、放纵。陆焕稳稳接住他，捏了下他的后颈皮：“辛苦了。”玉白寒从他怀里仰脸：“不辛苦，我自找的。”他将人一路拎出校门，坐上车，先回家。玉白寒乐滋滋的：“哦。”私家车从学校驶回家里，沿途的街景在车窗外倒退。这会儿有了闲情逸致，玉白寒就扒着车窗往外看，只见不少店铺外都张灯结彩，挂着闪闪发亮的灯牌。路过中央广场时，喷泉池旁还搭起了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不少人都结伴出来。玉白寒这才恍然想起，这2天是圣诞节。身旁陆焕嗯了一声，玉白寒就问：“那我们家没装点一下吗？”“没。”陆焕掌着方向盘，指尖点了下：“想摆弄吗？”玉白寒缩回座位里坐好：“也不是，就是考完了，什么都想干。”陆焕没说什么，模糊的嗯了声。回到家里，冯叔已准备好丰盛的晚餐。为了庆祝玉白寒考试结束，桌上甚至久违的摆上了果酒、
图个气氛。玉白寒心情大好，放松的吃吃喝喝。向来严格的陆审核也难得任人多喝了几杯，直到一颗萝卜都喝得水灵红润，他才将人按住，差不多了。陆焕提醒，中丙期也是要过节的。玉白寒慈悲的约束自己。哦。吃过晚饭后，两人上楼回屋。玉白寒这会儿浑身被酒气蒸腾着，迷糊又兴奋。一进房间，他便扑通抱住陆焕，下巴蹭着人的心口。我考完了。陆焕拥着他，心口砰砰跳动。玉白寒红扑扑，我们是不是可以？他话到一半，忽然瞥见放在墙边的行李箱，他瞬间警觉弹起，酒意都醒了大半。你要走？该不会是因为不会瑟瑟，所以打算连夜逃离地球？不可以，他不允许。不是。陆焕将他的脸搬过来，顿了下，他拿出手机，点开屏幕，对向玉白寒，上面是2张去关阳山的机票和预定的酒店。陆焕说：“你之前不是说想看云海？”玉白寒愣了下，随后莫大的惊喜涌上了他心头。他拽住陆焕的衣袖，眸光都盛着欢喜。怎么这么突然？居然用惊喜偷袭白寒，他好喜欢。是礼物。陆焕抿了下唇，那张脸不知是在酒精还是在灯光的作用下被熏染的一片绯红。他细长的眼睫垂下，今天玉白寒朝他望去。陆焕面上滚热，像是克制着羞耻般酝酿了一下，开口：“今天是迷路焕。”迷路焕。玉白寒一瞬间被击中了心巴，整个人兴奋的晕乎乎。怎么会这么可爱？陆焕是不是在勾他？他伸手捏住陆焕2只通红的耳朵，爱不释手的捏来捏去，在怦然心动中得寸进尺。我的圣诞麋鹿怎么没有鹿角、鹿耳朵？陆焕低着头，任人上下其手，喉结很是害臊地动了动，意境到了就行了。玉白寒，原来是只分为陆焕。他垂着眼转移话题，礼物还可以吗？玉白寒立马收回手，迫不及待的催促：“再让我看看，机票是什么时候的？”陆焕把手机翻出来给他看：“明天休息1天，后天走。”玉白寒亢奋：“我不需要休息，我们现在就走。”他可以，他没问题。陆焕伸出2根手指问他：“这是几？”玉白寒：“Yeah。”手指换成3根，这个呢 ？OK。陆焕收回手，将人翻了个面推向浴室。你太亢奋了，快去洗个澡睡觉。玉白寒等2人都洗完澡躺回床上，陆焕将人往怀里一搂，准备关灯睡觉。玉白寒扒着他的睡衣领口，不甘心地做着最后的确认：真的没有鹿角、鹿耳朵吗？他说着就往陆焕头顶上瞅，总觉得那里应当是该放点什么东西的，一只手突然伸过来将他眼皮一抹。没有这种东西。玉白寒拱了拱。屋里的灯被啪的关掉，卧室陷入黑暗。玉白寒还在遗憾的嘀嘀咕咕：如果没有鹿角、鹿耳朵，我的一些精神、礼仪，还有一些美好的品质都会受到极大的损伤。陆焕闭着眼拍了拍他的背：没关系，你的精神、礼仪和美好的品质都快溢出来了。玉白寒刷的睁眼，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捏扁了陆焕的嘴唇，又调皮了。近乎说，考完后放松的第1天，玉白寒直接睡到了10点。他在细微的动静中醒来，就看陆焕正背对着他在收拾行李。玉白寒起身：你今天没去公司吗？陆焕好像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砰的撞了下行李箱，然后回头状似淡定的说：明天出远门，我今天在家把我们俩的东西收一下。我们俩的东西。玉白寒精准捕捉关键词：你帮我也一起收了吗？陆焕又转回去：行李的事你就不要管了。玉白寒惬意躺平，小麋鹿贴心。房间里，陆焕在那头忙前忙后的收东西，玉白寒便趴在床上刷手机。不少朋友都纷纷发来消息，恭喜他考完解放，顺带约他出来浪。何月
来社团吗？勾手指刘敬慈出来炫个砂锅。酷仔脸齐觉考完了，叫上陆哥，咱们出来小聚一下。搓手手，玉白涵美滋滋的打着字，一一回复。不了，我要和陆焕去关阳山玩和月，跟刘敬慈匆匆退场。还剩下齐觉在微信上继续巴巴。齐觉，哎，最近种草了一家店，还说叫上你们一起去。那等你们回来了再说吧。齐觉，你们多久回来啊？猫猫偷看，玉白涵就放下手机问陆焕。齐觉约我们聚餐，问我们多久回来。陆焕将行李箱一拉，多待几天吧。顿了顿，他又转头看向玉白涵，待到1月，然后看你想什么时候回来。玉白涵便回消息，1月，具体时间没定。齐觉，1月，那岂不是你们俩要在外面跨年？奥特曼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玉白涵被猛地点醒，对哦，这么一来，他们跨年的时候不就是2个人单独在外面？他瞅着陆焕高大挺直的背影，暗搓搓揣摩，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吗？不是说考完就可以那个了？玉白涵心跳砰砰的期待，他倒要看看他们纯情的陆学长有什么打算。这次出门，陆焕什么都准备好了，玉白涵便撒手不管，任人安排。第二天上午，陆焕拎着2个行李箱，让樊林开车送他们去了机场。一路进了 VIP 等候厅，又从贵宾通道上飞机，坐进头等舱，全程体验感极佳，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味道。从 C 市到关阳山只需1个小时。2人下了飞机，正是中午，头顶日光微薄，但依然无法让12月底清冷的空气回暖。陆焕给玉白涵裹了条围巾，山上冷。玉白涵眼睛差点被蒙上，他抬抬下巴，把半张脸从围巾上方拱出来，接着就看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他们跟前，车门朝他们打开。他扒下蒙眼围巾，轻叹，差点变成刑侦片。他将人拎进后座，关上车门，上车。玉白涵坐上前来接他们的车，又松了松围巾，一会儿爬爬山就热了。陆焕，山太高了，我们先坐缆车上去。几个小时的山路而已。玉白涵大放厥词，伸手戳戳陆焕，你连这都不行？陆焕叔得朝他盯来。大概是碍于前面还有司机，陆焕只深深盯了玉白涵几秒，随即抿了下唇，转头看向车窗外，给你节省体力。玉白涵，他坐在后座反应了片刻，随后他看陆焕发间的耳朵慢慢变红，心头也跟着燥热起来。他瞟了眼在前面专心开车的司机，又偷偷凑向陆焕，按着心跳明知故问，什么意思？陆焕后脑勺对着他，喉结一动没说话。玉白涵将下巴搁在他肩头，红着脸小声说，是不是准备吃萝卜了？陆焕搁在膝头的手微微收紧。几秒后，面前传来低哑的一声压低的声线撩动着耳膜。玉白涵呼吸一颤，垂眼顺着陆焕身前往下一瞥，心跳顿时又快了几分。怎么，只是想一下就成这样了？他们陆学长实践的时候没问题吗？车很快抵达关阳山山脚下，下车的时候，陆焕已经平复下来，高大颀长的身形往车门外一站，依旧是那副高冷稳重的模样。玉白涵跟着他下了车，抬头一望，只见巍峨的关阳山高耸入云，远近深浅的山峦隐没于缥缈旷远的云海之间，几座山头甚至能看见皑皑积雪，近处枝桠横斜，映着那山巅和云天。走了。身旁陆焕将他围巾拉起来了点。玉白涵露出2只眼睛，哦。正说着，迎面便走来了2名接待人员，对方接过他2人的行李，在前面引路，陆总，这边请。玉白涵把视线转向陆焕，陆焕拉了他的手，神色淡然的往前走，自家酒店。他们跟着接待人员乘坐缆车到了关阳山山上，然后又换乘观光电车，顺着平坦的沥青路到了一座大气豪华的酒店门口。玉白涵从外面望了一眼，就看酒店另一侧
好像面对着山崖外的云海，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景色。接待人员将他们引进大厅，又乘电梯到了最高层，一路去往了最里侧的豪华套间。就是这边啊，陆总。陆焕嗯了声，牵着玉白涵开门，没什么事了，你们下去吧。好的。两名接待人员在离开前，又偷偷瞟了眼陆焕牵着玉白涵的手，面上浮出意外和八卦的神色。待人一走，陆焕和玉白涵进了房间。门一关上，玉白涵立马拽着陆焕的胳膊，一个旋转晃到人跟前，仰着脸翘起唇角：“你的员工一副好奇的样子，你不和他们介绍一下你的陆夫人吗？”陆焕将晃来晃去的人扶稳，抿着唇移开目光：“不用介绍了。”玉白涵去着他的神色，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下笑起来，伸手将陆焕的脸搬向自己：“房间是你去订的？你是怎么和人说的？”陆焕脸热地转过来，他对上玉白涵乌亮的眸光和那两颗尖尖的小虎牙，心底一动，顿了下，他顶着热意说：“就是你想的那样。”陆焕说完就转移话题：“你不看看房间？”玉白涵心满意足的放过他们害羞的陆学长，转头打量房间。很快他就被正对房门那白色纱帘后隐隐透出的云山轮廓吸引了。他几步走过去，一把将纱帘拉开，哗，明净纯粹的云天和山峦一瞬闯入眼底，混着山间清新冷冽的空气。午后金色的阳光映在远处山巅的积雪上，灿然的白光映得人心头亮堂。玉白涵几乎难以遏制的从心底生出对自然的敬畏和震撼。外面是一片宽敞的观景露台，他走出去，从露台边往下望，整片云海都尽收眼底。陆焕从身后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他转头看去，只见陆焕两手揣着都望向远处，唇畔喝出一团雾蒙蒙的白气，眼底映着这片天地山川，神色淡淡，像是天生就该站在高处的人。玉白涵盯着陆焕完美的侧颜看了会儿，随后伸手在对方脸上一捧，有些怜爱，鼻尖冻红了，就进屋吧。看你围巾都不戴。在冷空气的攻击下，两人转头回屋，关上玻璃门。陆焕弯腰收拾行李，玉白涵想凑过去一块儿，就被人赶了回去。你歇着，我来。玉白涵好周到，这是礼物的售后之一嘛？他就却之不恭的窝在沙发椅里，开始刷手机。他刷了会儿，又没忍住心痒痒的抬头看了一眼背对着他忙活的陆焕。屋里开了暖气，陆焕脱了外套，只穿了件衬衣和西装裤。对方肩宽背紧，腿长腰窄，在动作间，衬衣下透出流畅的肌肉线条和耸动的肩胛骨来。玉白涵双腿不自觉蜷了一下，捏着手机小声问：“你什么时候吃萝卜？”扑通，陆焕手里有什么东西应声而落，他又慌慌忙忙的捡起来，往行李箱里一塞，接着转过头看向玉白涵，耳廓泛红：“我们才刚到。”玉白涵探头：“所以吃个萝卜，难不成还会水土不服？”陆焕直起身来，酝酿了下措辞说：“难得来了，先出门转转。你后面不一定能出门。”玉白涵他蜷起的腿一下蹬直了，他们陆学长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不行，还是说自己很行？玉白涵眯着眼，目光犀利的对向陆焕，后者却已经红着耳根转过身，继续收拾行李。他又收回目光，暗自揣摩，他们陆学长有这么厉害。收拾完行李，两人吃过午饭。下午的时候，陆焕带着玉白涵出门，在附近的山头转了一圈，看看风景。玉白涵拍了几张照片，照例发了朋友圈。他这次没配象形文，有耳文案无奖竞猜，朋友圈下纷纷被挑起了解读欲。玉白涵字典都翻烂了吧？小文。旁边陆焕侧头看了一眼，也问是什么。玉白涵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打字公布了答案。有耳怂。身旁静了2秒，陆焕开口：“内涵我还是再不满？”
玉白寒偏头看他，指责道：“敏感。”随后他在朋友圈底下补充说明：二人世界里没有别的，只有爱。玉白寒收了手机，对陆焕巴巴道：“看这群没有想象力的。”他顿了顿，又指向陆焕：“还有你这个想象力过于丰富的。”陆焕低头看了他一眼，顺着他说：“是我想多了。”玉白寒满意，当然了。两人溜达到太阳快下山，就回了酒店。陆焕将屋里暖气打开，玉白寒拿了换洗的衣服进浴室泡澡。浴室的门是透明的，里面摆了个白瓷浴缸，浴缸正对着外面，还能看见斜阳垂落的山头，晚霞瑰丽灿烂。玉白寒脱了衣服，泡进热气腾腾的水里。他在水汽蒸腾中望着夕阳落山的美景，隔了会儿又转头看向外面，透明的浴室门外，陆焕袖口挽到了手肘，正背对着他，像是故意不往他这边看。玉白寒心头一动，对着外面叫了声陆焕。外面的人肩背微绷，停顿了下，这才起身转过来。什么？玉白寒哗啦从水里伸手朝他招了招，你过来。陆焕远远的盯着他，隔着水汽，朦胧中那漆黑的眼底似有些幽深。随后陆焕才长腿一迈朝他走过来。玉白寒素净的脸被热气蒸得泛红，眼睫和头发都湿漉漉的。他趴在浴缸边看陆焕推门走到自己跟前，半蹲下来。陆焕又热又紧的目光落在他脸上，做什么？玉白寒被这目光看得心底荡漾，他就用湿手摸了下陆焕的耳垂，让你看晚霞很漂亮。陆焕低声，我从露台上也能看。水声哗啦一响，玉白寒蹭起来，侧脸和肩头都笼上一层光。他用不解风情的语气点拨道：是让你看这里的。陆焕对上他眼底惊红的霞光，喉结一滚，落下的呼吸顿时乱了几分。玉白寒眼见诡计得逞，又暗搓搓凑近了点，抿着唇眼含羞涩，要不要吃萝卜？陆焕紧盯着他，胸口起伏着。屋里开了暖气，浴室里水汽又潮湿闷热。陆焕半蹲在浴缸外，额角的细汗都沁了出来。片刻，他伸手在玉白寒沾了水汽的脸上一捏，又激我。玉白寒湿漉漉的看着他，相视了一会儿，陆焕低喘一声站起身。他西裤修身，在浴缸高度的落差下，玉白寒视线正对向他腰间，一只手从上方落下，在他耳垂上狠狠搓了一把，带了点警告的意味。陆焕低哑的嗓音落下来，不要造作。他说完直起腰，转身出了浴室。玉白寒被他搓的耳朵一烫，抬眼看向陆焕的背影，高大挺拔，玉气横生。半晌，他又咕嘟咕嘟沉进浴缸里，摸着发烫的耳垂，暗自嘀咕：都憋成这样了，还不吃萝卜，非做出一副很厉害的样子。他们陆学长也就只有嘴比较硬了吧。过往无数次，陆焕那青涩又纯情的反应浮出脑海，连带着闪烁小弹窗的浏览记录一并涌来。玉白寒回想了会儿，心头有了底。他往浴缸里一靠，惬意的海豹拍水，自信大胆。就他们陆学长那样，他先浅浅来个10次8次，想必都没有问题。这次的行程都是陆焕安排的，大概是为了节省体力，行程上都比较悠闲松散。第一天安顿好之后，两人便早早上床休息。后面2天则是去体验了一把关阳山打造的娱乐项目，像是索道、滑车和高空秋千。玉白寒兴趣盎然，暂时丢下吃萝卜大计，裹着围巾羽绒服，脸颊玩得红扑扑。晚上回了酒店，他还意犹未尽，洗完澡之后就在床上翻关阳山旅游攻略。攻略上提到的项目，陆焕基本都带他玩过了。玉白寒翻了几页，忽然看见有一篇攻略提到了关阳山主峰以西的孤峰，峰高奇峻，云路相伴。等陆焕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玉白寒就拿起手机晃了晃，我们是不是还没去过这里？陆焕目光一顿，明天。他说是打算明天带你去的，原来也在行程里。玉白寒恍然惊叹，又低头滑了下手机页面。正滑着，他忽然瞥见日期，今年都30号了，明天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这么说来，他们明天就要一起跨年。他说完没听到陆焕应声。床前默了几秒，玉白寒从手机前抬头朝人望去，正对上陆焕低眼看来的目光。对方眼底蕴着一丝热意，看着他没说话。玉白寒探头：你怎么了？没什么。陆焕微微舒出口气，抬步在床沿坐下。明天要去孤峰，今天早点睡吧。玉白寒收了手机，将人拉上床，一起，陆焕往床上一躺，玉白寒就拱进他怀里，闭上眼。他脸颊挨着陆焕的心口，像贴出隐隐透出对方急促发紧的心跳。他闭着眼摸了摸，好快。陆焕胸口起伏了2下，像是在平复，随即将人的手拉下，擒拿在怀，睡吧。晚安，迷陆焕。第二天是个好天气，阳光从头顶洒下，映得这片山脉清晰而通透。从主峰到孤峰距离不近，两人先是乘车到了孤峰下，往上则是一节石阶，需要人步行上去。玉白寒和陆焕往上走了10来分钟，便到了孤峰山头。山头是一片平地，玉白寒放眼一望，顿时赞叹，难怪攻略推荐说要来孤峰。这里应该是整片关阳山脉中的最高峰，山巅往外是一截陡崖，几乎是穿云破雾，一览众山云海。他正看着，陆焕便拉了他的手，将他带去山崖前的入口处。入口被拦住了，看着像是不对外开放。旁边工作人员在见陆焕后，便立马起身将入口打开。陆总。陆焕嗯了声，随即牵着玉白寒走进去。玉白寒这才发现前面是一条透明的玻璃栈道，直延伸至悬崖以外。会怕吗？陆焕转头问他。玉白寒脚下已经踏入了玻璃栈道边缘，他心跳骤然加速，肾上腺素升上来，人却是激动的。不会。他扭头指点。你再看不起白寒？陆焕就看着他，唇角弯了一下，然后拉着他往栈道前方走去。不敢。一踏入栈道，四周视野豁然开朗，远处是交叠的山峦，脚下是幽深的山谷，混着清冷的山风和飘渺的云絮，每一步都像踩在空中。玉白寒不禁握紧了陆焕的手，对方回握住他，冷冽的空气中只剩下彼此手心的热度。很快，他们就走到了栈道尽头。尽头的玻璃墙上隔着护栏，玉白寒一手握在栏杆上，稍微垫了垫脚往下望，有那么一瞬，高空的眩晕和危机感同时冲击而来，凸显着生命鲜明的存在感。之前在餐厅露台上，他也有过同样的感受，但这次除了自己跳动的心脏之外，他能感受到的还有陆焕牵着他的那只手。玉白寒心头一动，有什么情绪渐渐涌了上来。他在心悸中转头，陆焕转过头，陆焕也正看着他。对方站在一片群山环抱的深谷之上，身姿挺拔，眸光深亮，不知看了多久。他话音蓦地顿住，相视之间，有悄然发酵的情愫在心口盘踞。玉白寒心跳越发急促，扑通扑通，一声声的撞击着心口。不知是因为伫立悬崖之外的刺激感，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下意识抬头凑了凑。与此同时，握着他的手一拉，陆焕俯身朝他亲了下来。玉白寒眼睫一颤，闭眼迎上，浑身的血液都像是沸腾着。他松开陆焕的手，情不自禁的垫脚朝人抱了上去，随即感受到对方灼热柔软的唇压着他碾磨，舌头又将他的唇齿撬开缠绵的勾了上来，呼吸逐渐变得凌乱而炽热，心跳冲撞着，急促又汹涌。万丈悬崖之上，浩渺云山之间，在最能清晰感受到生命存在的这一刻，他们热烈的拥吻着。生命是鲜明的，爱意也是鲜明的。除了自己胸腔里鲜活跳动的心脏，能感受到的只剩下彼此的存在。玉白寒指尖攥紧了陆焕的衣服，心头酝酿发酵的情感在这样的氛围下陡然冲破了顶峰，无所畏惧般的想要将自己融入陆焕的怀中。这种冲动和以往想要瑟瑟的欲念不一样，是被纯然的爱意
催使着萌发的。他心底充盈，眼眶竟有些酸涩，情绪在这一刻突破了临界点，心意是前所未有的相通。良久，陆焕的唇稍稍撤离，玉白寒睁开眼，眼睫柔软潮湿。他对上陆焕的神色，对方的眸光也灼烧的厉害，盯他的眼神像是要将他克制的吞吃入腹。他又情难自禁的仰头追了一下，还要轻轻。陆焕灼热的呼吸一重新吻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陆焕终于放开了他，结束了这个热烈缠绵的吻。玉白寒面色绯红，嘴唇都被吮肿。陆焕看了他一眼，又将他围巾拎起来遮住下半张脸，只露出两只眸光莹润的眼睛。回去吗？玉白寒红扑扑，陆焕就牵着他沿着玻璃栈道走回去。踏出栈道时，工作人员低着眼，好像不敢往他们这里看。陆总慢走。陆焕声音还有些哑，从孤峰下来之后，玉白寒被陆焕牵得很紧，一路上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像是在回味山巅之上那印象极其深刻的拥吻。尤其在那一瞬，由纯然爱意催生的冲动。玉白寒偷偷瞟了陆焕一眼，萝卜心都被完全催熟了，他们陆指挥多少会一些萝卜培育术。等到回了关阳山主峰，陆焕终于开口，回去洗个澡，然后去旁边观景餐厅吃晚饭。玉白寒身上也出了点细汗。两人回房间洗完澡出来，正好是晚饭时间。玉白寒已经从刚刚那个吻里回过味来，又美滋滋的扑过去抱住出狱陆焕的腰，是不是特意把去孤峰的行程放在今年最后一天呢？陆焕头发半干，额发划过眉峰。玉白寒又开始七扭八歪的仰头。是不是想看你们白寒害怕的瑟瑟发抖，然后你再冲出来抱紧弱小的白寒？弱小的白寒。陆焕盯着他动了动唇，又像是忍下了什么话头闭上嘴，最后跳过这一趴，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玉白寒问那是什么？陆焕喉结动了一下，随即别开视线，耳根起了热意。那次在餐厅观景台边，你不是想要接吻吗？玉白寒心跳陡然一快。他们陆学长真的是？陆焕又侧着脸，假装不经意的问，在高处接吻感觉有不一样吗？玉白寒微微眯眼，明明当时亲的那么热烈，这会儿还明知故问。他望着陆焕的侧脸看了几秒，还是没忍住把人的脸搬过来，学着陆焕的眼神警告，你看又惹我，小心白寒把你狠狠办了。你这个一直不吃萝卜的指挥官。他默了半晌，红着脸笑了声，最后没说什么，只伸手将人拎着出门走了。吃饭。玉白寒耍完狠，风光得意，等走进电梯，他又后知后觉，陆焕刚刚怎么没说不行？等等啊！观景餐厅就在酒店旁边，面向着山崖外的整面墙都做成了落地窗。晚餐吃的是西餐，配着红酒。玉白寒和陆焕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着夕阳落日，风景无限美好。晚餐结束时，玉白寒起身正将餐巾放下，忽然听对面传来清脆一声，他抬眼就看陆焕桌边的红酒杯倒了，红酒洒上了对方的衣角。陆焕伸手将酒杯扶起，不小心撞了。玉白寒无奈的拿了餐巾给他攒了攒，陆学长怎么笨手笨脚的？不过没事，白寒宠你就是了，不用擦了，我回去换。陆焕将他手里的餐巾放到一边，带着人出了餐厅。走到门口时，陆焕脚步又一顿，差点忘了照片还没取。玉白寒问什么照片？陆焕脸上又红了点，玻璃栈道上有系统留影，可以去酒店前台领照片。玉白寒回想了一下他们在玻璃栈道上干的事，亲的都快把他吃掉了，居然还留了照片，他们陆学长真是越来越大胆了。就该这样。他喜欢他说，那现在去领吧。陆焕说，我回去换衣服，你去领一下吧。玉白寒居然要和白寒分开行动。他又看了一眼陆焕衣角的红酒渍，体贴又包容，行吧，娇气包。
两人在餐厅门口分开。陆焕转头乘了酒店电梯上楼，玉白涵到前台去找服务生领照片。他到前台报了下名字，对面立马朝他多看了一眼。那服务生低头操作了一下电脑，然后说：“我们后台这会儿就把照片打出来，麻烦您先在旁边稍坐一下好吗？”玉白涵往沙发上一坐：“可以的。”他一坐就是1刻钟。等了会儿，他又去前台问：“还没好吗？”“马上就好。”服务生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玉白涵就站在旁边等着。几分钟后，只见对方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那服务生立马说：“好了。”玉白涵：“是用手机通知的吗？”对方说完便转头到了服务台后面。再出来时，服务生手里拿了个相框，怀里还捧了一束鲜艳热烈的玫瑰花，一同送到玉白涵跟前。玉白涵猝不及防被塞了一大捧玫瑰，都挡住了他看照片的视线。他在原处盯着那捧反季的玫瑰花看了会儿，又看向对面热切的服务生。片刻，他目光深长：“是陆焕搞的吗？”那服务生局促垂头：“啊，好啊，果然是他们陆学长。”花里胡哨的。玉白涵假意巴巴了一句，又喜滋滋的同人道了个谢，然后带着花束和相框乘电梯上了楼。到了两人的房间门口，他敲了敲门：“陆焕，我回来了。”真是给他偷偷摸摸搞些小惊喜，自己又不在场，背着他在屋里捣鼓什么呢？正想着，门里似乎传来扑通一声。玉白涵，他又敲了2下：“你是在里面格斗吗？”陆焕。隔了5、6秒，面前的门忽然被一把打开，缓缓敞开的门缝间透出室内昏暗的光线。陆焕高大的身影站在他跟前，对方换了身衬衣西装裤，目光微紧的朝他看来，面色有些潮红。玉白涵正要开口，忽然嗅到从屋里飘出的一股他喜欢的柑橘清香味，和着里面摇曳的光影，看着像是刚被点上的香薰蜡烛。这时他心跳不自觉加快，蓦地涌上一种预感。他捧着大束玫瑰，抬眼对上陆焕的视线，四目相对。陆焕看了他几秒，忽然像是按下扫一般呼出口热气，伸手将他拉进了门。砰！屋门在身后关上，随即他就被陆焕搂着腰亲了上来。娇艳的玫瑰花挤压在两人身前，花瓣散落了满地满身。陆焕搂着他，低头细细亲吻着，在摇曳的光影中亲得难舍难分。亲了会儿，玉白涵忽然被陆焕托起，他忙抱住陆焕的肩头，红扑扑的勾住对方的腰。好哇，原来你在偷偷捣鼓这个。陆焕红着脸看向他，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今年的最后一天，果然从白天到晚上都相当不一样。玉白涵沉溺的亲过去，瞧这仪式感非常好，白涵很喜欢。陆焕转身拖着他一路走到床边，屋内的场景映入眼中，只见白纱帘拉着，茶几上燃着光线暧昧的香薰蜡烛，床头柜上还摆了方盒和瓶子。没等玉白涵多看，他视线一晃就被人放在了床上，陆焕又俯身吻了下来。花束和相框早已被搁到一边，他手里触着陆焕衬衣下的心口，感受到对方急促而澎湃的心跳。玉白涵心脏也跳得极快，浑身裹着热意。屋里开了暖气，他的外套围巾很快被包到了一边，只剩下柔软的毛衣，领口和下摆都很宽松，动作间晃过一片温软，细密的吻落了下来。玉白涵在迷糊中朝上方的陆焕看去，抵着人的肩头拉开了点距离。他抿了抿唇，明知故问：“是要吃萝卜了吗？”陆焕撑着上身低头看他，领带紧束着通红的脖颈，嗓音被热气灼哑：“玉白涵只是听着，浑身就变得酥软。在暧昧的光线中，他视线忽然落在陆焕垂下的领带上，是他送的领带。再往下一看，果然也是他送的腰带。他若有所感，伸手摸向陆焕大腿，丝滑的西装裤下
透出一圈痕迹，是衬衣夹。他们陆学长居然这么主动的戴上了。玉白寒的感觉瞬间来得汹涌，他拉下陆焕，仰头亲上去，亲吻间，他的手划过枕头下方，忽然触到了一点毛绒。他睁眼看向陆焕那近在咫尺通红的脸，唇角蓦地翘了一下，接着闭眼继续亲上去，顺便伸手拽上陆焕的领口，给人一阵窸窸窣窣，仿佛在拆礼物。衣扣很快松开，领带挂在了陆焕肩头。陆焕直起身跪坐在他身前，正对着他，能看见衬衣夹牵着衣角。玉白寒心动的不行，喉头动了动。陆焕看了他几秒，又重新凑上来，一只手刚伸到枕头下，动作蓦地一顿，那张潮红的脸上浮出了片刻的茫然。玉白寒看着他，忽然狡黠一笑，伸手朝他头上落去，你是在找这个？一只带着鹿角的发箍就这么出现在了陆焕的头顶。陆焕双眼微微一睁，紧接着连心口都变红了。他低眼看着玉白寒，像是极为羞耻，什么时候发现的？刚刚。玉白寒喜滋滋的瞅着他，送礼物的小麋鹿，他好喜欢。他忍了忍没忍住，扯着陆焕的领带，将人往下一拉，一边摸着人的鹿角，一边心满意足的亲了上去。果然很适合他们陆学长，他就说陆学长头上该戴点什么。热烈又暧昧的气氛在柑橘香中蔓延，渐渐的，领带、腰带和鹿角都落在了地面。玉白寒本来就早有期待，现在又被他们陆学长的模样勾得不行，已然变成了一颗水灵软趴的萝卜。他看陆焕迟迟不进行下一步，伸手就往床头柜上一捞，陆学长还是不行，得让白寒来。他刚要捞到，手腕忽然被握住拉了回来。玉白寒在烧灼的意识中迷茫的看向上方的陆焕，陆焕正膝头分开跪坐在他身前，直起上身握着他的手，朝他看来。烛光在那双漆黑的眼底灼出明锐的爱意。玉白寒呼吸微颤，轻轻催促陆，下一秒他心头一颤，忽而哑声。他落在陆焕手心的无名指上，蓦地套上了一枚被对方体温捂得滚热的金属环状物，戒指的大小刚好合适，圈在他的无名指根，带着陆焕的体温，像是在发烫。玉白寒望着陆焕眼底的热意，一时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直到陆焕垂下眼睫，牵起他的手，在他套着戒指的指根处落下一吻。玉白寒脸上忽然发热，心口鼓胀，他指尖轻轻一颤。陆焕又从他手背前抬眼，还可以吗？那真是太可以了。玉白寒一下扑过去抱住陆焕，胸口起伏着，他按下心头的激动，埋在陆焕肩窝里，闷声嘀咕中带了股诗意。你又偷袭白寒。陆焕将人搂着，捏住他的后颈，是我早该给你的。他们一开始结婚，没有仪式，没有戒指。玉白寒甚至吃了顿晚饭就被打包送过来，一纸塑料联姻，廉价而物质。陆焕说结婚了怎么能没有戒指？玉白寒心头涌动了一下，他忽然想起上次在海边，酒保朝他手上看了一眼，那时候他手上是空的，确实不像是有对象的人。玉白寒又伸手摸了摸自己指根处那枚戒指，连他自己都忽略了的空缺一下就被填满。隔了2秒，他拱起来扒拉陆焕，你的呢？陆焕就摸出另一枚偏大的戒指，玉白寒接过来，拉着他的手给人套上。对方指尖一勾，勾住了他的手。2枚戒指在暖色的烛光下交相辉映。玉白寒忽然将陆焕的手一拽，起身吻了上去，带着浑身的热情和冲劲。陆焕的气息瞬间变得凌乱不稳。玉白寒勾住他的肩，模模糊糊，快吃你的萝卜。陆焕像是被激起了情绪，反身压了上来。克制了许久的静止终于在此刻松懈开。他将人吻得眼角泛湿，随即伸手往床头柜上一捞，俯身看向玉白寒，不行就说别倔强。玉白寒在恍惚中回了点神，他立马倔强，你是在为自己做铺垫吗？他伸手捏住人通红的脸，
都这会儿了，还激我！一声轻响，手中瓶盖打开，玉白寒热着脸看过去，片刻又侧过脸配合。先是凉，随后是热，他心跳又急又快，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期待，只觉得恍惚中时间过得既快又漫长。不知过了多久，他忍不住蹬了下陆焕肩头，嘀咕道：“快点，快点！”陆焕浑身通红，半是羞的，半是憋的，额角全是汗。他深深的盯了玉白寒一眼，然后轻身将人稳住。玉白寒手下猛地拽紧，眼花耳热，比他想象的夸张了太多。但他还是倔强的咬着唇眉之声，勇敢白寒，不怕困难。灼热的指腹抵上了他的唇。陆焕安抚的亲着他，隆起的眉心夹着汗珠，眼底墨色浓重。玉白寒缓了会儿，又颤着眼睫朝人拍了拍，像是某种信号。陆焕重新俯下来，窗边白纱帘轻轻晃动，香薰蜡烛火光摇曳了一下，青色的柑橘味逐渐变成浓郁甜腻的花香。玉白寒望着墙上模糊的影子，意识已被吞没。恍惚间，他听见哗啦一声，像是拴着猛兽的铁链在被剧烈的挣脱，声响愈发密集，终于在他拥住陆焕的那一刻，轰然落开了锁。时间在无知无觉中流逝。渐渐的，玉白寒脑中只剩一个念头：陆焕是不是还没？怎么会这样？他忍不住低眼，伸手无力的将人一推。陆焕停住吻着他，落下的汗水将他鬓发全都湿透。怎么了？玉白寒迷迷糊糊：你没问题吧？这都多久了？陆焕危险的盯着他，锁链早已落了一地，猛兽张开了獠牙。等玉白寒再有时间概念时，是外面隐隐传来了喧闹的声响。酒店度假区还有别的客人。今天是跨年夜，这会儿人们全都出门到了外面聚在一起，准备倒计时。喧闹的人声拉回了玉白寒的意识，他感觉陆焕也快到了极限，但为什么外面的声响又大了些？紧接着就模糊的听见倒计时的声音，10、9、8，在倒计时声中，铁链升级。白纱帘将屋外的夜色和室内的烛光融在了亲密的人影中。3、2、1、0，最后一声落下。当，酒店传来一声钟响。陆焕蓦地扣住了玉白寒戴戒指的手，混着新年的第一声钟响稳了下来。与此同时，雪白的花倏然绽放。玉白寒被人拥在怀中，睫毛颤抖。在一片温软馨香和欢庆声中，新的一年到来了。